苍蓝大陆，流云山脉，一处险峻的悬崖边上，一名面容惨白、遍体鳞伤的少年正被挂在悬崖上一棵古树上。我怎么躺在这里？慕天云缓缓睁开双眸，眼中满是迷茫与惊恐。他只记得自己买了一瓶进口伟哥，只因多吃了几颗，导致身体兴奋过度，最终昏厥在了床上。未曾想再次恢复意识时，自己竟已身处这悬崖之上。啊！突然间，慕天云的脑海深处传来一阵剧痛，紧接着一股庞大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之中，并与他原来的记忆融为一体。不是吧，我竟然穿越了！慕天云睁大眼睛，脸上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神情。他实在没想到，这种只存在于小说中的离奇事情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名为苍蓝大陆的世界，更是一个以修炼为核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们通过修炼能够获取强大的力量，移山填海，御剑飞行都并非难事。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穿越的这具身体居然也叫慕天云，乃是流云宗杂役弟子。就在刚才，他为了讨好柳嫣然，冒险爬到了悬崖边摘取凝元果，没想到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平衡，径直摔下了悬崖。幸好被悬崖上的一棵古树挂住，不然恐怕早就被摔得粉身碎骨了。慕天云没死就赶紧爬上来，还愣着干嘛？一道冷冰冰的声音从悬崖顶部传来，只见一名身穿华丽粉色长裙、长相妩媚动人的少女正冷冷地注视着他。少女眼神无比冷漠，没有表现出丝毫关心，只有对凝元果的急切渴望。嫣然，我受伤了，你快救我上去。慕天云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连忙大声说道。此刻他右手骨折，想要爬上这陡峭的悬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先把凝元果扔上来，等会儿我再想办法救你。柳嫣然声音依旧冷漠，眼中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炽热。嫣然，我胳膊都断了，根本扔不上去，你先把我救上去，等上去了再给你。慕天云连忙开口说道。他并不是傻子，这时候若是将凝元果扔了上去，万一柳嫣然一走了之，那他就只能在这里等死了。听到慕天云的话，柳嫣然柳眉微微一蹙，脸上不由闪过一丝冷意。说实话，他并不想救慕天云，在他眼里，慕天云不过是一个随便利用的废物罢了。如果将对方救上了，那他就得履行二人之间的婚约，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可如果不将慕天云救上来，那他就无法得到凝元果，这让他陷入了两难之境。想到这里，柳嫣然突然灵机一动，直接将身上的外套撕成了碎布，然后编织成了一条细细的长绳。慕天云，我这里有一根绳子，你先把凝元果挂在绳子上，回头我再找人来救你。柳嫣然说着，将编织好的长绳丢了下去。嫣然，我两条胳膊都折了，凝元果在我怀里，我根本拿不动啊。慕天云装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慕天云，你是不是耍我？柳嫣然脸色渐渐冷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嫣然，我对你的心意难道你还不懂吗？我怎么会耍你？慕天云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心中却在暗自咒骂对方是个无情无义的女人。那你等着，我回去找人救你。柳嫣然冷冷地看了慕天云一眼，随即转身离开了悬崖。这运气也太背了吧，这八婆肯定不会找人来救我，难道我刚穿越过来就要领盒饭？慕天云脸色无比难看，眼神充满了绝望与无奈。他看得出来，柳嫣然找人来救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时间转眼过去了一天，一天的时间对于慕天云来说犹如一个世纪般漫长难熬。此刻他已经饿得眼冒金星，头晕眩目，怀里的凝元果也早就被他吃掉了。好在这棵古树足够结实，这才让他安然无恙地挂在上面。轰轰轰！就在这时，悬崖底部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轰鸣声，周围的石头和峭壁都开始震动了起来。靠，什么情况？慕天云连忙朝着悬崖下面望去，只见一女子正和一条巨蟒在悬崖底部的寒潭边激烈交战。那女子身着一袭白色长裙，身姿曼妙，容貌绝美，宛如仙子下凡。只见她手持一把长剑，美眸中射出一道凛冽的寒光，浑身散发着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仙气。而那蟒蛇身躯巨大无比，犹如一根擎天巨柱盘踞在悬崖底部。它浑身长着坚硬鳞片，闪烁着幽冷的寒光，仿佛坚不可摧的铠甲。蟒蛇的头部硕大如斗，那张血盆大口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巨大的瞳孔透露出无尽的凶残暴力，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是不是太悲了一点？慕天云看着下方那巨大的蟒蛇，吓得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他从小就怕蛇，更何况是这么大的蟒蛇。畜生，去死吧！这时，女子突然娇喝一声，身形如电，手中长剑绽放出璀璨光芒，向着蟒蛇狠狠刺去。蟒蛇扭动着庞大的身躯，长尾呼啸着扫向女子。女子轻盈的跃起，避开长尾的攻击，同时手中长剑在蟒蛇身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口子。蟒蛇吃痛，反击变得更加疯狂，口中不断喷出黑色的毒液。
女子施展奇妙的身法，在毒液间急速穿梭，寻找着蟒蛇的破绽。终于，女子看准时机，一剑刺中蟒蛇的要害。蟒蛇发出最后的咆哮，身躯剧烈颤抖了一下，随后轰然倒地。然而，就在蟒蛇临死之前，它那巨大的尾巴疯狂地扫动，无意间扫中了悬崖上慕天云所挂着的古树。咔嚓，古树无法承受这股巨力，瞬间应声折断。卧槽，芭比 Q 了！慕天云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径直朝着悬崖底部坠落，风声在他耳边呼啸作响，那种失重的感觉让他感到无比绝望和恐惧。扑通，慕天云与古树一同坠入了水潭之中，溅起一片巨大的水花，冰冷的潭水瞬间将他淹没，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当场昏厥了过去。好在他紧紧地抱着那棵古树，这才没有沉入水潭底下。女子在解决巨蟒之后，突然感觉身体炽热难耐，一股难以压制的欲望瞬间涌上心头。该死，竟中了这畜生的至淫血毒！女子紧咬朱唇，绝美的脸庞不由浮现出一丝恐惧。来不及多想，她赶忙运功驱毒。然而此刻她体内的春毒已然爆发，那毒性犹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啊！刹那间，女子忍不住发出一道妖娆的呻吟，声音婉转悠长，充满无尽的诱惑。那股无法抑制的欲望瞬间从她体内迸发开来，犹如汹涌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冲的击着她的理智防线。这一刻，她那绝美的脸庞泛起诱人的红晕，宛如熟透的苹果，令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原本清冷的眼神也渐渐变得迷离挣扎，她的目光中既有对欲望的抗拒，又有难以抑制的渴望，这也让她看起来更加的妩媚与娇艳。女子不断扭动身躯，疯狂运转着功法，试图压制体内那无穷的欲望。然而在尝试了片刻后，她发现体内的毒素已经完全失控，如果不尽快将毒素解除，那她必将血脉逆流而死。想到这可怕的后果，女子最终将目光投向水潭中的慕天云。她知道自己已经扛不住了，如今能救她的唯有眼前这个昏迷的小子了。一瞬间，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和纠结，但很快便被坚定所取代。来不及多想，她玉手一挥，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慕天云带到自己面前。女子将手轻轻放在慕天云的鼻息之间，在确定对方还有气息后，总算松了一口气。还有气，太好了！来不及多想，女子连忙拿出几颗疗伤丹给慕天云服下，并运功为他快速疗伤。在女子那强大的元力温润之下，慕天云的伤势迅速恢复起来。女子深知，如果不将慕天云的伤势稳住，万一他关键时刻死掉，那后果不堪设想。臭小子，你可千万别死啊！女子将慕天云伤势稳住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将他身上的衣服褪下。然而此刻的慕天云却处于昏厥状态，面对这种局面，他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犹豫片刻后，最终他还是放下了所有的矜持，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不知过去了多久，迷迷糊糊中的慕天云突然睁开了眼睛。我不是在做梦吧？慕天云晃了晃脑袋，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臭小子，发什么呆啊？女子声音犹如天籁，娇艳欲滴的红唇凑到慕天云耳边，给人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感。卧槽！听到女子那极具诱惑的声音，慕天云彻底失去了理智，一把抱住了女子那纤细的腰肢。这一刻，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无论这是真实的事情，还是梦境中的幻觉，他已经不想去深究了。1日过后，由于太过疲惫，慕天云最终还是昏睡了过去。这1日的经历实在让他感到匪夷所思，同时也让他感到无比的疲惫。自己身体本来就身受重伤，如今又操劳了一整天，能活着已经算是奇迹了。看着呼呼大睡的慕天云，女子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她手中长剑抵在了慕天云的脖子上，玉手微微颤抖着，内心陷入了激烈的挣扎。回想这1日的经历，若不是这个小子，她恐怕早已香消玉殒。可一想到自己的清白之身就这么给了一只蝼蚁，她心底就涌起了一丝不甘和愤怒。犹豫许久之后，她终究还是无法狠下心来。这个男子终归是无辜的，并且还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让他杀掉这样一个无辜之人，他着实无法迈过自己内心的那道坎。更何况因为这小子的体质，他不但解去了身上的毒素，而且修为也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臭小子，看在你是九阳神体的份上，这本九阳式神诀就送你了，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就看你的造化了。女子从储物戒里拿出了一本功法，轻轻放在了慕天云怀里。这本九阳式神诀乃是他在一处远古遗迹中意外所得，唯有拥有九阳之气的男子才能修炼成功，而眼前这个小男人乃是传说中的九阳神体，刚好适合这本功法籍。随后他又运转强大的元力，为慕天云打通了体内堵塞的经脉。做完一切后，他拿出了一件衣服盖在了慕天云身上，然后转身飘然而去。
不知过去了多久，当穆天云再次醒来时，现场早已没了女子的身影。穆天云看了一眼自己的大腿内侧，发现还残留着一丝血迹，嘴角不由勾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怀里居然有一本古朴的功法。咦，这怎么会有本功法？难道是那个仙子留下的？就在这时，穆天云突然发现自己怀里有一本功法，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不管了，先修炼试试看。穆天云盘膝而坐，按照功法上的口诀修炼了起来。既然来到这个世界，那他自然不甘平庸。随着功法运转开来，一股恐怖的元阴之力瞬间在他体内爆发开来。这股力量犹如波涛汹涌的洪流，在他的经脉和丹田处横冲直撞。啊！穆天云发出一声惨叫，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至极，额头上也冒出了丝丝冷汗。卧槽，该不会走火入魔了吧？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他并没有任何修炼经验，自然不知道自己体内的这股力量其实是那名女子留下的元阴之力。眼看身体快要爆炸开来，穆天云连忙运转功法，尝试将这股力量炼化。炼气境第4层，炼气境第5层，炼气境第6层。不知过去了多久，当穆天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炼气境第6层。难道是他帮我把经脉打通了吗？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之前的穆天云由于经脉堵塞，修为一直停留在炼气境第3层。然而此刻他却发现自己的经脉极为通畅，根本就没有一点堵塞的迹象。一想起那名倾城绝世的女子，穆天云嘴角就不由自主地勾起了一丝弧度。如此一位美得令人窒息的女子，竟与自己有过亲密接触，这一切实在太过梦幻，让他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附上本书修炼境界：炼气、凝神、聚元、聚灵、地玄、天玄、问虚、武王、武皇、武帝、武尊、武圣、武神。兄弟，你安心去吧。既然如今我占据了你的身体，便绝不容许任何人再肆意羞辱于你。穆天云缓缓站起身来，眼神中透着一股自信光芒。原本穿越到一个废物身上时，他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郁闷的。毕竟这是一个以武为尊的世界，如果不能拥有强大的实力，那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任人欺凌的废物。如今他不但打通了经脉，修为更是突破到了炼气境第6层。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变，让他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不由升起了一丝期待。一番感慨万千之后，穆天云轻轻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沿着水潭边的溪流缓缓往下走去。通过脑海中继承而来的记忆，他知道这条溪流的下游正是流云宗，只要顺着这条小溪往下走，就一定能够走出这片区域。经过2天的赶路，穆天云终于来到了流云宗的山门广场之上。流云宗作为天玄帝国4大宗门之一，同时也是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流云宗位于流云山脉的边缘，此处风景如画，峰峦叠嶂，宛如人间仙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灵气非常充裕，算得上是一处得天独厚的修炼宝地。山门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头，石头上龙飞凤舞地雕刻着流云宗3个大字。看着眼前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宗门，穆天云的眼神中不由露出一丝期待。前世他也曾无数次幻想过成为一名超凡脱俗的修仙者，手持长剑，潇洒地仗剑走天涯。如今他终于有机会踏入这传说中的仙门，要说内心不兴奋，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目前只是一名地位卑微的杂役，但穆天云对自己的未来却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毕竟他拥有九阳式神诀这种神秘的功法加持，他坚信凭借着这套功法的神奇力量，自己的未来必定不可限量，注定会在这个修炼世界中掀起一番波澜。当然，穆天云也深知怀璧其罪的道理，这种稀世功法一旦暴露出去，很可能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因为如此，在将这套功法记熟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将其销毁。穆天云按照脑海中的记忆，很快便来到了流云宗的杂役院。穆天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赶紧滚过去把兽粪倒了，还有那边的衣服通通都给我洗了。穆天云刚一走进杂役院，一名身材高大魁梧、体型壮硕如牛的年轻男子便一脸嚣张跋扈地走了过来。倒兽粪和洗衣服又不是我事，凭什么让我去做？穆天云冷冷地回应道。他的任务明确是给灵药施肥，倒兽粪和洗衣服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若是以前的穆天云，或许就会老老实实忍气吞声地去干这些活儿。毕竟眼前这个张德彪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5层，乃是杂役院出了名的恶霸。平日里张德彪仗着自己有点修为，肆意欺压其他杂役弟子，之前的穆天云没少被他敲诈勒索。如今穆天云实力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6层，自然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对张德彪的无理要求逆来顺受。哟呵，看来几天没好好收拾你，你这皮又开始痒痒了是吧？张德彪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冷笑，说着
他便毫不犹豫地挥手，一巴掌朝着穆天云狠狠抽了过去。这一巴掌下手极重，若是之前的穆天云挨上这一掌，那很可能会被抽晕过去。卧槽尼玛！穆天云眼中瞬间闪过一丝狠辣的光芒，右手如闪电般探出，瞬间便扣住了张德彪的手腕。紧接着，他猛地抬起一脚，狠狠地踢在了对方的肚子上。砰！一声沉闷的脆响传开，张德彪只感觉腹部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让你装逼！穆天云怒喝一声，迅速抄起旁边一根粗壮的木棍，如猛虎下山般冲了上去，对着躺在地上的张德彪就是一顿狂砸。之前的穆天云没少遭受张德彪的欺负，那些屈辱的记忆如同潮水般在他脑海拂过，瞬间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砰砰砰！啊啊！木棍与身体碰撞的声音接连响起，张德彪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仅仅不到片刻时间，张德彪就被打得面目全非，浑身伤痕累累，样子无比狼狈。小杂种，我叔叔可是杂医院管事，你死定了！张德彪气得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狠毒与怨毒，恶狠狠地看着穆天云。都这份上了，你还敢威胁老子？去死吧你！穆天云眼中透着一丝凶狠到极致的光芒，直接一棍子朝着张德彪的小腿砸了过去。咔嚓！一道清脆的骨折声在寂静的空气中响起，张德彪发出了一声绝望而又凄厉的惨叫，剧烈的疼痛使得他的脸颊瞬间变得扭曲起来，如同一张被揉皱的纸。以后少在老子面前装逼，不然见你一次揍你一次！穆天云抬腿又是一脚，直接将张德彪再次踢飞了出去。臭小子，你给我等着！张德彪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阴毒与不甘。放下这句狠话后，便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对于张德彪的狠话，穆天云并没有放在心上。在流云宗，炼气境1到5层的弟子只能担任杂役，而一旦修为达到炼气境第6层，便可前往外门参加考核。只要成为了外门弟子，那地位将直线上升，区一个杂医院管事，自然再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我靠，这穆天云也太猛了吧！他的实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是啊，前几天我还看到他被张德彪欺负呢，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他居然突破到了炼气境第6层。不知道他怎么修炼的，他如今的实力，月底估计都能参加外门考核了。这小子要想成为外门弟子，恐怕没那么容易。现在距离月底还有半个月时间，张德彪的叔叔肯定不会轻易饶了他。此刻，杂医院周围早已聚满了看热闹的杂役弟子，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纷纷的讨论了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一直在杂医院被人随意欺负的穆天云，居然也有如此勇猛生猛的一面。穆天云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便进入了修炼状态。如今身处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他迫切地想要将自己的实力迅速提升上去。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实力，才能让他在这充满挑战的世界拥有立足之地。随着九阳式神诀运转开来，一缕缕精纯至极的灵气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体内。这些灵气在进入他的体内后，滋养着他的经脉和血肉，使他的肉身和修为变得更加强大。在修炼了几个时辰后，穆天云又拿出了一柄铁剑，开始练习穆家的追风剑法。一开始他的动作还有些僵硬，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施展这套剑法。但好在他悟性颇高，在不断的反复练习中，很快就掌握了一些门道，手中的铁剑也挥舞得更加娴熟。流云剑宗外门弟子区域，一座清幽雅致的院落之中，一名容颜娇美、气质高冷的少女正专注地练剑。她身姿婀娜，一袭白衣随风飘动，手中长剑如灵动的游龙，剑花闪烁，每一招每一式都尽显凌厉与优雅。嫣然刚刚得到消息，穆天云回来了。突然，一名身材火辣、身着绿衣的少女走了过来，打破了这份宁静。这怎么可能？柳嫣然眉头微微一蹙，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我刚刚得到确切消息，穆天云确实回来了，而且据说还打了张德彪。绿衣少女急忙将刚刚探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打了张德彪？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柳嫣然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可置信的表情。这千真万确，据说他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炼气境第6层。绿衣少女再次开口强调，眼神中带着几分笃定。难道他得到了什么奇遇？柳嫣然柳眉微蹙，精致的脸庞露出了一丝疑惑的表情。如今的他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9层，距离凝神境仅有一步之遥，一旦突破便能成为内门弟子。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并不愿再与穆天云有任何瓜葛，毕竟穆天云不过是一个经脉堵塞、毫无前途的废物罢了。若是让人知晓他曾经与穆天云有过交集，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辱，甚至可能影响他在宗门内的声誉。正因如此，自进入流云宗后，除了需要资源的时候，其他时间他根本就不搭理穆天云。嫣然，反正你跟他关系
也没彻底闹僵，明天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绿衣少女眨了眨眼睛，开口提议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刚好明天他家族会过来送资源。柳嫣然嘴点点头，想到明天能得到一笔资源，她脸上就不由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射入窗户的一刹那，慕天云精神抖擞地离开了房间。经过这一晚上的刻苦修炼，他不但没有丝毫疲惫之感，反而浑身充满了力量，整个人看上去容光焕发。慕天云，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杂役院随意伤人！突然间，一道愤怒的咆哮声响起，瞬间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只见一名身材高大魁梧、身着管事服饰的中年男子，气势汹汹地朝着慕天云大步走来。此人正是杂役院管事张世豪。张管事，说话可要讲证据，我可没有随意伤人。慕天云神色冷峻，语气冰冷的回应，眼神中透着一股毫不畏惧的坚毅。哼，还在这里狡辩？你没有随意伤人，那他的腿是怎么回事？张世豪指着一旁的张德彪，眼神不善地盯着慕天云，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张德彪先对我出手，我不过是被动反击罢了。杂役院里可有不少人亲眼见证。慕天云语气平和，眼中却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地说道：好大的胆子，在本管事面前还敢狡辩！既然你说有不少人亲眼所见，那你找个人来帮你作证，只要有人能证明是张德彪先出手，今日本管事便不为难你。张世豪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话音一落，他目光如利刃般冷冷地扫了一眼周围的杂役弟子。在他那凌厉的眼神扫视下，现场所有的杂役弟子纷纷低下了头，如同受惊的鹌鹑，一个个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不敢与他对视。慕天云见状，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冷笑：张世豪，你无非就是想替自己侄子出气罢了，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他一眼就看穿了张世豪的心思，毫不畏惧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神。小子，休要在这里血口喷人，你肆意殴打他人，本管事今日便废了你的丹田。张世豪眼神中透着一丝阴毒。杂役弟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不上真正的流云宗弟子，不过是宫宗门驱使的底层人员罢了。就算他真的废掉一两个人，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今天他就是要杀鸡儆猴，让杂役院的所有人都知道，在这里他张世豪才是说一不二的主宰。老杂毛，你真以为老子怕你吗？慕天云冷哼一声，眼神中燃起一股强烈的战意，丝毫没有被张世豪的威胁所吓到。虽然张世豪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9层，但慕天云依旧不愿束手就擒，任人宰割。而且他心里清楚，一旦他能够战胜张世豪，那很可能会引起流云宗高层的关注。这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或许能借此改变自己在宗门内的命运。小杂种，你找死！张世豪怒火中烧，面目因愤怒而变得狰狞扭曲。说话间，他挥手就是一掌，掌风凌厉，气如虹般朝着慕天云狠狠拍了过去。面对张世豪这饱含愤怒的一掌，慕天云眼神中闪过一丝冷冽的光芒。他脚下轻点地面，身形如离弦之箭般向后急速退去，动作敏捷而迅速，巧妙地避开了张世豪那凌厉的掌风。紧接着，慕天云双拳猛地一握，一股浓郁而强大的灵气瞬间在双拳上凝聚，带着一股强大的拳风，径直朝着张世豪轰了过去。果然有点本事，难怪如此嚣张。张世豪冷哼一声，眼神中透着一丝残忍的笑意。话音一落，他毫不犹豫地挥拳朝着慕天云迎了过去，拳头带着千钧之力，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都轰碎。在张世豪看来，修为仅仅只有炼气境第6层的慕天云，在他这强大的一击之下，根本不可能接得住。轰！一声巨响如闷雷般传开，两股强大的拳风重重地碰撞在一起，强大的冲击力使得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荡，形成了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涟漪。张世豪只感觉手臂传来一股巨大力量，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退了5、6步，才勉强稳住身形。相比之下，慕天云却仅仅只倒退了3、4步。他没有丝毫犹豫，趁着张世豪立足未稳之际，再次挥拳杀了过去。他使用的乃是穆家的虎啸拳法，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虽然穆家的拳法算不上太高级的武技，但对于一个身处底层的杂役弟子来说，这已然算得上是颇为不错的武技了。毕竟流云宗的杂役弟子大多只能修炼一些基础剑法和基础拳法，这些基础武技自然比不上穆家的虎啸拳法，在威力与精妙程度上也都相差甚远。该死，这个小子力量怎么如此之强？张世豪心中犹如掀起了惊涛骇浪，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实在难以接受，自己堂堂炼气境第9层的修者，竟然会被一个炼气境第6层的杂役打得节节败退，这简直就是对他莫大的羞辱。不是吧？慕天云的实力竟如此强悍，居然能把张管事逼到这般田地。是啊，就这实力，恐怕放到外门那都是顶尖的天才了。此刻，周围的杂役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可置信。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平日里毫不起眼的穆天云竟隐藏着如此惊人的实力。小子，是你逼我的，去死吧！张世豪眼中闪过一丝阴毒的光芒，只见他右手一挥，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瞬间出现在手中。他猛地举起长剑，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穆天云劈了过去，剑刃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声。狗杂碎，真当老子怕你不成？穆天云怒目圆睁，毫不犹豫地拔出手中铁剑。刹那间，他浑身散发着一股无畏的气势，宛如战神临世。紧接着，他施展出追风剑法，身形如电，朝着张世豪迅猛迎了过去。一时间，两人陷入了激烈的战斗之中，双方你来我往，剑招如行云流水般变幻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穆天云此刻仿佛战神附体，手中铁剑闪烁着凛冽的寒光，每一次挥动都带出一道道凌厉的剑芒，犹如闪电般刺向张世豪。他将追风剑法施展得越发精妙绝伦，整个人越战越勇，斗志昂扬。在穆天云这凌厉的攻击之下，张世豪渐渐落入了下风，心底也不由升起了一丝恐惧。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张世豪手中常见的剑招逐渐凌乱，原本流畅自然的剑法变得破绽百出。你这小杂种，别得意！张世豪色厉内荏地吼道，试图用怒吼声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与恐惧。然而他颤抖的声音却暴露了他的心虚。狗杂碎，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老子的麻烦？今天非打得你满地找牙不可！穆天云冷哼一声，眼神中充满了不屑，攻势愈发猛烈，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向张世豪涌去。穿越之前，穆天云本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混，向来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哪能容忍别人骑到自己头上？如今张世豪叔侄俩竟敢如此欺人太甚，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任由对方欺凌。突然，穆天云敏锐地捕捉到张世豪的一个破绽，手中铁剑如灵蛇般刁钻地刺出。这一剑快如闪电，瞬间挑飞了张世豪手中的长剑，哐当，长剑落地，发出一道清脆而刺耳的声响，在这紧张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啊！张世豪发出一声惨叫，手腕处瞬间鲜血淋漓，嫣红的鲜血汩汩流出，他脸上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五官因剧痛而扭曲在一起。去死吧你！穆天云身形一闪，如鬼魅般迅速逼近，猛地一脚踢在了张世豪的肚子上。砰！张世豪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脸上满是痛苦之色，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场失去了战斗力。让你一天到晚装逼，今天非抽死你不可！穆天云收起铁剑，一个箭步冲到旁边，抄起一根木棍，对着地上的张世豪就是一顿狂抽。木棍与身体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仿佛奏响了一曲惩罚的乐章。砰砰砰！啊啊！张世豪痛苦地抱着脑袋，身体蜷缩成一团，嘴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不到片刻时间，张世豪就被打得四肢骨折，惨不忍睹。这穆天云的战斗力也太夸张了吧！周围的杂役弟子们一个个看得瞠目结舌，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一旁的张德彪早已吓得脸色苍白如纸，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实在没想到，前段时间还被他肆意欺负的穆天云，实力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恐怖？让你仗势欺人，让你敲诈老子！穆天云身影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突然一棍子抽在了张德彪的脸上。这一棍力量极大，张德彪的脸瞬间高高肿起。紧接着，穆天云对着他又是一顿狂抽。啊啊！张德彪被打得嗷嗷直叫，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住手！就在这时，一道威严至极的声音如洪钟般响起，瞬间打破了这混乱的局面。只见一个身穿灰袍，面容严肃冷峻，眼神中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如鬼魅般瞬间出现在了现场。此人正是外门长老周朝平，他的出现仿佛带来了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到底怎么回事？看着眼前这一片狼藉混乱的场景，周朝平眉头微微皱起，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周长老，您可要为我做主啊！这穆天云在杂役院肆意伤人，我不过是想管教他一下，没想到他就对我大打出手，还把我打成这样。张世豪如同见到救星一般，连滚带爬地来到了周朝平面前，声泪俱下地哭诉起来。周长老，这小子实在太嚣张了，根本就没把咱杂役院的规矩放在眼里。张德彪也连忙添油加醋地开始告状，脸上装出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小家伙，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朝平并没有轻易相信张世豪叔侄的片面之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穆天云。此刻他心中也充满了惊讶，眼前这个仅有炼气境第6层修为的杂役，居然能够战胜炼气境第9层的张世豪，如此夸张的战斗力，实在让他感到匪夷所思。周长老，事情是这样的。穆天云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这个张德彪
之前仗着自己修为比我高，就经常敲诈我的修炼资源，还总是指使我给他倒粪洗衣服，把我当成他的奴隶一样使唤。昨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便出手教训了他一顿。张世豪得知后，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就想过来教训我，准备为他侄子出气。我被迫无奈，这才奋起反击。这件事现场的众人都亲眼所见，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穆天云不卑不亢，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周长老，穆天云说的没错，张世豪叔侄俩经常敲诈我们这些杂役弟子，而且还要求我们每个月向他纳贡，否则就给我们安排更多又苦又累的任务，让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修炼。一名身材较为瘦弱的杂役弟子鼓起勇气站了出来，气愤地说道：不错，这个混蛋还想占我的便宜，经常对我动手动脚，实在是太过分了。一名女杂役弟子也站了出来，满脸气愤地指着张德彪。见到有人带头指责，现场的杂役弟子们纷纷站了出来，开始数落起张世豪叔侄平日里的恶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来越大，都将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怒全部宣泄出来。张世豪叔侄俩见众人纷纷站出来指责，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张世豪，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宗门让你管理杂役弟子，你不但没有尽职尽责，反而在此作威作福，肆意敲诈他人，简直是败坏宗门风气。周朝平脸色渐渐冷了下来，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怒意。周长老饶命啊，我知道错了。张世豪吓得脸色如同白纸一般，眼神中满是深深的恐惧，连忙跪在了地上。从今天开始，你们被逐出流云宗，来人，把他们给我丢出去。周朝平面色冷峻，神情无比威严地说道：周长老，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张世豪见周朝平态度坚决，心中愈发恐惧，连忙连滚带爬地向前，抱住周朝平的腿，声泪俱下地哀求起来。这些年来，他在杂役院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得罪的人不计其数。他心里清楚，如果让人知道他被打断了四肢，还被无情地赶出了流云宗，那等待他的下场绝对会凄惨无比。然而周朝平神色依旧冰冷，根本就没有搭理张世豪叔侄二人，只是冷冷地挥了挥手，示意执事将他们强行拖出去。两名执事得令，毫不留情地架起张世豪叔侄，像拖死狗一般将他们丢出了杂役院。小家伙，你很不错，期待你月底的考核。周朝平转头看向穆天云，原本严肃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欣赏的笑容。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他着实是打心底里欣赏。毕竟在修炼界能够越级挑战的，无一不是天赋绝伦的顶级天才。穆天云居然能以炼气境第6层的低微修为击败炼气境第9层的张世豪，如此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足以证明他天赋异禀，前途不可限量。多谢前辈，弟子定不会让您失望。穆天云双手抱拳，语气恭敬地说道：好了，本长老就先走了，回头宗门会重新安排一个管事过来。周朝平长袖一挥，转身离开了杂役院。穆师兄，你太厉害了，以后可得罩着我们呀。是啊，还好有穆师兄在，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要被他们欺负到什么时候呢。此刻众人看向穆天云的眼神中都带着深深的崇拜和羡慕，他们围在穆天云身边，七嘴八舌地夸赞着，仿佛穆天云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大家只要努力修炼，总有一天你们也能将修为提升上去。穆天云眼神中充满了鼓励。穆师兄，山门口传来消息，你家有人来看你了。就在这时，一名杂役弟子匆匆跑了过来。多谢了，我这就去看看。穆天云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随即转身朝着山门口走去。这具身体的原主乃是绝云城的少城主，每个月10号的时候，他父亲都会派人送金币或者资源过来，以供他修炼。想到即将得到一批宝贵的修炼资源，穆天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洋溢出兴奋的笑容。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若想迅速提升自身修为，资源的支撑必不可少。即便天赋再如何异禀，倘若缺乏资源辅助，实力的提升也会困难重重，难以迅速精进。所谓穷文富武，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毕竟对于穷人而言，他们想要得到功法和修炼资源是无比困难的，甚至有些穷人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又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考虑修炼之事呢？不多时，穆天云便来到了流云宗山门广场。远远望去，只见一名气质儒雅、身材挺拔如松的中年男子正静静地站在山门口等候。穆天云一眼便认了出来，这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便是原主的父亲穆凌风。他身着一袭黑色长袍，衣袂随风飘动，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爹，您怎么亲自来了？穆天云快步走了过去，语气恭敬而亲切地叫了一声爹。或许是因为融合了原主灵魂的缘故，这一声爹他叫得非常自然，甚至内心深处没有丝毫的排斥感。云儿，爹也好几个月没见你了，所以就过来看看，怎么样？在这里待得还习惯吧？
穆林峰脸上露出了一丝慈爱的笑容，眼神中满是对儿子的关切。其实从内心来讲，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待在流云宗，因为穆林峰心里清楚，自己的儿子经脉堵塞，并不适合修炼，就算待在流云宗，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前途。但儿子太过于执着，且眼里心里只有柳嫣然，他这个当爹的也只能默默地支持儿子的决定。爹，您就放心吧，我在这里待得挺好的。你看，我修为已经突破到炼气境第6层了。穆天云说着，连忙运转体内的元力，将自己的修为显露了出来。这怎么可能？看到穆天云将修为显露出来，穆林峰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震惊的表情。他连忙运转元力，仔细地探查着自己儿子的经脉。片刻后，他眼中满是兴奋与不可置信，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云儿，你的经脉怎么会突然打通了？穆林峰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欣喜的表情。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练着练着经脉就通了。穆天云并没有将真实情况告知父亲，这其中的缘由太过复杂，他总不能说自己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然后被对方打通了经脉了吧？经脉打通了就好，你现在还年轻，努力修炼还来得及。穆林峰轻轻拍了拍穆天云的肩膀，眼神中满是激动与溺爱。爹，您就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的，绝不会让您失望。穆天云坚定地笑着说道，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与自信。云儿，前几次你福伯过来送资源，听他说你跟柳嫣然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好。穆林峰眉头微微皱起，脸上带着一丝担忧。爹，我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孩儿心里有分寸。穆天云笑着说道，示意父亲不必担忧。爹知道你喜欢她，但这个女人不简单，而且心机极重，爹担心你跟她在一起会吃亏。穆林峰语重心长，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爹，我已经想通了，回去你帮我把婚退了吧。天底下女人多的是，我也没必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笑容，他早已不是之前的穆天云，自然不会对柳嫣然再有任何好感。退婚？云儿，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穆林峰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爹，我知道之前的我非常任性，为了帮助柳家，让家族让出了不少利益出去。如今既然我已经彻底看透了他，自然不可能让这段婚姻继续下去，更不可能再让柳家占我们的便宜。穆天云认真地开口说道，这些年来，为了帮助柳嫣然，原主没少利用家族的势力扶持柳家。然而自从进入流云宗后，柳嫣然就对原主百般嫌弃，从没给过他好脸色，纯粹把他当做一个利用的工具。前几天更是狠心将他丢在了悬崖底下，自生自灭。对于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穆天云心中没有丝毫好感，只有满满的厌恶。云儿，既然你这么说，那位父回去就帮你把婚退了。穆林峰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同时也为儿子的成长与觉悟感到高兴。这里是20万金币，还有100颗炼气丹，你暂时先拿着修炼。之前穆林峰每个月都会派人过来送资源，但考虑到儿子会把资源都给柳嫣然，所以并不会给这么多。如今儿子既然已经醒悟，他自然要全力支持儿子修炼。谢谢爹。穆天云一脸感激，连忙双手接过父亲递过来的储物袋，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有了这些资源，他便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将修为提升上去，好好修炼。希望为父下次来的时候，你已经成为内门弟子。穆林峰神充满了期待，轻轻拍了拍穆天云的肩膀，眼神中满是鼓励。孩儿会努力的。穆天云郑重地点了点头。行，那你赶紧回去吧，爹就先走了。穆林峰说完，转身便朝着山下走去。望着自己父亲远去的背影，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在前世，他自幼便是孤儿，从未体会过父爱的滋味，那种孤独与无助始终伴随着他。可命运的奇妙转折，让他穿越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从穆林峰身上感受到了那种深沉而温暖的父爱。穆天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亲情，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随后他转身进入了流云宗，如今手里拥有20万金币，他要好好规划一下这笔钱。之前家族每个月会给他5万金币，还有20颗炼气丹，但这笔资源基本都会落到柳嫣然手里。如今穆天云穿越过来，自然不可能再继续当那个被人利用的舔狗。20万金币对于一个外门弟子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额财富，足以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过得非常轻松，哪怕天天去药膳房，那也能吃一段时间了。要知道，流云宗的药膳房和外面的酒楼客栈截然不同，这里制作的药膳都是采用顶级的药材精心烹制而成，长期食用不但对身体大有裨益，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还能增加体内的灵气，使修为得到快速提升。小罗，这是1000金币，我要填施肥的事情，就麻烦你帮我照看着点。穆天云拿出1000金币递给了一名杂役弟子。云哥，你放心，要填施肥的事情我一直帮你照看着呢。小罗一脸兴奋，
眼睛放光，连忙伸手将1000金币收了起来。他心里清楚，这1000金币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足以让他买下一颗炼气丹。而他当杂役，1个月的报酬也仅仅只有1000金币而已。慕天云。正当慕天云准备返回住处潜心修炼之时，一道清脆悦耳却又透着几分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他下意识地连忙转头望去，只见柳嫣然与一名绿衣少女正出现在他身后不远处。柳嫣然身着一袭淡粉色长裙，裙摆随风轻扬，宛如春日里盛开的桃花，看上去高冷绝艳。绿衣少女身姿婀娜，气质妩媚，脸上画着一丝淡淡的妆容。柳嫣然，有什么事吗？慕天云语气冷漠地问道。听到慕天云那冷若冰霜的语气，柳嫣然不禁柳眉微微一蹙，娇美的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一直以来，慕天云就如同他身边最忠实的舔狗，每次见到他，眼神中都会燃起兴奋的光芒。然而今日的慕天云却冷漠的让他感到有些陌生，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心中泛起一丝疑惑。慕天云，听说你爹刚给你送资源来了。绿衣少女花月容眨了眨灵动的双眸，率先开口问道。不错，我爹确实给我送资源来了，而且还给我送了20万金币和100颗炼气丹，我正发愁该怎么花这笔巨额财富呢。慕天云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意。柳嫣然和花月容听闻此言，脸上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眼神中更是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以往慕天云父亲每次送来的资源最多也就5万金币和10几颗丹药罢了，可这次居然如此阔绰，不但有20万金币，还有整整给了100颗炼气丹，这怎能不让他们心动？慕天云，嫣然马上就要突破凝神境了，你赶紧把金币和丹药拿来，我们还忙着呢，可没工夫在你这浪费时间。花月容扬起下巴，神态极其高傲，说罢直接将手伸到了慕天云面前。他突破修为关我什么事？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容。凭什么让我把金币和丹药拿出来？慕天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花月容冷冷地盯着慕天云说道。嫣然现在急需这些资源突破，你要是再不交出来，等会儿他要是生气了，就算你跪在地上，他也不可能再搭理你。一旁的柳嫣然虽未言语，但脸上的神情却无比的高傲。他没想到一向对自己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的慕天云居然会公然拒绝交出资源。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慕天云的态度竟如此恶劣，这简直颠覆了他对慕天云的认知。我忙得很，没工夫陪你们在这浪费时间，你别来打扰我。慕天云冷冷地扫了花月容和柳嫣然一眼，随后便转身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若是从前的慕天云，一旦听到柳嫣然可能会生气，定会像摇尾乞怜的舔狗一般，毫不犹豫地将所有资源双手奉上。可如今的他早已不是之前的慕天云，自然不可能再继续扮演那卑微的角色。慕天云，你给我站住！眼见慕天云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柳嫣然瞬间慌了神，急忙大声交斥此刻的他正处于突破的关键节点，急需一大笔金币去购置修炼资源。若是让慕天云就这么走了，那他想要突破恐怕还得耗费不少时日。因此无论如何，今天他也要拿到慕天云手里的资源和金币。在柳嫣然看来，慕天云还是非常爱自己的，毕竟这些年为了支持他修炼，慕天云可谓是毫无保留，甚至不惜从家族偷出大量金币和资源给他。一个如此死心塌地的男人，怎么可能说变心就变心呢？想来想去，柳嫣然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天他没有将慕天云从悬崖救上来，导致慕天云心中有气。在柳嫣然的想法里，只要自己稍微给慕天云一点甜头，慕天云肯定会像以前一样，立刻屁颠屁颠的把资源双手奉上。还有什么事？慕天云突然停住了脚步，缓缓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慕天云，我知道你心中有气，但这也不能全怪我。柳嫣然深吸一口气，努力调整情绪，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温柔婉转。那天我和月容回去救你的时候，你已经不见了，不信你可以问月容。那天回到宗门后，柳嫣然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分，心中难免有些愧疚。于是他便拉上花月容一起返回流云山脉，准备营救慕天云。只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再次来到那处悬崖的时候，慕天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伤心难过，反而在心底暗暗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这个毫无天赋的废物未婚夫。是啊，慕天云，那天为了救你，我和嫣然带了不少工具过去，只是没想到你已经不见了。花月容急忙附和道，当时嫣然以为你掉下了悬崖，还伤心了好久呢，说的我都差点信了。继续编。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对于柳嫣然说的话，他自然是一个字都不信。如果对方真想救他，完全可以找些坚韧的藤条编织起来，以此将他从悬崖拉上去。可他在悬崖的树上足足挂了一天，饿得头晕目眩，却始终不见柳嫣然的身影。
慕天云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嫣然？花月荣强压在心底的怒火，语气中带着一丝恼怒地问道：相不相信还重要吗？慕天云冷笑一声。听到慕天云的话，柳嫣然的脸色愈发难看，语气也变得更加冰冷。慕天云，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如果你再不把资源交出来，那以后我们之间将再无任何关系。柳嫣然神色冷漠中带着一丝高傲，身上散发出一股高不可攀的气势。在他看来，只要自己说出这句话，慕天云定会像从前一样惊慌失措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的原谅。因为以前只要他稍微提及断绝关系，慕天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讨好他，甚至有好几次直接跪在地上求他原谅，不好意思，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刚才我已经跟我父亲说了，等他回去就会帮我把婚退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慕天云冷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眼神中充满了决绝，随后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开。混蛋，你竟敢向我退婚！柳嫣然咬牙切齿，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她实在没想到，向来对自己唯命是从的慕天云居然会主动提出跟他退婚。虽然他自己早就有退婚的想法，但是从慕天云嘴里说出来，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辱。他向来自视甚高，觉得自己乃是天之娇女，未来注定要在这修仙之路上大放异彩。如今他居然被一个自己一直瞧不起的人退婚，这让他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嫣然，这小子肯定是欲擒故纵，你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计。花月荣气愤地说道。你说的有点道理。柳嫣然一听，顿时觉得有些道理。毕竟慕天云之前对他的爱可谓是如痴如狂，怎么可能说变心就变心呢？肯定是他爹在背后指点他，所以他才会使出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花月荣开口说道：敢跟本小姐玩欲擒故纵，这次非让你跪在地上磕头不可。柳嫣然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随后转身拂袖而去。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对慕天云不理不睬，不出3天时间，慕天云就会像以往一样乖乖地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的原谅。这种事情他在慕天云身上早已屡试不爽，所以他坚信这次也不例外。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慕天云深居简出，一直潜心待在自己的住处专注修炼。既然穿越到了这个以修炼为核心的世界，那他自然希望能闯出一番天地。与此同时，慕天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宏伟而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追求长生之道，成就无上仙道。当然，慕天云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目标非常难，甚至难得让人绝望，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作为穿越者，他相信自己的气运不会差，不然也不会开局就碰到绝世女强者，更不会得到九阳式神诀这种绝世功夫。在此期间，慕天云将修炼的重心放在了那位神秘女子送给他的九阳式神诀之上。这套功法堪称玄妙绝伦，仿佛蕴含着天地间的至理奥秘，而且与他的体质契合度极高。每当他运转这套功法时，体内便会产生一股强大且神秘的漩涡，这漩涡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周围的灵气疯狂地吸纳进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涌入他的体内。在炼气丹的强力辅助之下，仅仅3天的时间，慕天云便成功实现了修为的飞跃，一举突破到炼气境第8层。至此，他父亲送过来的那100颗炼气丹也彻底被他消耗殆尽，这消耗资源的速度着实太快了吧。慕天云无奈地轻轻摇了摇头，眼神中满是肉痛之色。他深知，在修炼这条漫漫长路上，若想快速提升修为，海量的资源支撑必不可少。如今他仅仅只是一名炼气境的修者，穆家或许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一些助力，但他心里明白，未来一旦修为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那家族能够提供的帮助将会越来越有限。看来必须尽快成为外门弟子才行。慕天云低声喃喃自语，眼神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丝期待的光芒。他心里明白，若想获得宗门的高度重视与悉心栽培，就必须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天赋，而一旦得到了宗门的重点栽培，届时所获取的资源将会成倍增长。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慕天云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那便是在月底的外门考核中以最优异的成绩进入外门。唯有成为外门弟子，才算是真正成为一名流云宗弟子。而且1个月后便是外门大比的日子，倘若能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外门大比中一举夺冠，那他便能够获得提前进入内门的机会。不过外门大比乃是外门1年1度最为隆重盛大的盛会，届时将会有无数外门天才齐聚一堂，要想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斩获冠军，显然绝非易事。虽然之前他击败了炼气境第9层的张世豪，但平心而论，在同境界当中，张世豪的实力远远无法与那些真正的外门天才相提并论。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转眼过去了7天。在这7天里，慕天云争分夺秒，每天都沉浸在疯狂的修炼之中。穆家的追风剑法和虎啸拳法被他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这2套公武技虽然等级较低，但对于练气境的他来说也完全够用的。外门弟子区域，柳嫣然的住处。嫣然，这都7天过去了，这家伙居然还没过来赔礼道歉，他该不会是真的变心了吧？花月容的眼神中满是疑惑，这混蛋简直卑鄙无耻至极。刚刚我家族传来消息，穆家已经正式向我们柳家提出退婚，而且还断绝了与我们在生意上的所有来往。柳嫣然眉头紧紧锁在一起，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原本他以为穆天云不过是一时气话而已，压根没想到穆天云居然会真的退婚，而且他父亲已经严厉的放话了，让他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挽回穆天云，否则就不再认他这个女儿。这家伙也太卑鄙了吧，居然想用这种方式逼迫你就范。花月容气愤地开口说道，就他这种经脉堵塞的废物，还妄图让我嫁给他，简直是痴心妄想。柳嫣然声音冰冷刺骨，眼神中流露出了深深的厌恶之情。嫣然，穆天云能击败杂役院张世豪，说不定他的经脉已经打通了。花月容开口说道，要想打通经脉，哪有那么容易？我估计他应该是得了某种天才地宝，所以强行将修为提升了上去。柳嫣然开口说道，嫣然，这家伙现在态度如此强硬，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花月容开口问道。放心吧，只要我一直对他不理不睬，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会乖乖过来磕头认错。柳嫣然语气冷冷地说道。可是你现在急需大量资源来突破修为啊。花月容开口提醒，眼神中满是忧虑。无妨，还有1个月就是外门大比了，只要我能在大比中力压群雄，拿到外门冠军，就能得到1株凝灵参，到时候我依旧能够顺利突破。柳嫣然眼神中流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听说这次外门大比的前10名可以直接进入内门，而且还有机会被长老收为亲传弟子。花月容脸上洋溢着憧憬的笑容。不错，只要能够拜入长老门下，那我们就能得到宗门的重点栽培，届时我柳家再也不用看穆家的脸色行事。柳嫣然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好了，别再生气了。花月容开口提议道，据说药膳堂新来了1名顶级的药膳师，烹制的药膳堪称一绝，咱们不妨去品尝一下。还是不去了，这个月的金币都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柳嫣然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以前他从来无需为金币而发愁，因为每当他手头拮据缺少金币的时候，穆天云总会如同贴心的仆人一般，主动将金币和资源送到他面前。可这次穆天云不但没有给他送资源，反而主动提出退婚，并让穆家和柳家断绝了所有关系，这让他的经济状况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毕竟修炼是极其消耗资源的，柳家1个月能给他提供的金币也仅仅只有1万而已，这么点金币根本买不了多少丹药，更别说前往药膳堂这种地方消费了。都怪那个穆天云，都到这个时候了，居然还不过来道歉。花月容气愤地跺脚说道，以往每次柳嫣然从穆天云手里得到金币或者丹药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分他一些，正因为如此，他才心甘情愿地成为柳嫣然身边的陪衬，像一片绿叶般衬托着柳嫣然。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花月容对柳嫣然并非真心服气，毕竟无论是天赋、颜值，还是那令人羡慕的火辣身材，他自认为丝毫不输柳嫣然。他之所以甘愿扮演柳嫣然的绿叶角色，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家境太过平凡普通，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他修炼，而讨好柳嫣然就能获取免费的修炼资源，对花月容来说也并无太大损失，何乐而不为呢？好了，别提他了，我这里还有1点金币，咱们过去少吃一点，应该还是没问题的。柳嫣然开口说道，那我们就随便点一些药膳尝尝就好。花月容连忙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欣喜。药膳堂的药膳不仅对人体内的血气大有裨益，而且对修为的提升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去那里吃上一顿，对他来说无疑有着诸多好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疯狂且高强度的修炼之后，穆天云明显感觉自己的体力渐渐有些跟上修炼节奏，看来需要好好补一补了，这具身体的血气已经有些跟不上如今的修炼强度了。穆天云微微皱眉，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的感叹。他心里清楚，若想要持续保持这种高强度的修炼，那就必须拥有旺盛的血气以及强健的体质作为支撑，否则不仅修炼效果会大打折扣，还极易对身体造成损伤，甚至有可能给身体留下无法逆转的创伤。想到此处，穆天云便打算前往药膳房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借助药膳的滋养来补充体内的血气。随后他先是仔细地沐浴了一番，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衣服，整个人瞬间显得精神抖擞。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便朝着流云宗的药膳堂走去。药膳堂无疑是流云宗内最为炙手可热的地方，对于一些家境优越的弟子而言，这里无疑是他们经常消费的地方。而那些家境较为贫寒的弟子，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通过做任务来赚取贡献值，平日里自然是舍不得来这里消费。当然，
若是内门弟子和核心弟子在这里消费的话，将会享受到一定的折扣优惠，尤其是核心弟子，他们在这里消费将会享受到3折的优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在宗门内的特殊地位。让慕天云颇感意外的是，他刚一出现在药膳堂不远处，便迎面撞见了柳嫣然和花月容。慕天云，你来这里干什么？花月容目光审视地看着慕天云，语气中更是带着浓浓的轻蔑。这里是药膳堂，我来这里自然是消费的。慕天云神色冷峻，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慕天云，别装了，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来道歉的吗？你要是真想道歉，那就拿出点实际诚意来，不然就别指望嫣然会原谅你。花月容依旧冷冷地说道。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慕天云不屑地冷笑一声。慕天云，你越是这样，嫣然越会瞧不起你，都跟踪到这里来了，还在这里狡辩。花月容脸上满是鄙夷的表情，说道，我可告诉你，追求嫣然的人多了去了，除非你乖乖跪下道歉，再交出20万金币，否则嫣然绝对不会原谅你。慕天云听闻此言，脸上顿时露出了无语的表情，冷声嘲讽道，让我跪下道歉，还要交出20万金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慕天云，你竟敢骂我！花月容气得咬牙切齿，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骂你怎么了？慕天云毫不畏惧，直直地迎上花月容那充满敌意的眼神。花月容一听，顿时气得浑身颤抖。他实在没想到，以往一直巴结他的慕天云，居然敢当众骂他。慕天云，这就是你的道歉态度吗？柳嫣然神情高傲，如同一只骄傲的孔雀，目光冷冷地扫了慕天云一眼。柳嫣然，让我道歉，你配吗？慕天云毫不示弱，语气愈发冰冷。没有我慕天云，你柳家在绝云城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家族罢了。没有我慕天云，你根本没机会接触修炼功法，更不可能有资格加入流云宗。现在有点修为就开始忘恩负义了，觉得自己是天之娇女了。就你这种不知廉耻、忘恩负义的贱人，还想让我下跪道歉？我看你是脑袋被门夹了吧！慕天云的声音冷漠至极，眼神中满是厌恶与嫌弃。混蛋，你！柳嫣然气的脸色铁青，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面对慕天云这毫不留情、直击要害的诛心话语，他原本娇艳绝美的脸庞瞬间变得无比狰狞。你什么你？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你自己摸着良心说，这些年你花了老子多少金币？进入流云宗后，老子每个月给你5万金币，还有10颗炼气丹，想不到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来。慕天云眼神中透着深深的轻蔑，毫不留情地说道。混蛋！柳嫣然气得浑身剧烈颤抖，浑身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杀气。他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对自己百般呵护、百依百顺的慕天云，竟敢会说出如此绝情的话，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慕天云，你是不是疯了？竟敢这般跟嫣然说话！花月容脸上同样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花月容，论长相、身材还有气质，你并不比柳嫣然差，何必如此作践自己，一直跟在他身边当绿叶呢？慕天云微微眯起眼睛，嘴角勾起了一丝戏谑的笑意，目光在花月容身上缓缓打量了一番。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每个月给你3万金币，要不你考虑考虑？慕天云嘴角勾起了一丝坏坏的笑意。臭不要脸，谁稀罕你的金币了？花月容气得咬牙切齿，脸上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寒霜。虽然嘴上坚决拒绝，但他的内心其实还是泛起了一丝涟漪，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心动。毕竟在这个以修炼为核心的世界里，修炼是极其消耗资源的，以他那平凡的家境，根本无法支撑他修炼。若是依靠做任务赚取贡献值来换资源，那提升速度无疑是非常缓慢的。先别急着拒绝，你可以回去慢慢考虑，如果哪天真想通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慕天云眼神肆无忌惮地在花月容身上打量着，当然他并非真的喜欢花月容，只是单纯的想恶心一下柳嫣然罢了。混蛋，你给我闭嘴！花月容狠狠地瞪了慕天云一眼，面对慕天云那炙热的眼神，他心跳不由加速起来，脸上也微微泛起了一丝红晕，既感到羞涩又觉得愤怒。慕天云，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卑鄙，你以为蓉儿会看得上你吗？柳嫣然冷冷地瞪着慕天云，眼神中透着深深的厌恶。柳嫣然，当初在绝云城的时候，为了哄骗老子给你功法，你没少在我面前发骚吧？怎么，现在开始装纯了？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毫不留情地揭露道。当然，柳嫣然为了从慕天云手中获取功法和资源，确实没少对他施展手段。可以这么说，两人除了未突破最后一层，其他亲密的举动基本都做了。而之所以没有跨越最后那道防线，是因为柳嫣然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留到成亲的那一天，而彼时单纯的慕天云也轻信了他的这番鬼话，所以最多也只是过一下手瘾而已。然而自从来到流云宗后，柳嫣然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慕天云，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跟柳师妹说话！就在这时，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一名身着白色锦衣、手持折扇、身材挺拔修长的年轻男子，迈着傲慢的步伐迎面走来。此人正是杜子腾，乃是柳嫣然的忠实追求者，同时也是外门弟子中排名前10的天才。由于慕天云是柳嫣然未婚夫的缘故，之前没少被杜子腾找茬，甚至有一次，慕天云还被对方打得身负重伤，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我怎么说话，还轮不到你来管。慕天云冷冷地扫了杜子腾一眼，随后转身便准备朝着药膳堂走去。他知道杜子腾的哥哥乃是内门弟子，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他并不想与对方发生冲突。我让你走了吗？杜子腾身影如鬼魅般一闪，瞬间便挡在了慕天云面前。你到底想怎样？慕天云脸色一沉，冷冷地问道。立刻给柳师妹跪下道歉，否则就别怪本少对你不客气。杜子腾神情高傲到了极点，下巴微微扬起，一脸不屑地看着慕天云。哦，那我倒是想看看你能怎么个不客气法。慕天云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眼神中透着一丝挑衅。虽然他并不想惹事，但也绝对不会怕事。对方都已经如此咄咄逼人，都已经骑到他头上来了，如果再不予以反击，那可就真成了缩头乌龟了。杜子腾听闻此言，眼神中瞬间闪过一丝阴冷的杀气。好狂妄的小子，看来有段时间没给你松松筋骨，你就真以为自己又行了？去你妈！杜子腾话音未落，慕天云的身影骤然一闪，直接轰出一记虎啸拳。这一拳蕴含强大的力量，带着呼呼的风声，瞬间砸在了杜子腾的面门上。砰！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杜子腾还没来得及反应，便直接被慕天云一拳砸得鼻骨断裂。原本他还想着在女神面前好好装一下逼，然后再像踩蝼蚁一样将慕天云踩在脚下，以此来展现自己的威风。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慕天云居然如此干脆利落，说动手就动手，而且出拳速度如此之快，让他根本来不及防备。小杂种，我要！杜子腾气得暴跳如雷，眼神中燃起了熊熊烈火，恨不得将慕天云烧成灰烬。去你奶奶的！慕天云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迅速从储物袋里拿出一根钢棍，对着杜子腾就是一顿疯狂输出。让你装逼，让你找茬！慕天云双眼通红，眼神中杀气腾腾，每一次挥棍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仿佛要将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面对慕天云疯狂输出，杜子腾忙用手护住了脑袋，他想要反击，却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砰砰砰！随着一阵密集而清脆的击打声响起，仅仅不到片刻时间，杜子腾便被打得惨不忍睹，四肢被打断，脑袋也被打成了猪头模样，看上去狼狈不堪。啊啊！一阵震杀猪般的惨叫响彻全场，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不少闻声而来的看热闹的人，众人纷纷围在四周，指指点点。这家伙是谁啊？居然敢把杜子腾打成这样，简直太猛了吧！看起来面生的很啊，外门什么时候冒出了这么一个狠角色？这家伙可不是外门弟子，他是杂役弟子，之前我见过他，好像和柳嫣然有点关系。不会吧，一个杂役弟子居然如此厉害，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此刻周围观战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无比震撼的表情。而一旁的柳嫣然和花月容同样满脸震惊，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相比柳嫣然那愈发难看的脸色，花月容的眼神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光芒，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废物一个，以后眼睛给老子放亮点，不然见你一次揍你一次。慕天云直接一脚踩在了杜子腾的脸上，然后强行将对方腰间的储物袋拽了下来。做完这一切后，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转身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药膳堂。对于流云宗的宗规，慕天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在这流云宗内，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法则，实力便是一切的话语权。外门弟子与杂役弟子之间的地位差距可谓是天壤之别。杂役弟子在宗门不过是地位最为卑微的存在，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宗门弟子。所以即便外门弟子将杂役弟子打得重伤濒死，也不会受到什么严苛的惩罚，最多只是受到一些轻微的警告。当然，事情总有两面性。倘若杂役弟子凭借自身的勇气与实力能够反杀外门弟子，同样不会受到任何责罚。毕竟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宗门里，如果一名外门弟子连杂役弟子都无法战胜，那确实没有太大的存在价值。流云宗看重的是强者，是那些能够为宗门带来荣耀与利益的人，而外门弟子彼此之间情况又有所不同。若是外门弟子之间发生冲突，那绝不能将对方打死，更不能废去对方的丹田，否则将会遭到宗门的严厉惩处。因为丹田乃是修炼者的根基，是储存元力、支撑修炼的核心所在。一旦丹田被毁，就意味着修炼之路的彻底终结，这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极其残酷的事情。小杂种，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看着穆天云渐行渐远的背影，杜子腾眼中满是无尽的阴狠与怒火。长久以来，穆天云在他眼中不过是可以随意欺辱的蝼蚁，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会有一天被这只蝼蚁打断了四肢。这般巨大的落差，实在让他有些难以接受。随后，在几名外门弟子的搀扶下，杜子腾狼狈地离开了现场。这混蛋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柳嫣然呆呆地站在原地，眼神中透着一丝难以置信。他清楚地记得，当初两人一起参加入门考核的时候，穆天云由于经脉堵塞，成为了一名杂役弟子。可自从那天掉下悬崖后，穆天云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不但修为就达到了炼气境第6层，而且还击败了炼气境第9层张世豪。如今短短过去了几天时间，穆天云又突破到了炼气境第8层，更是打断了杜子腾的四肢。如此夸张的提升速度以及越级挑战能力，实在让柳嫣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嫣然，这家伙确实变化很大，而且天赋貌似也变好了。花月荣语气中带着一丝惊叹，这混蛋肯定得到了什么奇遇，否则修为不可能提升得这么快。柳嫣然冷冷地说道，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喜欢你的，要不你考虑考虑跟他低个头。花月荣试探性地说道，这混蛋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你让我怎么低头？柳嫣然没好气地说道，嫣然，穆天云如今天赋变得这么好，再加上他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如果他参加外门大比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花月荣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你说的不错，这家伙现在确实变得很神秘，如果他参加外门大比，还真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柳嫣然轻轻蹙起柳眉，脸色愈发显得阴沉难看。今天穆天云所展现出的战斗能力已经丝毫不亚于他，如今距离外门大比仅仅只剩1个多月，倘若穆天云在此期间突破至炼气境第9层，届时他将毫无获胜的希望。一旦外门大比的冠军之位被穆天云夺得，那他就与宁灵参失之交臂了。要是没有宁灵参助力，那他想要突破到宁神境，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嫣然，其实向他低头，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如果能让他回心转意，那无论你们谁拿到冠军，最终的奖励都是你的。花月荣开口说道，你说的倒是轻巧，那混蛋把话说得如此绝情，让我向他低头，这绝不可能。柳嫣然冷冷地说道。一想起穆天云咒骂他的话语，他心中就泛起了无限恨意。那我们该怎么办？花月荣开口问道。哼，就算他得到奇遇，但终究只是一个杂役弟子而已。如今他废掉了杜子腾，你觉得杜天明会放过他吗？柳嫣然眼神中透着一丝冷意。你说的也有道理，以杜天明睚之睚眦必报的性格，如果他知道自己弟弟被废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说不定会当场杀掉穆天云。花月荣点了点头说道，好了，今天我也没心情吃东西，我们回去吧。柳嫣然说完，转身离开了药膳堂。花月荣看着柳嫣然的背影，眼神中闪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意味。柳嫣然，既然你不懂得珍惜，那就别怪我横刀夺爱了。在花月荣看来，柳嫣然能将穆天云玩得团团转，自己也照样可以。只要能迷住穆天云，那他就能得到大量的修炼资源，如此一来，便再也用不着讨好迎合柳嫣然。实际上，围绕在花月荣身边的追求者也有不少，但真正能让他心动的却少之又少。毕竟他对男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要长得英俊不凡，而且还得拥有丰厚的家世底蕴。其实从内心来讲，花月荣一直都很嫉妒柳嫣然，嫉妒他有一个像穆天云这般既英俊又财力雄厚的追求者。甚至花月荣有时候在想，如果穆天云是自己的舔狗，那该多好啊。内门弟子区域，一座精致典雅的庭院之中，一名身材曼妙、脸上画着淡淡妆容的女子正在院子里练着剑。此女正是内门弟子张圆圆。张师姐，出大事了，你弟弟和张世豪被赶出杂医院了。一名年轻男子匆匆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张圆圆冷冷地问道。事情是这样的，杂医院有个小子名叫穆天云，他最近修为提升极快，所以和你弟弟发生了冲突。那名年轻男子连忙将穆天云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好大的胆子，竟敢动我张圆圆的弟弟！张圆圆眼神中流露出了一股冰冷的杀气。张师姐，要不我去帮你教训教训了一下？那名年轻男子开口问道。不用了，这段时间我要闭关修炼，等出关后我再慢慢收拾他。张圆圆冷冷地说道。穆天云踏入药膳堂，点了一大桌精致绝伦的药膳，而后便尽情地大快朵颐起来。真没想到，这些药膳的滋味竟如此美味。穆天云一边浅酌着香醇的灵酒，一边细细品味着眼前精美的药膳，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前世他也曾出入过不少顶级酒店，品尝过世间诸多珍馐美馔，然而那些酒店里的菜肴与眼前这些药膳比起来，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毕竟这些药膳都是由顶尖的药材以及各种珍贵的妖兽肉烹制而成，
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美食盛宴后，穆天云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继续投身于修炼之中。与此同时，他暴打杜子腾这一震撼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外门。要知道，杜子腾可是外门排名前10的天才人物，像他这样备受瞩目的外门天才，如今竟被一个籍籍无名的杂役弟子打得4肢骨折，想不引起轰动都很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穆天云一心沉浸在修炼之中。他深知，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拥有立足之地。为此，他又购买了大量的炼气丹，为自己接下来的修炼之路提供强力辅助。这天晚上，穆天云正准备休息，咚咚咚，突然一阵清脆的敲门声打破了夜的宁静。花月荣，你怎么来了？当穆天云打开房门，看清来人的那一刻，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不请我进去坐坐吗？花月荣目光直直地凝视着穆天云，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别样的坚定与决然。花月荣，夜深人静，孤男寡女，你就这样冒昧来访，难道就不怕我把你吃了？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脸上露出了一丝坏坏的笑意，但还是绅士地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花月荣强装镇定，深吸一口气，缓缓走进了穆天云的房间。此时他的心情犹如波涛汹涌的海面，紧张到了极点。从小到大，他还是头一遭进入陌生男子的房间，要说心里不紧张，那纯粹是自欺欺人。好在穆天云生的眉清目秀，英俊不凡，而且年少多金，否则他也不可能深夜冒险前来。你那天说的话还算数吗？花月荣鼓起勇气，直视着穆天云的眼睛，脸上难得的泛起了一丝羞涩的红晕。这几天，他的内心一直在激烈的挣扎与犹豫，到底要不要来找穆天云。经过无数次的权衡利弊后，他最终还是放下了尊严，趁着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了穆天云的住处。他心里十分清楚，只要能够成功拿下穆天云，那自己就能得到大量的修炼资源。如果穆天云要是在外门大比中一举夺得冠军，那冠军奖励宁灵餐甚至有可能落入他的手中。我开个玩笑而已，你该不会真的信以为真了吧？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容，眼神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你混蛋！花月荣听闻此言，脸色瞬间变得冷若冰霜，随即毫不犹豫地转身朝着门外走去。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放下自己的尊严，没想到这混蛋居然如此戏弄他，这让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别走啊！穆天云见状，身形如电般一闪，瞬间挡在了门口，拦住了花月荣的去路。让开，别逼我动手！花月荣声音冰冷至极，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决绝的杀意。如果不是担心被其他人发现，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出手。那你倒是动手啊！要是让人知道外门前10的天之娇女居然深夜跑到我一个杂役的房间，你说他们会怎么想？明天整个外门的人又会如何议论你？穆天云脸上依旧挂着那丝坏坏的笑容。你到底想怎样？花月荣强忍着心底的怒火，眼神冷冷地盯着穆天云，一字一顿地说道。行了，别在我面前故作高冷了。既然你这时候来到我的住处，想必你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只要你乖乖跟着我，以后我每个月给你3万金币。如果你对我足够忠心，未来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穆天云嘴角勾起了一丝坏坏的笑意，说着他便伸手揽住了花月荣那纤细柔软的腰肢。我的个乖乖，这手感简直绝了！穆天云心中暗自惊叹道。不得不说，花月荣的颜值与身材在这流云宗内绝对算得上是顶尖水准，尤其是她那傲人的身材，与柳嫣然相比绝对要丰满性感得多。臭混蛋，你确定不是在给我画大饼？花月荣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冷冷地瞪着穆天云，眼神中充满了怀疑。我穆天云还不至于欺骗你一个女人，更何况我可是绝云城少城主，整个穆家都是我的。你若把我伺候好了，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放荡不羁的笑容。之前你一个月给柳嫣然5万金币，到我这里就只有3万，难道本小姐比她差吗？花月荣娇嗔一句，伸手轻轻勾住了穆天云的脖子，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妩媚。你当然不比她差，甚至在我看来，你比她更具女人味。这样吧，我可以一个月给你5万金币，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看到你的价值。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邪魅的笑容，说着，双手不由自主地在他身上缓缓游走起来。5万金币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在穆天云眼里，这点金币其实算不了什么。而且他由于经脉堵塞的缘故，穆凌风每个月也仅仅只给他5万金币。如今他经脉已经打通，修为提升迅速，穆凌风每个月给他的金币只会越来越多。臭混蛋，你要是敢骗我，我跟你没完！花月荣恨得瞪了穆天云一眼，感受着穆天云那火热的大手在自己身上肆意游走，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起来，脸上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然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推开穆天云。他心里明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今的穆天云早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之前那个懦弱无能的废物了。如果不给穆天云一点甜头，那他想要从穆天云这里得到好处，简直是天方夜谭。好在穆天云长得俊美绝伦，气质不凡，这让他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随着穆天云的动作不断持续，花月荣感觉自己的身体逐渐失去了抵抗力，整个人软绵绵地倒在了他的怀里。穆天云见状，趁机将嘴唇轻轻地凑了过去。刹那间，两人的嘴唇激烈地碰撞在一起，仿佛是干柴遇上了烈火，瞬间点燃了彼此的激情。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少，房间里的气氛愈发暧昧起来。这一刻，两人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暧昧味道，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了。1日过后，晨曦透过窗户的缝隙，轻柔地洒在床榻之上。花月荣静静地依偎在穆天云的怀里，安然熟睡着。她那绝美的脸庞仿若被晨曦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显得愈发迷人。而此刻的穆天云嘴里悠然叼着一根烟，一脸惬意地抱着花月荣。这烟的来历颇为有趣，乃是他从流云山脉返回之时，在野外偶然发现了一些野生的烟草。作为一个有着多年烟龄的老烟民，自制卷烟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不过这里的烟草虽与地球上的烟草外形相似，实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物种。此地的烟草不仅可用于制作香烟，而且内部还蕴含着丰富的灵气。也就是说，这种烟草不仅对身体无害，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修为。喂，你这是在干嘛呢？花月荣缓缓睁开惺忪的睡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没什么，抽根烟而已。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笑着开口说道。让我也尝一口。花月荣好奇地说道。行，小心别呛着了。穆天云笑着将手里的烟蒂给了花月荣。嗨嗨，这有什么好抽的？花月荣被烟呛得连连咳嗽，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将烟还给了穆天云。这是5万金币，你先拿着花吧，以后别再在柳嫣然面前当绿叶了。穆天云说着，从储物袋中取出5万金币递给了花月荣。你以为我想啊？花月荣没好气地白了穆天云一眼，说道，我每个月拼死拼活地做任务，也只能赚到3、4千金币，在柳嫣然身边当绿叶，她心情好的时候还能赏我2、3千金币呢。花月荣眼神充满了无奈。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挺佩服你的。穆天云目光中带着一丝欣赏，开口说道。无论是颜值还是天赋，你都丝毫不比他差，却心甘情愿在他身边充当陪衬，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本就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若想在修炼之路上走得更远，自然得想办法获取资源。花月荣微微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据我所知，你身边的追求者也不少，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呢？穆天云一脸好奇地问道。通过这1日的接触与交流，他发现花月荣竟然还是处子之身。也正因如此，穆天云自身的修为也从炼气境第8层初期顺利提升到了第8层后期。虽然我身边的追求者众多，但那些长得帅的没你有钱，有钱的又没你帅，不选择你，我还能选谁呢？花月荣嘟了嘟嘴，俏皮地眨了眨眼睛。万一将来你要是遇到比我更帅、比我更有钱的男人，那岂不是得后悔死？穆天云嘴角带着一抹调侃的笑意。女人选择男人本身就是一场赌注，既然我选择了你，那这辈子我都不会后悔。花月荣语气坚定，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决然。他选择穆天云确实带有一定的赌博成分，毕竟穆天云的变化实在太过惊人，不仅修炼速度突飞猛进，越级挑战的能力更是强得离谱。将自己的命运压注在这样一个充满潜力的男人身上，他觉得是值得一搏的。最重要的是，这1日的相处经历让他体会到了身为女人从未感受过的快乐。原本他以为穆天云最多也就坚持半个时辰，却没想到对方竟如野牛般精力旺盛，折腾了他整整1晚上。更让花月荣感到惊喜与震惊的是，穆天云的体质极其特殊，在亲密接触时竟能对他的修为起到提升作用。仅仅这1晚上，他的修为从炼气境第9层后期一举提升到了炼气境巅峰，距离梦寐以求的凝神境仅仅只差1步之遥。正因如此，花月荣也彻底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这辈子都要紧紧绑住这个男人。喂，玩归玩，你该不会真要我负责吧？穆天云略带无奈地说道。混蛋你！花月荣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瞪了穆天云一眼，眼中却又带着一丝嗔怪。好了，别生气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各取所需罢了。如果你真想要我对你负责，那就看你以后的表现了。穆天云轻轻勾起花月荣的下巴，目光深邃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似笑非笑地说道。之前的穆天云没少遭受花月荣的羞辱，要让他一下子对这个女人负责，显然不太现实。他之所以愿意花5万金币包养花月荣，一方面是想让这个曾经羞辱自己的女人彻底臣服在自己身下，另一方面
也是想让柳嫣然尝尝被闺蜜背叛的滋味。当然了，如果花月容以后能真心对待她，慕天云自然也不会亏待这个女人。毕竟花月容确实生得貌美如花，而且将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她。我知道我之前确实做得有些过火，所以你心里对我多少有些意见，但既然我选择了你，那自然会对你全心全意，就算你不负责，这辈子我也跟定你。花月容语气诚恳而坚决地说道。她心里清楚，慕天云拥有特殊体质，与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她的修为便能快速提升，因此哪怕慕天云1分钱都不给她，她也绝不可能选择离开。走吧，咱们去药膳堂吃点东西。慕天云站起身来，重新换上了一套干净整洁的衣服。花月容乖巧地点了点头，也开始不紧不慢地将衣服穿好。随后两人手牵着手，亲昵地走出了房间，一路朝着药膳堂的方向走去。周围的杂役弟子看到他们二人从房间里走出来，一个个脸上瞬间露出了羡慕不已的表情。要知道，花月容可是外门排名第5的天才少女，如此一位绝世美少女，如今竟从慕天云的房间里走出，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劲爆的消息。对于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花月容依旧乖巧地紧紧靠在慕天云身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排斥的表情。既然已经选择了慕天云，那她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男人的心，绝不能让他感觉到丝毫不满。对了，天云，你打伤了肚子疼，他哥哥杜天明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花月容面露担忧之色，关切地叮嘱道。他深知杜天明睚眦必报的性格，担心慕天云会因此遭遇不测。杜天明现在是什么修为？慕天云神色一凛，沉声问道。杜天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凝神境第3层，此人不仅生性残暴，而且心胸狭隘，要是让他知晓你伤了他弟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花月容详细地介绍着杜天明的情况，语气中透露出一丝紧张。放心吧，马上就到月底了，只要成为外门弟子，那他就不敢把我怎么样。慕天云神色镇定，有条不紊地说道。总之你还是得小心点，如果真遇到了他，千万不要和他硬碰硬。花月容再次嘱咐道。我又不是愣头青，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慕天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不多时，两人携手来到了药膳堂。慕天云一口气点了一大桌丰盛的药膳，随后便与花月容一同享用起来。就我们2个人，你点这么多干嘛？吃不完岂不是浪费了？花月容开口说道。我们第一次出来吃东西，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就多点了一些。慕天云脸上洋溢着温和的笑容，说着他便夹起一块色泽诱人的精美瘦肉，轻轻地放到了花月容的碗里。这个味道不错，你尝尝。谢谢。感受到慕天云这温柔体贴的举动，花月容脸上浮现出一丝甜蜜的笑容，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随后两人一边悠然地享用着美食，一边浅酌着美酒，气氛温馨而又暧昧。就在这时，柳嫣然与一名白衣男子踏入了药膳堂。当目光触及慕天云的那一刹那，柳嫣然脸色瞬间变得冷若冰霜。白衣男子察觉到柳嫣然的异样，好奇地问道。嫣然师妹，你认识那小子？当然认识，他就是慕天云，你弟弟便是被他打成伤的。柳嫣然语气冷冷地说道。原来是这小子。杜天明眼中寒光一闪，径直朝着慕天云大步走去。柳嫣然见状，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丝戏谑的笑意，连忙紧跟在杜天明身后。臭小子，就是你废了我弟弟！杜天明声音冰冷刺骨，目光如冰刀般冷冷地盯着慕天云。你是谁？慕天云眉头微微一皱，心中暗自警惕起来。他能感觉得到眼前之人实力很强，绝非自己目前所能抗衡。花月容听闻此言，连忙转身望去。当看到杜天明和柳嫣然时，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眼神充满了担忧与紧张。花月容，你还真是够贱的，居然背着我跟他在一起。柳嫣然脸色阴沉至极，愤怒地指责道。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好闺蜜竟然会和慕天云走到一起，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柳嫣然，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你无非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罢了。若不是天云一直帮你，你现在不过是绝云城一个小家族里默默无闻的小姐罢了。花月容毫不示弱，冷冷地回怼柳嫣然。花月容，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柳嫣然气得浑身颤抖，眼神充满着愤怒的火焰。柳嫣然，我可不欠你什么，这1年多来我帮你做过不少事情，那次在流云山脉做任务，如果不是我出手相救，恐怕你早就命丧黄泉了。花月容眼中满是不屑，冷冷地说道。可你倒好，不但不知恩图报，还仗着自己有点钱，整天把我当下人使唤。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花月容，你确实对我有救命之恩，但我对你也不算差，每个月至少都会给你几千金币，可你居然背着我跟他在一起。
柳嫣然的脸色愈发阴沉，心中的愤怒与不甘交织在一起。哼，你和天云之间已经毫无关系，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花月容直视着柳嫣然的眼睛，冷冷地质问道：小子，是男人就跟我出去。杜天明声音冰冷至极，目光如同一柄锐利的长剑，直直地盯着慕天云，充满了挑衅。天云，别跟他出去，在这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花月容反应迅速，毫不犹豫地直接挡在了慕天云面前。看到花月容毫不犹豫地挡在自己面前，慕天云脸上不由流露出了一丝感动。刘管事，这里有2只苍蝇一直在这嗡嗡叫，吵得我们都没法安心享用药膳，能不能帮我把他们请开？慕天云神色从容，将目光投向了旁边的药膳堂管事。刘管事听闻，立刻快步走了过来，声音冷冷地说道：你们如果要吃药膳，那就去那边座位好好坐着，若是继续在这里影响他人，那本管事就只能将你们永久拉入黑名单了。刘管事神色严肃，声音充满了威严。作为药膳堂的管事，他必须维护这里的秩序。听到刘管事的话，杜天明和柳嫣然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们心里清楚，一旦被拉入黑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无缘享用这精美的药膳了，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毕竟药膳不但美味，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灵气，偶尔服用一下对身体有着莫大的好处。小子，你给我等着，出了药膳堂，本少定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杜天明恶狠狠地看了慕天云一眼，然后转身朝着门口的座位走去。花月容，真没想到你眼光居然如此之差，咱们走着瞧吧，有你后悔的时候。柳嫣然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怨毒，转身跟上了杜天明。自以为是的女人。花月容不屑地冷哼一声，好了，别搭理他们。慕天云温柔地安慰着花月容，又给她夹了一块肉。天云，他们俩坐在门口的位置，我们等会儿怎么出去？花月容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放心吧，药膳堂设有客房，咱们在这里住到月底再出去也无妨。慕天云淡定地说道。可是这里住一晚要1000金币啊。花月容一脸心疼地说道。格局打开点，你现在是我慕天云的女人，区1000金币又算得了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就在药膳堂安心修炼，等实力提升上去，自然用不着再畏惧他们。慕天云自信满满的开口说道。如今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8层后期，距离炼气境第9层仅有1步之遥。一旦成功突破到炼气境第9层，以杜天明的实力，想要追上他便绝非易事。如果下个月外门大比的时候，他能拿到最终的冠军，那他就能借助凝灵参的神奇功效，一举突破到凝神境。只要突破到了这一境界，慕天云便有十足的把握击败杜天明，彻底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慕天云和花月容沉浸在甜蜜的氛围中，尽情享用着药膳美食。用餐过程中，慕天云尽显温柔体贴，多次主动为花月容夹菜，眼神中满是宠溺。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慕天云轻轻拉起花月容的手，二人一同走进了药膳堂2楼的贵宾房。该死，这小子居然住进了贵宾间！杜天明气得咬牙切齿，双手紧握成拳，脸色阴沉的无比难看。原本他心中计划着，只要慕天云一出药膳堂，便要当场废掉对方的丹田，再将其4肢残忍打断，以报弟弟被伤之仇。可杜天明没想到，慕天云竟选择住进贵宾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的计划彻底落空，心中的愤怒也瞬间被点燃。臭不要脸的贱人！柳嫣然咬牙切齿，脸色因愤怒而变得极为难看。一想到曾经对自己百般讨好，如舔狗般的慕天云，如今竟将花月容宠上了天，他心中就燃起了无尽的怨恨。在他看来，我可以不喜欢你，甚至可以将你甩掉，但你却不能喜欢别的女人。而此刻的慕天云正与花月容在包间里情意绵绵地纠缠着。从宽敞的阳台到温馨舒适的洗浴间，甚至是摆放整齐的桌子上，都留下了两人亲密暧昧的痕迹，甚至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丝丝缕缕的旖旎气息。时光匆匆，转眼间便来到了月底。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慕天云的修为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一举突破到了炼气境第9层。他周身气息沉稳而强大，犹如一头刚刚觉醒的猛兽，散发着令人不容小觑的气势。而花月容的修为提升更是惊人，从炼气境第9层直接突破到了凝神境，他的气质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整个人愈发空灵出尘。此刻他心中无比的庆幸自己放下尊严，选择了慕天云，不然他要想突破到凝神境，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容儿，你怎么会突破得这么快？慕天云脸上写满了疑惑，眼中满是不解之色。在这段时间里，花月容几乎没怎么修炼，大部分时间都与他缠绵在浓情蜜意之中。可即便如此，花月容却能突破到凝神境，这着实让他感到难以置信。天云，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破这么快？花月容微微惊讶地问道。我真不知道啊。慕天云一脸茫然地开口说道。
其实你的体质比较特殊，每次跟你亲密接触的时候，我的修为都能得到一定的提升。花月容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涩的红晕，你该不会修炼了什么采阳补阴的功法吧？慕天云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地问道。在这个以修炼为主的世界里，他本能地联想到了一些特殊的修炼法门，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担忧。这怎么可能？如果我修炼采阴补阳的功法，你现在早就被我吸干了。花月容没好气地白了慕天云一眼，语气中带着些许嗔怪。那我这体质也太神奇了。慕天云脸上满是震撼的表情。你应该是某种特殊体质，所以在亲密接触的时候才会对我们女人的修为起到提升效果。花月容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笃定。难怪这段时间你这么热情，原来是把我当修炼工具了。慕天云佯装生气，没好气地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这段时间可没少伺候你。花月容娇俏地嘟起嘴，脸上露出了一丝委屈的神情。跟你开玩笑的，走吧，咱们去吃东西。慕天云轻轻拉起花月容的手。别跟我提吃东西，我现在还反胃着呢。花月容忍不住嗔怪地瞪了慕天云一眼。一想起慕天云刚才让他吃的东西，他就觉得一阵反胃，丝毫提不起胃口。不好意思，我也不是故意的。慕天云尴尬地笑了笑，挠了挠头，脸上露出一丝歉意。臭不要脸！花月容忍不住娇嗔一句，轻轻捶了一下慕天云的肩膀，眼中却满是笑意。走吧，我们也是时候离开了。慕天云脸上流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眼神坚定而明亮。万一那家伙还在外面怎么办？花月容眉头微微皱起，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担忧。放心吧，这都过去了10几天了，那家伙不可能一直等在外面。慕天云轻轻拍了拍花月容的肩膀，脸上露出了一丝安慰的笑容。随后他拉着花月容的手，从容地离开了药膳堂。两人在月下散着步，很快就来到了花月容的住处。天云，明天我要去参加内门考核，就不陪你去参加外门考核了，你要加油哦。花月容脸上露出了一丝浅浅的微笑，眼神中充满了鼓励和期待。放心吧，以我的实力参加外门考核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等我拿到外门大比的冠军，到时候也能成为内门弟子。慕天云语气坚定有力，目光中透着一股自信的光芒。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天才。花月容轻轻踮起脚尖，如同一只灵动的蝴蝶，在慕天云的嘴唇上轻轻触碰了一下。随后他转身羞涩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只留下慕天云站在原地，回味着那一抹温柔。这该死的魅力！慕天云摸了摸嘴唇，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慕天云。就在这时，一道熟悉而又冰冷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慕天云转头望去，只见柳嫣然正朝着他这边徐徐走来。柳嫣然本就住在花月容的旁边，刚才花月容和慕天云的亲密举动被他尽收眼底。不知为何，原本一心想要甩开慕天云的他，此刻心中却莫名升起了一丝醋意，仿佛自己珍藏的东西突然被别人抢走了一般。慕天云是冷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便径直朝着远处走去，丝毫没有搭理对方的意思。见慕天云居然无视自己，柳嫣然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起来，她的嘴唇微微颤抖，双手紧紧握拳，心中升起了滔天怒火。随后她气冲冲地走到了花月容的房间外，猛地一脚将房门踢开。花月容，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给我滚出来！柳嫣然愤怒地咆哮着，声音尖锐而刺耳，如同夜宵的嘶鸣。柳嫣然，你有病吧？花月容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冷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眼神中充满了不屑。花月容，想不到你居然这么下贱，之前一天到晚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现在居然跟他搞在了一起。柳嫣然气得咬牙切齿，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身体也因愤怒而微微颤抖。柳嫣然，我承认之前我确实在你面前说过他的坏话，但那时候的他确实很废物，我说的也没有错。花月容语气平静而坚定，没有丝毫退缩之意。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柳嫣然眼中充满愤怒，语气冷冷地问道。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你们俩婚约都解除了，我又不是第三者，凭什么指责我？花月容抬头挺胸，毫不示弱地反驳道。再说了，天云现在非常的优秀，未来成为内门弟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他每个月给我5万金币，这样一个既帅气又多金的男人，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花月容声音清晰而有力，一字一句地回应道。当听到慕天云居然每月给花月容5万金币时，柳嫣然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臭不要脸的贱人，去死吧！柳嫣然眼中寒光一闪，挥手就是一巴掌，带着呼呼风声，狠狠地朝着花月容的脸上抽了过去。找死！花月容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她反应极快，右手如闪电般瞬间探出，精准的一把扣住了柳嫣然的手腕。紧接着她猛地抬起一脚，狠狠踢在了柳嫣然的肚子上。砰！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柳嫣然只感觉腹部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
脸色瞬间因疼痛而变得扭曲起来。他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被一脚踢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到凝神境？柳嫣然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他实在没有想到，原本修为比自己还低半个小境界的花月容，居然比他先一步突破到了凝神境。这对他的自尊心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忘了告诉你，天云不仅每个月给我5万金币，还花重金给我买了一颗凝灵参，所以我才一举突破到了凝神境。花月容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眼神中满是挑衅地看着柳嫣然。他之所以故意这么说，就是想狠狠地气一气柳嫣然。噗！柳嫣然听闻此言，气得怒火中烧，一口鲜血忍不住从口中喷出，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柳嫣然，慕天云现在是我的男人，劝你最好别再招惹他，不然别怪我不念及往昔的情分。花月容冷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眼神中透着一股寒意。说完，他便转身返回了房间，只留下柳嫣然一个人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慕天云，花月容，你们给我等着！柳嫣然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着，眼神中充满了阴毒。她的身体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着，双手紧紧握拳，指甲几乎嵌入了手掌的皮肉之中。翌日清晨，慕天云早早地起了床，简单洗漱了一番后，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外门考核殿走去，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此刻，考核大典的现场已经聚集了数十名杂役弟子，这些杂役弟子修为都达到了炼气境第6层，一个个神情紧张又充满期待。他们知道，只要通过接下来的考核，便能鲤鱼跃龙门，成为流云宗的外门弟子，从此踏上一条截然不同的修炼之路。就在这时，一名身着长老衣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阔步走上前来。此人正是外门考核长老周朝平。当看清慕天云时，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他清楚地记得，在20多天前，慕天云的修为还仅仅只是炼气境第6层而已。然而，如今仅仅过去了短短20多天，慕天云的修为居然达到了炼气境第9层。如此夸张的提升速度，实在让周朝平感到震惊不已。随后，他将目光缓缓扫向了现场的其他人，在仔细确认大家的修为都达到了外门弟子的标准后，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你们的修为都已经达到了外门弟子的标准，不过要想成为流云宗的外门弟子，单单修为达到还远远不够。周朝平神色严肃，面色威严地说道：接下来本座将对你们进行考核，只要你们在本座的威压之下坚持实习时间，便可成为我流云宗的外门弟子。随着他话音一落，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从他身上弥漫开来，瞬间笼罩了整个考核现场。这股威压仿佛一座无形的大山，重重地压在每一个杂役弟子的身上。仅仅一瞬间，就有2名杂役弟子因为承受不住这强大的威压，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而那些还没有跪倒在地的杂役弟子也都面色涨红，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显然都在苦苦支撑。相比而言，慕天云却如同一棵苍松般傲然挺立，脸上没有丝毫变化。看到慕天云如此出色的表现，周朝平不由点了点头，脸上流露出了一抹欣赏的笑容。实习时间转瞬即逝，最终参加考核的20名杂役弟子中，仅仅只有8名弟子坚持到了最后。恭喜你们成功通过考核，即日起，你们便是我流云宗的外门弟子。周朝平脸上流露出了一丝鼓励的笑容，目光依次扫过这8名弟子，眼神中充满了期许。听到自己通过考核的话，众人脸上都露出了欣喜若狂的表情。这些杂役弟子曾经都参加入门考核，由于未能通过考核，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杂役弟子。在成为杂役弟子的这段时间里，众人都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最终突破到了炼气境第6层，这才获得了第2次考核的机会。如今终于得偿所愿，怎能不让他们欣喜万分？而那些没有通过考核的人，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失望表情。他们心中清楚，这次考核失败意味着他们再也无法成为流云宗弟子，毕竟每个杂役弟子只有1次考核的机会，一旦考核失败，那就只能黯然离开宗门，甚至连继续当杂役的机会都没有。周朝平面带微笑，依次给所有通过考核的弟子每人发放了一张外门弟子身份令牌。这令牌材质特殊，表面刻有独特的纹路，那是流云宗弟子的身份象征。慕天云，你果然没让本长老失望。周朝平走到慕天云面前，眼中满是欣赏之色。前辈过奖了。慕天云神色恭敬，双手抱拳微微躬，身行了一礼。以你的实力，接下来的外门大比必定大有可为。倘若你能在大比中进入前10名，便可以提前进入内门，甚至还能被内门长老收为弟子。周朝平轻轻拍了拍慕天云的肩膀，眼神中流露出殷切的期待。弟子定会全力以赴。慕天云坚定地点了点头，
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毅与自信。好了，你们随之失去各自的住处吧。周朝平满意地挥了挥手说道。随后在外门执事的引领下，众人沿着蜿蜒的青石小路一路朝着外门弟子的住处走去。与杂役弟子那破败不堪、狭小逼仄的房间相比，外门弟子的住处简直有天壤之别。这里的房舍整齐有序，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周围环境清幽宁静，花草树木错落有致。进入自己的房间后，慕天云迅速将房间简单收拾了一番，便迫不及待地朝着任务大殿走去。距离外门大比仅仅只剩下7天时间了，慕天云决定出去做任务，顺便磨练一下自己的实战能力。他知道，要想成为一名绝世强者，那就必须历经生死磨练。温室中的树苗注定无法成长为参天大树，同样的修为境界，那些历经无数磨练的绝世天才，在战斗力方面绝对要比那些温室里的花朵强得多。就在这时，慕天云腰间悬挂的传音符震动了一下，紧接着里面传来了花月荣熟悉的传音。通过传音，他得知花月荣已经成功通过了内门考核，如今已成为了一名内门弟子。随后两人约定在任务大殿会面，一同出去历练几日。不多时，慕天云来到了一座气势恢宏、充满古典韵味的大殿前。这座大殿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尽显奢华与庄重。这里便是流云宗的任务大殿。此刻大殿外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少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都在此处接任务。在流云宗，若没有丰厚的家世作为支撑，要想获取大量的修炼资源，就只能通过完成各种任务来积攒贡献值。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贡献值，不仅能换取珍贵的丹药，提升自身修为，还可以前往药膳堂享受各种珍稀食材制作的药膳。然而做任务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一般人是不敢轻易随意接取任务的。慕天云，这回我看你往哪跑。突然一道阴冷至极的声音如同冰箭般射来，打破了慕天云的思绪。慕天云眉头微皱，连忙转头望去，只见杜天明和柳嫣然正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杜天明一脸阴沉，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杀意。柳嫣然则站在一旁，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嘲讽。你们俩还真是阴魂不散。慕天云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脸上透着一丝冷意。这两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不清，这也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慕天云，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只要你乖乖跪下道个歉，看在大家相识一场的份上，或许可以在杜师兄面前帮你求个情。柳嫣然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臭婊子，少在这里喷粪，这看到你就烦。慕天云冷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眼神中充满了厌恶与不屑。你！柳嫣然气得脸色铁青，双手紧握成拳，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他实在想不明白，曾经对他百依百顺、无比温柔的慕天云，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慕天云，你真以为成为了外门弟子，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吗？杜天明向前踏出一步，目光中透着凌厉的杀气，如同两把利刃直直地刺向慕天云。杜天明，你好歹也是内门弟子，却跑来欺负我一个外门弟子，你就不觉得丢人现眼？慕天云冷笑一声，脸上流露出毫不掩饰的不屑，语气中充满了嘲讽。牙尖嘴利的小子，今天非打断你的四肢不可。杜天明怒不可遏，如同被激怒的狮子，挥手就是一巴掌，带着呼呼风声，狠狠地朝着慕天云抽了过去。这一巴掌是大力沉，偏蕴含着强大的元力，一般的外门弟子若是挨上这一掌，很可能会被抽晕过去。面对杜天明这块若闪电的一巴掌，慕天云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在这关键时刻，他没有丝毫畏惧，挥拳便朝着对方迎了上去。砰！拳掌相交，爆发出一声巨响，震得周围空气都为之震荡。慕天云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身体不受控制倒退了7、8步。相比而言，杜天明却如同泰山般纹丝不动，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冷笑。好小子，果然有点实力，不过今天没人能就得了你。杜天明冷哼一声，身体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慕天云再次轰出了一掌。这一掌比之前更加恐怖，空气中都传来一阵尖锐的破空声，让人听了不由心生恐惧。眼看这一掌避无可避，慕天云咬紧牙关，运转全身的元力，准备再次迎上去。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一道绝美的倩影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砰！伴随着一声巨响，那道绝美的身影直接被这强大的掌力轰飞了出去，他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坠落，口中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无比苍白。柔儿，你怎么这么傻？慕天云心急如焚，纵身一跃，一把将花月容稳稳地抱在了怀里，眼神中满是心痛之色。虽然他和花月容只是各取所需的关系，但在这危机时刻，这个女人毫不犹豫挡在他的身前，这让他心中不由升起了一丝感动。别担心，只是一些轻伤而已。
花月荣嘴角带着一丝血迹，脸上却透着一丝凄美而又坚强的笑容。别说话，我带你去医药阁治疗。慕天云心急如焚，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慕天云，让你走了吗？杜天明声音冰冷刺骨，身形一闪，瞬间鬼魅般挡在了慕天云的面前。杜天明，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慕天云眼神中透着阴冷的杀气，死死地盯着杜天明。慕天云，杜师兄那可是天定城杜家的大少爷，你区区一个绝云城少城主，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放狠话？一旁的柳嫣然扬起下巴，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眼中充满了鄙夷。慕天云，别说我欺负你，只要你乖乖跪下，自长100个耳光，本少可以考虑饶你这一回。杜天明神情冷傲，居高临下的看着慕天云。杜天明，如果你真想替你弟弟报仇，我给你个机会，半个月后，你我在生死台一战，你可敢接？慕天云眼神冰冷如霜，直直的看着杜天明，脸上透着一丝挑衅的意味。慕天云，你确定要跟我生死一战？杜天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少废话，只需要回答接还是不接。慕天云眼神充满杀气，再次冷冷地问道。这小子疯了吧，居然敢向杜天明发起生死战。是啊，我看他8成就是在自寻死路。不错，杜天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凝神境第3层，这小子才炼气境第9层，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此刻任务大殿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一个个脸上都流露出惊讶的表情。谁也没有想到，修为仅有炼气境第9层的慕天云竟然敢向杜天明发起生死战。在大家看来，慕天云这种行为无异于以卵击石，和找死没有任何区别。慕天云，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好好珍惜你最后这半个月的时光吧。杜天明冷冷地看了慕天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杀意，然后转身离开了现场。其实他并不想答应这场生死战的，毕竟他的修为比慕天云高不少，就算赢了也没啥面子。可现场这么多人看着，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别人还真以为他怕了慕天云。慕天云，杜天明可不是你能抗衡的，挑战他将会是你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如果你现在乖乖向我道个歉，再把这个贱人甩了，我可以考虑让杜天明放过你。柳嫣然神情高傲，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得意。臭婊子，我忍你很久了。慕天云还没来得及说话，花月荣眼中闪过一丝怒火，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柳嫣然面前，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她的脸上。啪！一记清脆的巴掌声在空气中回荡，柳嫣然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便被这一巴掌抽飞了出去。臭女人，今天我非抽死你不可！花月荣怒斥一声，如同愤怒的母狮，冲上去对着柳嫣然就是一顿狂抽。虽然刚才他受了一定的伤，但如今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凝神境，战斗力自然不是柳嫣然能比的。啪啪啪！一阵密集而清脆的耳光声接连响起，不到片刻时间，柳嫣然就被抽得面目全非，原本姣好的面容变得肿胀不堪，嘴角溢出丝丝鲜血。臭女人，我最后警告你一次，最好别再招惹我们，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花月荣眼神中透着冰冷的杀意。贱人，我跟你没完！柳嫣然眼神充满了怨毒，一脸愤怒地看着花月荣。放下一句狠话后，她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背影显得无比狼狈。荣儿，你没事吧？慕天云关切地问道，眼神中充满了担忧。我没事，只是一点小伤而已，不用担心。花月荣强忍着伤痛开口说道。好了，别撑了，我陪你去医药阁拿点疗伤药。慕天云声音温柔，拉着花月荣的手，一路朝着医药阁的方向走去。在医药阁，慕天云为花月荣买了一些疗伤的丹药，又小心翼翼地将她送回了住处。天云，半个月后你真有把握击败杜天明吗？花月荣躺在床上，脸上露出一丝担忧之色，眼神中透露出对慕天云的关切。放心吧，既然我敢挑战他，那自然有十足的把握。慕天云微笑着说道，眼神中流露出一抹自信的光芒。他向杜天明发起生死战，并不是冲动的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距离外门大比还有好几天时间，他准备出去历练一下，好好打磨一下自己的修为，同时磨练实战技巧。只要在大比中拿到冠军，他就能得到一株凝灵参，届时他就能借助凝灵参突破到凝神境。一旦突破到了这一境界，那他的战斗力将呈直线飙升，即便在对上杜天明，他也有信心将其击败。我相信你一定能击败他。花月荣点了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对慕天云的信任与鼓励。你好好休息，我去流云山卖力练几天，有什么事可以随时给我传音。慕天云眼神中透着关切。那你一定要小心点。花月荣脸上满是关切之色，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慕天云微笑着安慰道。那你能不能再陪我一下？花月荣脸上流露出一丝娇媚的羞涩，
如同春日绽放的桃花。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想这些？慕天云没好气地刮了一下花月容的鼻子。我只是受到了一些冲击而已，伤得又不重。花月容说着，一把抱住了慕天云，眼神中充满了柔情。下次吧，你现在受伤了，我怕你顶不住。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的笑容。我不管，我这可是为了你受伤的，你必须好好犒劳一下我。花月容说话间，手如同灵蛇般探出，一把抓住了慕天云的，眼神中透着一丝俏皮与狡黠。我靠，等会儿你可别求饶。慕天云顿时感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直接将花月容的身体转了过去，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她的腰肢。一时间，房间内气氛变得极其暧昧，两人紧紧纠缠在了一起。2个时辰后，慕天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花月容的住处。不多时，他再次来到了任务大殿，在众多任务中随意挑选了几个任务后，他便毅然离开了流云宗。离开流云宗后，慕天云径直朝着后面的流云山脉走去。流云山脉乃是附近这片区域最大的山脉，连绵起伏，如同一条沉睡的巨龙横卧在大地之上。这片山脉中生存着数之不尽的妖兽，同时还生长着各种稀有的灵药。正因为如此，这片区域也成为了流云宗弟子历练的最佳场所。流云宗之所以建立在流云山脉的边缘，主要也是为了方便门下弟子进行历练。毕竟，一个强大的宗门要想持续发展下去，那就不能将门下弟子像雏鸟一样豢养着，唯有在生死中不断磨练，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天才弟子。而流云山脉中的妖兽，刚好是流云宗弟子磨练的最佳对象。进入流云山脉后，慕天云整个人变得警惕起来。他拔出手中铁剑，小心翼翼地朝着山脉深处走去，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随时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沙沙沙，静谧的山林间陡然传来一阵细微却又异常清晰的声响，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草丛中悄然穿行。就在这时，前方草丛剧烈晃动起来，紧接着一条体型巨大的黑翼蜈蚣如黑色的闪电般突然从树丛中猛地窜了出来。这只蜈蚣浑身散发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气息，身躯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般粗壮，它那黑色的外壳闪烁着幽冷的光泽，宛如一层坚不可摧的铠甲。卧槽，这蜈蚣也太大了吧！慕天云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震惊的表情，身体下意识的不由自主后退了几步。不过慕天云很快就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经过短暂的观察，他判断这只黑翼蜈蚣虽然看上去凶悍，但其实力也就在炼气境第9层左右，以自己目前的修为应该能够应对。见慕天云并没有转身逃跑的意思，那只巨大的黑翼蜈蚣似乎被激怒了，它扭动着庞大的身躯，瞬间朝着慕天云凶猛扑了过去，速度之快宛如一阵黑色的旋风。眼看黑翼蜈蚣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自己扑来，慕天云眼神一凛，身形骤然一闪，惊险万分地避开了对方这凌厉的一击。紧接着他手持长剑，毫不犹豫地朝着黑翼蜈杀了过去。当，黑翼蜈蚣的反应极为迅速，粗壮有力的前肢猛地一挥，直接与慕天云的铁剑碰撞在一起。这畜生力气也太大了吧！慕天云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顺着手臂传来，脸上不禁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虽然黑翼蜈蚣看上去极其凶残，但慕天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退缩之意，反而激发了他内心的斗志。只见他挥动着手中长剑，再次朝着黑翼蜈蚣杀了过去。这是他穿越后第一次与妖兽展开战斗，心中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然而随着战斗的不断持续，慕天云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紧张刺激的节奏，原本紧张激动的心情在激烈的交锋中也渐渐平缓了下来。一时间，一人一兽在这茂密的林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这只黑翼蜈蚣身上长满了坚硬的鳞甲，如同密密麻麻的鳞片盾牌，慕天云手中的铁剑砍在上面，只能溅起点点火花，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太大的伤害。而且慕天云还发现，在同境界中，妖兽凭借着天生的体魄和本能，战斗力远比人类强得多。尤其是这只黑翼蜈蚣，它嘴里还时不时的会喷出刺鼻的毒液，让人防不胜防。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慕天云终于带到了黑翼蜈蚣的一个破绽。他瞅准时机，手中长剑如同一道银色的闪电，直接一剑贯穿了他的腹部。黑翼蜈蚣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庞大的身躯剧烈扭动了几下，便缓缓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生机。在成功击杀了这只黑翼蜈蚣后，慕天云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经过这一场激烈的交战，他总结出了自己在战斗中很多不足的地方，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实战经验。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在战斗经验方面远远比不上同境界的修炼者。他之所以能够越级挑战，主要还是得益于九阳式神诀这套强大功法的加持。如果不是修炼了这套神奇而强大的功法，在正面交锋的情况下，他恐怕很难击败同境界修者。毕竟之前的慕天云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废物，根本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穆天云在流云山脉中展开了一场近乎疯狂的历练。一路上，凡是遇到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妖兽，他都会拼尽全力与之一战，哪怕身上伤痕累累，也绝不退缩。若是遇到那些实力过于强大，根本无法战胜的妖兽，他也会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逃之夭夭。时间在紧张而刺激的历练中悄然流逝，转眼过去了3天。经过这段时间的残酷厮杀历练，穆天云的战斗经验变得愈发老道，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攻击都显得沉稳而果断，手段也变得更加狠辣，眼神中更是多了几分坚毅与沉着。这天，穆天云拖着疲惫却又充满斗志的身躯，来到了一处景色宜人的湖泊边。湖水清澈见底，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周围郁郁葱葱的山林和湛蓝的天空。看着自己满身的血渍和污渍，穆天云决定好好清洗一下身体。他果断将身上沾满血迹的衣服脱了下来，然后直接朝着湖面纵身跳去。然而，正当穆天云快要落水的一刹那，一张倾国倾城、绝世无双的脸庞，如出水芙蓉般突然从水中窜了出来。那是一张完美到极致的脸庞，精致的五官犹如雕琢的艺术品，让人找不到丝毫瑕疵。他那挺拔而又白皙的酥胸，更是毫无保留的一览无余展现在了穆天云的眼前。我靠！穆天云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嘴巴便直直地碰在了女子那娇艳欲滴的嘴唇上。与此同时，他那双大手竟意外按在了女子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胸口上。哗啦！刹那间，水花四溅，女子还没来得及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便被穆天云这一壮之力按进了水里。该死的淫贼，你找死！女子愤怒地怒吼一声，声音充满了无尽的愤怒与羞恼。只见她一手一挥，一道凌厉的掌劲带着一股强大的原力，重重地轰在了穆天云的胸口上。砰！穆天云只觉胸口传来一股剧痛，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轰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岸边的树丛中。深知自己理亏，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冲进了茂密的树林之中。该死的淫贼，本小姐一定要阉了你！少女的身体如同轻盈的飞燕，从水中腾空而起，如同仙女下凡般稳稳地落在了岸边。她的胸脯剧烈起伏着，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浑身散发着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气。在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她连忙穿上了外套，然后快速朝着穆天云消失的方向追去。然而，在追了一段距离后，她发现自己居然追错了方向。该死的淫贼，我记住你了，别让我带到你！少女面露寒霜，浑身散发着一股冰冷杀气。从小到大，她还从未跟任何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可今天，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子，不但夺走了她宝贵的初吻，还在她身上肆意轻薄，这让她心中的怒火达到了顶点。此刻的穆天云正隐匿在10里开外的一个山洞之中，这小妞的力气也太大了，差点把老子给拍死。穆天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刚才少女那一掌力量惊人，直接轰断了他好几根胸骨，连内脏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若不是他意志力超乎常人的坚定，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就因剧痛而昏迷过去了。随后，他强忍着胸口如撕裂般的剧痛，运转体内的原力，小心翼翼地将胸口断裂的骨头慢慢对接起来。紧接着，他全身心地疯狂运转九阳式神诀，借助功法的神奇力量，开始缓缓修复着体内的伤势。时间在寂静的山洞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2天过去了。经过这2天废寝忘食的疗伤，穆天云体内的创伤终于逐渐恢复过来。此刻，距离外门大比仅仅只剩下2天时间了。为了不错过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比，穆天云一刻也不敢耽搁，一路朝着流云宗的方向匆匆赶去。在赶路的过程中，穆天云依旧没有忘记历练的重要性。只要遇到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妖兽，他便会毫不犹豫地主动出击，抓住每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轰轰轰！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出于好奇，穆天云连忙将身上的气息收敛起来，然后悄然朝着打斗的方向潜伏过去。透过茂密的树枝缝隙，只见一名身着粉色长裙的少女正与一只地狱妖犬激烈地战斗在一起。这地狱妖犬身形与人相仿，动作极为灵活，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他眼中闪烁着诡异的血红色光芒，如同2团燃烧的血火，死死地盯着那名粉衣女子，喉咙里不断发出阵阵低沉的咆哮。粉衣女子虽竭尽全力抵抗，但显然已渐渐体力不支。她的发丝凌乱地飞舞着，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她手中的长剑虽然不断地挥动，却始终无法给地狱妖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随着地狱妖犬一次又一次凶狠的攻击，粉衣少女身上的伤口也在不断增多，粉色长裙被撕裂成一条条碎布，勉强遮挡着身体，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外。地狱妖犬瞅准时机，猛地一跃而起，锋利的爪子朝着女子的肩膀狠狠抓去。女子躲避不及，被这一击重重击中，整个人重重摔倒在地，
手中的长剑也脱手飞出，掉落在一旁。地狱妖犬趁机压在他身上，张开血盆大口，巨大的瞳孔中流露出一丝邪恶的光芒。面对这种绝境，女子脸上露出了一丝绝望的神情。她深知地狱妖犬是一种极其邪恶的妖兽，时常会对人类女子实施奸杀，而且从这妖兽的举动来看，显然是想侵犯她。女子拼命地挣扎着，双手徒劳地推搡着地狱妖犬，但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卧槽，这畜生想干嘛？一直潜伏在旁边的穆天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人类，而且这名女子显然是流云宗的弟子。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同门被一只妖兽糟蹋。畜生，去死吧！穆天云低吼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挥剑便朝着地狱妖犬的背后狠狠劈了过去。这只地狱妖犬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凝神境第3层，正常情况下，穆天云要想将其击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在与粉衣女子大战一场之后，地狱妖犬也受了严重的创伤，此刻战斗力早已大打折扣，十不存一。正因为如此，穆天云才决定冒险出手救人。面对穆天云的偷袭，地狱妖犬反应极为迅速，瞬间转身朝着穆天云飞挥一爪。当一声清脆的响声传开，穆天云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反震之力如汹涌的潮水般袭来，手臂一阵发麻，手中的剑几乎脱手而出。吼！地狱妖犬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眼睛中闪烁着愤怒与凶狠的光芒，仿佛要将穆天云生吞活剥。接着他身体腾空一跃，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接朝着穆天云扑了过去。畜生，去死吧！穆天云没有丝毫退缩之意，反而激发了内心的斗志，挥剑再次朝着地狱妖犬勇猛杀去。他施展出的剑法灵动而迅猛，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剑招连绵不绝，不断地朝着地狱妖犬发起攻击。地狱妖犬也毫不示弱，凭借着灵巧的身体不断躲避着穆天云的攻击。他的爪子如同利刃一般锋利，每一次挥动都带着撕裂空气的力量。那锋利的牙齿更是如同隐藏的致命杀机，随时准备咬向穆天云的要害。一人一兽的战斗异常激烈，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穆天云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和精妙的追风剑法，与地狱妖犬巧妙地周旋着。然而，就在他与地狱妖犬激战正酣的时候，那名粉衣女子却趁机缓缓站起身来。她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穆天云和地狱妖犬，眼中闪过一丝犹豫，随后毫不犹豫地朝着远处飞奔而去。在他看来，修为仅只有炼气第9层的穆天云不可能挡得住地狱妖犬，自己若是继续留在这里，搞不好真会被这只妖兽给糟蹋了。我靠，这贱人也太卑鄙了吧！穆天云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怒火。他原本以为那名女子会趁机协助自己，没想到她居然选择了独自逃跑。不过穆天云并没有因此而分心，他深知现在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击杀这只地狱妖犬，否则绝对会被这头畜生侵犯。要知道，地狱妖犬可不仅会侵犯女人，甚至连男人也不会放过。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升起一丝恶寒。随着战斗的不断持续，穆天云越战越勇，每一招一式都带着决然的杀意。而地狱妖犬由于之前就受了重伤，在穆天云的猛烈攻击下，渐渐被压制了下去。转眼双方大战了数百回合，此刻穆天云的身体也受了一定的创伤，体内的元力也消耗了一大半。就在这时，他终于抓住了地狱妖犬的破绽。去死吧，畜生！穆天云大喝一声，身形如同一道闪电般急冲而出，铁剑之上汇聚了全身的元力，带着一股无匹的气势，狠狠地刺向了地狱妖犬的腹部。地狱妖犬正处于旧力未去、新力未生之际，面对穆天云这凌厉的一击，他想要躲避显然已经来不及。吼！地狱妖犬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猛地一颤，缓缓地倒了下去。穆天云没有丝毫犹豫，迅速地拔出剑，瞬间斩断了地狱妖犬的头颅。总算解决了。穆天云大口喘着气，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随后他走到地狱妖犬的面前，准备将其收进储物袋里。这种级别的妖兽浑身都是宝，如果将其交给宗门的话，那绝对能得到一大笔贡献值。若是能挖出内丹，那可就赚大了。小子，这只地狱妖犬是我先打伤的，尸体你可以带走，但内丹必须留下。就在这时，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响起。只见之前离去的那名粉衣少女突然出现在不远处，她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地狱妖犬，眼神中透着一丝贪婪与炽热。傻逼！穆天云冷冷地扫了粉衣少女一眼，然后直接将地狱妖犬的尸体收进了储物袋中。如果女子当时没有逃跑，而是和他一起对付地狱妖犬，那他或许会考虑分一半给对方。臭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识趣的乖乖交出地狱妖犬尸体，不然后果自负。粉衣少女面露寒霜，
冷冷地盯着穆天云，试图以身份来威慑他。臭女人，我管你是谁，立刻消失在我的面前，不然老子奸了你！穆天云毫不畏惧，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的光芒。见过无耻之人，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他好心好意救对方，可对方居然选择逃跑。如今他击杀了妖兽后，对方又跑回来索要战利品，如此行径实在让他感到反感。小子，你找死！粉衣少女气得怒火中烧，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手中长剑挽出几朵剑花，如流星赶月般直逼穆天云咽喉。在他看来，穆天云和地狱妖犬大战了一场，身上肯定受了严重的内伤，所以他才决定冒险和穆天云一战。毕竟地狱妖犬的内丹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想轻易放弃。贱人，你找死！穆天云怒吼一声，连忙侧身一闪，惊险地避开这凌厉一击。紧接着他反手一剑刺出，瞬间朝着粉衣少女持剑的手腕刺去。粉衣少女柳眉倒竖，身形如鬼魅般飘然后退，巧妙地避开穆天云的反击。一时间两人激烈的大战在一起，双方几乎朝朝搏命，谁也不肯相让。粉衣少女长剑不断挥出，剑法如同连绵不绝的潮水，疯狂地朝着穆天云的要害攻去。而穆天云也不敢有丝毫大意，施展出追风剑法，全力抵挡。转眼双方大战了数十回合。在这激烈的交锋当中，他们谁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虽然穆天云的伤势比粉衣少女轻一些，但他要想击败粉衣少女，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粉衣少女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凝神境第3层，而且修炼的都是流云宗内门武技。此刻穆天云只能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与粉衣少女周旋。他心里清楚，粉衣少女伤势比自己重，只要一直拖下去，对方必败无疑。两人又大战了数百回合，眼见久攻不下，粉衣少女心中愈发焦急起来。她深知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毕竟之前和地狱妖犬战斗的时候，她就已经受到了重创，如今又大战了几百回合，体内的伤势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臭女人，你已经快要扛不住了，等会儿老子非玩死你不可！穆天云一边防御着粉衣少女的攻击，一边忍不住嘲讽起来。他知道此刻只有不断的激怒粉衣少女，自己才有机会找到她的破绽，从而一举将其击败。臭混蛋，去死吧！粉衣少女娇喝一声，剑芒如流星般朝着穆天云疾射而去。穆天云脸色微变，连忙运转九阳式神诀，然后猛地朝着一旁扑去。砰！在穆天云避开的一瞬间，身后不远处的一棵古树瞬间被劈成2截，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看到自己这一剑居然被穆天云避开，粉衣少女脸上露出了一丝绝望和恐惧。她知道她体内的灵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继续打下去必败无疑。贱人，今儿老子非得让你乖乖跪在地上唱征服不可！穆天云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身影如鬼魅般一闪，手中长剑挽出几道凌厉的剑花，便再次朝着粉衣少女凶猛杀去。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尤其在对待敌人方面，他从不心慈手软。更何况这粉衣少女之前的行为实在让他恼怒不已。粉衣少女见穆天云再次杀来，心中又惊又怒，只能一边勉强发起反击，一边瞅准时机朝着远处撤退。此刻的他心中郁闷到了极点，自己堂堂凝神境第3层的修为，可如今竟然被一个区区炼气境第9层的小子逼得如此狼狈，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屈辱。贱人，你跑不了，现在若是乖乖束手就擒，或许会考虑让你在快乐中死去。穆天云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混蛋，你死定了！粉衣少女气得浑身颤抖，银牙几乎要将嘴唇咬出血来。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穆天云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突然捕捉到粉衣少女的一个细微破绽。他手中铁剑如同灵蛇一般，突然挑飞了少女的长剑，并直接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劝你最好别乱动，不然老子割断你的脖子！穆天云目光如剑，眼神中透着一股凶狠的光芒。小子，你别乱来！刚才我已经给我姐传音了，你若是敢伤我分毫，没人能救得了你。粉衣少女被吓得花容失色，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臭女人，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嘴硬，等会儿非将你牙齿拔光，让你尝尝吹喇叭漏风的滋味。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邪恶的之意，二话不说，他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呼在了粉衣少女的脸上。啪！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骤然响起。啊！粉衣少女顿时惨叫一声，门牙当场被抽了下来，嘴里涌出一股鲜血。混蛋，我要杀了你！粉衣少女双眼瞪得滚圆，眼神中充满阴毒，狠狠地盯着穆天云。我在老子的手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活命吗？穆天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中满是不屑。说着，他右手猛地探出，瞬间掐住了少女的喉咙。此刻他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那就是找个隐蔽的山洞，慢慢的调教这个女人。好大的狗胆，竟敢动我姬无情的妹妹！正当慕天云准备带着粉衣少女离开之时，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紧接着，一名白衣女子如同一道白色的闪电，从远处飞驰而来，眨眼间便落在了不远处。她身姿婀娜，却浑身散发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气息，仿佛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山。站住！再敢靠近一步，我立刻宰了她！慕天云心中猛地一颤，连忙将粉衣少女紧紧掐住，迅速将挡在了自己身前。他能感觉得到，眼前这名白衣女子实力很强，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凝神境巅峰，远非目前的他能抗衡的。小子，你应该也是我流云宗弟子吧？斩杀同门那可是重罪，你可要想清楚了。姬无情声音冰冷，眼神如同一柄锐利的利剑，直直的死死盯着慕天云。我可不是流云宗弟子，少拿这些破规矩来威胁我。慕天云毫不示弱，死死的掐着粉衣少女，目光警惕的看着姬无情，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狠厉。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的模样我都已经深深记住了。现在立刻放了我妹妹，然后跪下道个歉，我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命。姬无情神情冷漠至极，浑身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杀气。还真是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明明是你妹妹忘恩负义在先，你居然还想让我跪地求饶，我看你脑袋是被门夹坏了吧。慕天云冷笑一声，眼神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嘲讽。小子，你找死！姬无情脸色瞬间变得冷若冰霜，眼中杀意涌动。不过不是顾及自己妹妹的安全，他早就一巴掌呼死眼前这个小子了。臭女人，少在老子面前摆架子装腔作势，立刻把你的储物袋丢过来，不然老子掐死他！慕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阴狠，话音一落，他手上的力道又加大了几分。啊！粉衣少女顿时被掐得面红耳赤，脸上青筋暴起，呼吸也变得愈发艰难，反正已经彻底撕破脸了。慕天云自然不会再有任何顾忌，而且慕天云心里清楚，这两姐妹都不是讲理的主，如果真把粉衣少女放了，自己绝对会死得很惨。小子，你别乱来，不然我必将你千刀万剐！姬无情听到慕天云威胁的话，顿时气得怒火中烧，眼神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实在难以想象，眼前这个修为仅仅只有炼气境第9层的小子，竟敢公然出口威胁他。少废话，要么交出你的储物袋，要么我跟你妹妹同归于尽。慕天云眼神中充满了狠辣，手中力道再次加大了几分。可姐，救我！粉衣少女被掐得双目圆睁，脸上露出痛苦而又狰狞的表情。此刻她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笼罩，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绝望和无尽的恐惧。臭小子，你住手！姬无情气得咬牙切齿，忍不住连忙开口喊道。他的储物袋内虽然存放着不少修炼资源，但与自己妹妹的性命相比，这些资源显然微不足道。只要你把储物袋丢过来，我保证绝不伤你妹妹分毫。慕天云冷冷地说道。小子，你要是敢动我妹妹，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姬无情咬着牙，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最终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将腰间的储物袋取了下来，朝着慕天云用力丢了过去。慕天云见状，左手如闪电般一探，瞬间稳稳地将储物袋接了过来，然后迅速挂在了自己腰间。小子，储物袋已经给你了，赶紧放人！姬无情声音冰冷，强忍着心底的怒火说道。你现在倒退300丈，我立马放了他。慕天云冷冷地回应道。他心里明白，如果让对方退得太远，姬无情肯定不会答应，而300丈的距离刚好比较合适。毕竟粉衣少女此刻已经身受重伤，姬无情必定不会抛下自己的妹妹继续追她。小子，希望你别挑战我的耐心，这次如果你再不放了她，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姬无情冷冷地扫了慕天云一眼，眼神带着无尽的寒意，然后缓缓向后退了300丈。忘恩负义的贱人，再让我见到你，非把你抽得皮开肉绽不可。慕天云说着，又是一巴掌狠狠呼在了粉衣少女的脸上，随后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瞬间如鬼魅般冲进了不远处的树丛之中。粉衣少女直接被他这一巴掌抽得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扬起一片尘土。小子，你找死！姬无情见状，如疾风般朝着慕天云消失的方向冲了过去。然而仅仅追了一小会儿，他便停了下来，然后无奈地返回到了自己妹妹的身边。他心里清楚，自己妹妹已经身受重伤，在这危机四伏的山脉之中，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很可能会死在凶猛的妖兽爪下无心。你没事吧？姬无情一脸关切地一把将自己的妹妹扶了起来，眼中满是心疼之色。姐，我一定要宰了那个混蛋！姬无心咬牙切齿，浑身散发着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气。从小到大，她一直都是众人宠溺的天之娇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可今天她居然差点被一个炼气境第9层的小子掐死，满嘴门牙还被对方生生抽掉，这对她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放心吧，那小子跑不了。虽然他不承认，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流云宗弟子。姬无情眼神中透着一丝凛冽的杀气，他心中暗自下的决心，一定要将慕天云找出来，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自己堂堂宁神境巅峰的修为，竟然被一个炼气境的小子给敲诈了，这对他来说，同样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慕天云在逃出一段距离后，便找到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地方洞穴，专心投入到疗伤之中。时间悄然流逝，转眼过去一天。经过这一天的疗伤，慕天云身上的伤势终于恢复，疑虑的气息也变得愈发沉稳。随后，他拿出了姬无情的储物袋，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经过一番清点，他发现对方的储物袋里有不少好东西，其中金币足足50万之多，凝神丹也有100颗，另外还有不少的药材，以及4张价值不菲的符箓。神行符有2张，这种符箓堪称赶路的绝佳利器，只要将其打入体内，瞬间就能将速度提升3倍，紧急关头用来逃命，绝对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聚灵符也有2张，此符箓若打入体内，瞬间便能将体内的元力提升1倍。在关键的战斗中，这种符箓或许能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因素。这一下真是赚大了。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的表情。接下来，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点战利品，将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全部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内。在整理的过程中，慕天云无意间翻出了一条透明的黑丝。没想到这女人外表看起来高冷，居然会穿这种奔放的内衣。慕天云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邪恶而又戏谑的笑意。随后，他又将那只地狱妖犬的尸体拿了出来，手持铁剑，熟练地将其肚子破开。果然有内丹。慕天云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连忙伸手将地狱妖犬的内丹紧紧抓在了手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颗内丹之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将其炼化吸收，绝对能让他一举突破到凝神境。不过，慕天云暂时并没有立刻炼化的打算，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自己突破到了凝神境，便会失去参加外门大比的资格。而外门大比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只要拿到了外门冠军，那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还有机会被内门长老看中，收为亲传弟子。一旦成为长老的弟子，他在宗门内的安全将更有保障，而且也能在修炼上得到指点。因此，他决定将这颗地狱妖犬的内丹妥善保存，等自己成功晋升为内门弟子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将其炼化。至于地狱妖犬的尸体，慕天云打算交给宗门，这样也能换取一些贡献值。随后，慕天云再次踏上了返回流云宗的路途。一路上，他可谓是小心翼翼，只要遇见女人，他便会立刻改变路线，尽量远远地躲开。这次外出历练，虽然他的实战能力得到了提升，但同时也让他得罪了好几个女人，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毕竟这几个女人实力都强悍无比，要是再遇到她们，那后果非常严重。当傍晚来临的时候，慕天云终于顺利回到了流云宗。刚一踏入宗门，他便立刻给花月容发去了传音，告知他自己已归来的消息。随后，他便径直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在外出历练的这段时间里，花月容时常会通过传音与他联系，询问他的安危，关心他的近况。这份牵挂让慕天云的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感动。自从上次花月容为了救他而受伤，他对这个女人的看法便发生了一丝转变。人心都是肉做的，花月容如此真心相待，他自然也不会亏待这个女人。回到住处后，慕天云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将身上的疲惫与风尘洗净。大约过了片刻，门外便传来了一阵清脆悦耳的敲门声。慕天云轻轻起身，缓缓将门打开。刹那间，一道绝美的身影扑面而来，瞬间缠在了他的脖子上。今天的花月容穿着极为性感，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她身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幽香，应该是刚刚沐浴完毕，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清新而又迷人的气息。这么着急干嘛？慕天云嘴角微微上扬，脸上带着一丝宠溺的微笑，轻轻地抱住了花月容。坏蛋，快给我！花月容声音带着一丝羞怯，脸上满是娇媚之色，如同春日盛开的桃花，娇艳欲滴。她一边说着，一边主动朝着慕天云的嘴唇凑了过去，整个人表现得无比热情。真是个妖精！慕天云只感觉身上的火气瞬间被花月容挑动了起来，他反手紧紧抱住花月容，两人的唇瓣如同磁石般激烈地碰撞在一起。随着激情的升温，两人身上的衣服也缓缓滑落在地，现场渐渐弥漫着一股奢靡而又暧昧的气息。不得不说，花月容确实美得动人心魄，身材更是火辣诱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而且在慕天云的面前，她总是表现得非常热情乖巧，将自己最温柔最迷人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花月容总能给慕天云提供一种极大的情绪价值，毕竟曾经的花月容在慕天云面前那可是无比嚣张骄傲的。然而
如今他却为了爱低头，心甘情愿地为他改变。这种转变让慕天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征服的成就感。2个时辰后，激情渐渐褪去，两人静静地拥抱在一起，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刻。此刻，屋内弥漫着一种宁静而又甜蜜的氛围。蓉儿，这10颗凝神丹你拿着修炼。慕天云从储物袋里轻拿出了10颗凝神丹，递给了花月容面前。天云，是凝神丹，你从哪弄来的？看到慕天云递过来的凝神丹，花月容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震惊之色。我在外面历练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女人，从她身上敲诈过来的。慕天云微笑着将自己遇到姬无情2姐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天云，你这太冒险了，这2个女人肯定是内门弟子，若是让她们遇到你，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花月容听后，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眼神中满是关切。放心吧，流云宗弟子好几万，没那么容易遇到他们。慕天云轻轻拍了拍花月容的手，脸上露出了一丝安慰的笑容。对于姬无情的报复，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如今他手里有不少金币和丹药，而且还有1颗地狱妖犬的内丹。如果拿到大比的冠军，那他还能得到1株凝灵参以及不少的贡献值。有了这些资源，足以让他快速将修为提升上去。届时，即便再遇上这几个女人，慕天云也有信心与之抗衡。不知不觉间，清晨的曙光悄然洒落在流云宗的每一个角落。慕天云早早的便起身洗漱完毕，精心整理好衣装，然后携着花月容一路朝着外门广场走去。今日的慕天云身着一袭如雪般纯净的白衣，身姿挺拔如松，仿佛是从画卷中走出的翩翩公子。他那轮廓分明如刀刻般的俊脸，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英气，而眼中那一抹淡淡的忧郁，更是为他增添了几分高贵的气质。远远望去，恰似一位绝世公子哥，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花月容则身着一袭紫色长裙，长裙如流水般自然垂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丰满而曼妙的身材曲线，尽显婀娜多姿。她面上略施粉黛，那一丝淡淡的妆容，更是将她的美丽衬托得淋漓尽致，美得令人心颤。一双绝美的眼眸，让人看上一眼便忍不住沉沦。两人刚一现身在外门广场之上，瞬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这家伙究竟是谁啊？居然能让花月容主动地挽着他的胳膊。人群中，一名弟子忍不住低声惊叹道：这家伙名叫慕天云，乃是外门最近的风云人物。据说他不但打断了肚子疼的4肢，而且还向杜天明发起了生死战。另一名消息灵通的弟子赶忙解释道：杜天明可是凝神境第3层的内门弟子，这小子就算是脑袋被门夹了，也不可能做出这种自寻死路的事情吧。又有一名弟子满脸狐疑地说道：这小子估计只是一时口嗨罢了，真到了生死战那一天，说不定吓得都不敢登场。另一名弟子笃定地回应道。此刻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起来。慕天云。就在这时，一道阴冷刺骨的声音毫无预兆地传入了慕天云的耳中。只见杜天明和柳嫣然正满脸阴沉的迎面走来，杜天明的眼神中透着浓浓的杀意，而柳嫣然则一脸怨毒，眼神恨不得将慕天云和花月容生吞活剥。我跟你们很熟吗？慕天云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不屑的轻笑，冷冷地扫过杜天明和柳嫣然一眼。说话间，他紧紧揽着花月容的纤腰，旁若无人地朝着远处走去，丝毫没有将2人放在眼里。看着2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柳嫣然脸色阴沉得无比难看。原本他准备趁此机会一举拿下外门大比的冠军，从而得到那颗梦寐以求的凝灵参。然而如今慕天云的修为竟也达到了炼气境第9层，这让他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虽然他如今是外门第1天才，但慕天云那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依旧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压力。有师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这小子虽然实力不错，但还远远不是你的对手。杜天明连忙开口说道。杜师兄，你可别小看了此人，他既然敢向你发起生死战，手里说不定真有什么底牌。还有8天就是你们的生死战了，你还是好好琢磨一下怎么应对吧。柳嫣然声音清冷，转身优雅地朝着擂台方向走去。贱人，总有一天本少要让你心甘情愿地臣服在我身下。杜天明望着柳嫣然离去的背影，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阴邪的光芒。这段时间以来，他为了讨好柳嫣然，可谓是费尽心思，各种奇珍异宝、珍贵资源不断相送。然而柳嫣然却只是照单全收，从不给他任何亲近的机会，这让他渐渐失去了耐心。外门广场不远处的一座古朴塔楼上，2名容貌娇美、身材婀娜的少女正静静地伫立在塔楼的2楼。姐，那小子会来吗？姬无心微微皱起眉头，眼中闪烁着一丝急切。放心吧，那小子的修为在炼气境第9层，以他展现出的战斗力，必定会来参加外门大比。姬无情声音清冷，语气中透着一股自信。要是让我知道他是谁，
定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姬无心紧咬银牙，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残忍的冷笑。无心，这里毕竟是流云宗，你可千万别冲动乱来。姬无情神情严肃，认真的嘱咐了一句。姐，你就放心吧，宗门只是禁止废人丹田，伤人性命而已。我只是打断这小子的四肢，再把他踢成太监，这总不违反正规吧？姬无心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报复的欲望。你跟那小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说你忘恩负义？姬无情眉头微皱，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好奇。姐，你别听那小子胡言乱语，这家伙卑鄙无耻至极，趁着我与地狱妖犬激战后受伤之际，突然窜出来抢走了我的战利品。姬无心愤怒地说道。以那小子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此次大比很可能会拿到冠军，甚至极有可能会被长老看中。你要是把他踢成太监，恐怕会因此得罪内门长老，甚至还会遭到宗门的严厉惩处。姬无情脸上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那家伙不仅污言秽语，还企图玷污我，如此恶行，我岂能轻易饶过他？姬无心气得满脸通红，气呼呼地说道。想起那天的遭遇，他心中就掀起了无尽的恨意。他知道，那天如果不是自己姐姐及时赶到，那他绝对会遭到对方的玷污。随你吧。姬无情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于自己妹妹的性格，他再了解不过。这件事说不定真如对方所说，是自己妹妹的过错。可姬无心毕竟是他唯一的亲人，无论对错，他都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妹妹身后。更何况对方还敲诈了他的储物袋，这让他心中同样充满了无比的愤怒。与此同时，一名身着红衣的女子款步踏入外门广场。她身姿婀娜，气质优雅，宛如一朵盛开的红玫瑰，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出现的瞬间，仿若一道绚丽的霞光，顿时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众人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她所牵引。此女正是内门前10的天才少女张圆圆，同时她还是张德彪的亲姐姐。张师姐，那小子就是穆天云。一名黑衣男子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穆天云，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与献媚。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弟弟动手！张圆圆面露寒霜，眼神中瞬间闪过一丝凌厉的气势。张师姐，这小子活不了多久了，您其实没必要亲自对他动手。黑衣男子赶忙开口说道。何出此言？张圆圆柳眉微蹙，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据说这小子向杜天明发起了生死战，以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这小子必死无疑。黑衣男子绘声绘色地说道。杜天明是谁？修为如何？张圆圆开口问道。杜天明乃是内门弟子，其修为已达到了凝神境第3层。黑衣男子恭敬地回答道。这小子莫不是疯了吧？区炼气境修为，居然敢向凝神境修者发起生死战。张圆圆朱唇微张，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表情。张师姐，反正距离生死战已经只有8天了，倘若他死在了杜天明手里，那自然无需您再出手。要是他临阵退缩，不敢出战，到时候您再收拾他也为时不晚。黑衣男子分析的头头是道。你说的也对，我倒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有何倚仗，竟敢向凝神境修者发起生死战。张圆圆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期待，眼神中闪烁着探究的光芒。时间一点点推移，现场的气氛愈发高涨，周围聚满了看热闹的弟子。众人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一个个脸上透着期待的表情。作为流云宗最受瞩目的年度盛事，每年外门大比之时，都会吸引无数宗门高层前来观战。这些宗门高层无疑是为了挑选弟子而来。对于外门弟子而言，今天的这场大比无疑是他们鱼跃龙门、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一旦在大比上展现出优异的成绩，那就很有可能会被宗门的长老看中，从而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和指导，踏上更为广阔的修行之路。正因为如此，无数弟子都摩拳擦掌，渴望在这场大比中展现自己的天赋。就在这时，外门长老周朝平迈着沉稳的步伐，神色威严地走到了擂台之上。他目光如炬，威严地扫视了四周。今天是我流云宗1年1度的外门大比之日，凡是能在此次大比中进入前10名者，不但能获得丰厚的奖励，而且能够直接进入内门，甚至还有机会拜入长老门下。周朝平声音洪亮而威严，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让每一个弟子都为之振奋。本次大比分为2轮，第1轮闯悬假象，第2轮擂台对战。周朝平有条不紊地宣布着比赛规则。现在开始第1轮闯悬假象。周朝平声音洪亮至极，响彻整个万门广场。不是吧，闯悬假象也太难了吧，我上个月才闯过，还没闯到一半就被玄甲傀儡轰出来了。一名弟子面露苦涩，无奈地说道。是啊，估计整个外门能闯过悬假象的不超过100人。另一名弟子附和道，脸上同样露出了无奈的表情。此刻现场议论纷纷，无数外门弟子脸上都露出了无奈与担忧的神色。虽然闯悬假象困难重重，
但依旧有不少弟子怀揣着梦想与勇气，选择了硬着头皮去闯。毕竟能不能闯过是一回事，若是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天云，你一定要小心点，玄甲巷里面的玄甲傀儡实力很强，千万不要大意。花月容轻轻拉住慕天云的衣角，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放心吧，以我的实力，区区玄甲巷还难不倒我。慕天云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坚毅的光芒，眼神中充满了自信。随后他跟随其他外门弟子一起踏入了玄甲巷的入口。刚一进入玄甲巷，眼前的景象让他微微一怔。只见一条幽深的通道蜿蜒向前，不知通向何方。两侧的墙壁上闪烁着幽蓝色的光芒，那光芒神秘而诡异。通道的尽头隐隐传来低沉的轰鸣声，让人畏战先怯。慕天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心境迅速平静下来。与此同时，其他外门弟子也纷纷踏入玄甲巷，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紧张与不安，一些胆小的弟子甚至步伐都有些慌乱。就在这时，一只黑色的玄甲傀儡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突然从旁边的巷子里猛冲出来，目标直指一名身材高大的弟子。只见他高高举起铁拳，带着千钧之力，直接一拳轰在了那名弟子身上。砰！一声巨响，那名身材高大的弟子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一拳轰飞了出去，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看到这种情况，其他人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如纸，双腿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再也不敢轻易上前。慕天云神色镇定，脸上却毫无畏惧之色，迈着沉稳的步伐，毅然朝着玄甲巷里面走去。就在这时，一只体型巨大的玄甲傀儡发出一声沉闷的嘶吼，如同一头发怒的公牛，突然朝着慕天云猛冲过来。慕天云毫不畏惧，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蕴含着强大的元力，重重地踢在了玄甲傀儡的身上。轰！一声巨响传开，玄甲傀儡直接被踢飞了出去，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才停了下来。不是吧，这家伙战斗力这么强？慕天云身后的人一个个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嘴巴张得老大。大家跟着他走，说不定能闯过这一关。其中一名弟子咬了咬牙，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直接朝着慕天云走去。然而他刚走出几步，旁边的巷子里又冲出了一具玄甲傀儡。这些玄甲傀儡动作迅猛，直接一拳朝着他轰了过去。砰！那名弟子毫无还手之力，直接被一拳轰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看到这种情况，一些胆小的人再也不敢上前，纷纷退缩到了后面，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奈。不过让慕天云感到意外的是，柳嫣然居然出现在了他的旁边。只见他眼神冰冷，出手果断狠辣，以强势的手段连续击败了好几具玄甲傀儡，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与此同时，又有几名炼气境第9层的外门弟子闯了过来。这些外门弟子一个个神情高傲，脸上带着目空一切的气势。慕天云，虽然你实力不错，但这次碰到我，不可能拿得到冠军。柳嫣然冷冷地看着慕天云，眼神中透着一股强烈的战意。自以为是的蠢女人。慕天云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随即径直朝着玄甲巷里面走去。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他实在懒得去搭理。混蛋！听到慕天云嘲讽的话，柳嫣然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至极。小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柳师妹无礼！一名身着白衣、面容冷峻的男子突然急冲而出，稳稳地挡在了慕天云面前。小子，我奉劝你还是赶紧向柳师妹道歉，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一名身材魁梧高大的男子也气势汹汹地站了出来，语气中带着一丝威胁。大家都小心着点，这小子卑鄙阴险，上次我就是遭他偷袭才被打断了4肢。肚子疼双眼通红，咬牙切齿地盯着慕天云。老子没兴趣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如果真想与我交手，那咱们擂台上见分晓。慕天云冷冷地扫了眼前3人一眼，随即身影化作一道残影，快速朝着玄甲巷深处冲去。以他如今的实力，要击败这3人可谓轻而易举，但天才也是需要绿叶来衬托的。如果现在击败了这些人，那等会儿擂台战的时候，恐怕就没人敢与他对战。那时候他就没法以耀眼的姿态引起宗门高层的关注。臭小子，等会儿在擂台上，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肚子疼气的咬牙切齿，眼神中透着一股冰冷的杀气。虽然慕天云修为提升很快，但在正面交手的情况下，肚子疼并不觉得自己会输。慕天云，这次我定要让你一败涂地。柳嫣然心中暗道一声，看着慕天云消失的背影，他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强烈的战意。随后几人也快速朝着玄甲巷内部冲去。随着不断的深入，玄甲傀儡的数量越来越多，众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这些玄甲傀儡激烈的战斗在一起。一些修为较低的弟子很快就被玄甲傀儡的攻击轰了出去，而一些修为较高的弟子也在艰难的苦苦支撑。
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显得极为吃力。穆天云仿佛闲庭信步一般，毫不受影响，径直朝着玄甲巷的尽头走去。当有玄甲傀儡冲过来的时候，他都会以巧妙的身法避开，根本不与这些旋转傀儡正面交锋。穆天云之所以这么做，主要也是不想给后面的人开路，而直接避开这些玄甲傀儡，那这些玄甲傀儡就会攻击后面的柳嫣然等人。柳嫣然见状，也将自己的速度施展到了极致，快速朝着穆天云追了过去。不得不说，在速度方面，柳嫣然确实不比穆天云慢，而且她的身法更加灵动，很快就和穆天云并排而行。看什么看？没见过男人。穆天云冷冷地瞥了柳嫣然一眼，臭不要脸，谁看你了？柳嫣然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瞪了穆天云一眼。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刚才是狗在看我。穆天云嘴角勾起了一丝嘲讽的笑意，随即再次加快了速度。柳嫣然一听，顿时气得怒火中烧。两人速度都很快，不到1刻钟便闯出了玄甲巷。当他们走出来的一刹那，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就连一些内门长老也将目光注意到了他们的身上。大约片刻后，外门前10的天才们也纷纷走出了玄甲巷。与此同时，在外门广场不远处的一座塔楼内，姬无情和姬无心两姐妹脸上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姐，这个混蛋果然出现了。姬无心眼神充满杀气，目光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穆天云。别着急，等他进入内门后，我们有的是机会收拾。姬无情冷冷地说道。一想起对方敲诈了自己的储物袋，姬无情脸上就不由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寒气。他的储物袋里不但有大量的金币，还有不少凝神丹，最重要的是他的贴身内衣全部都在里面。这次我一定要把他踢成太监。姬无心咬牙切齿地说道。一想起自己差点被掐死，满嘴的门牙都被打了下来，他心中的怒火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此刻的穆天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他静静地站在擂台上，等待着第1轮的考核结束。大约半个时辰后，第1轮考核彻底结束，最终成功闯过玄甲巷的人仅仅只有80人。恭喜你们成功闯过第1轮，接下来将进行前10排位战以及冠军争夺战。周朝平再次站了出来，将第2轮大比的规则详细的说了一遍。第2轮大比的规则非常简单，采用淘汰制的方式，直至决出前10名选手。待决出前10名选手后，下来将进行前10排位战，最后获胜场次最多者便是最终冠军。接下来的淘汰赛将按照抽签顺序对决。穆天云意外抽到了80号，而他的对手将是1号。第1场，萧连林对战穆天云。擂台裁判声音洪亮地说道。随着裁判话音一落，一名黑衣男子腾空跃起，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上。此人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9层，在所有外门弟子当中排名第50名。听到自己的名字，穆天云身形一跃而起，干脆利落地落在了擂台上。小子，你最近在这外门可谓是声名大噪，今天我倒是要瞧瞧，你究竟是真有过人的本事，还是仅仅徒有虚名。萧连林目光如炬，冷冷地凝视着穆天云，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神情。面对萧连林的挑衅，穆天云仿若未闻，静静地等待着战斗开始，压根就没有搭理对方的意思。战斗开始，裁判一声令下，声音响彻整个擂台周围。臭小子，给我滚下去吧！随着裁判话音刚落，萧连林身形如电，瞬间身体腾空而起，直接一掌朝着穆天云拍了过去。这一掌蕴含着强大的原力，就连周围的空气都发出了尖锐的破空之声，足见这一掌的威力之大。一时间，全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穆天云的身上，尤其是柳嫣然、杜子腾以及那些外门前10的天才们，都将目光紧紧地锁定在穆天云身上。毕竟这段时间穆天云的风头实在是太过强盛，而大家对他的实力却知之甚少，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究竟如何应对萧连林这强势的一击。面对这看似凌厉至极的一掌，穆天云眼神沉稳如渊，波澜不惊，依旧气定神闲地静静站在原地。这家伙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此刻周围一众观战之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目光如同被磁石吸引一般，紧紧地锁定在穆天云身上，眼神中满是紧张。就在萧连林的手掌即将触及穆天云身体之际，他身形陡然移动，如鬼魅般一闪，巧妙地避开了这凌厉的一击。萧连林一掌落空，由于惯性使然，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冲了好几步。下去吧你！穆天云冷喝一声，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右腿如同一根钢铁巨柱，带着千钧之力猛地一击横扫。刹那间，一道凌厉的腿风呼啸而起，带着势不可挡的力量，重重地扫在了萧连林的背上。砰！一声闷响骤然响起，萧连林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袭来，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直直地朝着擂台下方重重摔去。全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这混蛋实力竟然如此之强。柳嫣然那绝美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震惊之色，她着实没有想到慕天云竟然如此轻松就化解了萧连林的攻击，而且还将对方轰下了擂台。杜子腾的脸色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虽然他也能轻松击败萧连林，但却无法做到一招将其击败。与此同时，高台上的几位长老眼中不禁流露出一丝期待的神色。很明显，这些阅历丰富的长老已经留意到了慕天云。当慕天云走下擂台的那一刻，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不少女弟子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热情地为他鼓掌喝彩。不得不说，在颜值方面，慕天云的确升得极为英俊帅气，尤其是随着修为的逐步提升，他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愈发吸引异性的目光。天云，虽然你拥有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但若是遇到柳嫣然，切不可掉以轻心。花月容面带温柔，轻声提醒道：放心吧，以我如今所具备的实力，他还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慕天云淡然一笑，眼神中透露出一股自信光芒。虽然他目前仅仅处于炼气境第9层，但凭借体内强大的元力，即便是对上寻常的凝神境第2层修者，他也有十足的信心与之一战。我自然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只是怕你念及往昔的情分，到时候会吃大亏。花月容微微蹙眉，笑着说道：放心吧，我慕天云可不是优柔寡断之人。你想多了，我慕天云可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大比的冠军对我非常重要，我可不会心慈手软。慕天云语气坚定地说道：你能这般想，那便再好不过了。花月容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擂台上的战斗依旧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着，现场的气氛也愈发高涨。胜出的弟子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悦与自豪，而那些不幸失败的弟子脸上则难掩落寞与沮丧，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甘。大约2个时辰过后，再次轮到慕天云登台。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名身着红衣的少女。这名女子在这外门之中乃是排名前30的天才人物，凭借着出众的容貌和不凡的实力，在外面拥有着无数的追求者。此女刚一登上擂台，便朝着慕天云施展起了美人计。只见她眉眼含情，声音嗲里嗲气，说道：穆公子，听闻你实力非凡，小女子今日有幸与你切磋，还望公子手下留情呢。红衣女子声音如同黄莺出谷，婉转娇柔，让人听了不禁心生荡漾。面对红衣女子的美人计，慕天云却不为所动。他深知这是对方的策略，自然不会轻易上当。不过慕天云也并未下狠手，毕竟这只是一场切磋比试，并非生死之战。在与这名红衣女子切磋了10几招之后，他巧妙地抓住对方的一个破绽，施展出恰到好处的力量，将对方击败。慕天云展现出的风度让那名红衣少女心生好感。下台之前，他还特意朝着慕天云抛了个媚眼。他心里自然清楚，慕天云已经手下留情，否则以自己的实力不可能与对方交手这么多个回合。战斗依旧在紧张而激烈地持续着。大约又过了1个时辰，慕天云凭借着自身实力再次击败了一名对手。至此，他顺利地闯入了前10名。与此同时，柳嫣然、杜子腾以及其他那些原本排名靠前的天才，也都凭借着各自的实力成功跻身10强之列。接下来将进行至关重要的10强排位战，以及最为引人瞩目的最终冠军争夺战。此刻，现场的气氛渐渐变得凝重而紧张起来，所有人都将炽热的目光投向了擂台上的10强选手。你们说，这次的冠军究竟会花落谁家呢？一名弟子忍不住开口问道。这还真有些难以预料啊！这一届外门前10的天才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非要让我推测的话，我觉得柳嫣然夺冠的概率应该是最大的。另一名弟子分析道。柳嫣然确实很有机会夺冠，不过那个慕天云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我感觉他很可能会成为此次外门大比最大的变数。又有一名弟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刻现场众人议论纷纷，各抒己见，都在兴致勃勃地预测着接下来大比冠军的最终归属。随着战斗的大幕正式拉开，最先登台对决的是柳嫣然和杜子腾。柳师妹，虽说你实力出众，但今日这场大比关乎我杜子腾的前途命运，我绝不会手下留情。杜子腾目光凝视着柳嫣然，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坚定的决心。虽然他对柳嫣然有些想法，但这场大比关乎自己的未来前途，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手下留情。杜师兄不必手下留情，尽管全力出手便是。柳嫣然神色冷漠，语气冰冷地回应道。那柳师妹可要小心了。杜子腾言罢，手中长剑猛地一挥，一抹耀眼的剑气如同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带着凌厉的气势朝着柳嫣然迅猛劈了过去。他心里十分清楚，柳嫣然实力强劲，若是稍有大意，自己便毫无胜算可言。所以他一出手便倾尽全力，试图凭借着凌厉的一击将对方一举压制下去。柳嫣然见状，身形如同一朵轻盈的花瓣，凌空飘起，
巧妙地避开了对方这是大力沉的一剑。紧接着，他长袖一挥，一道白色长绫如同闪电般急射而出，瞬间朝着杜子腾的手腕缠了过去。那长绫速度极快，犹如灵蛇出洞，让人防不胜防。杜子腾心中猛地一惊，连忙挥动手中长剑，企图将这道长绫劈断。然而，他的速度终究还是慢了一拍。就在他长剑挥动的刹那间，柳嫣然的长绫已然精准地缠住了他的手腕。随后，柳嫣然猛地一扯，那力量之大，直接将杜子腾手中的长剑扯落在地。杜子腾毕竟身为外门前10的天才，在长剑落地的瞬间，他反应极快，右手如闪电般一把拽住了长绫。紧接着，他借助身体的惯性，凌空一拳朝着柳嫣然轰了过去。拳风呼呼作响，带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柳嫣然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左手再次一挥，袖袍内又窜出了一道长绫。这道长绫如同灵动的灵蛇一般，瞬间缠住了杜子腾的喉咙。感受到脖颈处传来的窒息感，杜子腾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恐惧和震惊。他实在没有想到，柳嫣然竟然如此轻易的便击败了自己。杜师兄，你输了。柳嫣然神情冷漠地扫了杜子腾一眼，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怜悯。我输了。杜子腾无奈地叹了口气，心中虽有万般不甘，但也只能接受失败事实。这柳嫣然的实力也太强了吧，简直超乎想象。是啊，杜子腾的修为可是达到了炼气境巅峰，没想到在柳嫣然手里居然毫无还手之力，真是让人惊叹不已。此刻现场一片哗然，众人谁也没有料到柳嫣然竟然如此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杜子腾。这场精彩的对决让所有人都对她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女人实力果然不容小觑。慕天云心中暗自思忖，眼神中闪过一丝凝重。他看得出来，柳嫣然的实力确实强劲非凡，在同境界的众多修者当中，绝对称得上是顶尖的存在。他刚才与杜子腾的战斗，无论是功法的施展，还是战斗技巧的运用，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下一场，慕天云对战胡志忠。擂台裁判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彻全场，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慕天云身形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轻盈地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上。慕天云，你竟敢顶撞柳师妹，今日我定要好好教训你一顿，让你知道得罪柳师妹的下场。胡志忠目光阴鸷，眼神中透出一抹阴冷的杀气。死舔狗，有病吧？慕天云冷冷地扫了胡志忠一眼，脸上露出了无语的表情。你找死！胡志忠彻底被激怒，手中长刀猛地一挥，整个人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瞬间朝着慕天云飞扑过去。虽然他确实是柳嫣然身边的舔狗之一，但被人当众说出来，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愤怒。傻逼！慕天云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了鄙夷。紧接着，他手中铁剑骤然出鞘，一道凌厉无比的剑气带着一抹耀眼的寒光，瞬间朝着胡志忠的手腕抹了过去。这剑气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且速度快到极致。嗤！一道清脆的肌肤划破声响起，胡志忠手中长剑瞬间脱手掉落，鲜血如同泉涌般染红了他的手臂。慕天云手中长剑再次一挥，速度快如闪电，瞬间架在了胡志忠的脖子上。冰冷的剑刃紧贴着胡志忠的肌肤，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别杀我，我认输。胡志忠吓得连忙开口求饶。没本事就别装逼。慕天云不带一丝感情，直接一脚迅猛地踢在了对方的肚子上。砰！一声巨响，胡志忠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整个人便如同一颗被击飞的炮弹，被踢得倒飞了出去。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了擂台之下，扬起了一片厚厚的灰尘。这家伙战斗力也太强了吧！是啊，胡志忠那可是外门排名第9的天才，居然被他一招就击败了。这一刻，周围观战的人都瞪大的眼睛，脸上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与此同时，柳嫣然、杜子腾以及另外几名前10的选手脸色都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他们原本以为慕天云只是徒有虚名，被众人吹嘘出来的而已，名气远远大于实力。而且在见到了慕天云如今的实力后，他们彻底打消了轻敌的念头。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慕天云展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凡是与他对阵的选手通通被他一招秒败。下一场，慕天云对战杜子腾。裁判的声音再次如雷般响起，打破了现场短暂的寂静。听到自己的名字，杜子腾脸色瞬间阴沉的难看至极。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实力与胡志忠在伯仲之间，慕天云能轻松的击败胡志忠，那么击败他也不在话下。杜子腾，你该不会连上台的胆量都没有吧？慕天云冷冷地看着杜子腾，脸上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挑衅。慕天云，你真以为我怕你不成？杜子腾咬着牙，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最终在众人的注视下，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上了擂台。原本他确实有认输的打算，可慕天云如此嘲讽，
他要是不上台的话，那可就丢人丢大了。战斗开始，裁判大声喊道：“穆天云，去死吧！”杜子腾怒吼一声，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他身形腾空跃起，挥剑便朝着穆天云狠狠地劈了过去。这一剑蕴含着他无尽的愤怒，耀眼的剑锋带着刺耳的风声，仿佛要将空气撕裂，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就这点实力吗？穆天云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眼神中满是轻蔑。他身体微微一侧，动作轻盈而敏捷，如同一只灵动的飞燕，轻松躲过了这凌厉的一击。再吃我一剑！杜子腾一剑落空，连忙再次挥动手中长剑，疯狂地朝着穆天云杀了过去。他深知自己实力不如穆天云，所以一出手便使出了浑身解数。穆天云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身形骤然一闪，速度快如鬼魅，瞬间欺身而上。只见他伸出手，如同一把铁钳般，一把扣住了杜子腾的手腕，让其的剑势瞬间停滞。怎么可能？杜子腾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惊，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拼命想要挣脱穆天云的束缚，却发现对方的手腕如同钢铁一般，无论他如何挣扎，始终无济于事。我让你装逼！穆天云冷哼一声，右手猛地一拳挥出，这一拳凝聚了他强大的元力，带着千钧之力，重重地轰在了杜子腾的肚子上。砰！一声闷响，杜子腾只觉腹部传来一股钻心的剧痛，嘴里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弓起，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以后还敢嚣张吗？穆天云嘴角勾起了一丝戏谑的笑意，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调侃，说着，他右手瞬间连出数拳，如同疾风骤雨般狠狠地轰在了杜子腾肚子上，每一拳都带着强大的力量，让杜子腾痛不欲生。杜子腾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嘴里发出一阵痛苦的闷哼，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身体不断颤抖起来。杜子腾，你这名字倒是取得挺贴切的，不是从小就肚子疼，所以你母亲才给你取这个名字。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说完这句，他一脚狠狠地踢在了杜子腾的肚子上。砰！杜子腾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重重地摔在了台下。台下众人都看呆了，他们被眼前这一幕彻底震撼住了。谁也没有想到，杜子腾居然会被穆天云打得如此凄惨，毫无还手之力。这穆天云也太狠了吧！杜子腾完全被碾压啊！众人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如同潮水般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柳嫣然看着擂台上的场景，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脸色变得愈发难看了起来。原本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实力，应该有很大的机会拿到最终的冠军。然而，随着穆天云在比赛中实力渐渐显露出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了。哥，一定要狠狠弄死那个混蛋！杜子腾气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神中仿佛燃烧着两团阴毒的恨意之火。放心吧，还有8天就是生死战，到时候我定要废掉他的丹田，再把他踢成太监，让他后半辈子都在悔恨与痛苦中苟延残喘。杜天明声音冰冷刺骨，眼中透着令人胆寒的杀意。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轻易杀了他，确实太便宜他了。杜子腾眼中的阴毒愈发浓烈。这个名叫穆天云的小子天赋还不错，在同境界当中几乎可称无敌。一名内门长老眼中闪烁着欣赏的光芒。那个叫柳嫣然的女娃也相当出色，此次大比的冠军恐怕就在他俩之间诞生了。一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说道。周朝平，可有那小子详细的资料？秦秀峰主季兰月好奇地问道。季峰主，这是那小子的资料，您请过目。周朝平语气恭敬有加，连忙将穆天云的资料递了过去。1年前考核的时候，经脉还是堵塞的，如今短短1个月时间，修为居然突破到了炼气境第9层，看来这小子应该有些机遇。季兰月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季峰主，你们秦秀峰向来不是只收女弟子吗？一名气质不凡的中年男子面露疑惑，忍不住开口问道。怎么，本座难道就不可以收男弟子吗？季兰月神色冷淡，不冷不热地回应道。那倒不是，只是你秦秀峰的功法特性相对更适合女子修炼，若你把他收为弟子，岂不是白白浪费天才？中年男子赶忙解释道。是啊，这小子天生就是一个剑术奇才，若是能放到我的霸剑锋，他日必将成为一代绝世天骄。一名身着白衣道袍的中年男子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你霸剑锋的剑术过于刚猛，相比之下，远不如我灵剑锋的功法更适合他。之前那名中年男子不甘示弱，据理力争地说道。我看这小子元力极其浑厚，若是加入我天刀锋，说不定能成为一代顶尖的刀修，在刀道上大放光芒。一名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豪迈气息的男子开口说道。好了，你们别争了，等会儿让这小子自己做选择吧。一名气质高贵、身材丰腴、成熟优雅的道姑说道。轩辕长老说的有理，到时候就让他自己选吧。一时间，
高台上的长老和各大峰主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原本激烈的争论声渐渐平息。与此同时，擂台上的战斗仍在如火如荼地持续着。此刻，在众多参赛选手中，唯一保持全胜战绩的唯有穆天云和柳嫣然二人。最后一场，穆天云对战柳嫣然。擂台裁判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再次响起，清晰地传遍全场。随着这一声令下，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如被磁石吸引一般，齐刷刷地聚焦在擂台之上。穆天云神色平静，周身散发着一种内敛而沉稳的气势。只见他双腿轻点地面，身体腾空跃起，飘逸地落在了擂台上。柳嫣然身姿飘然而起，如同仙女一般，徐徐地落在了擂台上。她身姿婀娜，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与清冷。一袭粉色长裙随风飘动，宛如一朵盛开在风中的娇艳花朵，却又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两人在擂台中央站定，目光交汇，仿佛有火花在空气中碰撞，瞬间点燃了现场紧张的气氛。穆天云，虽然你实力很强，但此次大比的冠军，我柳嫣然志在必得。柳嫣然声音清冷如霜，眼中满是傲然之色。柳嫣然，冠军是靠实力来争夺的，不是你一句志在必得就能拿得到的。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丝不屑的笑容。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柳嫣然眼中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手中长剑骤然出鞘，剑身闪烁着冰冷的寒光。少废话，出手吧。穆天云语气淡然，眼神中流露出的那一丝轻蔑。吃我一剑。柳嫣然冷哼一声，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手中长剑直直地朝着穆天云的胸口刺去，剑势凌厉，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身体微微侧倾，动作轻盈而敏捷，轻松躲过了这凌厉的一剑。紧接着，他双手一挥，一股无形的气劲弥漫开来，瞬间将柳嫣然的剑势完全压制，阻挡住了他的进攻。这怎么可能？他实力怎么会如此之强？柳嫣然心中猛地一惊。原本他以为这一招穆天云必定不敢正面硬拼，却没想到穆天云如此轻易就化解了他的攻势，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想到这里，柳嫣然迅速调整剑势，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而致命的弧线，剑尖带着点点寒芒，瞬间朝着穆天云的周身要害刺去。他的剑招变幻莫测，让人防不胜防。穆天云神色镇定自若，身形微微移动，脚下步伐轻灵飘逸，如同漫步云端，不慌不忙地躲避着对方如疾风骤雨般的攻击。不得不说，柳嫣然的实力确实强劲非凡，远比一般的炼气境第9层修者要强大得多。他的剑法精妙绝伦，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与技巧。好在穆天云修炼的是九阳式神诀这种顶尖功法，此功法玄妙无比，能让他体内的元力源源不断，远比一般修者雄浑强大。凭借着深厚的元力底蕴，穆天云在面对柳嫣然的攻击时，应对起来游刃有余。转眼之间，两人已经交战了7、8招。柳嫣然的剑法虽精妙无双，但在穆天云强大的元力与巧妙的身法面前，却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穆天云则越战越勇，施展出追风剑法，剑招连绵不绝，一波又一波朝着柳嫣然发起猛烈的反击。眼看自己久攻不下，迟迟占不到任何便宜，柳嫣然的脸上不禁泛起了一丝冰冷的寒霜。这次大比的冠军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倘若拿不到冠军，就无法得到梦寐以求的凝灵参。而若没有凝灵参的辅助，以他目前的修炼进度，要想突破到凝神境，恐怕还需要漫长的1、2个月时间，这无疑会极大的影响他的修炼进程。柳嫣然，今天你输定了。穆天云神色冷漠，声音不带一丝温度。话音未落，他右手猛地一挥，一股强大的元力如汹涌的洪流，瞬间凝聚并轰在了柳嫣然的手腕上。哐当！柳嫣然只觉手臂仿佛被重锤猛击，一股钻心的剧痛袭来，手中长剑脱手而出，直直地掉落在地。不过他毕竟是外门首屈一指的顶级天才，在长剑脱手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左手如闪电般挥动，一道白色长鳞如同灵动的灵蛇，瞬间朝着穆天云的脖颈缠绕而去。他的动作一气呵成，尽显其战斗经验之丰富与反应之敏捷。穆天云目光如电，身形如鬼魅般一闪，左手精准无比地将那白色长鳞紧紧拽在手里。紧接着，他的身体仿佛化作一道疾驰的残影，顺势直接一脚朝着柳嫣然迅猛踢去。这一脚蕴含着强大的元力，犹如奔雷之势。砰！一声闷响如惊雷般传开，柳嫣然只感觉腹部仿佛被巨石击中，一股剧痛瞬间蔓延全身，身体不受控制的瞬间被踢得倒飞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就在柳嫣然快要飞出擂台之际，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手中长鳞再次奋力甩出，如同一条敏捷的蛟龙，直接缠在了擂台边缘的柱子上。他借助这股力量，强行将自己拉回了擂台边缘，双脚堪堪落在擂台的边缘处，身形摇摇欲坠。然而
就在柳嫣然刚落在擂台边缘的那一刹那，穆天云的身形如同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瞬间欺身而上，手中长剑寒光一闪，直接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冰冷的剑刃紧贴着他的肌肤，散发出丝丝寒意。你说了。穆天云神情冷漠依旧，语气冷冷地吐出这3个字。穆天云，虽然这次你赢了，但总有一天我定会赢回来。柳嫣然声音微微颤抖，夹杂着一丝愤怒与不甘。不好意思，我不想再与你有任何纠葛，所以你根本就没机会再赢我。当然，如果你非要招惹我，那别怪我不客气。穆天云冷冷地扫了柳嫣然一眼，目光如利刃般冰冷，随后转身走下了擂台。柳嫣然听闻此言，气得浑身剧烈颤抖，心中恨意与不甘如汹涌的潮水般翻涌。这个曾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男人，如今却将所有的宠爱都给了自己的闺蜜，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她内心充满了怨愤，恨意如同毒藤般在心中肆意生长。随着这场精彩绝伦的战斗落下帷幕，现场顿时一片哗然，气氛瞬间被推至顶点。一时间，所有外门弟子看向穆天云的眼神中都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崇拜与敬畏。很快便是备受瞩目的颁发奖励环节。按照比赛规则，进入前10名的外门弟子将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并且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贡献值奖励，这无疑是对他们实力的认可与鼓励。而大比冠军所获得的奖励则更为丰厚，不仅可以得到1株真凝灵参和50点贡献值，还能拥有进入藏书阁与藏宝阁2楼的宝贵资格。这对于任何一名弟子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机遇。穆天云，恭喜你勇夺本次外门大比的冠军，这是50万贡献值卡以及1株凝灵参。周朝平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眼神中满是赞赏。随即他将1张贡献卡以及1株散发着淡淡灵光的凝灵参递到了穆天云面前。多谢周长老。穆天云语气恭敬有加，微微躬身行了一礼，举止间尽显谦逊有礼。行了，自今日起你便正式成为内门弟子了，往后需潜心修炼，砥砺前行，切勿辜负宗门对你的殷切栽培。周朝平脸上流露出一丝期许的笑容，目光中饱含着对穆天云未来的期待。弟子定当全力以赴，潜心修炼，绝不辜负宗门的悉心栽培。穆天云神色郑重，坚定地点了点头，眼神中透露出对未来修炼之路的决心。穆天云，本座乃灵剑峰主陈道灵，观你天赋异禀，不知你可愿投入我灵剑峰门下？一名气质不凡、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了过来，眼神中满是期待。穆天云，你体内元力刚猛纯阳，与我天刀锋的功法相得益彰。若你加入我天刀锋门下，本座将亲自收你为徒，倾囊相授，指导你修炼。天刀锋主高星红也跟着站了出来，言语间充满了诚意与招揽之意。好了，你们俩就别争了，此子与我霸剑锋缘分匪浅，唯有加入霸剑锋，方能将他的天赋发挥到极致。霸剑锋主力星豪双手抱胸，自信满满的开口说道。一时间，各大峰主以及众多长老纷纷向穆天云抛出了橄榄枝，场面热闹非凡。众人都对穆天云的天赋极为看重，都希望能将他收入自己门下，为自己的锋门增添一位杰出的弟子。面对这么多身份尊崇的峰主和长老争着要收自己为徒，穆天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他深知，若是能够拜入这些峰主门下，对自己而言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将极大的助力自己的修炼之路。然而此前他并未对各峰的情况做过详细调查，更未曾料到会出现如此多的峰主和长老竞相招揽的局面。其他人见状，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羡慕嫉妒的神情。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拜入一名内门长老门下，便已经是天大的幸运，可遇而不可求。而如今，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身份尊贵的峰主们，却一个个争着要收穆天云为徒，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们心中不由升起了一丝羡慕与妒忌。好了，你们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的，这小家伙估计也不知该如何抉择。我看不如这样吧，先测测他的天赋属性，看看他究竟更适合谁。一名气质不凡的中年男子开口说道。说的有道理，那就先测测他的天赋。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天刀锋主高星红当即拿出了一块巨大的测试石，稳稳地摆在了穆天云面前。这测试石表面光滑，散发着神秘的气息，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小家伙，运转你体内的全部元力，往这块石头上全力打一拳试试。高星红开口说道，眼神中充满了期待。穆天云闻言，神色平静，缓缓站在那块巨大的测试石前。他心里清楚，这一拳很可能决定他未来的走向，但他心中并没有太多的紧张，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平静。穆天云深吸一口气，运转起体内的九阳式神诀。刹那间，周身元力如同百川归海般迅速汇聚，在他的拳头上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紧接着，他猛地一拳狠狠砸在了测试石上，拳风呼啸，犹如龙吟虎啸。轰！刹那间，测试石上光芒大作，
一道暖色光芒如同一轮初升的朝阳，瞬间照亮了整个外门广场，刺得众人眼睛微微眯起。然而这光芒只是短暂的闪耀了一下，便如同流星般迅速消逝，测试时重新变得暗淡无光。刚才的光芒仿佛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奇怪，这道光芒怎么如此短暂？高星红和其他峰主、长老们脸上都露出了一丝疑惑，他们纷纷围了上来，仔细查看测试时的反应，试图从中找出原因。大约片刻之后，众人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失望之色，原本眼中的期待瞬间化为乌有。居然是无属性！高星红喃喃自语，语气中满是惋惜。这小子战斗力如此之强，元力更是远超同境界之人，怎会是无属性天赋呢？实在令人费解。是啊，无属性天赋虽说相对稳定，可在修炼意图上却很难实现大的突破，未来的成就有限啊。灵剑峰主陈道灵微微摇头，叹息着说道：这孩子虽然如今战斗力很强，但他没有天赋属性，这恐怕不太契合我们灵剑峰的功法。没错，我们霸剑锋对天赋属性要求极高，非得是金属性天赋不可，哪怕仅有那么一点点金属性，倒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可这小娃娃竟然一丝金属性都没有。霸剑锋主力星豪也是一脸无奈，缓缓摇了摇头。一时间，众人心中纷纷打起了退堂鼓，收慕天云为徒的念头如过眼云烟般消散。毕竟他们虽看重慕天云展现出的实力，然而天赋属性对于修炼者而言实在是重中之重，几乎决定了一个人在修炼道路上的上限。此刻现场所有的长老和峰主都沉浸在一片失望当中。然而站在一旁的一名身材丰腴、气质高贵的道姑，眼神中悄然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慕天云静静地站在原地，神色一如既往的平静，脸上并未流露出丝毫失望的神情。在他看来，自己的天赋绝非平庸之辈，之所以未能检测出属性，说不定问题就出在这块测试石上。毕竟世间之事无奇不有，不能仅凭这一次测试就妄下结论。柳嫣然和杜子腾等人瞧见这一幕，脸上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随后各大峰主以及长老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其他弟子，开始挑选心仪的传承之人。柳嫣然，你可愿拜入我秦秀峰门下？秦秀峰主季兰月声音清冷地问道。弟子愿意。柳嫣然听闻此言，脸上顿时绽放出欣喜的光芒，连忙恭敬地行了一礼。很快其他弟子们都纷纷拜入了长老或者峰主的门下，一时间拜师的场景热闹非凡。唯有慕天云一人静静地伫立在原地，宛如一颗被遗忘的孤星，形单影只。慕天云，虽然你暂时比我厉害，但没有天赋属性，你未来的成就终究会受到限制。柳嫣然脸上涌起一丝得意之色。自以为是的女人。慕天云冷哼一声，脸上透着一丝鄙视。哼，咱们走着瞧。柳嫣然恶狠狠地瞪了慕天云一眼，随后便恭敬地跟随自己的师尊转身离开了现场。就在众人陆陆续续散去之时，一名气质高冷、身材妖娆、容颜绝美的成熟道姑迈着优雅的步伐缓缓走了过来。慕天云，你可愿意拜入本尊门下？绝美道姑的声音清冷悦耳，却又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敬畏。弟子慕天云拜见师尊。慕天云心中一动，连忙单膝跪地，恭敬地行了一礼。他能感觉得到，眼前这位绝美道姑实力深不可测，甚至远超现场的这些峰主和长老。因为对方身上那股超凡脱俗、飘然若仙的气质，给人一种十足的世外高人之感，让人不禁心生敬仰。众人听闻此言，纷纷愣住了，脸上写满了惊讶与疑惑。轩辕长老今日怎么突然有了收徒的兴致？季兰月心中好奇，忍不住开口问道。我身边恰好缺一个炼丹童子，这小子看着道环机灵，若是好好调教一番，说不定日后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炼丹师。轩辕轻柔语气平淡，声音淡淡的说道。众人一听，脸上顿时露出了羡慕的表情。要知道，轩辕轻柔可是顶级炼丹师，在整个天玄帝国那都是声名远扬、排得上号的存在。即便是流云宗主见到他，也得礼让3分，对他敬重有加。这些年来，无数人渴望拜入他的门下，期望能得到他的指点与传承，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收徒的打算。云儿，跟为师走吧。轩辕轻柔手中拂尘轻轻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托起慕天云，稳稳地将他带起，然后便朝着远处飞速驰而去。这就是飞行。慕天云心中无比激动，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他都曾无数次幻想过自己能遇见飞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宇宙之间。如今虽然并非凭借自己的力量飞行，但这奇妙的体验却让他看到了一丝实现梦想的希望。慕天云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修炼，终有一天自己也能够驾驭仙剑，翱翔天际。大约过了片刻，慕天云便跟随轩辕轻柔来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这座山峰宛如一柄利剑，直插云霄，
气势磅礴。山峰之上，景色宜人，灵气充裕，宛如人间仙境一般，如梦如幻。在山峰的顶部，有一座清澈见底的湖泊，湖水宛如镜面，倒映着周围的山川景色，美不胜收。湖泊旁边坐落着一座充满古典韵味的精致小院，小院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散发着一种宁静祥和的气息。这本《灵药大典》上面记载着世间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药材，给你3天时间，必须全部背下来。要是有一味药材记不住，那就围着这个山峰跑1万圈。轩辕轻柔声音清冷而又威严，直接将一本厚厚的古籍递给了慕天云。是，师尊。慕天云连忙恭敬地应了一声。这是搭建木屋的图纸，那边有块空地，你自己去搭建个木屋吧。轩辕轻柔说着，递过来一块图纸给慕天云。弟子明白。慕天云恭敬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着不远处的树林走去，开始砍伐树木。将树木砍伐好后，他便开始着手搭建木屋。花费了半天的时间，慕天云终于搭建出了一座简易的木屋。好在轩辕轻柔给了他一张图纸，不然仅凭他自己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搭建木屋。将木屋搭建好后，慕天云便迫不及待将那本厚厚的《灵药大典》拿了出来，然后坐在木屋前认真地阅读了起来。这么厚，3天时间怎么可能背得完？慕天云心中一阵无语。然而一想到轩辕轻柔那威严的眼神以及跑1万圈的严厉惩罚，他最终只能咬咬牙，硬着头皮背了下去。以他目前的修为，围着这座山峰跑个1000圈或许问题不大，可要是跑1万圈的话，恐怕双腿都得跑废。他可不想遭受这样的惩罚，只能全力去背这一灵药大典。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慕天云废寝忘食，全神贯注地钻读着这本灵药大典。令他颇感意外的是，自穿越到这个世界后，他的记忆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乎达到过目不忘的地步。终于全部背熟了，我还真是个天才啊！就凭我这记忆力，要是能回到前世考个北大清华，那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慕天云嘴角微微扬起，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不过他很快便收敛了笑容，心中暗自思忖道：不行，还有几个时辰，我得再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才行。你要是出了岔子，那可就麻烦大了。于是慕天云再次小心翼翼地将《灵药大典》翻开，眼神中透露出专注与坚定，又一次专心致志地研读起来。这一遍他读得格外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将每一个字都刻在心底。转眼又过去了2个时辰，在确定已经完全记住书中的所有内容后，慕天云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如今这本《灵药大典》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往后无论遇到何种药材，慕天云只需一眼便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书中详尽记载的各种药材功效，让他在医学领域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医术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随后慕天云怀揣着那本《灵药大典》，再次来到了轩辕轻柔的院子。此刻他心中虽有些忐忑不安，但更多的是期待与自信。师尊，弟子已经将《灵药大典》完全背下。慕天云微微躬身，恭敬地行了一礼，而后双手将《灵药大典》递了过去。第456章，3味药材分别是什么？它们又各自有着怎样的功效？轩辕轻柔的声音清冷如霜，脸上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断魂草可治疗人的灵魂创伤，若将其炼制成丹药，还能够增强一个人的灵魂力。慕天云语气恭敬，有条不紊地将这味药材的功效详细地背诵出来，声音清晰而坚定。不错，看来这几天你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从今天起，为师便开始教导你炼丹之术。轩辕轻柔微微点了点头，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欣赏的笑容。多谢师尊。慕天云连忙再次恭敬地行了一礼，心中满是感激与兴奋。对他而言，能够拜入像轩辕轻柔这样的顶级炼丹师门下，无疑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遇。慕天云深知，对于一个修炼者来说，若想在修炼之路上快速成长，资源的辅助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倘若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炼丹师，那么日后便再也无需为修炼资源而忧心。要知道，在这苍蓝大陆上，炼丹师可是身份最为尊贵的存在。他们不仅精通炼丹之术，能够炼制出各种神奇的丹药，助力修炼者提升修为，而且炼丹师还深谙医术，能够妙手回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无论走到哪里，炼丹师都会受到众人的尊崇与敬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慕天云始跟随在轩辕轻柔身边，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专心学习着炼丹和医术。然而这段学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令慕天云感到颇为痛苦的是，轩辕轻柔虽拥有倾城绝世的容颜，宛如仙子一般，但却极为严苛，甚至可以用残暴来形容。每当慕天云在分拣药材时出现差错，或是炼丹过程中不幸炸炉，轩辕轻柔便会毫不留情地暴揍他一顿。而且
动不动就罚他去外面围着山峰跑1万圈。那山峰高耸入云，跑上1000圈已经十分艰难，更遑论1万圈，这无疑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惩罚。好在慕天云天资聪慧，记忆力更是远超常人，在经历了几次皮肉之苦后，他愈发谨慎，炼丹术也终于有了显著的长进。如今在分拣药材的时候，他再也不敢有丝毫大意，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虽然轩辕轻柔的教导方式极为严苛，但慕天云心中却没有丝毫怨言，反而学习得愈发认真刻苦。他深知轩辕轻柔虽然表面上严苛无情，甚至动不动就用皮鞭抽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正因如此，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医术和炼丹术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不仅如此，轩辕轻柔也并非只专注于传授炼丹之术，偶尔也会悉心指导他修炼，这还专门传授了他好几套功法。对于这位既严苛又美得令人心颤的师尊，慕天云心中充满了敬畏与感激。他明白，若仅凭自己的天赋将修为提升上去，每提升一个小境界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然而如今他有了这样一位顶级炼丹师教导，未来的修炼之路显然要平坦得多。接下来的时间里，白天慕天云紧紧跟随着轩辕轻柔，全神贯注地学习炼丹和医术。晚上他则会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静谧的夜晚中专心致志地修炼，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在宁灵参的辅助之下，慕天云的修为一举突破到了凝神境。这一突破让他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显著提升。紧接着，慕天云又利用地狱妖犬内丹的强大能量，成功突破到了凝神境第2层，连续突破2个境界，这让慕天云的脸上洋溢着欣喜之情。此时距离他和杜天明的生死战只剩下2天时间。如今修为达到了凝神境第2层，一直高悬在他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落了地，心中也多了几分底气与自信。云儿，为师传你的轩辕剑法修炼的如何了？轩辕轻柔的声音清冷悦耳，缓缓走到了慕天云面前。他身姿婀娜，气质高冷，宛如傲雪寒梅，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师尊，这套剑法高深莫测，弟子修炼了5天，也才勉强修炼到入门阶段。慕天云语气中微微带着一丝紧张，小心翼翼地回答道：你还真是个猪脑子啊，为师都教了你多少遍了。轩辕轻柔的声音渐渐冷了下来，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威严。师尊，弟子一定会更加努力修炼，争取早日将其修炼到小成境界。慕天云连忙低头，恭敬而坚定地回答道。经过这段时间与轩辕轻柔的相处，他对这位师尊还真有些畏惧。虽然轩辕轻柔美得令人心颤，宛如天仙下凡，但严苛起来却让人胆战心惊，因为他那可是真的会动手打人，而且动不动就罚慕天云去外面跑圈，那滋味可不好受。看好了，为师再教你一遍，不懂的地方就赶紧问，要是再学不会，看为师不抽死你。轩辕轻柔冷冷地瞪了慕天云一眼，眼神中既有严厉，又带着一丝期许。随后他缓缓拔出手中的轩辕剑，曼妙的身姿凌空跃起，如同翩翩起舞的仙子，在空中舞动起剑法。不得不说，轩辕轻柔真的美到极致，尤其是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配合着高冷绝艳的气质，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让人看一眼便忍不住沉沦其中。之前的慕天云就是因为常常被她那绝世的身姿所吸引，以至于在学习剑法时总是分心，迟迟未能掌握轩辕剑法的要领。不过这一次，慕天云学乖了，他深知生死战迫在眉睫，绝不能再掉以轻心，于是他强忍着内心的悸动，摒弃了所有杂念，不敢有丝毫分神，全神贯注地学习着剑法。轩辕轻柔挥舞着手中的轩辕剑，那剑刃在阳光下闪烁着清冷的光芒，身形如同一道绚丽的彩虹，在半空中舞动出美妙的轨迹。他的每一个剑招都蕴含着强大而磅礴的原力波动，却又不失优雅与灵动，仿佛人与剑已然融为一体，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剑法时而如疾风骤雨，剑影重重，让人目不暇接；时而又似行云流水，舒缓却暗藏杀机。这一次，慕天云彻底摒弃了所有杂念，不再被轩辕轻柔那倾国倾城的容貌与气质所干扰。他双眼紧紧盯着轩辕轻柔一招一式，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专注，不敢有丝毫懈怠。轩辕轻柔施展出最后一式剑法，身姿轻盈的缓缓落地，仿若一片飘落的花瓣，不着痕迹。他抬眼看向慕天云，目光中带着审视。看清楚了吗？再演练一遍给为师瞧瞧。语毕，他手腕轻抖，直接将手中的轩辕剑朝着慕天云丢去。慕天云刚一接过轩辕剑，一股强烈的抗拒之感便如电流般瞬间传遍全身，那剑身微微震颤，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试图挣脱他的掌控。慕天云心中一凛，连忙运转全身元力，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元力压制，从而制服这柄轩辕剑。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无济于事。轩辕剑在他手中剧烈的颤抖着，似乎对他这个新主人充满了不屑，一心想要挣脱他的束缚。慕天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脑海中飞速思索着应对之策。他再次凝聚全身的元力，试图以更为巧妙的方式彻底镇压这柄绝世宝剑。然而，虽然他尝试了各种方式，却发现自己仿佛在与一座巍峨的高山抗衡，始终无法驾驭这柄剑。而且，慕天云能清晰地感觉到，这是一柄极其高傲的绝世宝剑，以他目前的实力，要想得到这柄宝剑的认可，着实困难重重。一旁的轩辕轻柔静静地凝视着慕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期待。慕天云双手紧紧地抓着轩辕剑的剑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与这柄剑展开一场艰难抗争。时间在紧张的氛围中缓缓流逝，他额头上渐渐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体内的元力也在这场激烈的较量中消耗极大。此刻，慕天云的双手犹如钳子一般紧紧地拽着剑柄，手掌几乎因用力过度而抓出了血丝。嗡！就在这时，慕天云手掌上渗出的血丝终于触碰到了剑柄，剑身突然发出一阵嗡鸣之声。紧接着，一直在挣扎的轩辕剑突然停止了反抗，剑身微微颤抖，仿佛是在向新主人表达着某种认可。感受到轩辕剑停止挣扎，慕天云心中一喜，轻轻挥动了几剑。只见剑刃在空气中划过，带起阵阵风声，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不愧是九阳神体，仅仅只是一丝血迹，居然能让这柄神剑臣服。轩辕轻柔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震惊，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诧异。师尊，什么是九阳神体？慕天云一脸好奇地问道。九阳神体乃是一种传说中的体质，这种体质的修炼天赋远超常人，堪称万中无一。不过，拥有这种体质的人，从小经脉便会堵塞，唯有顶级强者帮忙打通经脉，才有机会踏上修炼之路。轩辕轻柔神色平静，淡淡的解释道。难怪我之前经脉一直堵塞。慕天云恍然大悟，心中豁然开朗。可是师尊，为什么我测试的时候天赋没有属性？谁说你没有属性了？轩辕轻柔微微挑眉，你可是全属性天赋修炼者，流云宗的这些垃圾测试时根本就无法测出你的真正天赋，不然你以为为师会收一个废物吗？轩辕轻柔声音清冷中带着一丝威严。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是废物？慕天云一听，脸上顿时绽放出欣喜的笑容。这柄轩辕剑乃是为师小时候的佩剑，既然你能得到他的认可，那以后便赠予你了。希望你能带着它纵横苍蓝，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轩辕轻柔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期待。弟子定会努力修炼，绝不辜负师尊的期盼。慕天云恭敬地回答。那赶紧练剑吧。轩辕轻柔神色一正，严肃地说道。是，师尊。慕天云恭敬地应了一声。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了一下内心激动的心情，随后按照刚才所记，将轩辕剑法施展开来。起初，慕天云的动作还有些生硬，显得有些生疏。毕竟，这套剑法极为高深，蕴含着无尽的玄妙，想要在短时间内融会贯通，绝非易事。但随着剑招的不断推进，慕天云渐渐进入状态，他的身形也越发灵动，仿佛与剑融为一体。轩辕轻柔则一边悠然地喝着茶，一边静静地观看着慕天云练剑。他的目光敏锐，不放过慕天云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当慕天云施展到一半时，轩辕轻柔突然开口，声音清冷而严厉。这一招不对，角度有些偏了，元力的注入也不够精准，重新来。慕天云心中一惊，犹如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他连忙停下手中的剑，仔细回忆刚才的动作，努力寻找其中的不足之处。调整之后，慕天云再次开始演练剑法。这一次，他更加小心翼翼，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完美。随着剑招的不断施展，他身上渐渐散发出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气势。剑法招式看起来更加凌厉自信，每一剑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仿佛要将周围的空气都撕裂。轩辕轻柔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虽然他嘴上一直在严厉的批评，但对于慕天云这个徒弟，他心中还是非常认可的。当初他可是足足修炼了1个月，才将这套剑法修炼到入门。如今慕天云仅仅用了5天就达到了这一地步，这确实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大约片刻后，慕天云终于将这套剑法全部施展完毕。这一遍好多了，但依旧不够熟练，还需勤加练习。轩辕轻柔语气严肃地说道。慕天云收起剑，恭敬地说道：多谢师尊教诲，弟子定会日夜苦练，绝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你天赋不错，又勤奋努力，只要继续保持，将来必成大器。这里还有一套凤舞身法，你拿去修炼吧。若能将这套身法修炼成功，未来你行走江湖也能多一份自保的实力。轩辕轻柔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赞赏，随即从储物戒内掏出了一本身法秘籍，递向慕天云。慕天云双手接过身法秘籍，轻轻打开一看，发现这套功法极其玄妙，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高深莫测的气息。而且
上面还有轩辕轻柔注解的修炼要领，每一个注解都详细而精准。多谢师尊。慕天云眼神中充满感激，声音微微有些颤抖。穿越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对他如此无私的好，而且慕天云看得出来，这些功法秘籍都极其高明，其珍贵程度超乎他的想象。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功法秘籍可是非常稀有的，往往是各大势力竞相争夺的宝贝。轩辕轻柔能如此大度地将顶级功法传授给他，这份恩情可谓比天还大。修炼的同时，也别忘记钻研医术和炼丹术。为师这段时间会闭关修炼，出关后会亲自检验你的医术和炼丹术。要是让为师知道你偷懒，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清楚。轩辕轻柔神色严肃地叮嘱道。说完，他身形一闪，如同一道流光般飞升跃起，瞬间没入了不远处的一座洞府之中。看着轩辕轻柔消失的方向，慕天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修炼，绝不辜负自己师尊的期望。随后，慕天云开始钻研起凤舞身法来。还有2天就是他和杜天明的生死战，虽然他有把握将对方击杀，但也不确定对方有没有隐藏的杀手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生死战之前，他打算将这套身法先修炼到入门境界。不到1刻钟时间，凤舞身法口诀以及轩辕轻柔留下的注解都被他全部背了一下。随着对秘籍的深入理解，慕天云开始尝试按照上面记载的方法运转元力。他盘膝而坐，将元力缓缓引入奇经八脉，按照特定的路线循环流转。一开始，元力的运行并不顺畅，像是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慕天云没有丝毫气馁，不断调整着元力的运行方式，反复尝试。经过无数次的努力，元力终于开始按照轩辕身法的路线稳定运行。慕天云只感觉一股热流在体内奔腾，身体渐渐变得轻盈起来，仿佛随时都能御风而行。他心中一喜，知道自己已经迈出了修炼这套身法的第一步。然而，修炼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实这种顶级身法想修炼成功并非容易的事情。当慕天云试图提升身法的熟练度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瓶颈。无论他如何努力，元力的运转速度都无法再加快，身形的移动也始终达不到秘籍中所描述的那般灵动。慕天云深知一味的蛮干只会适得其反，于是他停止了修炼，再次静下心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凤舞身法的每一个细节与轩辕轻柔留下的注解。突然，他回想起轩辕轻柔传授轩辕剑法时强调的心剑合一理念。慕天云心中灵光一闪，或许这凤舞身法也需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方能突破。慕天云不再单纯的专注于元力的运转，而是尝试着将自己的意念与元力深度融合。他想象自己化作一只翱翔天际的凤凰，身姿轻盈，自由灵动。随着这一想象的深入，他感觉自己与元力之间仿佛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慕天云缓缓站起身，运转元力于双腿之间，身体开始按照功法口诀移动了起来。起初，他的动作还有些生硬，但随着元力的稳定流转，身形逐渐变得轻盈飘逸起来。他如同一只出展羽翼的凤凰，在庭院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腾挪、转身都带起一阵微风，身体仿佛已经与风融为一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过去了1天。经过这1天的修炼，慕天云虽有进步，但距离身法入门仍有一段距离。为了能快速领悟这套身法，他不断地运转元力与双腿之间，全力施展凤舞身法。一时间，他的身影化作一道道残影，不断在庭院中来回穿梭。不知不觉又过去了1天。在慕天云的专心修炼之下，凤舞身法终于被他修炼到了入门境界。此刻，他感觉自己的速度相比之前足足快了3-4倍，如果配合轩辕剑法，战斗力将大幅度提升。随后，慕天云离开了自己的住处，一路朝着流云宗生死台走去。今日的生死台显得格外热闹非凡，周围聚集了不少前来凑热闹的人，将整个生死台围得水泄不通。众人的脸上都带着好奇与期待的神情。你们觉得慕天云真的会来吗？一名弟子满脸疑惑地开口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确定。他和杜天明的修为差距实在太过悬殊了，估计是不敢来赴这场生死之约的。另一名弟子微微摇头，语气中充满了笃定。没错，慕天云目前的修为仅仅才炼气境第9层，就算他炼化了那珍贵的凝灵参，撑死也不过是凝神境初期而已，根本就不可能是杜天明的对手。又一名弟子附和道，来不来，等会儿自然就知晓了。他可是外门大比的冠军，这场生死战还是他主动挑起的，要是临阵退缩的话，恐怕会沦为整个宗门的笑柄。一名较为年长的弟子不紧不慢地说道，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一时间，生死台周围议论声此起彼伏，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兴致勃勃地猜测着慕天云到底会不会现身。在生死台不远处的一块巨大的巨石之上，2名气质超凡脱俗的年轻女子正静静地伫立着。她们身姿婀娜，宛如仙子下凡，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忽视的气质。
姐，看来用不着我们亲自动手了。杜天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凝神境第3层，那小子若是敢来，绝对会死得很惨。姬无心一脸幸灾乐祸地说道。这小子看着也不像是无脑之辈，既然他敢主动发起这场生死战，说不定还真有所倚仗呢。姬无情神色平静，淡淡地说道。这么说也有道理，那还是耐心等待吧。说实话，我倒不希望这小子就这么轻易死在擂台上。姬无心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并不希望慕天云就这么死在擂台上，否则他就没机会亲手酬了。与此同时，花月容也匆匆赶到了生死台边，眼神中满是担忧之色。花月容，你这急匆匆赶来，莫不是来给他收尸的吧？一道阴冷而又戏谑的声音如同寒风般刮过。只见一名身着白裙的少女迈着高傲的步伐迎面走来，她气质清冷，宛如一朵盛开在雪山之巅的雪莲，却又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柳嫣然，你若是再敢胡言乱语，信不信我立刻撕烂你的嘴？花月容怒目而视，冷冷地说道。花月容，如今我也突破到了凝神境，真以为我怕你不成？柳嫣然眼神中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气，毫不示弱地回应道。原本以他之前的修为，要突破到凝神境，恐怕还得耗费1-2个月的时间。然而如今他有幸拜入了秦秀峰主季兰月的门下，得到了大量珍贵的修炼资源的支持，这才得以一举突破到凝神境。柳嫣然，就算你突破到了凝神境又如何？现在的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你若真有胆量，尽管向我发起生死战试试。花月容声音冰冷刺骨，目光如利刃般冷冷地看着柳嫣然。他突破到凝神境已经有1个月之久，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与修炼，他的战斗力自然不是柳嫣然能比的。花月容，别以为你修为比我高，我就会怕你。咱们走着瞧，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清楚。柳嫣然咬牙切齿，脸上写满了不甘与愤怒。他实在想不明白，这才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花月容居然已经突破到了凝神境第1层后期，这惊人的修炼速度简直让他感到难以置信。柳嫣然，别以为拜入了秦秀峰门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错过了慕天云，将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决定。花月容冷冷地说道，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慕天云不过是一个没有天赋属性的废物罢了，他未来的成就注定有限，而且今天这场生死战，他不见得能活着走出这个擂台。柳嫣然冷冷的回应，语气中充满了轻蔑。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希望慕天云死在擂台上，相反，他更希望慕天云能够一直苟延残喘的活着。在他看来，慕天云作为一个无属性修炼者，未来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而他如今有幸拜入秦秀峰主门下，未来前途一片光明，不可限量。所以他希望慕天云能一直活着，像蝼蚁一般卑微的活着，永远只能仰视着高高在上的他。傻逼！花月容冷冷地吐出了这2个字，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或许是与慕天云相处久了的缘故，连慕天云的口头禅他也不知不觉学了过去。臭不要脸的贱人，我把你当做最亲密的闺蜜，你居然抢我男人，简直无耻至极！柳嫣然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骂道：你才是贱人，你全家都是贱人，人家早就已经把你甩了，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花月容毫不退让，冷冷地回击道。就这样，2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得愈发激烈起来。这一幕瞬间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众人纷纷围拢过来，好奇地张望着，这柳嫣然和花月容怎么突然吵起来了？她们之前不一直都是好闺蜜吗？一名弟子满脸疑惑地问道。听他们吵架的口气，好像是在争夺男人，而且这个男人似乎就是慕天云。另一名弟子压低声音说道：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听说这个慕天云好像是柳嫣然的未婚夫呢。又有一人神秘兮兮地说道：真的假的？有人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当然是真的，据说他们是一起进入宗门的，开始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的，后来由于慕天云成为了杂役弟子，柳嫣然才渐渐疏远了他。一名消息灵通的弟子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周围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此刻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传言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开来，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快看，杜天明来了！就在这时，人群中陡然传来一阵骚动，众人纷纷转头望去，只见2名年轻男子正从远处阔步而来，来人正是杜天明和杜子腾2兄弟。这2人一经出现，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成为全场焦点。哥，等会儿千万别轻易弄死那小子，最好是废掉他的丹田，然后再把他踢成太监，让他生不如死。杜子腾一脸阴狠地开口说道，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怨毒。放心吧，以我的修为，要废掉他的丹田不过是挥手间的事情。杜天明眼神中透着一股自信的光芒，话音一落，他潇洒地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之上。
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现场的气氛渐渐变得愈发紧张起来。众人开始左顾右盼，眼神中充满了期待，都在翘首以盼着慕天云的到来。就在这时，慕天云那挺拔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他步伐沉稳，眼神坚定，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气质。在他出现的一刹那，众人都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来。天云，花月容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关切，连忙快步走了过去。在下面等我，等会儿我们去药膳堂吃东西。慕天云淡然一笑，伸手轻轻捏了捏花月容那如羊脂玉般的脸颊，动作亲昵而温柔。我等你。花月容乖巧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信任与依赖。原本他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担心的，但看到慕天云这自信的笑容，他突然感觉自己的担心好像有些多余了。你就是慕天云？一道冰冷悦耳的声音骤然响起，如同寒夜中的冰冷断裂，划破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紫色紧身华服、气质高傲的少女迎面走来。她头戴珠宝发簪，身材高挑火辣，身上散发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息。来人正是内门排名第19的张圆圆。这位师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慕天云神色平静，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慕天云，你打断了我堂叔的4肢，还害得我弟弟张德彪被赶出了宗门，这笔账，你说我该怎么跟你算？张圆圆声音清冷悦耳，却又透着丝丝寒意，目光如利刃般冷冷地看着慕天云。这位师姐，事情的对错，想必你应该有所了解。若是你非要无理取闹，继续找我的麻烦，那我也绝不是怕事之人。慕天云目光坚定地直视着张圆圆，眼神中毫无畏惧之意。臭小子，你真以为在宗门之内，我就不敢动你吗？张圆圆声音渐渐变得冰冷刺骨。少废话，有种你动我一个试试看。慕天云语气冰冷，眼神冷冷地看着对方。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内门弟子，如果两人真发生了冲突，宗门的高层很快就会出面调解，所以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臭小子，你找死！张圆圆眼中寒光一闪，挥手就是一巴掌，瞬间朝着慕天云抽了过去。去死吧，贱人！慕天云怒吼一声，瞬间拔出了轩辕剑，直接朝着对方迎了过去。看到慕天云突然使出武器，张圆圆反应极快，在身体周围瞬间凝聚出了一股强大的护盾。紧接着，他的玉手更是带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直直地朝着慕天云的轩辕剑轰了过去。他的修为早已达到了凝神境巅峰，慕天云的攻击，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轰！一声巨响如惊雷般传开，慕天云只觉手臂传来一股酸麻的感觉，手中轩辕剑仿佛劈在了一块无比坚硬的巨石上，一股强大的反震力传来，他的身体足足倒退了4-5丈远。臭小子，今天本小姐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张圆圆见慕天云居然接住了自己一击，原本高傲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寒霜。只见他身形如电，挥手又是一巴掌，带着呼啸的风声，重重地朝着慕天云抽了过去。住手！一道威严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起，瞬间打破了紧张的局面。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力量从远处传来，瞬间化解了张圆圆的攻击。众人望去，只见一名身穿黑袍、面容威严、眼神深邃的老者突然出现在了现场。此人正是执法长老秦东海。前辈，你可算来了，这臭女人疯了，逮人就咬。慕天云身形一闪，连忙躲到了秦东海身后，露出一副委屈的模样。臭小子，你找死！张圆圆气得怒火中烧，娇躯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眼神中透着一丝冰冷的杀气。这里是生死台，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秦东海声音威严地说道。前辈说的是，好男不跟女斗，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慕天云说完，身形凌空一跃，干脆利落地跳上了擂台。小子，看在秦长老的面子上，今天我不为难你，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别让我见到你。张圆圆冷冷地看着擂台上的慕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杀气。臭女人，原本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但如果你非要找我的麻烦，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慕天云声音冰冷，眼神中充满了凌厉的杀气。他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如果对方非要找他的麻烦，那他也不会心慈手软。那咱们走着瞧。张圆圆高高扬起下巴，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轻蔑。慕天云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霾，随即不再搭理对方。张圆圆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凝神境巅峰，就目前而言，远不是他能对抗得了的。不过慕天云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他如今的提升速度，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拥有击败对方的实力。到那时候，如果张圆圆再找他的麻烦，那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更不会怜香惜玉，只要招惹到了他，哪怕对方是个女人，他依旧不会手下留情。这慕天云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敢得罪张圆圆。是啊，张圆圆可是内门顶尖天才，在内门天才榜上排名19，这小子得罪了他，
以后在宗门恐怕很难熬。就他这实力，能不能活着走下生死台都是个问题，那还有什么以后啊？说的也有道理。一时间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众人看向慕天云的眼神都带着一丝鄙夷和轻蔑。你们俩确定要进行这生死之战吗？秦东海面色如霜，神情格外威严，眼神仿若两道犀利的寒芒，在慕天云和杜天明身上如利刃般一扫而过。弟子确定。慕天云和杜天明二人几乎同时开口。秦东海听闻，眉头微微一蹙，眼中闪过一丝忧虑。随后他缓缓伸手从怀中拿出了一张生死状，递了过去，语气凝重地说道：既然你们二人执意要进行生死战，那就把这生死状签了吧。慕天云毫不犹豫，伸手稳稳地接过生死状，迅速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大名。杜天明一脸傲然，同样也不甘示弱，爽快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生死台上并无任何规则限制，无论你们使用何种手段，皆在允许之列。现在便开始吧。秦东海说完，身形凌空一跃，稳稳地落在了擂台边缘的高台之上，注视着即将展开的生死对决。慕天云，今日我定要废掉你的丹田，再把你踢成太监，让你这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与悔恨之中。杜天明脸上浮现出一丝残忍至极的笑容，神色中透着令人胆寒的阴毒。少废话，你仅有一次出手的机会。慕天云神色平静如水，语气中却透着深深的轻蔑。都到这份上了，还敢在此大言不惭？也罢，看在你修为远低于我的份上，我便让你3招。杜天明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眼神充满了嘲讽与傲慢。这个慕天云八成是疯了，就他这修为，居然还敢上生死台。是啊，虽然他如今突破到了凝神境第2层，但也远远不是杜天明的对手啊。生死台周围观战的人群顿时议论纷纷起来，众人看向慕天云的眼神中无疑不带着浓浓的嘲讽之色。很显然，这场生死战并没有人看好慕天云。既然你非要装逼，那我就成全你。慕天云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冰冷的冷笑。话音未落，他身形如电，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手中轩辕剑瞬间出鞘，带着一抹耀眼的寒花，瞬间朝着杜天明抹了过去。这一剑速度极快，快到几乎让人难以琢磨。杜天明见状，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恐惧，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让他浑身冰凉。他能感觉到慕天云这一剑蕴含着恐怖的力量，绝非自己所能抗衡。然而此时他想要躲避，却已来不及了。那凌厉的剑气已经完全锁定了他。嗤！一声轻响，杜天明还未来得及做出任何抵挡，脖颈处便瞬间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一抹鲜血如泉涌般从他喉咙处溢出。这怎么可能？杜天明双眼瞪得老大，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就被慕天云秒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咕噜！刹那间，杜天明的头颅如熟透的果实般滚落在地，身体却依旧直直地站立在台上。片刻后，那具无头尸体才缓缓倒下，重重地砸在擂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枪！慕天云手中轩辕剑稳稳回鞘，动作干净利落，不带一丝拖泥带水。他神色平静，转身从容地走下了擂台，甚至连看都没看杜天明的尸体一眼。台下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全场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惊呼声。这怎么可能？慕天云竟然一剑就秒杀了杜天明！是啊，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众人看向慕天云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震惊与不可置信。谁也没有料到，修为仅有凝神境第2层的慕天云，居然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秒杀了杜天明。柳嫣然看到这一幕时，脸色瞬间变得阴沉的难看之极。原本他笃定慕天云没有天赋属性，实力提升必然困难重重。可如今，仅仅短短8天时间，慕天云不但突破到了凝神境，而且一举达到了凝神境第2层。这惊人的提升速度让他感到难以置信，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姐，这家伙的战斗力也太强了，居然一招就秒杀了杜天明。姬无心嘴巴微微张开，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这小子虽然战斗力不俗，但他没有天赋属性，未来成就终究有限。姬无情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姐，我实在忍不了了，等会儿我一定要废了他的4肢。姬无心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阴毒与愤怒。这里是生死台，有执法长老在此镇守，我们此刻动手多有不便，等那小子离开生死台，再好好教训他也不迟。姬无情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天云，看不到你实力居然这么强。花月荣眼中满是喜悦与激动，一下子抱住了慕天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走吧，咱们去药膳堂好好吃一顿，好好庆祝一下。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宠溺的笑容。花月荣温柔地点了点头，随后两人手牵着手，一路朝着药膳堂走去。臭小子，
这次我看你还能往哪跑？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姬无情和姬无心两姐妹突然出现在慕天云和花月容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是你们？慕天云眉头微微一皱，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小子，今天本小姐非把你踢成太监不可。姬无心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怨毒。就凭你，还没那个本事把我踢成太监？慕天云语气中带着不屑。小子，真以为赢了杜天明那个废物，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吗？姬无心气得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说道。说话间，他凝神境第4层的修为瞬间显露了出来，一股强大而凌厉的气场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天赋不错嘛，居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凝神境第4层。不过既然你如此自信满满，不如咱们来一场生死之战如何？慕天云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眼神中更是带着一丝挑衅。想跟本小姐生死战，你还不配。姬无心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忌惮。说着，他挥手就是一掌，带着呼呼风声，直接朝着慕天云狠狠拍了过去。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跟慕天云进行生死战，他还真有些心虚。毕竟慕天云刚才仅用一招就秒杀了凝神境第3层的杜天明，而他也才刚刚突破到凝神境第4层，若是真的对上慕天云，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战胜对方。眼看姬无心主动出手，慕天云眼神一凛，脚下瞬间施展凤舞身法，身体如同一道灵动的残影，瞬间朝着对方迅猛地迎了过去。小心！姬无情见状，心中猛地一紧，不假思索地连忙开口提醒。与此同时，他玉手一挥，直接朝着慕天云拍出一掌，掌风呼啸，带着凌厉的气势。原本他笃定以自己妹妹姬无心的实力，拿下慕天云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在看到慕天云那鬼魅般的身法后，姬无情心中陡然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妹妹恐怕并非慕天云的对手。正是出于这份担忧，他果断选择出手支援。慕天云察觉到姬无情的动作，眼神一凛，脚下步伐陡然加快几分，速度快如疾风。就在姬无情这一掌即将落下之际，慕天云身形如电，瞬间欺身而上，精准地掐住了姬无心的喉咙，顺势将其挡在了身前，动作一气呵成，毫无破绽。看到慕天云竟将自己妹妹当作盾牌挡在身前，姬无情心中一惊，连忙下意识地收回了手中的力道，而后将掌劲猛地轰向了旁边的空地。轰！只听一声巨响，空地瞬间尘土飞扬，出现一个不小的坑洞。慕天云，放开我妹妹，不然休怪我不客气。姬无情冷声呵斥，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杀意。臭女人，把身上的储物袋交出来，不然我就扒光你妹妹的衣服。慕天云毫不示弱，同样冷冷的回应，语气中满是威胁。你找死！姬无情怒目圆睁，身形如鬼魅般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朝着慕天云急冲过去。这里毕竟是流云宗，他断定慕天云不敢真的对自己妹妹下狠手，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朝着慕天云发起了攻击。慕天云见姬无情来势汹汹，丝毫不敢大意，连忙将姬无心紧紧挡在身前，同时迅速拔出轩辕剑。刹那间，剑身寒光闪烁，与姬无情瞬间战作一团。两人你来我往，招式凌厉，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众人纷纷围拢过来，想要一探究竟。姬无情实力固然强劲，但慕天云将他妹妹挡在身前，这让他投鼠忌器，诸多招式都有所保留。臭女人，来啊！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慕天云将凤舞身法施展到了极致，身形灵动的如同鬼魅，同时死死的将姬无心挡在身前。每当姬无情向他发起攻击，他都会第一时间巧妙的用姬无心来抵挡，凭借这一策略，竟与姬无情打得有来有回。慕天云，你若是个男人，就堂堂正正跟我一战，挟持一个女子算什么本事？姬无情气的脸色涨红，目光如利刃般冷冷地盯着慕天云。臭女人，你身为加入宗门多年的老弟子，却欺负我这个刚进入内门的新弟子，你就不觉得丢人现眼吗？慕天云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语气中充满了嘲讽。胡闹！你们眼里还有门规吗？就在两人争执不下之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如洪钟般响彻四周。众人循声望去，只见秦东海如同一道黑色的流光从远处飞驰而来，眨眼间便稳稳地落在了两人面前。此刻秦东海面色阴沉，眼神中透着威严。前辈，你可总算来了，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条疯狗，见人就咬。慕天云见状，立刻松开了姬无心，而后快速躲到了秦东海身后。到底是怎么回事？秦东海狠狠瞪了慕天云一眼，在他眼中，眼前这个小子简直就是个十足的惹祸精。刚刚才得罪了张圆圆，又在擂台上斩杀了杜天明，这才没过多久，居然又招惹上了姬无情两姐妹。若不是看在轩辕轻柔的面子上，他真想立刻把慕天云带到执法殿去关上半个月禁闭。前辈，事情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在流云山脉遇到他被地狱妖犬袭击，出于同门之义，我便出手救了他。可没想到他居然趁乱逃跑，把我一人丢在那里，独自面对地狱妖犬。慕天云深吸一口气，接着说道：我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地狱妖犬击杀，他却又突然跳了出来，非要我交出地狱妖犬的内丹。我一气之下就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慕天云又将手指向了姬无情，说道：没想到今天这个女人又来找麻烦，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出手。慕天云将自己和姬无心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臭小子，你休要胡说，那地狱妖犬本来就是我打伤的，你不过是趁机捡了个便宜而已。姬无心气得浑身发抖，怒火中烧，大声反驳道：你还真是忘恩负义啊！若不是我出手救你，恐怕你早就被地狱妖犬糟蹋了。面对危险，你只顾自己逃跑，等老子好不容易杀了地狱妖犬，你却又跳出来索要战利品。慕天云一脸鄙视，眼神中满是不屑与厌恶，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贱人？混蛋！姬无心被气得咬牙切齿，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将慕天云撕成碎片。现场这么多同门都在，我慕天云对天发誓，若我说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让我遭受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慕天云一脸郑重，直接将手举过头顶，语气坚定地发下了毒誓。听到慕天云的发誓，现场看热闹的人开始议论纷纷地讨论了起来。不是吧，这姬无心平日里看起来清纯动人，想不到背地里居然如此无耻。是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心肠竟如此恶毒，人家好心救了他，他却忘恩负义，还妄图抢夺人家的战利品。我生平最痛恨这种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了，以前我还挺欣赏他的，没想到他竟是这种人。周围看热闹的弟子交头接耳，议论之声不绝于耳。众人看向姬无心的眼神中都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鄙视。听到周围传来的议论声，姬无心气得浑身颤抖，一口鲜血忍不住喷了出来，原本娇媚的脸庞因为愤怒而变得狰狞可怖。臭小子，我跟你没完！姬无心愤怒到了极点，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刺耳。卑鄙无耻的女人，就你这种恶心至极的人，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哦？慕天云冷冷的回应，语气中充满了嘲讽。好了，这里是宗门，如此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若再让本座看到你们私自斗殴，全部按宗规处置。秦东海声音威严地说道，眼神在3人身上一一扫过，目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力。此刻他也感到颇为犯难。一边是轩辕轻柔的得意弟子慕天云，另一边则是青云峰主的徒弟姬无情和姬无心。这两方发生冲突，无论偏袒哪一方，都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着实让他左右为难。前辈放心，只要狗不主动咬我，我一般是不会主动打狗的。慕天云一脸正经地说道，看似恭敬的话语中却隐隐带着一丝调侃。姬无心一听，气得浑身剧烈颤抖，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阴毒，恨不得将慕天云千刀万剐。一旁的姬无情脸色同样难看到了极点。不管怎么说，姬无心都是他的亲妹妹，如今慕天云如此羞辱自己的妹妹，他心中的怒火也彻底被点燃。赶紧滚蛋，以后少给本座惹麻烦，不然别怪本座真的关你禁闭。秦东海没好气地说道，弟子这就告退。慕天云连忙恭敬地抱了抱拳，而后拉着花月容快速离开了现场。不多时，两人便悠然来到了药膳堂。堂内弥漫着阵阵诱人的香气，各种珍稀灵药与妖肉交织而成的独特味道，让人闻之不禁食欲大增。天云，实力提升得这么快，怎么不告诉我？害得我都为你担心了好几天。花月容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伸手为慕天云夹了一块色泽诱人的瘦肉。如今的他望向慕天云的目光中爱意愈发浓郁，可谓是越看越欢喜。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彻底沉沦在这份感情之中。回想起最初选择慕天云，一方面是慕天云愿意为他提供修炼所需的资源，这对于修炼者来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另一方面，慕天云长相颇为英俊，身姿挺拔，而且突然天赋恢复，确实让他有些心动。自从与慕天云相处之后，他不仅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而且自身的修为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可谓是爱情与修炼双丰收。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又不是冲动之人，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怎么会主动挑起生死战呢？慕天云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天云，你师尊可是出了名的无情道姑，而且性格喜怒无常，平日里对你怎么样？花月容美目流转，好奇地问道。我师尊虽说严苛了些，但其实人挺好的，外面那些传闻都只是谣言罢了。慕天云开口解释道。轩辕轻柔虽然极为严格，让他感觉有些压力，但不可否认，轩辕轻柔确实是一位非常尽责的师尊，无论是在修炼上的指导，还是在炼丹和医术方面的倾囊相授，都无比认真细致。而且慕天云能感觉得到，
轩辕轻柔传授给他的炼丹术和医术，蕴含着超乎想象的深奥奥秘，甚至超越了苍兰大陆现有的认知范畴。不过，目前他还未能将其完全融会贯通，所以也不知道这些炼丹术和医术到底有多厉害。两人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又聊了好一会儿，分享着彼此的见闻与感受，随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药膳堂。不多时，他们来到了宗门内一处风景如画的树林之中。这片枫叶林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流云宗内，景色宜人至极。每到秋季，枫叶纷纷扬扬地飘落，犹如一场梦幻般的红色雨幕，让人宛若置身仙境。平日里，这里宛如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少男女弟子前来漫步散心。修炼本就是一条充满艰辛与乏味的道路，如同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行，身心极易疲惫。因此，在闲暇之余，一些男女弟子常常会来到这片枫叶林，彼此深入交流，以此舒缓身心的疲惫，寻觅一份难得激情与惬意。天云，咱们来这里做什么啊？花月容声音轻柔，脸庞上泛起了一丝羞涩的红晕，宛如天边的晚霞般迷人。这一路走来，他们不时能听到从树林深处传来一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这些声音隐隐约约，却又仿佛有着某种魔力，撩拨着人心。你说呢？慕天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眼神中满是宠溺与狡黠。他轻轻伸出手，自然而亲昵地揽在了花月容纤细的腰之上，动作温柔而娴熟坏蛋。万一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呀？花月容佯装生气，没好气地瞪了慕天云一眼。那边树林比较茂密，应该不会有了。慕天云嘿嘿一笑，眼神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说完，他牵着花月容的手，朝着树林深处的山谷走去。一路上，他们着实碰到了不少年轻男女，有的躲在形状各异的石头后面，有的则藏在茂密的草丛里，而有些胆大开放的，竟然会选择高耸的古树之上。这些人都疯了吗？慕天云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无语。他原本也是心血来潮，体会一下野外的感觉，却没想到在这看似静谧的树林里，竟会遇到这么多志同道合之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两人小心翼翼地寻觅着，最终找到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在这个静谧的角落里，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着无拘无束的大自然风光。一开始，花月容还有些不适应，但面对热情似火的慕天云，他最终还是放开了身心。与此同时，慕天云击杀杜天明，并且与张圆圆以及姬无情两姐妹发生激烈冲突的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宗门，一时间成为了宗门上下弟子们热议的焦点话题。天刀峰，一座气势恢宏且充满古典韵味的宫殿之中，一名身材高大挺拔、面容刚毅如刀刻般冷峻的年轻男子，正悠然自得地坐在宫殿内喝着茶。他浑身散发着一股凌厉逼人的气场，仿佛一把出鞘的利刃，让人望而生畏。此人正是流云宗的核心弟子周云寒。周师兄，刚刚得到确切消息，无心小姐被人欺负了。一个身着内门弟子衣袍的年轻男子，神色匆匆地快步走了进来，语气中带着一丝焦急。无心被人欺负了，谁干的？周云寒原本平静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阴霾，凌厉的眼神中透出一股让人胆战心惊的心颤杀气。那小子名叫慕天云，据说他当众掐住了无心小姐的喉咙。那名内门弟子不敢有丝毫隐瞒，连忙将慕天云的事情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一遍。真是好大的狗胆，竟敢动我周云寒的女人！周云寒的声音低沉而冰冷，目光透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意。周师兄，这小子确实嚣张至极，据说就在刚刚，他还在擂台上杀掉了杜天明，而且还和张圆圆发生过激烈冲突。那名内门弟子继续说道，还真是不知死活，连张圆圆都敢招惹。周云寒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周师兄，那要不要教训教训他？那名内门弟子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敢动我的女人，岂能轻易饶了他？周云寒眼神中闪烁着冰冷的寒光。霍光，你亲自去警告一下那小子，顺便把他的四肢给我打断。是。周师兄霍光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即转身退了下去。流云峰，一处景色宜人的悬崖边上，一名身穿白色锦衣、头戴金色发冠、风度翩翩的少年正在悬崖边上的亭阁内喝着茶。少年名叫百里剑云，乃是流云宗核心弟子，排名第一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流云宗宗主的二儿子。百里师兄，刚刚从内门得到消息，圆圆师妹和一个内门弟子发生了冲突。一名绿衣少女匆匆走了进去。哦，谁这么不长眼，居然敢招惹本少的女人？百里剑云微微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这个家伙名叫慕天云，之前只是一个杂役弟子，后来和圆圆师妹的弟弟发生了冲突。绿衣少女将慕天云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这小子天赋还不错，短短几个月时间，居然从一个杂役弟子成为了内门弟子，看来是个好苗子。百里剑云微微点了点头。百里师兄，那您的意思是？绿衣少女好奇地问道。烟云，
你去敲打那小子，让他自断一条腿，然后给圆圆道个歉就算了。百里剑云挥了挥手说道：是，百里师兄。柳烟云恭敬地应了一声，然后退了下去。蓉儿，这里有20万金币，还有一些凝神丹，你先拿着用于修炼吧。慕天云声音温柔，将一个储物袋递到花月容手中。天云，不用了，上次你给我的还没用完呢。花月容连忙开口说道：拿着吧，资源这东西，你难道还嫌多吗？慕天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伸手轻轻捏了捏花月容那柔滑细腻的脸蛋。资源谁会嫌弃多啊？只是我担心你会觉得我眼里只有资源和金币。花月容微微低下了头，声音轻柔中带着些许不安。其实一开始他确实是冲着慕天云的资源来的，然而随着日久生情，他的内心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如今他已经彻底爱上了慕天云，这份感情纯粹而炽热，资源在他心中的比重早已被情感所取代。可此刻慕天云再次给他资源，他心中难免泛起一丝忐忑，生怕慕天云误解他对他的感情。好了，给你资源，你就安心拿着。既然你跟了我，那我自然希望你能跟我一同成长。慕天云说着，轻轻将花月容拥入怀中。他能感觉得到花月容的转变，对于这份感情，他其实并不排斥。虽说最初他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可人心都是肉长的。花月容曾为了救他，不惜以身犯险，差点被杜天明打成重伤。这份生死与共的情谊，让他内心掀起了波澜，同时也升起了一丝感动。天云，不管以后你是贫是富，这辈子我都认定你了。花月容语气深情而坚定。话可别说得太早，人都是会变的。在这残酷无比的修炼世界里，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慕天云笑着说道：你不相信我吗？花月容抬起头，眼眸中微泛起泪光。怎么哭了呀？慕天云无奈地笑了笑，轻轻拍了拍花月容的后背，动作温柔而安抚。我们都是修炼者，未来有着漫长的寿元，谁又能保证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自己的心不会动摇呢？慕天云温柔地说道：我知道你现在还不太相信我，但总有一天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花月容轻轻依偎在慕天云怀里，语气坚定地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真心跟着我，那我永远都不会亏待你。慕天云认真地看着花月容，目光中透着真诚与承诺。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哦。花月容微微嘟起嘴，像个撒娇的小女孩，眼中却满是幸福。我慕天云虽然算不上什么好男人，但也不至于骗你一个女人。慕天云嘴角微微扬起，带着一丝温和的笑容。虽然对花月容已经萌生了一丝的感情，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一丝防备。作为从21世纪穿越而来的年轻人，他对人性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就像在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中，金莲给大郎喂药，牛荣也曾给王大强戴帽，这种事情可谓屡见不鲜。在这弱肉强食、利益至上的残酷修炼界，道侣之间为了利益反目成仇的戏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慕天云深知，要想成为一名屹立于巅峰的绝世强者，不仅需要出众的天赋，更需要时刻保持一颗警惕之心。唯有如此，才能在这充满危险与诱惑的世界中稳步前行。两人又亲昵地聊了一会儿后，慕天云才不舍得回到了轩辕青柔所在的山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炼丹术和医术的钻研之中，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自身修为的提升。不知不觉过去了1个月，经过这段时间的潜心修炼，慕天云的修为一举突破到了凝神境第3层。与此同时，他的轩辕剑法和凤舞身法成功修炼到了小成境界。此刻，慕天云正神情专注地炼着丹，只见他手法娴熟地分拣着各类药材，小心翼翼地将药材一样一样投入炼丹炉之中。紧接着，他运转体内雄魂的元力，巧妙地催动着轩辕轻柔传授给他的焚火术。一时间，炼丹炉下燃起熊熊火焰。慕天云则全神贯注地控制着火势，丝毫不敢有半点疏忽。这一次，我一定要成功炼制出极品丹药。慕天云低声自语，眼神中透着坚定与执着。经过这段时间夜以继日的钻研，他已经能够熟练炼制出高级丹药，但每次冲击极品丹药时，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火候。在这个世界里，丹药的品级共分为4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低级、中级、高级以及极品。品级越低的丹药，其中所蕴含的杂质就越多，对人体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正所谓是药3分毒，低级的凝神丹虽能辅助修炼者提升修为，但内部却存在着大量的杂质。若长期服用低级丹药，将会导致修炼者根基虚浮，严重的甚至会损伤经脉，对未来的修炼之路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而极品丹药则截然不同，其品质纯正，毫无杂质，即便修炼者长期服用，对身体也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反而能在修炼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广袤的苍蓝大陆上，
炼丹师虽然不算稀少，但能够炼制出极品丹药的极品炼丹师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大约1刻钟后，丹炉内渐渐传来一阵浓郁而香醇的丹香，那香气如同无形的触角，瞬间撩拨着穆天云的心弦。穆天云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激动的神情，他知道此刻已经到了凝丹的关键时刻。只见他全神贯注，努力记住了炼丹过程中的每一个细微细节。万一此次炼制成功，那这次宝贵的炼丹经历将成为他未来在炼丹之路上的重要经验财富。他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试图让内心平静下来，同时更加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又过了半刻钟，穆天云终于缓缓停止了对丹火的催动。他怀着忐忑而期待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打开炼丹炉。刹那间，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只见炼丹炉内静静地躺着8颗乳白色的凝神丹，每一颗都散发着柔和而神秘的光芒，宛如8颗璀璨的明珠。极品凝神丹，我终于成功炼制出了极品凝神丹。穆天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兴奋之余，他深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于是他连忙将丹药妥善收了起来，紧接着又投入到下一炉丹药的炼制之中。这一次，他严格按照之前的步骤，小心翼翼地操控着丹火，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大意和分心。大约半个时辰后，穆天云再次成功炼制出了一炉极品凝神丹。看着这炉凝聚着自己心血与努力的丹药，他心中满是兴奋和喜悦。他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2阶极品炼丹师，未来他再也不需要为丹药而发愁。当然了，炼丹并非无本之木，药材是炼丹的基础，而药材在这个世界极其珍贵，宗门也不可能免费为他提供药材，除非他能为宗门炼制丹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获得大量的贡献值。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贡献值，他才能从宗门的宝库中兑换所需的药材，继续自己的炼丹之路。随后，穆天云又开始钻研一些特殊的丹药，例如毒丹、合欢丹、一柱擎天丹、易容丹以及爆炸丹。这些乱七八糟的丹药炼制起来非常的容易，走江湖的时候用来阴人那是非常合适的。这天上午，阳光如金沙般洒落在山峰之上，穆天云正专注地在山峰上练剑。只见他身姿矫健，手中的轩辕剑闪烁着清冷的光芒，每一次挥动都带起阵阵风声。轰隆！突然，不远处一座洞府的石门缓缓打开，发出沉闷的声响。只见一名身着白色宽松道袍的女子，迈着优雅的步伐缓缓走出。她气质成熟高贵，宛如空谷幽兰，自带一股超凡脱俗的气息。弟子拜见师尊。穆天云敏锐地察觉到动静，连忙停止练剑，微微躬身行了一礼。云儿，为师这段时间一直在闭关，你可曾偷懒？轩辕轻柔声音清冷，如同山涧清泉，却又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师尊，弟子一直在努力修炼，在炼丹和医术方面也丝毫未曾懈怠。穆天云连忙恭敬回应，眼神中满是诚恳。把剑法和身法施展一遍。轩辕轻柔神色严肃，简洁有力地说道。是，师尊。穆天云恭敬地应了一声，毫不犹豫地拔出轩辕剑。刹那间，他身形飘动，施展出凤舞身法，整个人如同灵动的飞鸟，在山峰上往来穿梭。他的动作行云流水，剑法与身法相辅相成，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看到穆天云熟练且精妙的剑法与身法，轩辕轻柔眼中不禁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他着实没想到，自己仅仅闭关1个月，穆天云竟能将剑法和身法修炼至小成境界，这等天赋与努力，着实令他感到有些惊叹。大约片刻后，穆天云收剑而立，恭敬走到轩辕轻柔身旁。马马虎虎，剑法和身法方面，算你勉强过关。轩辕轻柔微微点头，神色依旧平静，却也难掩一丝认可。他稍作停顿，继续问道：为师给你留下的那几本丹书和医书，你看完了没有？回禀师尊，您留下的丹书和医书，弟子已全部牢记于心，而且弟子如今已能独立炼制出极品凝神丹。穆天云语气恭敬地回答。你能炼制出极品凝神丹？轩辕轻柔美眸中瞬间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弟子确实能够炼制出极品凝神丹。穆天云小心翼翼地再次确认。行，炼一炉丹要给为师瞧瞧。轩辕轻柔轻轻挥了挥手，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示意穆天云即刻展示他的炼丹技艺。是，师尊。穆天云恭敬领命，应了一声后，迅速拿出炼丹炉。他手法娴熟地开始分解药材，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流畅。在将药材分解完毕后，他便熟练地催动焚火诀，专心致志地炼丹。这小家伙手法居然如此娴熟，看来还真是个炼丹奇才。轩辕轻柔暗自思忖，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欣赏之意。穆天云神情高度专注，额头上渐渐微微溢出丝丝汗珠。大约半个时辰后，一炉精致的极品凝神丹终于炼制成功。他缓缓打开炼丹炉，
浓郁的丹香弥漫开来，令人心旷神怡。看到丹药终于炼制成功，穆天云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刚才的炼丹过程，他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搞不好又得挨一顿训斥。不错，确实是极品凝神丹，不过你炼丹的过程熟练度仍有待提高，往后要多多练习。轩辕轻柔开口评价道。此刻他心中实则无比震惊。他闭关之前，穆天云仅仅只是一个初级炼丹师，最多只能炼制一些低级的炼气丹。然而如今短短1个月时间，穆天云不但能炼制出凝神丹，而且还是品质极高的极品凝神丹。如此夸张的进步速度，实在让他感到有些不可置信。弟子以后定会勤加练习，绝不辜负师尊的期望。穆天云恭敬回应，语气中满是坚定。为师传授给你的丹方，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极有可能给你招来大麻烦。轩辕轻柔神色郑重地嘱咐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弟子明白。穆天云认真地点了点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穆天云每日跟随轩辕轻柔潜心修炼，学习炼丹之术以及各种医术知识。不知不觉又过去了1个月。在此期间，穆天云的修为再次得到提升，一举突破到了凝神境第4层。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轩辕轻柔的资源辅助。不仅如此，穆天云每天都会进行药浴，以此来强化自己的肉身强度。而泡药浴所用的药材，皆是轩辕轻柔精心为他挑选，每一株都无比珍贵。因为如此，对于轩辕轻柔这个师尊，穆天云心中充满了尊重与感激。同时他心中也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努力修炼，将来报答师尊的栽培之恩。这天，穆天云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找到了轩辕轻柔，将自己想要回家的打算说了出来。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3个月，他还从未回过绝云城。他修为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刚好可以出去历练一下，顺便回穆家看看。虽然穆天云是穿越者，但如今他的灵魂早已与之前的穆天云完美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甚至他的情绪有时也会受到之前穆天云的影响，对家的思念愈发浓烈。你现在修为还是太低，为师这里有一张神行符，还有一张天煞符，关键时刻或许能保你一命。轩辕轻柔面露关切之色，将2张符箓递给穆天云。多谢师尊。穆天云语气恭敬，郑重地行了一礼，眼中满是感激。他看得出来，轩辕轻松送给他的神行符和天煞符远比一般的符箓高级得多。一般的神行符最多只能提升3倍速度，但这种极品神行符能将它的速度提升5倍以上。最珍贵的是这张天煞符，只要贴在身上，可以瞬间爆发出远超一个大境界的战斗力。不过如此逆天的符箓当然也有它的弊端，那就是只能爆发出1招，一旦这1招没有将对方击毙，那他的实力就会迅速跌回原来的水平。当然这东西只能用来保命，不到万不得已，穆天云是不会随意使用的。为师有点饿了，去做点吃的吧，吃完再走也不迟。轩辕轻柔优雅地坐在了石椅上，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温和的微笑。师尊稍等，弟子这就去做。穆天云连忙拿出工具，开始专心致志地制作药膳和美食。这段时间他也看过不少药膳的配方，而且轩辕轻柔每日都会让他制作药膳，若是做得不好，便要围着山峰跑1万圈。正因为如此，穆天云也成功被他调教成了一名顶尖的药膳师。陪着轩辕轻柔享用了一顿美味的药膳后，穆天云便离开了山峰，一路朝着山门外走去。想不到在这种地方居然能遇到一个传说中的9阳神体。看着穆天云离去的背影，轩辕轻柔喃喃自语，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期待。穆天云，这次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正当穆天云悠然走出山峰不久，一道冰冷刺骨且充满怨愤的交斥声陡然划破了宁静的空气。只见一男一女正迎面走来，女子身材曼妙火辣，容颜娇艳妩媚，脸上带着一抹极其傲慢的气质。那名男子则身材高大魁梧，身着一袭内门弟子的衣袍，显得孔武有力，浑身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压迫感。来人正是姬无心和霍光。小妞，是不是有段时间没收拾你？你又开始皮痒痒了？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玩世不恭的弧度，眼神中透着一丝戏谑的笑意。小子，你找死！姬无心气的咬牙切齿，金脸庞上泛起一层冰冷的寒霜，眼神中满是愤怒与杀意。好嚣张的小子，竟敢在我面前公然调戏无心小姐！霍光声音冰冷如霜，眼神中闪烁着阴冷的杀意。你又是个什么东西？我调戏他又怎样？穆天云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冷笑。虽说霍光的修为达到了凝神境第9层，但穆天云却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段时间里，穆天云每日坚持泡药浴，身体强度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质的提升。更为关键的是，他的身法和剑法也有了质的飞跃，越级挑战的能力相较于之前更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正因如此，穆天云反倒跃跃欲试，打算与眼前之人交手一番，顺便检验一下自己的真实战斗力。不知死活的东西，今天我非要打断你的狗腿不可！去你奶奶的！霍光话还未说完，穆天云瞬间施展凤舞身法，身体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铁棍，朝着霍光狠狠砸去。他的速度快到极致，几乎让人的肉眼难以捕捉其身影，只能看到一道模糊的幻影。霍光毕竟身为内门顶尖天才，对于危险的感知远超常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他心中一惊，下意识的连忙抬起手臂挡在身前。在霍光看来，区区凝神境第4层的穆天云，就算全力一棍子，也不可能伤得了自己分毫。咔嚓！啊！一道清脆的骨折声响起，霍光脸色瞬间变得扭曲，剧烈的疼痛使得他发出一声惨叫。小杂种，我要宰了你！霍光气得双眼通红，左手猛地一拳轰出，带着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狠狠朝着穆天云砸了过去。这一刻，他彻底怒了。自己堂堂内门顶尖天才，竟然被一个凝神境第4层的小子打断了胳膊，这要是传扬出去，必将沦为整个宗门的笑柄。凤舞9天，穆天云口中低喝一声，将凤舞身法催动到极致，身体化作一道残影，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轰！一声巨响传来，穆天云刚刚站立的地方瞬间被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现场尘土飞扬，碎石四溅。人呢？霍光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他怎么也没想到穆天云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躲开自己这全力一击。霍师兄，小心！姬无心见状，连忙焦急地开口提醒。不好！霍光心中猛地一紧，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连忙转身轰出一拳。然而，虽然他的反应已经足够迅速，但在他刚转身的那一刹那，一个沙包大的拳头裹挟着呼啸的风声，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脸上。砰！啊！霍光只觉鼻子如遭重击，鲜血如泉涌般喷出，瞬间染红了他的脸。在这一拳之下，他的身体瞬间倒飞了出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子啊！霍光气得浑身颤抖，话还未出口，便被一口鲜血呛住。此刻，他感觉脑瓜子嗡嗡作响，眼睛也被鲜血染红，视线一片模糊。这一刻，愤怒、疼痛与难以置信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去你妈的！穆天云乘胜追击，拎着铁棍再次朝着霍光冲了上去。砰砰砰！穆天云犹如一尊杀神降临，手中铁棍挥舞的虎虎生风，化作一道道残影，对着霍光的四肢一顿疯狂猛砸。咔嚓！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折声接连响起，仿佛一曲死亡的乐章在空气中回荡。啊啊！霍光发脸上充满了绝望和恐惧，嘴里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堂堂内门顶尖天才，竟然被一个凝神境第4层的小子打断四肢。给老子听好了，以后见到老子躲远点，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穆天云神情嚣张至极，一脚狠狠踩在霍光的脸上，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威慑。卧槽，这是什么情况？被踩在地上的那个竟然是霍光？还真是霍光，这也太离谱了吧！穆天云的战斗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恐怖了？一些路过的弟子脸上纷纷露出了震撼到极致的表情，他们瞪大了眼睛，仿佛看到了世间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穆天云，你赶紧放了霍师兄，不然周师兄知道了，绝对不会饶过你。姬无心强忍着心中的恐惧与愤怒，冷冷地看着穆天云。原本他还想借助霍光的力量，好好教训一下穆天云，可结局居然会是这样。忘恩负义的贱人，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转身便朝着姬无心大步走了过去。混蛋，你想干嘛？姬无心身体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与慌乱的神情。想，我当然想。穆天云嘴角勾起一丝戏谑的笑容，眼神中透着一丝强烈的侵略性，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姬无心那丰满之处。臭不要脸的混蛋，去死吧！姬无心瞬间明白了穆天云的言外之意，顿时气得怒火中烧。说话间，他抬手便是一巴掌，带着呼呼风声，狠狠朝着穆天云抽了过去。穆天云见状，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只见他身形一闪，右手如电般探出，瞬间精准地扣住了姬无心的手腕，然后猛地一拉，直接将他拉到了自己的怀里。放开我！姬无心怒吼一声，膝盖猛地一抬，带着凌厉的劲道，狠狠朝着穆天云的裆部顶了过去。就凭你，还想顶我？穆天云冷笑一声，双脚如同钳子一般猛地一夹，死死夹住了姬无心的膝盖，让他的攻击瞬间落空。紧接着，穆天云迅速出手，在姬无心身上连点了数下，手法娴熟且精准，直接封住了对方的修为。作为一名已然达到神医级别的炼丹师，对于人体的经脉穴位了如指掌，要封住一个人的修为，
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慕天云，你到底想干嘛？姬无心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慌失措的表情，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臭女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我了，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吧？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个机会。慕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邪恶的光芒，话音刚落，他的右手瞬间从姬无心的领口划了下去。混蛋，我要杀了你！姬无心气得浑身颤抖，绝美的脸庞泛起一层羞涩的红晕。他实在没想到慕天云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要知道现场可是有一群人在围观啊，这让他以后如何见人？皮肤不错，还挺光滑的，记住了，以后眼睛放亮点，要是再敢招惹我，老子玩死你！慕天云将手伸了回来，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脸上露出一丝霸气不羁且略带猥琐的笑容。说完这句，他抬手便是一巴掌，带着一股凌厉的劲风，狠狠抽在了姬无心的脸上。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姬无心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直接被这一巴掌抽得倒飞了出去。噗！姬无心一口鲜血喷出，那绝美的脸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肿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无比凄惨，让人见了不由心生怜悯。这慕天云疯了吧？居然敢这么对待姬无心！是啊，姬无心可是周云寒看中的女人，这小子竟敢当众这般羞辱她。这一刻，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谁也没有料到，慕天云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姬无心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好大的胆子，竟敢当众猥亵女弟子！一道冰冷刺骨的呵斥声如同一记重锤陡然在众人耳边炸响。众人闻声纷纷循声望去，只见一名神情高傲的绿衣少女正迈着优雅的步伐迎面走来。她身姿婀娜，一袭翠绿衣衫随风飘动，宛如一片灵动的绿叶，却又透着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气场。此人正是核心弟子柳烟云。这位师姐，您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我何时猥亵她了？慕天云连忙开口辩解，脸上摆出一副无辜至极的表情。他能感觉得到，眼前这位绿衣少女实力非凡，气息内敛，却又隐隐散发着强大的威压，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巨元境第2层以上。虽说慕天云如今实力有了大幅提升，但若是真的对上眼前这位女子，那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哼，本小姐亲眼所见，你居然还在此处狡辩，跟我去一趟执法殿吧。柳烟云语气冰冷如霜，眼神透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威严。这位师姐，您这么说可就有失偏颇了。常言道，眼见不一定为实啊，您且听我细细狡辩，不是解释。慕天云急忙开口，心里暗暗思索着应对之策。哦，那你倒是说说，刚才为何把手伸到他那里？柳烟云语气冰冷至极，目光紧紧盯着慕天云。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与这位师姐发生了些许矛盾，不小心把她给气着了。我这人一向心地善良，出于好心，就想着给她揉一揉，让她顺顺气，免得气坏了身体。我出发点是好的，没想到被你给误会了。慕天云一本正经，脸上的表情显得无比真诚。靠，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如此厚颜无耻的借口都能想得出来。周围围观的人听闻此言，一个个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看向慕天云的眼神中满是戏谑与嘲讽。你这个无耻的混蛋，谁要你揉了？姬无心气的咬牙切齿，原本娇艳的脸庞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眼神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无耻的见过不少，但他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害得我还运功给你梳理了一下胸口的经脉，就怕你气大伤身。慕天云一脸无奈地说道。噗！听到慕天云这番话，姬无心气的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双眼一翻，当场气晕了过去。小子，你还真是够无耻的！柳烟云冷哼一声，脸色瞬间变得冷若冰霜，眼神中充满了厌恶与不屑。这位师姐，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完全是出于好心，您可不能血口喷人。慕天云冷冷地回应道。他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如果对方咄咄逼人，那他绝不可能忍气吞声。臭小子，姬无心的事情我也懒得理会，现在你自断一条腿，然后去给张媛媛师妹道个歉，今日我便饶你这一次。柳烟云神情冷傲，颐指气使地说道。扑让我自断一条腿，还要去给张媛媛道歉？慕天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笑什么？柳烟云脸色变得阴沉如墨，一股无形的杀气瞬间从他身上散发开来。让我自断一条腿，还要过去道歉？你脑子是不是有大病啊？慕天云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笑容，毫不畏惧地直视着柳烟云的眼睛，眼神中充满了挑衅。这慕天云也太嚣张了吧，居然敢如此公然挑衅柳师姐。是啊，柳师姐那可是巨元境第2层的超级天才，而且是百里师兄的人，这小子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此刻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众人看向慕天云的眼神中无疑不带着嘲讽与鄙视。原本只想让你断一条腿，
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本小姐今天就断了你的四肢。柳烟云眼中寒光一闪，声音中带着一丝令人心颤的寒气。这位师姐，大家好歹都是同门，动不动就要废人四肢，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慕天云连忙开口，试图缓和气氛。只见他灵机一动，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木箱，满脸堆笑地说道：你看这样行不行？这礼物就当我给你赔罪了。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这一次如何？看到慕天云突然态度180度大转弯，变得如此谦卑讨好，柳烟云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语气依旧冷淡地问道：什么礼物？想必你也知道，我师尊乃是宗门唯一的极品炼丹师，这盒子里自然装的是极品丹药。慕天云满脸谄媚地说道：只要您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些丹药就都归您了。慕天云，看在你态度还算不错的份上，只要你自断一条腿，再去给张圆圆师妹道个歉，这件事就此作罢。柳烟云冷冷地说道，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显然极品丹药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爱，断一条腿就断一条腿吧。师姐长得倾国倾城，容颜绝世，师弟我对你可是一见倾心，这些聚元丹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有幸与师姐交个朋友。慕天云态度诚恳至极，眼神中满是迷恋，仿佛真的被柳烟云的美貌所倾倒。说着，他恭恭敬敬地将木盒递了过去。其实这个木盒里面装的并非什么极品聚元丹，而是10几颗毒药丹。这些毒烟丹一旦爆炸开来，现场必定会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到时候混乱之中，他完全可以趁机逃之夭夭。里面装的是极品聚元丹。柳烟云一听，心头猛地一颤，眼神中瞬间闪过一丝欣喜之色。极品丹药在宗门内可是极为稀有的宝贝，对他的修炼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些极品聚元丹都是我师尊平时打赏给我的，可我修为才凝神境，暂时还用不上，留着也是浪费，干脆就送给师姐吧，也算是表达我对师姐的一点心意。慕天云连忙讨好的说道，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活脱脱就是一个十足的舔狗。既然你如此识相，那你刚才的无礼之举，我便不与你计较了，赶紧把腿打断，张师妹还等着你过去道歉呢。柳烟云神情高傲的说道，在他心里，慕天云不过是一个为了保命而毫无骨气的舔狗罢了。只要拿捏住他，以后自己在修炼资源方面就再也不用发愁了。毕竟慕天云的师尊可是宗门级别最高的极品炼丹师，那可是相当于一座巨大的资源宝库。多谢师姐宽宏大量，只要能得到您的原谅，断一条腿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慕天云一脸讨好的说道，这些极品聚元丹还请师姐务必收下。说着，他再次将木箱毕恭毕敬地递到了柳烟云的面前。臭女人，既然你一心想断老子的腿，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慕天云心中暗道一声，悄悄往木箱内打入了一道无形的原力。这股原力瞬间激发了里面的毒烟丹，只等木箱一打开，里面毒烟丹就会立刻爆炸，释放出漫天毒烟。既然你如此诚恳，那我便收下了。柳烟云神情高傲地伸手接过了木箱，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师姐，您不打开看看吗？说不定里面还有意外之喜哦。慕天云一脸谄媚地说道。听到慕天云这么说，柳烟云缓缓将木箱打开。轰隆隆，突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传开，现场瞬间浓烟滚滚，刺鼻的毒烟弥漫开来，伸手不见五指。周围的树木和石头在爆炸的冲击下被炸得七零八落，残枝断叶四处飞溅。臭小子，我跟你没完！柳烟云气得怒火中烧，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她那原本华丽无比的绿色长裙，此刻被炸得破破烂烂，七零八落，一头柔顺的长发更是被炸得焦黑冒烟，样子看起来狼狈不堪。臭婊子，想断我的腿，下辈子吧你！慕天云冷笑一声，趁着毒烟弥漫，身影化作一道残影，瞬间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这小子也太卑鄙了吧，刚才看起来还像个舔狗似的，居然用毒烟丹来偷袭柳师姐。此刻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众人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谁也没想到，刚才还一副舔狗模样的慕天云居然会用毒烟丹来偷袭。与此同时，慕天云暴打霍光和姬无心以及戏耍柳烟云的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宗门。此刻慕天云心情无比的舒畅，一路朝着山门外走去。经过和霍光的那一番交手，他对自身实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心中估摸着，以自己当下的实力，就算遭遇巨元境第一层的修者，估计也能拥有一战之力。不过如果对上了柳烟云这种核心弟子，那他就只能逃之夭夭了。2个时辰过后，慕天云来到了流云山脉边缘的一座城镇。这座城镇虽不算繁华，但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慕天云在镇上挑选了一匹烈焰马，随即便扬鞭策马，一路朝着绝云城的方向疾驰而去。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一路上，慕天云纵马奔腾，激情肆意地高歌着，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的神情。
白天，他一边赶路，一边历练提升实战能力。夜晚降临，他便会寻觅一个隐蔽的山洞，以养精蓄锐，迎接新一天的行程。转眼过去了2天。这天上午，穆天云正经过一座幽深的峡谷，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之声。穆天云抬眼望去，只见一男一女正在空中展开激烈交战。他们身形如电，手中长剑挥舞得密不透风，剑花闪烁，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致命的威胁。那名女子身着一袭粉色华贵长裙，裙摆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宛如仙子下凡。她气质高贵，成熟典雅，拥有着绝世的仙颜，肌肤胜雪，吹弹可破，妖娆的身材更是勾勒出完美的曲线，令人惊艳不已。她那双绝美的眼眸清澈如虹，深邃似渊，让人看一眼便忍不住深陷其中。而与她对战的男子则身着一袭紫金色长衫，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阴邪之气。他的眼神中透着狠厉，每一次出手招式都凌厉无比，带着凛冽的杀气。这运气也太差了吧，还是先走为妙。穆天云心中暗叫倒霉，连忙驾驭着烈焰马，转身欲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唰！突然间，一道清脆且尖锐的破空声陡然撕裂长空。只见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仿若一把寒光闪闪的绝世利刃，裹挟着磅礴的力量，朝着穆天云迅猛地劈斩而来。剑气所经之处，空气仿佛被一把无形的利刃精准切割，发出丝丝的细微声响。穆天云瞬间察觉到危险逼近，连忙将身法施展到了极致，身形如鬼魅般灵动，迅速朝着一旁闪避而去。砰！一声巨响，宛如惊雷炸响，震得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颤抖。烈焰马瞬间被那凌厉的剑气劈成2半，鲜血如泉涌般喷射而出，瞬间染红了地面，场面血腥而惨烈，令人不忍直视。穆天云虽然躲开了致命一击，但终究还是未能完全避开剑气的余威，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不受控制的重重摔在了地上。噗！落地之后，穆天云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随后，他的身体瞬间失去了生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犹如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此刻的穆天云肋骨已然断裂了好几根，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伴随着钻心蚀骨的剧痛。然而，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他强忍着这几乎能让人昏厥的剧痛，选择了装死。好在他身为顶级神医，对人体的奥秘可谓了如指掌，让自己的身体陷入假死状态，对他而言并非难事。狗杂碎，老子到底招你惹你了？穆天云心中愤怒到了极点，自己不过是恰巧路过此地，却莫名其妙就被对方劈了一剑。不过，虽然心中怒火中烧，他却丝毫不敢有任何动弹。空中战斗的2人实力太过强大，那强大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来，远非他目前所能抗衡。此时，穆天云唯一能做的便是继续佯装死亡，等待着2人结束战斗离开。唯有如此，他才可能拥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否则一旦暴露，必将性命不保。趁着2人战斗的时候，穆天云悄悄服下了几颗疗伤丹，随后他悄然运转功法，借助丹药的药力，暗自修复着体内那遭受重创的伤势。其实他身上的伤主要就是震断了几根肋骨，虽说疼痛难忍，但并非危及性命的重伤。此刻空中2人的战斗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双方都拼尽了全力，几乎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在以命相搏，各种剑术神通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幸运的是，穆天云此刻静静地隐匿在草丛之中，巧妙地避开了2人战斗余波的殃及。韩心雅，我劝你乖乖交出了玄果，不然休怪我心狠手辣。紫衣男子声音中充满了阴毒与贪婪，眼神如饿狼般死死地盯着那名女子。杨世欢，地玄果如今已在我手中，你若有这个本事，尽管来抢便是。韩心雅声音冷若冰霜，宛如寒冬腊月的冰雪，透着彻骨的寒意。他手中长剑不停地挥舞，剑花闪烁，散发出阵阵凛冽的剑气。贱人，既然你执意找死，那就休怪我无情。杨世欢咬牙切齿，眼中闪过一抹凶光，挥剑便再次朝着韩心雅凶狠地杀了上去。一时间，2人再次陷入了激烈的缠斗之中，剑气在空中纵横肆虐，场面看上去震撼至极，让人胆战心惊。不知不觉间，双方大战了1天1夜。在此期间，穆天云始终如同一具真正的尸体般，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并非没有想过趁机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然而空中2人那恐怖的实力让他望而却步。万一对方察觉到他的动静，对他起了杀心，再随意补上一剑，那他可就真的彻底凉凉。正因为如此，穆天云才选择静静地躺在地上装死，丝毫不敢轻举妄动，哪怕心中焦急如焚，也只能强忍着等待时机。好在经过这一整天的暗自疗伤，在疗伤丹和功法的双重作用下，他体内的伤势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原本断掉的骨头也被他凭借着精湛的医术悄然接好，身体的状况逐渐恢复。转眼间又过去了半天时间。
在两人激烈的交战之下，周围的一切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此刻已被夷为了平地，只剩下一片狼藉。此刻，杨世欢和韩新雅俩的身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他们的衣裳。他们的发丝凌乱地飞舞着，整个人显得狼狈不堪，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韩新雅，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燥热难耐，体内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杨世欢嘴角勾起了一丝阴森森的笑意，眼神中透着邪恶与得意。无耻之徒，你竟敢对本座下那种下三滥的毒药，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韩新雅眼神中充满了决然与愤怒，挥剑再次义无反顾地朝着杨世欢猛冲过去。贱人，你已经中了奇淫和欢散，等会儿看我怎么好好调教你，让你在我身下求饶。杨世欢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眼神中满是猥琐与贪婪。他深知在正面硬碰硬的情况下，自己已经很难拿下韩新雅，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战斗中趁着韩新雅不备，悄然使用了奇淫和欢散这种无色无味的春毒。眼见杨世欢不断的躲避，韩新雅的心情愈发焦急起来。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掉杨世欢，随着春毒的发作，后果将不堪设想，自己很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该死的畜生，去死吧！韩新雅眼中寒光一闪，紧接着她的身体瞬间被一抹诡异的红色血雾所笼罩，身上的气息开始愈发强盛起来。疯女人，你居然燃烧精血！杨世欢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之色，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他不敢再做停留，转身便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瞬间朝着远处仓皇飞驰而去。去死吧！韩新雅怒斥一声，声音如同洪钟般响彻四周。他玉手猛地一挥，手中长剑瞬间化作漫天剑影，如同密集的雨点，连绵不绝地朝着杨世欢射去。杨世欢见状，急忙拿出了一块黝黑发亮的黑色盾牌，挡在了身前。然而，尽管这块黑色盾牌挡住了大部分凌厉的剑气，但依旧有2道剑雨精准地射中了杨世欢的大腿。贱人，我跟你拼了！杨世欢怒吼一声，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绝望。他也顾不上许多，连忙燃烧体内的精血，施展出独门的禁术，不顾一切地朝着韩新雅疯狂地杀了过去。一时间，两人再一次陷入了激战之中，战况相较于之前变得更加激烈和残暴，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和肃杀之气。又过去了数百招，两人皆被打得伤痕累累，体力也近乎消耗殆尽。贱人，现在你已经身受重伤，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何时。杨世欢胸口剧烈起伏，大口地喘着粗气，目光如鹰隼般盯着韩新雅，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混蛋，就算是死，我也绝不可能让你得逞。韩新雅面色绯红，原本娇艳的面容，此刻因愤怒与药力的双重作用而显得格外艳丽。显然，她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若非意志力坚定，换做一般女子，恐怕早就已经放弃抵抗了。说话间，她急忙掏出一堆解毒丹服下，试图以此缓解体内的春毒。然而，这些解毒丹对于春毒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仅仅只能暂时缓解一下体内的欲望而已。慕天云瞧见两人暂时停止了战斗，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小心翼翼朝着远处逃去。站住！杨世欢目光敏锐，瞬间察觉到了慕天云的动静，当即低声呵斥了一句。他的声音虽然有些疲惫，却透着一股不容违抗的威严。慕天云听闻，心中不由一紧，只得缓缓停下脚步。他转过身来，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说道：前辈，我真的只是恰巧路过此地，您大人有大量，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慕天云虽然很想立刻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但却不敢贸然行事，生怕一个不慎惹恼了对方，那他自己恐怕会性命不保，因为他也不确定对方还有没有秒杀他的战斗力。臭小子，你这命还真是够硬的，在本座的一剑之下，居然还能活命。杨世欢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原本他以为自己随手的一剑足以让这个不起眼的蝼蚁当场毙命，可他没想到对方不但没有死，而且还生龙活虎的。前辈，你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何必跟我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慕天云强忍着心底的怒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谦卑恭顺。小子，现在有个天大机遇就摆在你眼前，只要你过去给那个贱人补上一剑，这本地揭秘籍就是你的了。杨世欢嘴角微微扬起，脸上带着一丝诱惑的笑容。前辈，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他实力如此高强，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慕天云面露难色，心中却在暗自思索着应对之策。放心吧，这个贱人身负重伤，而且还中了春毒，此刻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你只要过去给他一剑，本座不但给你一本地阶功法，另外再给你100万金币。杨世欢再次开口劝诱，言辞之间充满了诱惑。小子，你千万别听他的鬼话，此人卑鄙无耻，向来心狠手辣，出了名的不择手段。你要是轻信了他的话，
下场绝对会死得很惨很惨。韩欣雅急忙开口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与担忧。此刻他体内元力所剩无几，若是眼前这小子真对他动手，那他恐怕再也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压制体内的春毒。看着两人虚弱不堪的模样，慕天云心中不禁涌起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念头。这两个家伙看样子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要不要趁人之危呢？慕天云心中暗道一声。一番权衡思量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毕竟如此诱人的机遇摆在眼前，实在难以抗拒。快点动手杀了他！杨世欢见慕天云似乎有些心动，再次催促道，只要你照做，本座保你一世荣华富贵。此刻他元力已经所剩无几，几乎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眼前这个小子身上。只要慕天云进攻韩欣雅，必然会使韩欣雅体内的春毒彻底爆发，届时他便可趁机杀慕天云，再坐收渔翁之利，夺取地玄果。我去你妈的！慕天云突然怒吼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毫不犹豫地挥剑朝着杨世欢猛冲过去。找死！杨世欢见状，连忙将那面黑色盾牌横在身前。他实在没料到，眼前这小子居然敢突然偷袭自己，让他心中的愤怒彻底被点燃。砰！一声巨响轰然传开，慕天云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袭来，整个人被那黑色盾牌震得倒飞出去10几丈远，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勉强稳住身形。而杨世欢也同样不好受，身体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退了10几丈远，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狗杂碎，去死吧你！慕天云怒吼一声，从地上一跃而起，再次挥剑朝着杨世欢杀了过去。经过刚才那一击交手，他察觉到杨世欢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战斗力了。如果继续与之战斗下去，说不定真的有机会将其斩杀。一旦成功斩杀了这种级别的强者，那他必定能获得大量珍贵的修炼资源，这对他的修行之路将有着巨大的帮助。不知死活的蝼蚁，你这是自寻死路！杨世欢气得咬牙切齿，强忍着体内的伤痛，艰难地举起手中长剑，朝着慕天云迎了上去。然而此刻的杨世欢早已身受重伤，面对生龙活虎般的慕天云，他很快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只有炼气境的小子，真实的战斗力居然如此离谱。原本他以为即便自己身受重伤，要对付这个小子也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可真正交起手来，他才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眼前这个小子简直就是个战斗怪物，实力远超同级别的修者。狗杂碎，让你招惹老子！慕天云怒吼一声，施展出精妙的凤舞身法，手中轩辕剑如疾风骤雨一般，连绵不绝地朝着杨世欢发起攻击，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气势。轩辕剑怎么会在这小子手上？难道他是轩辕长老新收的弟子？一旁的韩欣雅看到慕天云手中的轩辕剑，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动，连忙挥剑朝着杨世欢杀了过去。随着韩欣雅的加入，杨世欢瞬间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困境，很快就被打得连连败退。一时间，他身上的伤势愈发严重，鲜血不断从伤口处涌出，将他的衣衫染得通红。小杂种，本少记住你了，别让我再遇到你！杨世欢气得一口鲜血喷出，脸色变得面目狰狞。深知今日已无力回天，他当机立断，身体化作一道残影，施展某种禁术，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远处飞驰而去。慕天云见状，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难看。他心中清楚，对方施展的应该是一种极为厉害的禁术，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小子，轩辕轻柔是你什么人？看到杨世欢逃离，韩欣雅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支撑一般，瘫倒在了地上。你认识我师尊？慕天云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没想到韩欣雅竟然认识轩辕轻柔。我当然认识他，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快带我离开这里，我实在顶不住了。韩欣雅脸上渐渐泛起一抹红晕，眼神开始变得迷离起来。此刻春毒在他体内愈发肆虐，他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前辈，你再坚持一下，等会儿我帮你施针。慕天云见状不敢有丝毫耽搁，一把抱起韩欣雅，身形一闪，快速朝着远处逃遁而去。然而在被慕天云抱住的一刹那，韩欣雅感觉体内的春毒犹如火药桶一般瞬间爆发开来，那股无形却又汹涌澎湃的欲望如同潮水般冲击着他的理智防线。渐渐的，他的眼神变得愈发迷离，意识也逐渐模糊，双手不受控制的胡乱抓挠起来。我靠，别乱抓呀！慕天云绝身下传来一股异样的感觉，上顿时露出了窘迫的表情。来不及多想，他连忙运转清心诀，试图让自己在这诱惑之下保持冷静。眼前这个女人实力高深莫测，而且还与他的师尊相识，他可不敢轻易冒犯。可是虽然他已经竭力克制自己，但韩欣雅却已彻底陷入疯狂的状态。
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缠上了穆天云的脖子，动作带着一种本能的急切。紧接着，他娇艳欲滴的红唇如同被某种神秘力量驱使，缓缓朝着穆天云凑了过去，呼出的温热气息如羽毛般撩拨着穆天云的心弦。喂，你别乱来啊，再坚持一下。穆天云连忙开口劝阻，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与紧张。此刻的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眼前的韩欣雅美得动人心魄，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诱人气息，身体更是紧紧地缠在了他身上。若非他意志坚定，恐怕早已在这极致的诱惑中彻底沉沦。大约1刻钟后，穆天云带着几近失控的韩欣雅来到了一座隐蔽的山洞之中。你先冷静点，我给你解毒试试。穆天云一边说着，一边急忙拿出金针。然而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韩欣雅便如饿虎扑食一般，瞬间将他压在了地上。给我！此刻的韩欣雅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那纤细雪白的玉手在穆天云身上疯狂地撕扯起来，动作中透着一股不顾一切的疯狂。卧了个槽，事后你可别怪我。穆天云眼神充满无奈，此刻也被这诱惑的场面撩出了火气。他看得出来，韩欣雅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必将性命不保。到了这一地步，即便韩欣雅主动配合，天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将其毒素驱除。如今他也只能孤注一掷，用这特殊的方式来尝试救人了。至于事后韩欣雅会不会卸磨杀驴，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了。这一刻，两人仿佛被卷入了一场无法抗拒的风暴之中，激烈的缠绕在一起。他们身上的衣服在这疯狂的撕扯下，瞬间化作碎布，纷纷扬扬地洒落一地。看着眼前这具美到极致的胴体，穆天云只感觉自己的呼吸愈发急促，体内的火气瞬间开始飙升。不得不说，韩欣雅确实美得惊心动魄，她身上带着一种妖娆而成熟的独特韵味，尤其是那妩媚动人的气质，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人只需看一眼便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沦。一时间，两人忘却了世间的一切，唯有彼此所取的急促呼吸声在洞内回荡，暧昧的气息如浓雾般弥漫开来，将整个山洞笼罩其中。1日过后，山洞的地上铺着一张简易的被褥，两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刻。阳光透过洞口的缝隙，洒下几缕金色的光线，为这略显昏暗的山洞增添了一抹柔和的色彩。你叫什么名字？韩欣雅微微抬头，静静地凝视着穆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与复杂的情绪。穆天云。穆天云开口回答，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你呢？我叫韩欣雅。韩欣雅心渐渐冷了下来，眼神如同一柄利剑，冷冷地直视着穆天云。这件事你最好烂在肚子里，不然谁都救不了你。放心吧，我又不是长舌妇，这种事情自然不会到处乱说。穆天云赶忙回应道。早就听闻轩辕轻柔收了一个新弟子，想不到居然是你。韩欣雅缓缓开口，打破了短暂的沉默。你认识我师尊？穆天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当然认识。韩欣雅简短地回答道。你也是流云宗的？穆天云继续追问道。韩欣雅微微点了点头。那个咱们都已经这样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其实我是可以负责的。穆天云鼓起勇气开口说道。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并非处子之身，但其实力却深不可测，若是能将其拿下，无疑会成为他修炼道路上的一大助力。对我负责？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韩欣雅忍不住扑哧一笑，脸上露出了一丝诱人的笑容，可她的笑容中却似乎带着一丝嘲讽与无奈。我是认真的，当然如果你看不上我的话，那就当我没说。穆天云语气认真而诚恳，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只是我们并不合适。韩欣雅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什么意思？穆天云疑惑地问道。好了，你就别问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你最好永远忘记。韩欣雅声音渐渐变得冷淡，随即她优雅地站起身来，重新穿上了一套洁白如雪的长裙。长裙在她身上自然垂落，更显她身姿婀娜，气质高贵优雅。对于眼前这个年轻的男子，韩欣雅内心其实还是有些心动的。无奈命运弄人，两人并没有在对的时间遇上彼此，所以这段关系注定只能成为一场无缘的邂逅。我知道你或许有自己的难处，但你这么美的一个女人，就算我想忘记，恐怕也很难做到。穆天云无奈地说道。你这些甜言蜜语对我没用。韩欣雅声音依旧清冷，随即从储物间里拿出了10颗灵石，随手丢给了穆天云。看在你昨天表现不错的份上，这10颗灵石就赏你了。你这是把我当鸭子？穆天云一脸无语，心中既感到无奈，又有些哭笑不得。可以这么理解。韩欣雅脸上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容。话音一落，她身形如仙子般飘然而去，瞬间消失在了山洞之中。此时
山洞中只留下慕天云独自一人，回味着这场如梦似幻的经历。真是一个迷人的女人。慕天云喃喃自语，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留恋。不得不说，韩欣雅就像一个充满魔力的妖精，与花月容相比，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花月容属于青春貌美型，宛如春日绽放的花朵，清新动人；而韩欣雅则是成熟御姐型，恰似那醇厚的美酒，身上散发着一股独特而迷人的韵味，让人难以忘怀。简单整理了一下衣物和思绪，慕天云离开了山洞，踏上了继续朝着绝云城方向赶去的路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慕天云一边历练一边赶路，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不知不觉10天的时间一晃而过，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再加上那10颗灵石辅助修炼，慕天云的修为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一举从凝神境第4层突破到了第6层。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他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喜悦的表情。这天上午，慕天云终于抵达了绝云城。绝云城虽只是一座规模不算宏大的小城，但与他曾经在电视里所见识过的城池相比，却显得宏伟壮观得多。踏入绝云城，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错落有致、充满古典韵味的建筑。这些建筑风格独特，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繁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既有热情洋溢、大声吆喝着招揽生意的商贩，也有形神兼备、气质不凡的修炼者穿梭其中。这里的人群大部分都是平凡普通的凡人，即便偶有一些拥有修为的，也仅仅只是炼气境初期的水平。咦，那不是慕天云吗？他怎么突然回来了？听说他在流云宗只是一个杂役弟子，现在该不会是被扫地出门了吧？有这种可能。前几天柳嫣然回来了，据说他已经成为了流云宗的内门弟子。以他的天赋，未来这流云城说不定都得改姓柳了。慕天云刚在城内现身，很快就吸引了众多城内居民和商贩的目光，各种猜测和议论声也随之四起。对于周围的议论之声，慕天云充耳未闻，而是一路朝着城主府的方向稳步走去。大约过了片刻，一座气势恢宏、大气磅礴的府邸便出现在他眼前。这座府邸雕栏玉砌，朱红色的大门庄严肃穆，彰显着主人的不凡身份。少爷，您可总算回来了，大事不好了！慕天云刚走到府邸门口，一名负责看门的侍卫便神色慌张地连忙开口说道：“慕英，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慕天云心中一紧，疑惑地问道：“柳家大小姐带着人来了，好像是要亲自上门来退婚，城主正在会客厅招待他们。”慕英焦急地说道，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愤慨：“我爹之前不是已经帮我把婚退了吗？他怎么还来凑这个热闹？”慕天云皱起眉头，沉声问道：“少爷，城主确实帮您退了婚，可这柳嫣然心高气傲，觉得是少爷您根本配不上她，所以执意要亲自上门再退一次婚，摆明了是来羞辱咱们慕家。”慕英气愤不已，紧握的拳头微微颤抖，真当老子是好欺负的软柿子了。慕天云顿时气得怒火中烧，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说罢，他快速朝着城主府的会客厅大步走去。此刻，在城主府那座奢华典雅的会客厅内，现场气氛凝重，紧张的氛围让人几乎喘不过气。穆凌风一脸阴沉地端坐在主位之上，脸色黑得如同锅底穆家的一众高层，神色肃穆，静静地站在两旁，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露出一丝忧虑。大厅的正中间站着一名衣着华丽、神态倨傲的中年男子，此人便是柳家家主柳大富。在柳大富的身旁跟着一男一女，那男子气宇轩昂，身姿挺拔如松，剑眉星目，眼神中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自信与霸气，浑身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场。此人正是流云宗核心弟子季天浩，同时他也是秦秀峰峰主季兰月的侄子，身份尊贵无比。而站在一旁的那名气质高冷的女子，正是柳家大小姐柳嫣然。她身着华丽的服饰，面容精致，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不屑与轻蔑。柳大富，你我两家的婚约早就已经解除了，你今日再次登门，究竟所为何事？穆凌风声音中带着一丝压抑的愤怒。穆凌风，就凭你那个不成器的废物儿子，有什么资格跟我女儿退婚？就算要退婚，那也得由我女儿主动提出来。柳大富毫不客气的冷冷回应，语气中充满了傲慢与鄙夷。柳大富，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吧？穆凌风气得浑身发抖，眼神中瞬间射出一丝凌厉的杀气。他好歹也是绝云城城主，如今被一个小小的商人如此羞辱，这让他感到无比愤怒。如果不是顾忌季天浩，他早就一巴掌将柳大富拍死了。区区一个小城城主，也敢在本少面前耀武扬威。季天浩冷哼一声，声音如同重锤般在大厅内回荡。紧接着，一股无形却又强大的威压瞬间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压得在场众人几乎喘不过气。你是巨元境强者？穆凌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恐惧。他深知巨元境强者的恐怖，在这样的强者面前，自己和整个穆家都如同蝼蚁一般脆弱。毕竟
他的实力也仅仅只是凝神境巅峰而已，远不是对方的对手。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立刻在城内发布通告，承认你儿子根本配不上我柳师妹。另外，再把城东的所有商铺全部划给柳家作为赔偿，此事便就此作罢。否则，季天浩神情高傲，语气冰冷的如同3·9寒天的冰雪，充满了威胁的意味。这位公子，虽然你身为流云宗的核心弟子，但如此公然插手世俗家族之间的纷争，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穆林峰强忍着心中的愤怒，语气冷冷地说道：本少就插手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再多说一句废话，我灭你全族！季天浩眼中寒光一闪，犹如2道冰冷的利刃，浑身散发着一股凛冽的杀气。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竟敢口出狂言灭我全族！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陡然响起，只见穆天云突然出现在了客厅之中，他眼神锐利如剑，浑身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目光冷冷地直视着季天浩，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充满了挑衅与不屑。穆天云在看到穆天云的刹那间，柳嫣然的脸色陡然微微一变，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亦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慌乱。云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穆林峰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惊讶之色，下意识的连忙将穆天云拉到自己身前，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担忧。爹，我想你了，所以就回来了。穆天云开口说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时候回来？穆林峰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担忧。爹，您放心，只要有我在，就没人能动穆家分毫。穆天云的声音坚定而有力，眼神中透着一股自信的光芒。小子，你就是穆天云？季天浩冷冷地开口问道，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审视。就是你要灭我全族？穆天云目光如剑，冷冷地直视着季天浩。他看得出来，眼前这人的修为不过是巨元境第3层，如果真的与对方生死相搏，他有70%的把握能够将其斩杀。毕竟这段时间他的修为连升2个小境界，从凝神境第4层突破到了第6层，而且经过不断的历练，他所修炼的各项武技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战斗力早已今非昔比。小子，看在咱们同门的份上，只要你乖乖跪下给嫣然赔礼道歉，然后对外发布通告，承认自己根本配不上嫣然，并且把你们城东的商铺全部赔给柳家，本少可以考虑饶你这一回。季天浩神情高傲的不可一世，眼神中透着深深的蔑视，丝毫没有将穆天云放在眼里。要是我不照做呢？穆天云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与不屑。穆天云，你可别不知好歹，我女儿如今可是流云宗秦秀峰主的关门弟子，这位更是秦秀峰主的亲侄子，我劝你识趣点。柳大富一脸得意忘形，仿佛已经胜券在握，那副嘴脸令人作呕。老杂毛，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弄死你？穆天云冷冷地盯着柳大富，眼神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被穆天云那如狼似虎的凶狠眼神一瞪，柳大富只感觉心头猛地一凉，顿时吓得闭上了嘴，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他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而已，对上穆天云这凌厉的眼神，要说不畏惧，这是不可能的。穆天云，我爹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你欺负他算什么本事？柳嫣然冷冷地说道。柳嫣然，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真当老子是泥捏的是吧？穆天云眼中凶光毕露，挥手便是一巴掌，带着呼呼的风声，如闪电般朝着柳嫣然狠狠抽了过去。这一掌速度快到极致，凌厉的掌风仿佛能撕裂空气，瞬间便抽在了柳嫣然的脸上。啪！一记清脆而响亮的耳光声在大厅内骤然响起啊！柳嫣然还没来得及反应，身体便被抽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柱子上。混蛋，但我跟你没完！柳嫣然的头发瞬间变得凌乱不堪，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样子看上去狼狈至极。你找死！季天浩见状，顿时怒火中烧，身影如同一道黑色的残影，直接一掌朝着穆天云轰了过去。他没想到，一个区凝神境的修者，竟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这让他感觉威严受到了挑衅。嗖！穆天云反应极快，身影如鬼魅般一闪，手中不知何时已然握住了轩辕剑。只见他猛地一挥，轩辕剑带着凛冽的剑气，如同一道银色的闪电，狠狠朝着对方的手腕劈了过去。季天浩脸色瞬间大变，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直觉告诉他，穆天云这一剑蕴含着恐怖的力量，如果不小心被这一剑砍中，很可能会身受重伤。危急时刻，他连忙朝着一旁闪身躲避。是，虽然季天浩成功躲过了致命的攻击，但胳膊还是被穆天云的剑气划出了一条长长的血痕，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袖。小杂种，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季天浩眼神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愤怒地拔出长剑，带着无尽的杀意，朝着穆天云疯狂地杀了过去。他的剑招凌厉而狠辣，每一剑都裹挟着强大元力，空气中满是剑刃切割空气发出的尖锐呼啸声。作为流云宗的核心弟子，
他有着自己的骄傲。如今被一个凝神境的小子伤到了胳膊，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让他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穆天云神色冷峻，脚下巧妙地施展凤舞身法，身形如鬼魅般飘忽不定，灵活地躲避着祭天昊的攻击。同时，他手中的轩辕剑不断挥舞，一道道剑气纵横而出，与祭天昊的剑招相互碰撞，爆发出耀眼的元力光芒。穆林峰见状，脸上露出了震撼到极致的表情，连忙带着穆家的一众高层迅速退到了大厅之外。此刻他心中暗自惊叹，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自己儿子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如此惊人的境界，这实在让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此刻的柳嫣然同样满脸的不可置信，眼神中充满了惊愕与恐惧。他连忙带着自己的父亲慌慌张张地躲到了大厅之外。原本他以为有祭天昊这个强大的靠山撑腰，今天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退婚，而且还能让穆家乖乖交出城东的商铺。可他怎么没有想到，穆天云的实力竟然提升得如此之快，而且还和祭天昊打得有来有往，丝毫不落下风。这一刻，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丝后悔。两人的战斗异常惨烈，不过片刻时间，整个大厅便在他们强大的元力冲击下被夷为平地，墙壁倒塌，桌椅粉碎，一片狼藉。很快，两人的战场转移到了后花园内，继续展开激烈的拼杀，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了数十招，一时间竟然处于伯仲之间，谁也没能占到对方的便宜。然而，随着战斗的不断持续，祭天昊的脸色愈发阴沉，心情也越来越急躁。作为一个巨元境第3层的修者，却迟迟拿不下一个凝神境修者，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相比之下，穆天云却是越战越勇，手中的轩辕剑法施展得愈发娴熟，连绵不绝，不断朝着祭天昊的要害刺去，每一剑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和致命的威胁。小杂种，去死吧！祭天昊怒吼一声，攻势变得愈发猛烈，手中的长剑挥舞得密不透风。同时，他迅速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张攻击符咒，毫不犹豫地朝着穆天云狠狠砸了过去。这张攻击符咒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一看就知道威力非凡。眼看对方突然拿出攻击符咒，穆天云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瞬间将身法施展到了极致，整个人如同化作了一阵风，速度快到极致。砰！一声巨响如惊雷般炸开，城主府内的一座建筑当场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砖石飞溅，尘土飞扬。狗杂碎，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股凶狠而决绝的光芒，挥剑再次朝着祭天昊冲了过去，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看到穆天云如此凶狠不要命的模样，祭天昊的心中不由打起了退堂鼓。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泡个妞而已，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丢了性命。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他可不想葬送在这里。转眼间，双方又大战了几十招。在这激烈的交锋中，穆天云渐渐占据了上风，凭借着精妙的剑法和顽强的斗志，直接将祭天昊打得连连败退。祭天昊脸色愈发阴沉，身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伤口，鲜血不断涌出，染红了他的衣衫。嫣然师妹，我们走。眼看情况越来越不利，祭天昊心中一慌，急忙往自己身上贴了一张神行符。刹那间，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速度陡然加快数倍。紧接着，他一把拉住柳嫣然，迅速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阵风声在空气中回荡。看着祭天昊和柳嫣然狼狈逃窜的背影，穆天云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霾，但最终还是没有选择追击。虽然他手中也有神行符，可这种符箓极为珍贵，每一张都来之不易，他可不想就这么浪费在这两人身上。而且祭天昊乃是秦秀封主的侄子，柳嫣然也是秦秀封主的关门弟子，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穆天云还真不敢轻易杀了这两个人。毕竟在宗门之中，残杀同门那可是重罪，如果真的被宗门知晓，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当然了，如果是在野外遇到这两个人，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但这里是绝云城，无数人亲眼看到柳嫣然和祭天昊来到了城主府，如果这两个人出了意外，那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他，到时候他将陷入无尽的麻烦之中。看到自己的女儿和祭天昊突然灰溜溜的离开，一旁的柳大富吓得脸色惨白，一脸懵逼的站在原地。城主大人，我也是一时糊涂啊，求求您饶我一命吧。柳大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不停的磕头求饶。柳大富啊，柳大富，你还真是找死！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的光芒。天云少爷，求求您饶我一命，我愿意奉上柳家所有的财富，只求您能放我一条生路。柳大富连忙开口求饶，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就你柳家那点财富，你真以为我会看得上吗？从明天开始，我不想在绝云城再看到你们柳家的任何一个人，否则杀无赦。穆天云声音如同寒冬腊月的冰雪，冰冷刺骨。我们立刻离开绝云城，马上就走。
柳大富连忙不停地磕头，如同捣蒜一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记住，是滚！穆天云声音冰冷，一股无形的杀气从他身上散发开来，让人不寒而栗。虽然他很想杀了刘大富，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毕竟柳嫣然还没有解决，如果此刻贸然杀了柳大富，那穆家很可能会遭到他的报复。这个女人天赋还是不错的，如果她一心想要报复的话，那穆家还真不一定顶得住。而穆天云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绝云城，更何况柳大富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种人对穆家并没有什么威胁，杀不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是，我这就滚！柳大富吓得浑身一颤，连滚带爬的朝着城主府外滚去。此刻的他心中充满了后悔。原本他以为自己女儿钓上了祭天昊这个金龟婿，有了这个强大的靠山，足以让柳家压倒城主府。正因为如此，柳大富才气势汹汹的来到城主府找茬。可他万万没想到，穆天云居然回来了，而且实力竟然媲美祭天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感到无比绝望。快看，那不是柳家主吗？他怎么从城主府滚出来了？咦，还真是他！刚才他还带着下人敲锣打鼓的说要过来退婚呢，这怎么一会儿就滚着出来了？此刻城主府外早已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众人看着柳大富狼狈的模样，纷纷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惊叹声此起彼伏。云儿，这才短短几个月，你的实力怎会变得这么强？穆林峰双手紧紧抓住穆天云的手，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爹，你有所不知，我师尊可是流云宗第一炼丹师，我修为提升的速度自然比旁人快上许多。穆天云微笑着解释道。太好了，看来我有大帝之资啊！穆林峰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脸上洋溢着爽朗的笑容。少城主天资卓绝，实乃我穆家之幸。城主府的一众高层也纷纷上前，满脸堆笑的祝贺着，眼神中充满了对穆家未来的憧憬与期待。云儿，虽说你如今实力大增，但此次你得罪了柳嫣然，还有那个祭天昊，这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穆林峰的笑容渐渐隐去，脸上浮现出一丝担忧之色。爹，您就放心吧，就凭他们二人，我还没放在眼里。穆天云语气坚定，眼神中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霸气。以他如今的实力，柳嫣然和祭天昊根本不可能威胁得到他。如果这里不是绝云城，这次他早就弄死他们两个了。但为了家族的安全，以及不让自己陷入麻烦当中，所以他才忍住了心中的杀意。他并不是一个无脑冲动之人，在没有绝对的把握杀人灭口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动手的。毕竟祭天昊的姑姑那可是秦秀峰峰主，这种级别的强者可不是他能招惹的。就算他不怕，他也得为家族着想。云儿，你如今已然长大成人，家族能给予你的助力终究有限，往后在外面闯荡，一定要留意自身安危，切不可莽撞行事。穆林峰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牵挂与担忧。爹，我已经长大了，会注意安全的。对了，以后家族不用再给我金币了。穆天云开口说道。这怎么行？修炼可是很耗资源的，没有家族支持，你单靠个人哪有那么多资源？穆林峰开口说道。爹，你就放心吧，我现在能自己赚取资源，金币对我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穆天云诚恳地说道。在炼气境和凝神境阶段，金币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可随着修为不断的提升，这些世俗的金币便会逐渐被灵石和丹药所替代。在那些修为高深的修炼者眼中，唯有灵石和丹药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金币对他们而言已毫无吸引力可言。随后穆天云又拿出了一些丹药送给了自己的父亲。看到穆天云递过来的丹药，穆林峰脸上也露出了兴奋的表情。他的修为早已达到了凝神境巅峰，距离聚元境也只差一步之遥。之所以迟迟没有突破，就是缺少资源的辅助。有了这些丹药，他有信心在近期突破到聚元境。当天晚上，城主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庆宴，整个穆家的高层以及旁系族人全部出席了这场盛宴。在此期间，穆家族人纷纷向穆天云敬酒，表达了祝贺之意。这些年来，穆家的族人对穆天云多少存有一些怨言，毕竟为了培养他，穆家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然而他的实力却一直停滞不前，迟迟不见起色。若不是看在他父亲乃是城主的份上，恐怕早就被无情的逐出家族了。如今目睹穆天云展现出超凡绝伦的天赋与实力，家族的高层和旁系族人皆满心欢喜，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天才坐镇，穆家未来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众人自然会为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在柳大富的带领下，柳家一大家子灰头土脸地离开了绝云城。柳嫣然的脸色阴沉得无比难看，眼神中更是充斥着无尽的恨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将家族迁至附近的城池。柳家作为一个根基深厚的商贾家族，在周边城池皆有生意往来，迁移过去倒也并非难事。而一旁的祭天昊同样怒不可遏，
眼神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作为流云宗的核心弟子，他自幼养尊处优，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也养成了他高傲自负的性格。原本他以为陪着柳嫣然回来，定能在众人面前大展威风，从而一举赢得柳嫣然的芳心。可万万没想到，自己不但威风没耍成，反而被狠狠打脸，落得个仓皇而逃的狼狈下场。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正因为如此，他在柳嫣然心中的形象瞬间崩塌，一落千丈。面对这般境地，季天浩对慕天云的恨意更是达到了顶点。在他看来，若不是慕天云横插一杠，自己光辉高大的形象怎会轰然倒塌？此刻恐怕早已赢得美人归。在将家族妥善安顿好之后，柳嫣然便与季天浩一同返回了流云宗。慕天云陪着自己的父母待了几天后，便踏上了返回的路程。临行前，父母为他准备了许多绝云城的特产，满满的都是对他的关爱与牵挂，这让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前世的他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小混混，从小便在孤独与困苦中挣扎求生，而在这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父爱与母爱，这份温暖如同冬日暖阳，照亮了他的心房。虽然慕天云也渴望能多陪伴父母几日，享受这难得的天伦之乐，但他深知修炼之路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若想成为绝世强者，不仅要有一颗坚定不移的强者之心，更需不断自我鞭策，奋勇前行。慕天云清楚自己如今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在这残酷的修炼阶段并没有自保的能力，因此他迫切地想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继续留在绝云城显然并非良策。此刻在绝云城的城顶，一对中年夫妇静静地伫立着，目光紧紧追随着慕天云远去的身影。林峰，咱们的鱼儿终于长大了。陈静轩轻轻叹了口气，眼中满是不舍与欣慰。是啊，云儿志向高远，他的未来注定不会局限于此，以后的路只能靠他自己去走了。穆林峰感慨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丝期望。好了，你也别太担心了，这孩子能从天而降，本身就不是平凡之人，或许他未来的道路，上天早已为他规划好了。陈静轩轻声安慰着丈夫，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你说的倒也在理，走吧，咱们也该为自己的生活做些打算了，比如要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穆林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臭不要脸，都这把年纪了，还想着要孩子，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陈静轩佯装嗔怒，没好气地说道。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脸上却不自觉地洋溢着一丝喜悦的表情。咱们才37、8岁，正当壮年，生个孩子有什么可笑话的？别想那么多了。穆林峰哈哈一笑，然后轻轻牵起陈静轩的手，带着他缓缓离开了城楼。其实慕天云并非他们的亲生儿子，在16年前，他们夫妻二人外出游历，途经一处山林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而下，雷电交加，天地间仿佛陷入了一片混沌。当他们匆忙寻找地方避雨之时，天空中竟突然出现一道神秘的虚空裂缝，紧接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从空中缓缓飘落。当时婴儿身上被一层神秘而柔和的光环所笼罩，下降的速度并不快，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托举着他。也正因如此，穆林峰才能轻松地将这个从天而降的婴儿稳稳接住。彼时他们二人成婚不久，尚未有自己的孩子，看到这个可爱的婴儿，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打从心底里喜欢上了他。于是他们便决定将这个婴儿带回了绝云城，视如己出，悉心抚养长大。混沌神界一片无尽的星域之中，一名满头白发、目光深邃的老者正手持一块罗盘，不断地探测着虚空。奇怪，这罗刹道姑到底跑哪去了？白发老者眉头紧锁，脸色阴沉的无比难看。无极老祖，你说他会不会逃到下界去了？一名气息如渊、目光锐利的中年男子说道。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你们别出声，本座再探测一下。白发老者手持罗盘再次探测了，周围的其他人一个个目光凝重地看着老者，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期待。就在这时，老者的罗盘突然震动了一下，他果然隐藏在了下界。老者脸上露出了一丝贪婪的笑容。太好了，既然确定了方位，那他就休想逃脱。一名红衣女子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好了，大家别耽搁时间，咱们立刻前往那个小世界。白发老者说完，身形化作一道流光，迅速朝着远处虚空飞驰而去。其他人见状也连忙跟了上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慕天云彻底放飞自我，一边赶路一边疯狂地历练着。对于苍蓝大陆，他还是非常好奇的，尤其是一些千奇百怪的妖兽更能引起他的好奇。与此同时，慕天云心中还怀揣着一份浪漫而奇幻的期待。要是哪天能邂逅一只修炼1000年的狐妖，亦或是1000年白蛇精，没准儿他就能像宁采臣或许仙那般，来一场浪漫且奇幻的人妖之恋的这天，
穆天云在赶路途中经过一座透着神秘气息的峡谷，刚一靠近，他便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药香味。作为一名炼丹师，他对药材知识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一下子就辨别出了这股独特的药香。他心中一动，瞬间意识到这座神秘的山谷之中极有可能隐藏着稀世的灵药。想到这儿，穆天云的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稍作思索后，他小心翼翼地踏入了山谷，每一步都迈得极为谨慎。进入山谷后，穆天云瞬间警觉起来，这里的安静得有些超乎寻常，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直觉告诉他，这座看似平静的山谷内很可能蛰伏着某种强大的妖兽，也唯有如此强大的存在，才能让这片山谷安静得这般可怕。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穆天云将精神高度紧绷，如同一张拉满的弓，随时做好了防御和撤退的准备。他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动静。就在这时，穆天云在山谷内的一处岩壁之中发现了一株造型奇特的灵芝。九转灵芝，穆天云心中猛地一震，脸上顿时绽放出惊喜的笑容。九转灵芝，这可是一种稀世珍宝般的灵药，对于聚元境的修者而言，服下它便能提升一个小境界，即便是聚灵境修者服下也能提升半个小境界。这种稀有的灵药价值连城，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发现九转灵芝的那一刻，穆天云心中虽然惊喜万分，但却并未轻举妄动。前段时间跟在轩辕轻柔身边修炼，他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历练经验。他深知在这种天才地宝的周围，往往会有实力强大的顶级妖兽守护，若是贸然摘取，很可能会遭到隐藏在暗处的妖兽偷袭，从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穆天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隐藏妖兽的角落。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观察后，他发现九转灵芝旁边的树丛给他一种极其强烈的危险感，仿佛有一双充满杀意的眼睛正从那里窥视着他。思索片刻后，穆天云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运转体内元力将其灌注到石头之中，然后狠狠朝着树丛甩了过去。吼吼！一声愤怒至极的兽吼骤然响起，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震动起来，一具庞大的身躯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从树丛之中窜了出来。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烈焰狮，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他那一对充满血丝的瞳孔，如同燃烧的火焰，透着一股嗜血残暴的光芒，令人不敢与之直视。卧槽！烈焰狮！穆天云脸色瞬间微微一变，下意识的身体不由后退了几步，目光紧紧地锁定在烈焰狮身上。他看得出来，这只烈焰狮的实力相当强悍，足以与人类聚元境第4层的修者相媲美。不过，穆天云并没有选择转身逃跑。他知道这种妖兽极其狠辣残忍，而且生性多疑，这个时候逃跑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一旦逃跑，烈焰狮必然会觉得他畏惧，于是便发起猛烈而致命的攻击。但若是毫不畏惧地直视对方，或许还能让他有所顾忌，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一线生机。一时间，一人一兽就这样对峙着，双方都紧紧地盯着彼此，空气中仿佛凝结着一层无形的寒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烈焰狮却迟迟没有发动攻击，这让穆天云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疑惑。突然间，他在烈焰狮的大腿边发现了一道不易察觉的剑痕。那道剑痕虽然细微，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迹。这畜生原来是受伤了，难怪不敢轻举妄动。穆天云心中暗自嘀咕，嘴角不由勾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正常情况下，以烈焰狮的速度，他若想逃跑，几乎是难如登天。但如果对方身受重伤，行动受到限制，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看什么看？咬我啊！穆天云冷哼一声，直接一脚踢在地上的一块小石头上。嗖！穆天云的这一脚之下，那块石子如同离弦之箭，瞬间朝着烈焰狮射去。吼！烈焰狮发出一声愤怒的怒吼，巨大的爪子猛地一挥，如同开山巨斧，瞬间将那块石头拍成了齑粉。紧接着，他身体猛地腾空一跃，如同黑色的流星般朝着穆天云扑了过去。畜生，去死吧！穆天云脚踏凤舞身法，身姿飘然而起，手中轩辕剑带着这凛冽的寒光，朝着烈焰狮狠狠劈了过去。此时的穆天云已经做好了打算，那就是冒险一搏。九转灵芝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如果能够成功抢夺到手，那至少能让他的修为提升2个小境界。而且一旦成功击杀烈焰狮，他还有机会获得一颗聚元境内丹，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笔血赚的买卖。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穆天云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被震得倒退了10几丈远。他只感觉体内气血如同翻江倒海般剧烈涌动，差点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还没等他缓过这口气来，烈焰狮再次发力，
身体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再次腾空跃起，气势汹汹地朝着他扑了过来。畜生，真当老子怕你不成？穆天云紧咬牙关，强忍着体内的不适，再次施展身法，与烈焰师展开游斗。他心里清楚，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若是与烈焰师正面硬碰硬，绝对会死得很惨。但如果采取灵活的游斗策略，利用对方受伤后行动不便的弱点，或许还有一丝战胜他的希望。穆天云脚踏凤舞身法，身形恰似鬼魅般飘忽不定，在与烈焰师的缠斗中尽显灵动与狡黠。烈焰师乍看之下凶猛异常，每一次攻击皆裹挟着毁天灭地般的气势。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的行动实则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敏捷。究其原因，是他大腿的伤势正不断加剧，嫣红的鲜血缓缓从先前的伤口不断溢出。目睹此景，穆天云心中不禁暗自窃喜。他敏锐地判断出，眼前这头烈焰狮此前必遭受了极为严重的内伤，腿部更是被利刃重创。只要巧妙地持续周旋下去，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怒吼！烈焰狮发出一声愤怒至极的狂吼，吼声仿佛能震碎这峡谷间的空气。他那庞大如山的身躯，如黑色的闪电般朝着穆天云疯狂扑去。他实在难以理解，眼前这个看似弱小的可怜的人类，竟能在他的攻击下支撑如此之久。正因如此，烈焰狮心中的愤怒彻底被点燃，眼神中带着无尽的杀意，疯狂地朝着穆天云汹涌袭来。一时间，一人一兽在这幽深的峡谷之中展开了激烈交锋，战况可谓惊心动魄。现场尘土飞扬，仿若沙尘暴来袭，乱石横飞，让人胆战心惊。转瞬之间，双方已大战了半个时辰之久。在穆天云持续不断的巧妙缠斗之下，烈焰狮体内的力量飞速流逝，消耗极大，其速度与先前相比渐渐变得迟缓起来，每一次扑击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穆天云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长时间的高强度战斗让他的体力也近乎消耗殆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不断滚落，呼吸也变得急促而沉重。然而迟迟无法拿下穆天云，烈焰狮的情绪渐渐变得狂躁，彻底失去了理智。畜生，你的妖丹我势在必得。穆天云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冷笑，眼中透着坚毅与决然。只见他双腿微微发力，身体如矫健的雄鹰般腾空跃起，手中轩辕剑闪烁着凛冽寒光，狠狠地朝着烈焰狮的头顶劈斩而下。砰！轩辕剑重重地劈在烈焰狮的头顶，发出一阵铮铮刺耳的声响。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这全力一击竟未能对烈焰狮造成丝毫损伤，仿佛劈在了一块无比坚硬的钢铁之上。我就不信杀不了你！穆天云并未气馁，身形如电，又连续劈出数剑，一道道凌厉的剑气如疾风骤雨，不断朝着烈焰狮的其他部位狠狠劈去。然而无论穆天云如何奋力攻击，却始终无法破开烈焰狮的防御。这头烈焰狮拥有极其强悍的肉身，皮糙肉厚的超乎想象，宛如一层天然的铠甲，将它严密地保护起来。对穆天云而言，要想突破这层防御，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眼见无法在短时间内破开对方的防御，穆天云迅速调整策略，决定继续采取灵活的游斗方式，不断消耗对方的体力。他心中明白，一旦将烈焰狮的体力消耗至极限，那时再寻找破防的机会便会容易许多。在持续进攻的过程中，穆天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不断地寻找着烈焰狮身上的破绽。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观察，穆天云终于在烈焰狮的腹部发现了一道细微却不容忽视的剑痕。突然间，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仿佛在黑暗中寻得了一丝曙光。他毫不犹豫，连忙施展身法，迅速朝着烈焰狮的腹部发起猛烈攻击。穆天云深知，若想破开烈焰狮的防御，眼下唯一的办法便是针对对方的伤口下手。烈焰狮似乎察觉到了穆天云的意图，他虽为兽类，却极其聪明，几乎在瞬间，他便反应过来，连忙将自己受伤的部位死死护住，那巨大的爪子如盾牌，严严实实地挡在伤口之前。畜生，你以为护住腹部，我就拿你毫无办法了吗？穆天云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他手中轩辕剑法陡然一变，突然朝着烈焰狮右腿伤口处迅猛劈了过去。噗！这一剑饱含着穆天云的愤怒与决心，重重地劈在了烈焰狮受伤的右腿上。刹那间，鲜血如泉涌般喷射而出，瞬间洒落一地，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吼吼！烈焰狮发出一声愤怒到近乎癫狂的咆哮，声音仿佛能将整个峡谷震塌。他不顾一切地朝着穆天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每一击都带着玉石俱焚的决绝。在凤舞身法的巧妙加持之下，穆天云的攻击愈发流畅自如，犹如行云流水。他身形灵动，每一剑都精准地直取烈焰狮的要害部位，不给对方丝毫喘息的机会。突然，穆天云凝聚全身力量，发出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剑气如同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
直直地劈在了烈焰师的荔枝上。嗷！烈焰师发出一声痛苦到极致的悲鸣，声音响彻峡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身体如同一座崩塌的小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四肢不断地颤抖着。原本嗜血残暴的瞳孔此刻睁得老大，眼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慕天云自然不会错失这绝佳的机会，连忙乘胜追击，猛地又是一剑劈出。这一剑带着破竹之势，重重地劈在了烈焰师的腹部。吼！烈焰师再次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声音中却已透着深深的无力。随后，他的身体重重地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生命的气息渐渐消散。慕天云却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深知烈焰师的强悍，担心他还有余力反扑，于是他继续不断地朝着烈焰师发起攻击，每一剑都稳、准、狠，直中要害。仅仅不到片刻时间，烈焰师终于彻底失去了呼吸，硕大的身躯静静地躺在地上，再也没有了一丝动静，终于解决了。慕天云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整个人如同瘫软泥般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大约过了片刻，慕天云强忍着身体的疲惫，缓缓站起身来。他迅速上前，将烈焰师体内的内丹收了起来。这颗内丹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蕴含着强大的能量。随后，慕天云又快步走到峭壁之中，将那株珍贵无比的九转灵芝也轻轻摘了下来。这一刻，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百里师兄，那只烈焰师就在里面。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峡谷的宁静。只见两名男子正快速朝着这边走来，眨眼间便出现在了慕天云的面前。带路的男子身材消瘦，身着一袭流云宗核心弟子特有的衣袍，衣袂随风飘动，显得颇为潇洒。而后面那名男子容貌俊朗不凡，身穿一袭紫色长衫，头戴一顶由温润玉石精心制作而成的发冠，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当他们看到地上躺着的烈焰师时，眼中皆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惊讶。小子，这只烈焰师竟是你所杀？那个身材消瘦的男子率先开口，目光如鹰般紧紧地盯着慕天云，眼神中充满了怀疑与审视。这位师兄，这只烈焰师确实是我杀的。慕天云眉头微微一皱，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双手抱了抱拳。此刻的他郁闷至极，眼前这两人实力高深莫测，气息内敛，却又隐隐散发着强大的威压。如果这两人真要抢夺他的战利品，以他目前的状态，根本不可能保得住手里的九转灵芝。你是我流云宗弟子？那消瘦的男子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我是流云宗内门弟子，这是我的身份令牌。慕天云连忙开口，并从储物袋里迅速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如今他只能祈祷对方看在同门的份上，不再抢夺他的东西。这位师弟，这只烈焰师实则是我前几天打伤的，就凭你的实力，绝无可能将其击杀。你把九转灵芝和内丹交出来，这烈焰师的尸体便送给你了。那个身材消瘦的男子声音理直气壮，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这位师兄，天地灵宝本就无主，有缘者得之。既然你当日未能成功获取，那只能证明你与他们无缘。如今这两样珍贵之物已然到了我的手中，你如此强行索要，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吧？慕天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九转灵芝和烈焰师的内丹，那可是他拼了半条命才换来的，就这么轻易交出去，他实在有些不甘心。小子，这九转灵芝和烈焰师的内丹，对本圣子要了，这20万金币就全当是给你的补偿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百里剑尘声音冷漠如冰，语气中带着一股高高在上、不容抗拒的威严。卧槽！慕天云听闻此言，心中顿时涌起了滔天怒火。区区20万金币就换走他手中的九转灵芝和内丹，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虽然心中愤怒不已，但他脸上却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满。慕天云心里清楚，如果自己不识时务，那眼前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很可能就会成为自己的埋骨之地。毕竟此地偏僻幽静，人迹罕至，倘若对方真的痛下杀手，根本不会有人知晓。既然师兄想要……慕天云刚说到一半，一道宛如黄莺出谷般清脆悦耳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话。百里师兄，你如此明目张胆地抢夺人家东西，传出去恐怕有损您的威名。慕天云闻言，连忙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名身材婀娜多姿、火辣性感的少女，宛如仙子下凡般突然出现在不远处。她的肌肤雪白如玉，散发着柔和的光泽，精致的面容上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童颜。同时，她拥有着傲人的身材，胸前的丰满呼之欲出，形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是她。当看清少女的模样时，慕天云心头瞬间飘过10000头草泥马。眼前这个绝美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初在流云山脉的湖泊中所遭遇的那位少女。此刻的慕天云只感觉脑袋上冷汗直冒。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落水的时候，
慌乱之中貌似在对方的胸口上抓了一把。一想到这件事，慕天云感觉自己天都快要塌下来了，心中充满了无奈与郁闷。西瑶师妹，看你这话说的，我可没有抢他东西的意思。百里剑尘连忙开口解释，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百里师兄，这九转灵芝和烈焰师的内丹皆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你想用区区20万金币就将其买下，这和明抢夺有什么区别？苏西瑶脸上露出了一丝可爱的表情。西瑶师妹，我不过是跟这位师弟开个玩笑罢了，如此珍贵的天材地宝，我怎么可能只出价20万金币？百里剑尘连忙笑着打圆场，试图挽回自己的形象，但那笑容却显得格外牵强。这位师弟，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苏西瑶那美眸流转，上下打量着慕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狡黠。嗨嗨，好久不见。慕天云尴尬地回应了一句。西瑶师妹，你竟然认识这位师弟？百里剑尘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有过一面之缘。苏西瑶简洁地开口说道，并没有过多解释。这位师弟，看在西瑶的面子上，只要你乖乖交出九转灵芝和烈焰师内丹，我不但给你20万金币，而且还额外赠送你20颗高级凝神丹，你意下如何？百里剑尘再次开口，凌厉的眼神犹如两把利剑，冷冷地扫向慕天云，言语中透露出一丝威胁的意味。你他妈怎么不去抢？慕天云心中忍不住暗骂一声。以他如今的修为，金币对他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而那20颗高级凝神丹对他更是毫无吸引力。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位极品炼丹师，放着自己炼制的极品凝神丹不用，去用所谓的高级凝神丹，除非他脑子真的出了问题。慕天云虽然心中对百里剑尘的行径极为不满，但脸上却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悦。就在他准备无奈答应下来的时候，一旁的苏西瑶悄然通过传音之术对他说道：小子，千万别答应他，只要你坚决不卖，我保证你不会有事。你确定能保我周全？慕天云心中一动，连忙悄然回了一道传音，语气中带着一丝疑虑。废话。苏西瑶冷冷地回了一道传音。小子，百里师兄问你话呢。那名身材消瘦的男子冷冷地瞪了慕天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不耐烦。这位师兄，这2样东西是我拼死得来的，就算你们出再高的价钱，我也不可能卖。慕天云语气不卑不亢地回答。虽然他心中有些紧张，但还是努力保持着镇定。你再说一遍。身材消瘦的男子闻言，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至极，眼神中透着一股凛冽的杀气。傻逼，老子不卖，你耳朵聋了？慕天云冷冷地回应。这一刻他也彻底怒了，反正有苏西瑶护着，他也懒得给对方留面子。你找死！身材消瘦的男子怒喝一声，挥手便是一巴掌，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狠狠朝着慕天云抽了过去。这一巴掌速度奇快无比，带起一股刺耳的破空之声，仿佛连空气都被瞬间撕裂，发出尖锐的呼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曼妙的身影如同一道白色的流光，瞬间挡在了慕天云的面前。只见他玉手轻轻一挥，动作看似轻柔，却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便化解了那凌厉的攻击。高敬灵，你好歹也是核心弟子，居然当众欺压同门师弟，传出去也不怕丢人。苏西瑶冷冷地说道。苏师姐，这只烈焰师本来就是我打伤的，否则就凭他这点修为，怎么可能击败得了烈焰师？高敬灵气愤不已，脸涨得通红，试图为自己辩解。既然你有本事打伤烈焰师，那你为何不当时就将他的内丹和九转灵芝取走呢？苏西瑶毫不留情地反问，犀利的言辞如同利剑般直击要害。我当时也受伤了，所以才不得不找百里师兄过来帮忙。高敬灵气的咬牙切齿。这不就得了？既然你没能力最终击杀烈焰师，那这些宝物自然就与你毫无关系。苏西瑶冷冷地说道，语气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高敬灵闻言，虽然心中1万个不服气，但也不敢再出言反驳。毕竟苏西瑶乃是宗门圣女，身份尊贵无比，地位远非他所能企及。小子，你确定不卖？百里剑尘的声音渐渐冷了下来，锐利如剑的眼神如同实质般冷冷地盯着慕天云。这位师兄，我已经明确表示不卖，难道你真要抢同门的宝物不成？慕天云冷声回应。既然苏西瑶已经承诺保他，那他自然不会再将这2样宝物拱手相让。虽然可能会因此而得罪百里剑尘，但这2样宝物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尤其是九转灵芝，足以让他的修为提升2个小境界。若是就这么轻易送出去，他实在是心有不甘。你可知道拒绝本圣子的要求会面临怎样的后果？百里剑尘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的杀气，犹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寒光。紧接着，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威压如同汹涌的潮水般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在这股威压之下，慕天云感觉仿佛有一座大山压在了身上，双腿如同灌铅一般，差点忍不住跪了下去。百里师兄，你好歹也是宗门圣子，
如此强买强卖，传出去恐怕对您的声誉有损，也不符合您的身份吧。苏西瑶玉手一挥，一道柔和却坚韧的力量瞬间挡住了百里剑尘散发的威压。西瑶师妹，不想与你动手，立刻让开。百里剑尘的脸色愈发阴沉。若是其他事，看在苏西瑶的面子上，他或许会就此作罢。然而这九转灵芝对他而言实在是太过重要，这关乎着他能否突破到巨灵境。无论如何，今日他也要将其收入囊中。百里师兄，你贵为宗门圣子，身份尊崇无比，如今却欺压一位同门师弟，这要是传出去，恐怕会有损你在宗门中的威望吧。苏西瑶目光清冷，语气中透着毫不掩饰的嘲讽。百里剑尘并没有在搭理苏西瑶，而是将目光冷冷地看向了慕天云。小子，本圣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立刻乖乖交出九转灵芝，否则休怪我手段无情。我流云宗竟有你这种圣子，还真是一种悲哀。以你在宗门中的崇高身份和强大实力，却对我一个区区凝神境的小修者下手，你难道还觉得这是一件很有面子吗？慕天云冷笑一声，目光毫不示弱，冷冷地直视着百里剑尘。俗话说，泥人尚有3分火气，如今被逼迫到这般境地，慕天云也不打算再隐忍退让了。当然，他并非鲁莽无脑之人，若不是有苏西瑶在此护着他，借他100个胆子，他也绝不敢如此公然挑衅百里剑尘。好狂妄的小子，你是哪一峰的弟子？百里剑尘声音刺骨冰冷，让人不寒而栗。若不是苏西瑶此刻挡在身前，他早就一巴掌将眼前这个小子拍死了。傻逼，自己不会去查，我凭什么告诉你？慕天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冷笑，眼神中满是不屑。找死！百里剑尘闻言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他怒喝一声，挥手便是一掌，狠狠地朝着慕天云拍了过去。这一掌速度极快，犹如一道黑色闪电，带着排山倒海之势，让人不寒而栗。这一刻，他彻底怒了。作为宗门圣子，还从没有人敢如此挑衅他。百里剑尘，你身为圣子，就这点容人之良吗？苏西瑶冷笑一声，玉手骤然一挥，挥手也是一掌，带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径直朝着百里剑尘迎了上去。轰！一声巨响在峡谷中回荡开来，周围的空气都震动了起来。苏西瑶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连退3步，每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而百里剑尘却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稳稳地站在原地，纹丝未动。西瑶师妹，你竟然为了这个小子与我动手，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百里剑尘目光冰冷如霜，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与质问。他是我的男人，你若再敢对他动手，别怪我不客气。苏西瑶语气坚定无比。苏西瑶，你就算要拒绝我，也没必要随便找个废物来充当挡箭牌吧。百里剑尘言语中满是轻蔑与不信。对于苏西瑶所说的话，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毕竟在宗门之中，苏西瑶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密切关注之下。但凡有任何男子靠近苏西瑶，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所以在他看来，苏西瑶只不过是想用眼前这个小子来做挡箭牌，以此来摆脱他的纠缠罢了。你才是废物，你全家老小都是废物，傻逼一个！慕天云怒不可遏，直接破口大骂起来。这小子疯了吧？苏西瑶闻言，眼睛瞬间瞪得如同铜铃一般，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的神情。他怎么也没想到，慕天云区区一个内门弟子，竟敢明目张胆地怒骂百里剑尘。要知道，百里剑尘可是宗主之子，未来极有可能接任流云宗宗主之位，在宗门内地位尊崇无比。小杂种，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百里剑尘气得七窍生烟。只见他身形骤然一闪，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朝着慕天云急冲而去。百里剑尘，你住手！苏西瑶娇斥一声，身形如同一道曼妙的流光，再次稳稳地挡在了慕天云身前。苏西瑶，你给我让开，不然别怪本圣子心狠手辣！百里剑尘眼中寒光闪闪，浑身散发着一股无形的杀气。要我让开，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苏西瑶冷哼一声，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百里剑尘低吼一声，身体化作一道流光，再次朝着慕天云冲了过去。哼！苏西瑶不甘示弱，挥掌便朝着对方迎了过去。一时间，两人激烈的大战在一起，场面极其的震撼。臭小子，受死吧你！一旁的高敬灵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毫不犹豫的一个飞扑，瞬间朝着慕天云冲了过去。狗杂碎，真当老子怕你不成？慕天云怒吼一声，直接将轩辕轻柔送给他的天煞符贴在了身上。刹那间，一股磅礴而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开来。紧接着，慕天云大手一挥，一道凌厉的掌风如同闪电般朝着高敬灵轰了过去。不好！面对突然暴起的慕天云，高敬灵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惊与不可置信。此刻他想要躲避，显然已经来不及，只能加大手中力道，狠狠地迎了过去。轰！
两股强大的力量重重地撞在一起，爆发出一声震天巨响。啊！高敬灵只觉手上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如同闪电一般，瞬间轰入了他的体内。噗！高敬灵一口鲜血如泉涌般喷出，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了出去，重重撞在了不远处的古树上。这怎么可能？高敬灵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不可置信。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慕天云身上竟然藏着如此高级的符箓。要知道，一般的符箓即便能够暂时提升实力，最多也只能提升1-2个小境界而已。然而，慕天云手中的这张符箓居然直接让他提升了一个大境界，这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狗杂碎，老子今天非把你弄残不可！慕天云怒吼一声，眼神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只见他身体猛地腾空跃起，如同一头凶猛的猎豹，再次朝着高敬灵迅猛冲了过去。然而，在他身体刚刚腾空而起的瞬间，他体内原本汹涌澎湃的元力瞬间如同潮水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卧槽！察觉到体内的状况，慕天云心中升起了一股郁闷。此刻他身体已经腾空扑了过去，想要返回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无奈之下，慕天云只能强装镇定，摆出一副凶狠的样子，试图以此来震慑高敬灵。高敬灵见状，心中大惊失色，连忙慌乱地拿出一张神行符贴在身上。瞬间，他的身体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迅速朝着远处逃去。刚才慕天云的那一击直接将他打成了重伤，此刻早已被吓得肝胆俱裂，所以果断选择了逃跑。吓死我了！看到高敬灵狼狈逃窜的身影，慕天云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庆幸的表情。之前和炼尸大战一场，他体内的元力早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如今天煞符的力量消失，他的身体状况更是糟糕透顶，根本不可能是高敬灵的对手。还好对方选择了逃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毕竟高敬灵虽然受伤，但好歹也是巨元境第4层的修者，实力远非他所能抗衡。废物！百里剑尘看到高敬灵如此不堪一击，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至极。只见他身影一闪，如同鬼魅一般，巧妙地避开了苏西瑶的攻击，径直朝着慕天云冲了过去。狗杂碎，你给我等着！慕天云咬牙切齿，强忍着体内的剧痛，连忙将轩辕轻柔给他的神行符迅速贴在身上。刹那间，他的身体如同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朝着山谷外冲去，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此刻的他郁闷到了极点，百里轻柔给他的这2张符箓价值连城，乃是他用来保命的底牌，如今一下子就用掉了2张，要说慕天云不肉痛，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臭小子，你跑不了了！百里剑尘浑身犹如地狱使者，眼神充斥着愤怒的火焰。只见他再次加快速度，如同一头疯狂的野兽，迅速朝着慕天云追了过去。苏西瑶黛眉紧蹙，也连忙施展身法，加快速度追了过去。在追赶的过程中，他不断朝着百里剑尘发起攻击，试图阻拦他继续追击慕天云。见苏西瑶如此不依不饶的纠缠，百里剑尘只能分出心神抵挡他的攻击。就这样，2人再次扭打在了一起，一时间难解难分。与此同时，慕天云趁着2人战斗的时候，快速消失在了密林之中。看到慕天云成功逃脱，苏西瑶身形一闪，如同一只灵动的飞燕，也迅速朝着远处掠去。贱人，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本圣子要让你追悔莫及。百里剑尘双眼通红，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杀气。百里师兄！这时，之前逃跑的高敬灵再次来到了百里剑尘的面前，脸上满是惊恐和愧疚。废物！百里剑尘怒目圆睁，抬手就是一巴掌，带着千钧之力，狠狠抽在了高敬灵的脸上。啪！这一巴掌清脆响亮，高敬灵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直接被这一巴掌抽得原地转了好几个圈，整个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该死的小杂种，别让本圣子再遇到你！百里剑尘咬牙切齿，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此刻他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九转灵芝对他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乎到他能不能突破到巨灵境。可如今，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内门弟子，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带走了9转灵芝。最让百里剑尘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追求了许久的苏西瑶，居然当众宣布这个内门弟子是他的男人。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慕天云一路狂奔，一口气跑了上百里之遥，直到寻得了一个极为隐蔽的山洞，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此时的他模样狼狈至极，身上伤痕累累，体内的元力几乎消耗殆尽，脸色惨白如纸，看上去无比的虚弱。狗杂碎，等老子修为提升上去，非弄残你不可！慕天云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虽然此次损失了2张保命符箓，但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株9转灵芝以及一颗烈焰尸内丹，这无疑是意外之喜。有了这2样稀世珍宝，足以让他的修为连升3个小境界，一举突破到凝神境第9层。一旦实力达到这一境界，
他的战斗力必将直线飙升，甚至能够媲美寻常的巨元境第6层的修者。如此一来，他的安全也更有保障一些，即便遇到百里剑尘，也可以利用速度逃之夭夭。慕天云坐着大口喘着气，在体力恢复了一些后，他在洞口又布置了一些防御的陷阱。紧接着，他盘膝而坐，调整气息，专心致志地开始疗伤。在疗伤丹的辅助之下，他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一颗颗疗伤丹蕴含着浓郁的药力，如同汩汩清泉，滋润着他受损的经脉和脏腑。不多时，慕天云那原本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身体的疼痛感也逐渐减轻。伤势恢复之后，慕天云没有丝毫耽搁，立刻拿出烈焰师的内丹。这颗内丹碗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一股温热而柔和的气息，其中更是蕴藏着精纯至极的能量。慕天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心境平静如水，随后将烈焰师内丹置于掌心。他运转起九阳式神诀，开始一点点炼化着这颗内丹。一开始，这颗内丹仿佛一头狂野不羁的凶兽，对他的炼化展开疯狂的抵御。那股精纯的能量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试图挣脱他的掌控。慕天云并未因此而退缩，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继续炼化着这颗内丹。随着时间的持续推移，他渐渐摸索出了内丹的规律，掌控了炼化的方式。一时间，内丹里面的能量被他一点点地吸入体内。大约2个时辰后，慕天云感觉到体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体内的灵气愈发充裕，丹田和经脉变得更加宽阔，能够容纳更多的能量。这时，慕天云运转功法，将这些不断涌入的能量按照特定的脉络一点点转化为元力。这个过程需要高度专注和耐心，每一丝能量的转化都关乎着他修为的提升。不知过去了多久，慕天云终于触碰到了凝神境第7层的境界屏障。这道屏障宛如一道无形的墙壁，横亘在他与更高境界之间。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再次加大功法的运转力度，将全身的元力汇聚起来，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试图强行冲破这道阻碍。然而，无论他怎么用力，这道境界屏障都如同一座坚固的磐石，稳如泰山，丝毫没有被冲开的迹象。慕天云并未气馁，集中全部的精神，将所有的元力汇聚在这一处，如同千军万马汇聚于一处，准备做最后的冲刺。1次、2次、3次，在无数次的冲击后，那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境界屏障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紧接着，这道屏障如同堤坝决口一般被他成功冲开。一瞬间，恐怖至极的元力涌入体内，慕天云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而出。这一刻，他的修为成功突破到了凝神境第7层。慕天云感受着体内澎湃如江河的力量，心中充满了喜悦。这是一种历经艰辛后收获成功的喜悦，仿佛在黑暗中摸索许久，终于见到曙光。但慕天云知道，此刻还不能放松，接下来还有更为艰难的挑战等待着他，那就是炼化九转灵芝。稍作休息后，慕天云拿出了九转灵芝。灵芝刚一拿出，山洞中瞬间弥漫着浓郁醇厚的药香，那香气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人闻之精神一振。他再次运转功法，小心翼翼地将九转灵芝放入口中，缓缓咀嚼起来。随着灵芝一点点被吞入腹中，一股磅礴而温和的药力，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在他体内扩散开来。这股药力相比之前烈焰师内丹所蕴含的能量更加醇厚和强大，仿佛是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深海，等待他去探索和挖掘。慕天云不敢有丝毫大意，全神贯注地引导着药力，让其沿着经脉缓缓流向丹田。然而，九转灵芝的药力太过强大，如同脱缰的野马，在流向丹田的过程中开始不受控制地四处乱窜。慕天云只感觉体内像是燃起了一把熊熊大火，五脏六腑都仿佛要被这股炽热的药力融化。这种痛苦如同千万根针同时刺入身体，让他几近崩溃。冷静，一定要冷静。慕天云在心中不断告诫自己，努力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他集中精神，再次凝聚体内的元力，与这股不受控制的药力展开殊死搏斗。他的意识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官，指挥着元力与药力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后，慕天云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功法运用，终于成功地将药力引入丹田。随着药力在丹田中汇聚，慕天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丹田在不断的扩张，变得愈发雄浑和坚实。他继续引导药力，让其在体内循环往复，不断强化自己的身体和经脉。每一次循环都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经脉变得更加坚韧。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慕天云沉浸在炼化九转灵芝的过程中。终于在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九转灵芝的药力被他完全炼化，而慕天云的修为也成功突破到了凝神境第9层。刹那间，一股强大而内敛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
脸上充满了自信与坚毅。此刻的慕天云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自信的气质，仿佛脱胎换骨一般。随后，慕天云毅然离开了山洞，踏上了前往流云宗的道路。在路上的时候，他充分利用时间，一边赶路，一边修炼着凤舞身法。随着自身实力不断提升，他愈发察觉到凤舞身法的玄妙之处。他不仅能够更加熟练地施展这门身法，而且还能隐隐感应到风属性力量的存在。若是在顺风的情况下，他赶路的速度将会事半功倍，如同借助风力的飞鸟，轻松而迅速。即便逆风而行，他也能巧妙地运用风属性力量，将风阻减到最小，那速度远超同境界的修者。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修炼轩辕剑法。他深知，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立于不败之地。不知不觉间，半个月的时间过去，经过这番艰苦卓绝的磨砺，慕天云的修为根基愈发稳固。不仅如此，他在剑法和身法上的造诣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招一式愈发娴熟。与此同时，慕天云还广泛涉猎，修炼了几套精妙的拳法和掌法。这些功法在他的刻苦钻研下，逐渐融入他的战斗体系，使他的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慕天云估摸着，若是有一天能将这些功法修炼至大成境界，那他的战斗力将得到大幅的提升，甚至可能拥有越级一个大境界战斗的实力。这天，慕天云终于回到了流云宗。熟悉的山门，林立的楼阁，让他心中涌起一股别样的情绪。离开之前，他的修为仅仅只是凝神境第4层而已。如今短短1个多月时间，他的实力已经来到了凝神境巅峰。慕天云，这次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突然间，一道冰冷刺骨，宛如冰霜凝结的交斥声骤然响起。慕天云循声望去，只见2男2女正迎面走来。走在最前面的男子气宇轩昂，宛如星辰般耀眼。他身着一袭淡紫色的锦衣，一头长发高高竖起，束发的丝带随风飘动，更增添了几分洒脱不羁。他的目光中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高傲与自信。此人正是天刀锋第一天才周云寒。在周云寒的身旁，紧紧跟着姬无心和姬无情2姐妹。她们身姿婀娜，容貌秀丽，宛如春日里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而之前被慕天云狠狠暴打过的霍光，则像个跟班似的跟在3人的身后。原来他们几个刚从药膳堂出来，兴致勃勃地在宗门内四处闲逛，却没想到意外撞见了慕天云。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干嘛？该不会又春心荡漾，发骚了吧？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容，表情中带着几分玩世不恭。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在姬无心2姐妹的胸口上扫了一眼，这略带轻佻的举动使得姬无心2姐妹顿时咬牙切齿。臭小子，你好大的胆子，在周师兄面前居然还敢如此张狂放肆！霍光瞬间跳了出来，指着慕天云大声喝道：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慕天云冷喝一声，眼中透着一股凛冽的杀意。话音一落，他挥手就是一巴掌，瞬间抽在了霍光的脸上。啪！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空气中炸开，霍光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整个人被抽飞了出去。他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不远处的墙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刹那间，他的脸颊瞬间肿胀了起来，如同发酵的面团，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模样狼狈至极。怎么可能？你竟然突破到了凝神境第9层！姬无情双眼瞪得老大，脸上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慕天云的时候，对方的实力仅仅只是炼气境第9层。可如今，短短3个月的时间，慕天云居然突破到了凝神境第9层，如此夸张的提升速度，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什么大惊小怪的，老子可是绝世天骄，修为提升快一点也很正常。慕天云微微抬起下巴，语气略带挑逗地说道：我看你们2姐妹长得还算标致，如果愿意成为我的女奴，日后等我成为苍兰大陆第1强者，说不定你们背后的家族也能跟着沾沾光。我靠，这家伙也太能装逼了吧！一些路过的弟子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纷纷停下脚步，驻足围观了起来。好嚣张的小子，竟敢调戏本少身边的女人，看来你是真的活腻了。周云寒脸色阴沉至极，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从他身上散发开来，周围的温度骤降。我就调戏了，咋地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他看得出来，周云寒仅仅只是巨元境第6层而已，以他目前的实力，要击败对手并不是一件难事。不知死活的东西，今天本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周云寒气得七窍生烟，眼中燃起了一股冰冷刺骨的杀。他实在没想到，区区一个凝神境的修者，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肆无忌惮的嚣张。那你倒是动手试试，看看到底谁打断谁的狗腿！慕天云声音中充满了嘲讽，眼神中更是流露出了一丝轻蔑。很好，
敢这么跟本少说话，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周云寒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眼中满是愤怒与杀意交织的火焰。只见他右手猛地一挥手，一道凌厉的掌风瞬间朝着慕天云席卷而去。这掌风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带起一阵呼啸的风声，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撕裂，直逼慕天云面门。各位同门，这可是他先动手的，我不过是被动反击而已，你们可要为我做个见证啊！慕天云突然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声音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个人的耳中。说话间，他的身形如同灵蛇般灵动敏捷，瞬间巧妙地避开了周云寒这凌厉的一击。这小子速度竟然这么快！周云寒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惊讶，他没想到慕天云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来不及多想，他立刻挥掌，再次朝着慕天云凶狠地杀了过去。就这点实力，也好意思出来装逼？谁给你的勇气啊？慕天云身形一晃，凤舞身法施展开来，整个人如同一道轻柔的微风，瞬间绕到了周云寒的身后。找死！周云寒怒目圆睁，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般怒吼一声，身形猛地一转，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的残影，裹挟着一股狂暴的气势，一拳朝着慕天云狠狠轰去。这一拳刚猛无比，拳风所过之处，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利刃，要将周围的空气生生撕裂，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哼！慕天云对此冷哼一声，眼神中满是不屑与坚定。他瞬间运转体内元力，如百川归海般将其凝聚在拳头上，那拳头瞬间被一层璀璨的光芒所笼罩，然后狠狠朝着周云寒的拳头迎了上去。刹那间，两人的拳头重重地撞在了一起，仿佛两颗流星相撞，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轰！一股无形的能量冲击波朝着周围扩散开来，周围的空气仿佛不堪重负，被震得扭曲变形。周云寒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退了7、8步远。慕天云虽然也被震得后退了2步，但身体却稳如泰山，很快便稳住了身形。是要打断我的四肢吗？愣着干嘛？慕天云的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不屑。周云寒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像是被涂上了一层猪肝色。此刻他的拳头已经微微发麻，一股强烈的疼痛如同电流一般沿着手臂迅速蔓延开来，让他忍不住微微颤抖。怎么可能？你不过只是一个凝神境修者，战斗力怎么会如此之强？周云寒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不敢置信和愤怒。天才和废物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不用我说，想必你也应该很清楚。慕天云嘴角微微扬起，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小杂种，我杀了你！周云寒一听这话，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他没有丝毫犹豫，拔出手中长剑，瞬间便朝着慕天云杀了过去。此刻周围观战的人群脸上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他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姬无情和姬无心两姐妹的脸上同样充满了震撼与不可置信。显然慕天云的成长速度和强大的战斗力已经完全打破了他们对天才的认知。转眼之间，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了10几招。慕天云越战越勇，手中的轩辕剑法使得淋漓尽致，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宛如天成。他的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剑气，让人不敢丝毫大意。相比之下，周云寒却越打越憋屈，他的每一招一式都被慕天云精准的压制，如同陷入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挣扎不得。眼看局势对自己极其不利，周云寒的脸色变得愈发阴沉，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黑得让人害怕。作为天刀锋第一天才，他一直都高高在上，备受瞩目。可如今他竟然会被一个凝神境修者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这种局面对他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屈辱。突然慕天云身形骤然一晃，速度快得如同鬼魅，瞬间出现在周云寒面前，猛地一拳挥出。这一拳凝聚了他全身的力量，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朝着对方的胸口轰了过去。这一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仿佛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划破长空。周云寒刚刚一招用老，身体正处于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尴尬境地，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的防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慕天云的拳头砸在自己胸口。砰！这一拳结结实实地击中了周云寒的胸口，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周云寒只觉胸口传来一股钻心的剧痛，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被轰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不远处的墙壁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败？周云寒眼神充满愤怒和不甘，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此刻他嘴角挂着一丝猩红的鲜血，在那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刺眼。以后眼睛给我放亮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以为自己有点修为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慕天云冷冷地扫了周云寒一眼，神情中透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说完这句，他转身便朝着人群外走去。他心里清楚，周云寒毕竟是核心弟子，
如果真把对方打残了，难免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他不惧麻烦，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小杂种，去死吧！就在慕天云转身的一刹那，周云寒眼中寒光一闪，如同一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狼。他找准了时机，挥剑便朝着慕天云后背刺了过去。此刻的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脑海中只剩下一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杀掉慕天云，以洗刷自己的耻辱。草泥马！慕天云眼神中闪过一丝凶狠的光芒，连忙施展出凤足身法，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虽然他表面上转身离开，但心里却早有防备。恰恰相反，他反而期待对方能够偷袭，这样他就能毫无顾忌地对周云寒下重手。砰！周云寒一剑劈空，强大的剑气斩在地面上，出现了一道巨大而深邃的剑痕。眼看一剑劈空，他毫不犹豫地挥剑，再次朝着慕天云杀了过去。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成全你。慕天云眼神充满了冰冷的杀意，只见他手中的轩辕剑骤然一挥，一道璀璨的剑芒一闪而过，瞬间刺中了周云寒的手腕。啊！周云寒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长剑掉落在地，手腕上鲜血如注，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去死吧你！慕天云身形化作一道残影，速度快到极致，右腿猛地一脚踢出，这一脚带着凌厉的劲风，仿佛裹挟着千钧之力，瞬间踢在了周云寒的裆部。砰！啊啊！随着一声清脆的弹碎声响起，周云寒再次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这声惨叫划破长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心头一颤。他原本充满怨毒的眼神，此刻满是绝望和恐惧，剧烈的疼痛使得他的面部变得狰狞可怖。慕天云，你竟敢废了周师兄！姬无心吓得浑身一颤，如同被电击了一般。他玉手颤抖地指着慕天云，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既有愤怒又有恐惧。啪啪啪！慕天云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瞬间出现在姬无心面前，对着他的脸颊就是一顿狂狂抽，每一巴掌都带着强大的力量，清脆的巴掌声在空气中回荡。不识好歹的贱人，再敢出现在我面前，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慕天云眼中杀气腾腾，一脚踢在了姬无心的肚子上，这一脚毫不留情，直接将他踢飞了出去。啊！姬无心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重重的摔落在地。随后慕天云眼神如同利剑一般，冷冷地扫了一旁的姬无情一眼，那眼神仿佛能穿透人心，让姬无情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心头。面对慕天云这凌厉的眼神，姬无情吓得浑身一颤，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这也太夸张了吧！周师兄可是聚元境第6层的天才啊，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个弟子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是啊，这家伙的天赋简直恐怖如斯，这才短短几个月，居然就击败了周云寒。一名年长的弟子也不禁开口，语气中满是惊叹与感慨。这家伙闯大祸了，周云寒可是天刀峰主的亲传弟子，如今被踢成了太监，这事恐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此时此刻，周围炉火的流云宗弟子早已被这场激烈的战斗震撼得目瞪口呆。原本他们以为这次慕天云必定会被周云寒废掉4肢，可眼前的结局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好狂妄的小子，竟敢当众对核心弟子行凶！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男一女迎面走来。这名男子身着白色华服，气宇轩昂，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光芒，而那女子则身穿粉色罗裙，裙袂飘飘，宛如仙子下凡。她神情高冷优雅，皮肤白皙如玉，细腻的如同羊脂，美得令人不敢直视。来人正是百里剑云和张圆圆。你眼瞎了吗？哪只眼睛看到老子行凶了？慕天云冷冷地注视着百里剑云，眼前之人对他明显怀有恶意，而且对方还与张圆圆一同前来，他自然不会再给对方好脸色。好嚣张的小子，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吗？百里剑云声音冰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凌厉的杀气。之前他曾指使柳烟云前去教训慕天云，没想到却被慕天云用毒烟丹炸得颜面尽失。就在刚才，他听闻慕天云已经回到宗门，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张圆圆赶了过来。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慕天云居然将周云寒踢成了太监，这一消息着实让他感到震惊不已。能治我的人的确不少，但你还远远不够资格。慕天云脸上带着一丝不屑的笑容，对于门规他还是很了解的，只要不伤及性命或者废掉他人丹田，基本不会受到太过严苛的惩罚。更何况他背后还有师尊轩辕轻柔这座强大的靠山。臭小子，本少没兴趣跟你在这里逞口舌之快，你肆意重伤他人，跟我去一趟执法殿吧。百里剑云语气冷冷地说道。是个什么玩意？有什么资格让我跟你去执法殿？
穆天云声音充满不屑，眼神中更是透着一丝蔑视。虽然百里剑云的实力比他强，但如果他下定决心要走，对方确实不可能拦住他。至于进执法殿，穆天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毕竟他天赋出众，又有轩辕轻柔护佑，就算进了执法殿，安全也无需担忧，最多也就是被关半个月禁闭而已。你……百里剑云闻言，脸色瞬间阴沉如墨，黑得仿佛能滴出水来。他实在没想到，在这流云宗居然还有人如此不给他面子。你什么你？老子又没招你惹你，你逮着我一顿猛咬干嘛？穆天云言语愈发犀利，如同刀子一般刺向百里剑云。这穆天云也太彪悍了吧，竟敢如此嘲讽百里师兄。看他是活腻了，百里师兄那可是宗主之子，他要是敢动手，恐怕没几个人能救得了他。此刻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众人看向穆天云的眼神中都带着一丝怜悯，仿佛已经预见了他悲惨的结局。在大家看来，穆天云如此得罪百里剑云，接下来肯定在劫难逃，会死得很惨。小杂种，你彻底激怒了本少。百里剑云面目狰狞，原本英俊的面容因愤怒而扭曲。话音刚落，他右手猛地一挥，一股恐怖至极的掌印瞬间凝聚成型。那掌印仿佛裹挟着一股毁灭一切的力量，如汹涌的潮水般朝着穆天云席卷而去。掌风所过之处，空气仿佛都被撕裂，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卧槽，什么阿猫阿狗也配在我面前自称本少？穆天云虽然嘴上不停的嘲讽，但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迅速运转体内所有的力量，将其汇聚于掌心，然后狠狠朝着这股强大的掌印迎了过去。轰隆，一声巨响如雷霆般传开，穆天云身体足足倒退了7、8丈远，嘴角溢出了一丝嫣红的血迹，脸色也变得微微有些苍白。很显然，这一击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果然有点实力，难怪敢如此嚣张。今天本少就废了你的4肢，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百里剑云身影如电，再次朝着穆天云迅猛冲了过去，速度快的让人几乎捕捉不到他的身影。少在老子面前吹牛逼！穆天云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手中的轩辕剑骤然出鞘，一道耀眼的剑气如同闪电般猛地挥出，带着凛冽的寒意，瞬间朝着百里剑云迎了过去。住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威严至极的声音骤然响起，接着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如排山倒海般袭来，瞬间将两人的攻击化为乌有。众人定睛一看，只见一名身穿灰袍、面容威严、目光深邃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了两人中间。来人正是执法长老司空南。司空长老，这小子恶意伤人，一脚踢飞了周云寒，我本想将他送到执法殿，可他却冥顽不灵，还对我发起攻击。百里剑云冷冷地说道，脸上露出一副义正言辞的表情。小子，你为何恶意伤人？司空南目光如剑，直直地看向穆天云，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回禀长老，这件事我真的是冤枉啊！穆天云连忙开口辩解，脸上摆出一副极其冤枉的表情。小子，周云寒都被你踢成太监了，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百里剑云冷冷的插话，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与指责。司空长老，您可要为我做主啊！周云寒强忍着下身传来的剧痛，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毒。小家伙，你对此作何解释？司空南的目光再次投向穆天云，眼神中带着审视与询问。长老，这件事真的不能怪我。穆天云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缓缓说道，今天我刚刚从外面历练回来，迎面就碰到了他们几个。由于我之前和这两个女人有些矛盾，所以周云寒就主动找我的麻烦，而且还率先对我出手。这件事现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我被迫无奈才发动了反击，最终将他制服，但并没有真正伤到他。可这家伙却极其卑鄙，居然趁我转身之际突然对我实施偷袭，我一时愤怒，所以才给了他一脚，没想到竟然意外踢到了他的裤裆。唉，说到这里，穆天云轻轻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的表情，接着又说道，长老，您若是不信，大可以问问周围的人，他所说的可是事实，谁也不许撒谎。司空南声音威严，目光如同利剑般扫向周围围观的人群。司空长老，先出手的确实是周云寒，背后偷袭的也是他。一名年长的弟子在人群中大声说道，对，确实是周云寒出手在先，而且他还从背后偷袭。又有一名弟子在人群中附和道。有人带头后，周围的人也纷纷跟着证实穆天云的话。毕竟周云寒平时嚣张跋扈，在宗门内不得人心，如今自然不会有人愿意帮他做伪证。小杂种，你就算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把我害成这样，谁也救不了你。周云寒听到众人纷纷为穆天云作证，气得七窍生烟，脸色犹如猪肝般难看。他恼羞成怒，直接掏出传音玉，给自己的师尊发出了传音。此刻的他
眼神中满是绝望与愤怒交织的火焰，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都焚烧殆尽。被踢成太监，这对周云寒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意味着这辈子只能望鼻孔流泪。可他才年仅20岁，人生的美好画卷才刚刚展开，就连他心心念念的姬无心和姬无情两姐妹都还未来得及亲近，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他简直想死的心都有。执法长老司空南听闻此言，眉头不由自主地微微皱起，脸色也随之变得有些阴沉。这件事着实让他感到棘手，犹如一块烫手的山芋。毕竟慕天云是轩辕轻柔的得意弟子，而周云寒又是天刀峰主高星红的亲传爱徒，无论对哪一方进行处罚，对他而言都注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周长老，此子嚣张跋扈，行事心狠手辣，若不严加惩处，日后不知还会惹出何等大祸。百里剑云不紧不慢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这位师兄，若论嚣张，我可远远不及你。你我素不相识，可你却带到我就是一顿乱咬，怀疑你是不是得了狂犬病。慕天云毫不示弱，言语中充满了讥讽与不屑。小杂种，你再说一遍。百里剑云气得面目扭曲，狰狞得如同恶鬼，眼中燃起了熊熊的怒火。耳朵不好使，就赶紧找地方治治，老子可没闲工夫跟一个聋子废话第二遍。慕天云眼神中满是轻蔑。你找死！百里剑云彻底被激怒，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挥剑便朝着慕天云猛扑过去。长老，您瞧瞧，这条疯狗又开始乱咬人了。慕天云反应极快，瞬间将身法施展到了极致，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便躲到了司空南的身后。住手！司空南大吼一声，声音如同洪钟般响彻四周，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上如涟漪般扩散开来。只见他大手一挥，瞬间便化解了百里剑云那凌厉的攻击。司空长老，这小子如此张狂，今日绝不能轻易饶恕他。百里剑云脸色阴沉，愤愤不平地说道。你还真是够嚣张的，司空长老如何值，用得着你来教吗？慕天云冷冷地反问道。你！百里剑云听闻此言，气得怒火中烧，几乎要将胸膛炸裂。好了，都给我闭嘴！司空南实在听不下去，愤怒地呵斥一声，接着他目光看向慕天云，严肃地说道。慕天云，此事虽周云寒有错在先，但你下手过于狠辣，依照我流云宗门规，本长老决定扣除你20万贡献值，你可有异议？若不是看在轩辕轻柔的面子上，司空南早就将慕天云关到黑风崖去受刑罚了。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得罪天刀峰主，但此刻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毕竟轩辕轻柔可是天玄帝国首屈一指的顶级炼丹师，同时还拥有一手堪称顶尖的医术。若是在他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日后想要找他炼丹疗伤，那可就难如登天了。弟子愿意接受处罚。慕天云连忙恭敬地行了一礼，态度十分顺从。司空南，此子废掉了本座的弟子，竟然只扣他20万贡献值，如此执法是否有失公允？一道威严且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灰袍、目光深邃如渊的中年男子从远处如疾风般飞驰而来，眨眼间便稳稳地落在了众人面前。此人正是天刀峰峰主高星红。高峰主，您这话可就不对了，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弟子挑事在先，被废了也只能怪他学艺不精。虽说慕天云下手重了些，但他也是无意之举，本座罚他20万贡献值，完全是依照宗门规章制度办事，何来偏颇之说？司空南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地回应道。既然决定不得罪轩辕轻柔，他也就不再想着两边讨好。虽说可能会因此得罪天刀峰主以及百里剑云，但对他而言倒也并非什么大事。天刀峰主与他地位相当，他无需刻意看对方脸色。至于百里剑云，虽为宗主之子，但其天赋远不及他大哥，未来注定无缘宗主之位。而轩辕轻柔则截然不同，他不仅是流云宗举足轻重的长老，更是一位在炼丹和医术领域都堪称顶级的人物。正因如此，司空南才果断地选择站在轩辕轻柔这一边。司空南，我的弟子被踢成了太监，你却只罚他区20万贡献值，真当本座是好欺负的吗？高星红脸色阴沉的可怕。周云寒是他从小收养的孩子，也是他悉心培养、寄予厚望的得意弟子，如今就这么被人踢成了太监，要说他不愤怒，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高峰主，此事本就是您弟子有错在先，我只是按宗门规矩行事，你若真有意见，大可告到宗主那里去。司空南冷冷地说道。既然你无法做到公平公正，那本座也同样废了他，你大可以扣本座20万贡献值。高星红冷哼一声，眼神冷冷地扫向慕天云，说道。小子，别说本座欺负你，只要你挥刀自宫，此事便就此作罢。对于慕天云，高星红还是有些印象的。当初他就曾动过收慕天云为徒的念头，但由于慕天云并没有天赋属性，所以
他最终没有选择收其为徒。可他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穆天云竟突破到了凝神境巅峰，而且还击败了他视如己出的关门弟子。如此惊人的提升速度，着实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周云寒毕竟是他从小养大的弟子，如今被踢成了太监，他自然不可能轻易罢休。前辈，说话可得讲道理。这件事本就是您的弟子有错在先，您作为一个宗门前辈，如今却以大欺小，就不怕人耻笑吗？穆天云毫无惧色，目光坚定地直视着对方。不知死活的东西，废了本座的弟子，竟敢公然挑衅本座！高星红怒喝一声，挥手就是一掌，带着排山倒海之势，瞬间朝着穆天云轰了过去。砰！穆天云只觉胸口传来一股剧痛，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瞬间被轰飞了出去。小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自宫，要么我帮你。高星红冷冷地说道。想要我自宫，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有种你就杀了我！穆天云咬牙切齿，艰难地从地上爬起身来。此刻他脸色苍白如纸，嘴角挂着一丝嫣红的血迹，模样看上去虚弱又狼狈。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高星红眼中寒光一闪，挥手就是一记手刀，带着凌厉的杀意，瞬间朝着穆天云裆部射去。高峰主，住手！司空南连忙开口阻止，但身体却没有任何行动。虽然他不想得罪轩辕轻柔，但同样也不想过度得罪高星红。更何况，就算高星红真的废掉了穆天云，与他也并无直接关联。到时候轩辕轻柔知晓此事，也怪不得他头上。面对高星红那凌厉的手刀，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绝望。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根本动弹不得。高星红，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对我的弟子下手！一道冰冷悦耳的娇斥声如同洪钟般响起。只见一名容颜绝世的女子瞬间出现在穆天云面前。她身材曼妙，身着道袍，气质高贵优雅，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仙子。在女子出现的刹那，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她身上而出，瞬间便化解了高星红那凌厉的攻击。轩辕轻柔，这小子将本座的弟子踢成了太监，今日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本座将他也踢成太监。高星红声音冰冷，语气中充满了威胁。云儿，究竟是怎么回事？轩辕轻柔将目光转向穆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柔和与关切。师尊，事情是这样的，弟子刚刚历练归来，迎面便碰到了他们几个。这家伙为了在那两个女子面前逞能，便主动对我出手，我被迫无奈，只好教训了他一下。当时弟子下手还是有所分寸的，并未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可这家伙心有不甘，趁着我转身之时，又对我发动了偷袭。我实在忍无可忍，便回敬了他一脚，没想到意外踢到了他的裆部。穆天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再次叙述了一遍。臭小子，你真当本座好忽悠吗？以你的实，如果真不想废他，根本不可能踢到他的命根子。高星红脸色阴沉，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光芒。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尊，就有什么样的弟子，连您都如此不讲道理，难怪您的徒弟这般嚣张跋扈。穆天云深吸一口气，强忍着胸口传来的剧痛，冷冷地说道：我劝你以后还是别再收徒了，免得误人子弟。臭小子，你找死！高星红气得吹胡子瞪眼，如同一只愤怒的公牛，挥手就是一掌，带着千钧之力，狠狠朝着穆天云拍了过去。这一刻，他是真的怒不可遏了。这么多年来，还从未有哪个弟子敢如此公然挑衅他的威严。周围看热闹的弟子们见状，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谁也没想到，穆天云居然敢如此大胆地挑衅天刀峰主。要知道，天刀峰主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敢当众挑战他威严的人，放眼整个宗门，那也是屈指可数。高星红，你找死！轩辕轻柔声音冷若冰霜，仿佛来自冰窖深处，眉目之中瞬间闪过一道寒芒。只见他身形如电，瞬间便如鬼魅般挡在了穆天云身前。紧接着，他玉手轻轻一挥，一股磅礴而又不失柔和的元力汹涌涌出，朝着高星红径直迎了过去。轰！两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悍然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整个空间都震为之颤抖。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击波以碰撞点为中心，如涟漪般朝着四周扩散开来，所过之处仿佛秋风扫落叶一般。周围那些正在观战的弟子毫无防备之下，全被这股强大的近乎恐怖的力量震得如倒飞了出去，一个个狼狈不堪。高星红只觉体内气血涌动，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后方倒飞出去。噗！高星红忍不住一口鲜血狂喷而出，眼神中满是震惊与不甘。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轩辕轻柔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这般境地，仅仅只是一招便让他遭到了重创。高星红，谁给了你狗胆，竟敢对本座的弟子动手？轩辕轻柔的声音透着彻骨的寒意，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光芒。话音刚落，他毫不犹豫地
挥手就是一巴掌，掌劲仿佛凝聚了千钧之力，带着呼呼的风声，狠狠朝着高星红抽了过去。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声骤然响起，高星红再次倒飞出去，身体重重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啊！高星红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音充满了痛苦与绝望。他的身体无力地倒在地上，模样狼狈至极，嘴角还挂着一丝鲜血，眼神中满是屈辱与怨恨。高星红，你若是真想为自己的弟子报仇，大可以让你天刀锋年轻一辈前来挑战，倒倘若你再敢以大欺小，我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轩辕轻柔声音清冷至极，犹如冰山上的积雪，寒冷而不可侵犯。话音一落，他玉手轻轻一挥，宛如仙子拂袖，带着慕天云便朝着远处飞驰而去，瞬间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没想到轩辕长老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简直超乎想象。是啊，轩辕长老平日里向来清心寡欲，从不与人发生冲突矛盾，没想到居然这般护犊子。周围的弟子们一个个惊得张大了嘴巴，脸上写满了震撼与惊叹。谁也没有料到，平日里高高在上，宛如仙人般遥不可及的天刀锋主，在轩辕轻柔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一旁的百里剑云、张圆圆、姬无情、姬无心等人的脸上同样露出了一丝深深的震惊与不可置信。一直以来，在他们的认知里，轩辕轻柔仅仅只是一个身份颇高、专注于炼丹的炼丹师而已。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轩辕轻柔的战斗力竟然也如此强悍。执法长老司空南的脸上此刻露出了庆幸的笑容，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有为难慕天云，不然自己说不定还得挨顿揍，到时候可就颜面扫地了。而躺在地上的高星红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此刻的他身受重伤，全身仿佛散了架一般，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一场惨败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心中更是充满了愤怒与不甘。好在天刀锋有不少弟子在场，这些人见状急忙上前，手忙脚乱地将受伤的高星红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与此同时，慕天云废掉周云寒以及轩辕轻柔暴打高星红的消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宗门，一时间整个流云宗都为之轰动，弟子们纷纷议论纷纷，对这件事充满了好奇与惊叹。流云宗一座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般的山峰之上，百里剑尘正悠然自得地在山峰顶部的亭阁内喝着茶，静静地欣赏着周围如诗如画的美景。百里师兄打听到那个小子的消息了。高敬灵急匆匆地走了过来，脚步匆忙，打破了这原本宁静的氛围。那小子叫什么名字？是哪一宗的弟子？百里剑尘一边不紧不慢地喝着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眼神依旧停留在眼前的美景之上。那小子名叫慕天云，乃是轩辕轻柔长老的弟子。就在刚才，那小子一脚将周云寒踢成了太监，而且还和剑云师兄发生了冲突。高敬灵忙不迭地将慕天云刚刚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地说了一遍。这小子居然是轩辕轻柔的徒弟，难怪如此嚣张跋扈。百里剑尘听闻此言，脸色瞬间阴沉得无比难看。百里师兄，那小子如今已经突破到了凝神境第9层，估计九转灵芝已经被他成功炼化了。高敬灵接着开口说道，该死的小杂种，本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以泄我心头之恨。百里剑尘怒不可遏，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亭阁内的石桌上。只听咔嚓一声，坚硬的石桌瞬间出现了几道裂痕，可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原本他满心期待着借助九转灵芝的神奇功效，一举突破到巨灵境，可如今九转灵芝被慕天云炼化，那他想要突破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想到这里，他的眼神中不由燃起了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百里师兄，那小子修为提升的速度极快，而且越级挑战的能力强得离谱，若是任由他继续成长下去，迟早会对您的地位构成威胁。高敬灵脸上露出了一丝深深的担忧。哼，这小子性格极其嚣张，这种人往往活不长，看着吧，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死于非命。百里剑尘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杀气，说的也有道理，这小子不但得罪了天刀峰主，还得罪了剑云师兄，接下来肯定会麻烦不断，说不定哪天就死在外面了。高敬灵点了点头，随声附和道，你帮我密切盯着点，只要这小子一离开宗门，立刻通知我，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百里剑尘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慕天云的成长速度实在太快，已经让他感受到了一丝隐隐的威胁，所以他决定必须将这个潜在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以绝后患。云儿，短短10日不见，你修为怎会提升得如此迅猛？轩辕轻柔美目之中流露出一丝由衷的欣赏，语气中满是惊讶与赞叹。他着实未曾料到，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自己这位弟子竟能从凝神境第4层一举突破至凝神境第9层。这般提升速度，放眼整个苍兰大陆，那也堪称惊艳绝伦了。
弟子这段时间在外历练，机缘巧合之下得了不少奇遇，故而修为得以突破。慕天云恭敬的回应，随即便将自己获得10颗灵石、1株9转灵芝以及烈焰室内丹的奇妙经历简要的叙述了一遍。运气着实不错。轩辕轻柔面带微笑，关切的开口问道：“那各项武技的进展的如何？”师尊，凤舞身法和轩辕剑法，弟子已修炼至大成之境。慕天云连忙挺直身躯，语气恭敬的回答：“甚好。”轩辕轻柔语气温和，说着便拿出2套功法秘籍，递向慕天云：“这套霸天拳以及玄阴爪，你也拿去潜心修炼吧。”这2本秘籍的封皮古朴而陈旧，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沉淀，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多谢师尊。慕天云赶忙双手接过，眼神中满是感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慕天云一直跟随在轩辕轻柔身边修炼。在轩辕轻柔这位名师的悉心教导下，他的炼丹术和医术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偶尔宗门内有弟子或者长老不幸受伤，轩辕轻柔也会派慕天云前去医治。不知不觉间，慕天云在宗门内已然小有名气，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人脉。毕竟在这修炼的世界里，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不受伤。而慕天云凭借着超强的医术和炼丹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竞相巴结的对象。在此期间，慕天云也顺势积累了大量的修炼资源。毕竟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给人治病或者炼丹，自然不会无偿为之。流云峰一处神秘而静谧的洞府之中，洞府内光线昏暗，几只燃烧的火把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将四周的石壁映照得隐隐绰绰。你确定那小子是传说中的九阳神体？一名眼神阴郁的中年男子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从幽深的古井中传来，透着一股让人捉摸不透的意味。此人便是流云宗主百里凌霄，他身着一袭黑色长袍，面容冷峻，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上位者的威严与深沉。宗主，属下已暗中观察他多时，种种迹象表明，他的体质极有可能就是九阳神体。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恭敬地回答道。这老者名为公孙默，乃是流云宗8长老。他身形消瘦，脊背微微弯曲，却透着一股老辣与沉稳。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那一双眼睛却依旧炯炯有神，闪烁着精明的光芒。8长老，给本座盯紧了那小子，一旦他离开宗门，立刻设法将他拿下，切记千万不可让轩辕轻柔察觉。百里凌霄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语气严肃而冰冷。属下遵命。公孙默毫不犹豫，恭敬地应了一声。不知不觉间，1个月的时间过去。在这1个月里，慕天云沉浸在苦修之中，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他的修为也成功提升到了巨元境。修为突破后，慕天云离开住处，一路朝着人物殿走去。他深知，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里，要想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为强大，实战磨练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才能真正铸就无坚不摧的力量。正当慕天云快要抵达人物殿的时候，远远便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人群围得里3层外3层，众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惊讶的神色。慕天云心中顿生好奇，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人群走去。你凭什么打人？一道清脆却带着愤怒的声音传来，说话的正是花月容。此刻的他杏目圆睁，一脸气愤地瞪着眼前的人，胸脯剧烈起伏，显然是气得不轻。竟敢招惹嫣然，本少打你又怎样？季天浩冷笑一声，那笑容中充满了不屑与嚣张。说罢，他扬起手，又是一巴掌，带着一股劲风，狠狠抽在了花月容的脸上。这一巴掌清脆响亮，在人群中回荡，惊得众人一阵唏嘘。花月容，识趣的话，乖乖跪下道个歉，本小姐或许可以既往不咎。柳嫣然神情无比高傲，下巴微微扬起，眼神中透着一股轻蔑。柳嫣然，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想让我下跪，你配吗？花月容声音充满倔强，眼神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毫不畏惧地直视着柳嫣然。贱人，竟敢对嫣然如此无礼！季天浩冷哼一声，挥手又是一巴掌，狠狠地朝着花月容抽了过去。卧槽你妈，去死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愤怒的咆哮声如雷霆般炸响。只见一道凌厉的棍钢裹挟着一抹耀眼璀璨的光芒，犹如一颗划破长空的流星，重重地砸在了季天浩的手腕上。咔嚓，一道清脆的骨折声在寂静的空气中格外刺耳，仿佛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众人的心口。啊！季天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音如同受伤的野兽，充满了痛苦与绝望。他的脸上瞬间扭曲变形，五官因剧痛而紧紧皱在一起，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狗杂碎，今天就算耶稣来了也保不住你！慕天云双眼通红，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挥动手中钢棍，
对着祭天昊便是一顿狂轰滥炸，每一棍都带着他满腔的怒火，钢棍与空气摩擦，发出呼呼的声响。砰砰，一声声闷响不断响起，震撼着众人的耳膜。此刻的穆天云已经彻底被激怒，一棍棍落下都带着熊熊的怒火。啊啊！一阵震杀猪般的惨叫响彻全场，令人毛骨悚然。仅仅不到片刻时间，祭天昊便被穆天云打断了四肢，他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瘫倒在地上，四肢扭曲，鲜血淋漓，场面惨不忍睹。我让你他妈当舔狗！穆天云咬牙切齿，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直接一脚重重地踢在了祭天昊的裆部。这一脚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心底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这一脚之上。啊！祭天昊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身体像一只煮熟的虾子，蜷缩在地上不断抽搐着，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不甘。他那原本俊朗的脸颊此刻变得狰狞可怖，犹如来自地狱的恶鬼。他怎么也想不到穆天云下手居然如此狠辣，不但打断了他的四肢，还将他踢成了太监，彻底毁了他的一生。柳嫣然，穆天云缓缓转身，眼中杀气腾腾，犹如两把利刃，直直地射向柳嫣然。说话间，他一步步朝着柳嫣然走去，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众人的心上，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凝固。穆天云，你别乱来！柳嫣然眼神中充满了恐惧，身体不受控制的不断颤抖着，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去死吧你！穆天云怒吼一声，对着柳嫣然又是一顿疯狂的抽打。钢棍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带着呼呼的风声，如雨点般落在柳嫣然身上。砰砰！啊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不到一会儿功夫，柳嫣然便被打得面目全非，四肢皆断。她像一堆烂泥般瘫倒在地上，脸上血肉模糊，脑袋被打成了猪头，原本美丽的容颜已然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尽的痛苦与绝望。穆天云，我跟你不死不休！柳嫣然愤怒地咆哮着，眼神中充满了阴毒。臭女人，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敢威胁老子！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抬腿就是一脚，重重地踢在了柳嫣然的丹田上。啊！柳嫣然发出了一声绝望的惨叫，身体像一颗被击飞的炮弹，直接被踢得倒飞了10几丈远。她重重地摔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你竟然废了我的丹田！柳嫣然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眼中满是绝望的泪水。她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曾经对她百依百顺，将她捧在手心里的男人，如今居然对她下如此狠手，彻底毁了她的修炼之路。这家伙也太残暴了吧！是啊，柳嫣然那可是内门顶尖美女啊，居然被她打成这样。此刻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个个都看傻了眼，嘴巴张得老大，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虽说宗门内弟子间偶尔会有斗殴事件发生，但他们却从未见过如此残暴之人。要知道，宗门虽然不禁止弟子间的争斗，但却没人敢轻易废人丹田，因为这意味着彻底毁掉了一个人的前途，而且违反了宗门的基本底线。可今天的穆天云却残暴的让人感觉害怕。天云，你快走！花月荣心急如焚，一把紧紧抱住穆天云的胳膊，眼神中满是无限的担忧。此刻的他既被穆天云行为深深感动，又担忧穆天云会因为此遭受严厉惩处。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穆天云轻声安慰道，语气中透着沉稳与自信。如今的他已然是宗门内首屈一指的顶级炼丹师，医术更是仅次于他的师尊轩辕轻柔。只要宗门的高层不是目光短浅之辈，就不会对他施以太过严厉的惩罚。毕竟像他这样在炼丹、医术以及修炼天赋上皆表现卓越的全能天才，无论放在哪个宗门都会被视作珍宝，得到重点培养。穆天云，这次我看谁能救得了你！一道戏谑的冷笑声突兀的响起，瞬间打破了紧张的气氛。只见百里剑云带着张圆圆突然挡在了穆天云的面前。傻逼，要是得了狂犬病，那就赶紧去治，要是再敢咬老子，迟早打死你！穆天云冷冷地盯着百里剑云，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挑衅。小杂种，你找死！百里剑云闻言，气得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作为流云宗宗主的儿子，他一直生活在众人的簇拥与奉承之中。宗里的弟子见到他，无一不是满脸谄媚，极尽讨好之能事。然而，眼前这个穆天云，每次碰面都毫不留情地对他冷嘲热讽，丝毫不给他留半点情面，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愤怒。小杂种骂谁？穆天云目光如炬，直直地直视着对方，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小杂种骂你？百里剑云愤怒地咆哮着。原来是小杂种在骂我。算了，我不跟你这个小杂种一般见识。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容，眼神仿佛一把利刃，直直地刺向百里剑云的自尊心。哈哈！周围看热闹的弟子一听，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去死吧！百里剑云彻底被激怒，身体猛地腾空而起，
挥手便是一掌，带着排山倒海之势，狠狠朝着慕天云拍了过去。此刻的他已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完全失去了理智。慕天云不甘示弱，身形如鹰隼般凌空一跃，直接施展出一记霸天拳，狠狠地朝着对方迎了上去。轰！两股强大的力量轰然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慕天云只感觉体内气血翻涌，身体不受控制的足足倒退了7、8丈远，才勉强稳住身形。而百里剑云凭借着较高的修为，也仅仅只是退了半步，便再次朝着慕天云冲了过去。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当众斗殴！一道威严的声音宛如洪钟般响起，声音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力，让在场众人心中一凛。只见执法长老司空南不知何时已来到现场。司空长老，此子生性残暴，当众行凶，这位师妹已经被他废掉了丹田，祭天昊更是被废掉了4只合命根子。百里剑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说道。司空南一听，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连忙快步上前查看情况。当确认柳嫣然确实被废掉了丹田后，他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黑得让人害怕。慕天云，好大的胆子，竟敢公然废人丹田！司空南眉头紧紧皱在一起，面色威严地呵斥道，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司空长老，这两人竟敢公然欺辱我的女人，我岂能轻易饶恕他们？慕天云双眼坚定地直视着司空南，眼神中透着决然，语气斩钉截铁地说道：那你可以适当教训一下他们，为何非要废他丹田？司空南阴沉着脸，目光如利剑般盯着慕天云。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我有自己坚守的底线，敢欺负我的女人，无论她是谁，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慕天云语气坚定，掷地有声地说道。花月容闻言，脸上不禁露出了感动的神情，眼神微微泛起了一丝红润，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深知慕天云是为了自己才如此不顾一切，这份深情让他心中暖意涌动。司空长老，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求求您放过天云，我愿意替他受罚。花月容心急如焚，连忙跪倒在地，苦苦哀求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悲戚与绝望。一人做事一人当，门规摆在这里，你求我也没有用。司空南无奈地摇了摇头，语气中虽有一丝不忍，但更多的是对门规的坚守。好大的狗胆，究竟是谁废了我季兰月的侄子？一道凛冽刺骨让人不寒而栗的交斥声从远处传来，仿佛寒冬的冷风，带着彻骨的寒意。紧接着，一名身穿白色长裙的成熟女子从天而降，宛如仙子下凡。她容颜倾城绝世，皮肤雪白如玉，宛如羊脂般细腻。然而此刻，她的脸上却笼罩着一层寒霜，眼神中透着无尽的愤怒。姑姑，是这个小杂种废了我，您可要为我报仇啊！季天昊一脸委屈，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不甘，连忙向季兰月哭诉着：师尊，他废了我的丹田。柳嫣然声音中满是绝望，玉手指着慕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怨恨，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显得楚楚可怜。慕天云，你想怎么个死法？季兰月声音冰冷刺骨，脸上泛起了一层冰冷的寒霜，一股恐怖的杀气从他身上弥漫开来。他没想到在这流云宗内，居然有人敢废掉他侄子的4只合命根子，还把他关门弟子的丹田给废了，这简直是对他的公然挑衅。季风主息怒，宗主有令，立刻带慕天云前往宗主大殿。就在这时，一名白发苍苍、身穿道袍的老者从远处如疾风般飞驰而来。来人正是八长老公孙墨。既然宗主要见他，那本座就让他多活片刻。季兰月冷冷地看了慕天云一眼。慕天云见状，心中暗叫不好，连忙拿出传音符，给自己的师尊轩辕轻柔发出了传音。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一步，他心里明白，如今能保住自己的，恐怕就只有轩辕轻柔了。小子，跟我走吧。司空南说完，带着慕天云朝着流云宗主峰飞驰而去。季兰月则带着自己的弟子和侄子，也朝着流云宗主峰飞去。流云宗，一座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大殿之中，一位身穿灰色长袍、气宇轩昂、头发高高竖起的中年男子正端坐在主位之上。他面容刚毅，眼神深邃而威严，透露出一股上位者的霸气与沉稳。此人便是流云宗宗主百里凌霄。在他身旁坐着一名身材丰腴、身着琉璃色宽松华服的女子。此女成熟高贵，犹如一朵盛开的牡丹，娇艳而不失端庄，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她正是柳云宗副宗主韩欣雅，同时也是流云宗的宗主夫人。就在这时，司空南带着慕天云踏入了宗主大殿。当慕天云迈进大殿的那一刹那，他的目光瞬间被副宗主之位上的韩欣雅所吸引。是他。慕天云心中暗自一惊，脸上虽努力保持镇定，但内心却掀起了波澜。他没想到，这个曾与自己有过1日之缘的成熟女人，在流云宗竟拥有如此尊崇的地位。不多时，季兰月、季天昊、柳嫣然以及百里剑云等人
也相继来到了宗主大殿。紧接着，流云宗的一些高层们也纷纷鱼贯而入，一时间大殿内气氛凝重起来。司空长老，你来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百里凌霄声音威严，仿佛洪钟般在大殿内回荡，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宗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季天浩和柳嫣然公然欺负花月容，穆天云一怒为红颜，于是便将季天浩踢成了太监，并废掉了柳嫣然的丹田。司空南微微躬身，恭敬地向百里凌霄汇报，言语简洁明了。穆天云，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无视门规，当众废人丹田。百里凌霄目光如剑，直直地射向穆天云，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宗主，柳嫣然肆意羞辱我的女人，弟子实在忍无可忍，才废掉她的丹田。穆天云语气不卑不亢，神色坦然，毫无惧意地回应着百里凌霄的质问。穆天云，别为自己的残忍找借口，你的女人被欺负，你大可以适当的教训对方，为何非要废了对方的丹田？百里剑云在一旁冷冷地说道，眼神中充满了指责与不屑。宗主在问话，你一个做弟子的插什么嘴？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穆天云眼神如刀，冷冷地扫了百里剑云一眼，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你肆意重伤他人，我难道还不能说你吗？百里剑云气得咬牙切齿，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显然被穆天云的话激怒。你我同为宗门弟子，你又不是当事人，凭什么在这里说三道四？穆天云语气愈发凌厉，冷冷地说道，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身份已经凌驾于宗主和在座的各位长老之上了？你……百里剑云被对得面红耳赤，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此刻他心中懊恼不已，深知论起打嘴仗，自己远远不是穆天云的对手。宗主，穆天云心狠手辣，加入宗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已经重伤了好几个弟子。依我看，直接废其修为，将他逐出宗门算了。天刀峰主高星红忍不住开口，声音低沉而冰冷。高峰主，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大长老孙无涯缓缓开口，目光扫视着众人，说道，穆天云的天赋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还是极品炼丹师，一手精湛的医术，更是救了不少长老和弟子的性命，将这样一个绝世妖孽逐出宗门，亏你说得出口。司空南也跟着附和道，大长老所言极是，穆天云虽然行事冲动了些，但他并非主动惹事之人，这几件事追根溯源，过错皆不在他。他们二人平日里与轩辕轻柔多有往来，没少请他炼丹，自然在这件事上更偏向于穆天云。就算他天赋出众，那也不能成为他违反宗规的理由。今日若不严惩他，那以后我流云宗还不乱了套？季兰月冷冷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股寒意。没错，如果仗着自己天赋不错就可以肆意废掉他人丹田，那这样的宗门以后谁还敢加入？高星红紧接着冷冷地应和道，照你们这么说，以后你们的弟子就可以肆意欺压他人，而别人连正当反击都不行了。穆天云冷冷地回应，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屑，就算你要反击，也得在宗门规矩范围内进行，谁允许你废人丹田的？季兰月怒目而视，声音愈发冰冷，到现在你们还一味地指责他人，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穆天云冷哼一声，脸上露出一丝嘲讽，混账，我们有什么问题？季兰月怒声呵斥，脸色阴沉的愈发难看。这么跟你们讲吧，他们几个都是天赋不错的年轻人，倘若你们平日里能好好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未来他们必定拥有光明的前途。穆天云神色严肃地说道，可你们呢？只注重教导他们修炼，却完全忽略了品德的培养，以至于他们仗着自己的势力肆意欺压同门。就他们这种嚣张跋扈的性格，在宗门内或许你们能护着他们，但一旦走出江湖，其他宗门可不会像你们这样纵容他们。我讲这么多，只是希望你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日后好好教导弟子，别一天到晚只知道窝里横，不然以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穆天云冷冷地说道。高星红和季兰月听了这话，气得脸色扭曲，五官都几乎变形，一时间竟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反驳。混账，本座如何教导弟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高星红怒吼一声，犹如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声音在大殿内回荡。瞧瞧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如此毛毛躁躁，就你这脾气，能教出好弟子才怪呢。穆天云毫不客气地回怼道，混账，休要在此胡言乱语，你肆意废掉他人丹田，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季兰月面露寒霜，目光如冰刃般冷冷地盯着穆天云，眼中的杀意愈发浓烈。你好大的威风啊，宗主都还没开口，你在这咋呼呼干什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才是宗主呢。穆天云冷笑一声，眼神中充满了挑衅。庶子，你找死！季兰月气的怒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挥手就是一掌，带着排山倒海之势，瞬间朝着穆天云拍了过去。这一掌威力恐怖至极，若是穆天云被拍中，必将十死无生。住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绝美的倩影
如闪电般一闪而至，瞬间挡在了穆天云的面前。轰！一声巨响骤然传开，整个大殿都为之震颤。季兰月被这股反震之力震得足足倒退了4、5丈远，才勉强稳住身形。众人定眼一看，只见来人正是轩辕轻柔。季兰月，你好歹也是一峰之主，竟对一个后辈下手，你就不觉得丢人吗？轩辕轻柔声音冰冷，如同寒冬的冰雪，目光如炬，直直地盯着季兰月。轩辕轻柔，你的弟子嚣张跋扈，不但把我的侄子踢成了太监，还废掉了我的关门弟子的丹田。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季兰月面露寒霜，声音冰冷刺骨。废了就废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本座用得着给你交代吗？轩辕轻柔云淡风轻地说道，语气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你……季兰月闻言，气得面色扭曲。通过刚才那一击的碰撞，他深知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及轩辕轻柔。而且轩辕轻柔身为宗门第一炼丹师，即便在整个天玄帝国也是身份无比尊贵的存在，如今他亲自到场，宗主恐怕还真不一定会处罚穆天云。想到这里，他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心中满是无奈与不甘。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本座差不多已经了解清楚了。百里凌霄站起身来，神色严肃地说道。这次穆天云虽然下手确实重了一些，但毕竟过错方不在他，将他逐出宗门确实有些不妥。季兰月和高星红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犹如吞下了一只苍蝇，但终究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们心里明白，宗主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就不可能再改变主意，将穆天云逐出去。而柳嫣然和季天浩听到这话，眼神中顿时流露出绝望和不甘。原本他们满心以为穆天云肯定会被废掉丹田逐出宗门，可没想到结局竟是如此。这一刻，季天浩无比后悔，后悔自己不该招惹穆天云。他不过是为了讨好柳嫣然而已，从头到尾就没占到任何便宜，反而落得个被踢成太监的悲惨下场。想到这里，季天浩的脸上满是绝望和不甘，看向柳嫣然的眼神中更是流露出一丝怨毒。在他看来，如果不是这个女人，自己也不会沦落到这般田地。相比之下，柳嫣然眼神中充满了怨恨，目光死死地盯着穆天云，眼神仿佛要将穆天云千刀万剐。穆天云，百里凌霄将目光转向穆天云，弟子在。穆天云恭敬地应了一声。这次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但倘若再出现废人丹田之事，本座必将严惩不贷。百里凌霄语气严肃，目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宗主放心，只要没人主动招惹弟子，弟子绝不会随意伤人。穆天云连忙表态。好了，都下去吧。百里凌霄挥了挥手说道。众人闻言纷纷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转身离开了宗主大殿。穆天云在离开前，目光悄然瞥了韩欣雅一眼，眼神中透着一丝复杂的神色。此刻他已然看出，这个与自己有过一日之缘的女人，极有可能就是宗主夫人，也就是百里剑云两兄弟的母亲。韩欣雅见穆天云瞟了自己一眼，顿时感觉心跳加速。她那高贵绝美的脸庞微微泛起了一丝红晕，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慌乱。不多时，穆天云和花月容一同跟随轩辕轻柔回到了居住的山峰之上。山峰上云雾缭绕，静谧清幽，微风轻拂，带着丝丝缕缕的花香，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随后，穆天云便领着花月容回到了自己那座质朴的木屋。木屋内布置简单却温馨，散发着淡淡的木香。他小心翼翼地扶着花月容坐下，而后亲自在她受伤的脸上敷上了药膏。天云，你真好。花月容紧紧地抱着穆天云，将头轻柔地靠在了他的怀里，眼神中满是感动。傻丫头，你是我的女人，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欺负你？穆天云温柔地说着，轻轻抚摸着花月容的头发。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等会儿再来陪你。花月容乖巧地点了点头，眼神中满是依赖。随后，穆天云转身走出了木屋。不多时，他便来到了轩辕轻柔的别院之外。别院雅致精巧，周围繁花似锦，绿草如茵。轩辕轻柔正在别院的亭阁内悠然地喝着茶，阳光洒在他身上，宛如给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虽然他是一身道姑装扮，看他那精致绝伦的脸庞以及婀娜多姿的身材，却美得令人心颤。穆天云恭敬地走了过去，微微躬身说道：师尊，弟子又给您惹麻烦了。他语气中满是愧疚，头也微微低下，不敢直视轩辕轻柔的眼睛。为师又没怪你，那么紧张干嘛？轩辕轻柔脸上露出了一丝柔和的微笑。穆天云一听，顿时如释重负，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师尊，您真不怪弟子。穆天云连忙拿起茶壶，熟练地给轩辕轻柔泡了一杯茶，动作轻柔而恭敬。有什么好怪的？轩辕轻柔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古往今来，那些真正的绝世强者，哪个年少时不是惹祸精？师尊，您就不怕弟子给您惹出大麻烦来？
穆天云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脸上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神情。只要为师在，就算你惹出天大的麻烦，为师也能罩得住你。不过为师护得了你一时，但护不了你一世，未来的路终究还是要你自己去走的。轩辕轻柔神色认真，眼神中透露出对穆天云的期望。师尊说的对，未来的路终究还是要我自己去走，以后弟子会尽量低调点，不会再轻易给您惹麻烦。穆天云坚定地说道，眼神中闪烁着决心的光芒。云儿，接下来你要好好修炼，3个月后便是天玄大比，如果你能拿到一个参赛名额，这对你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历练机会。轩辕轻柔目光落在穆天云身上，语重心长地说道。师尊，什么是天玄大比？穆天云好奇地问道。天玄大比乃是天玄帝国举办的一场天骄盛事，届时天玄帝国4大宗门都会派遣年轻天才参加。轩辕轻柔耐心地解释道。那这场大比有什么特殊奖励吗？穆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期待。奖励当然有，而且相当的丰富。轩辕轻柔微笑着说道。师尊放心，弟子定会努力修炼，争取拿到一个好的名次。穆天云语气坚定地说道。接下来为师会全力教导你，1个月后为师便会离开这里，未来的路就只能靠你自己了。轩辕轻柔轻叹一口气，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舍和无奈。师尊，您要去哪？穆天云心头微微一紧，眼神中满是担忧和不舍。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只要你努力修炼，实力不断提升，未来我们或许还有再见的机会。轩辕轻柔目光深邃，仿佛望向了无尽的远方。弟子定会努力修炼，绝不会辜负您的期盼。穆天云郑重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轩辕轻柔对穆天云展开了一场魔鬼式的训练。每天上午，他会全神贯注地教导穆天云修炼，从修炼的技巧到心法的领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下午，他会悉心传授炼丹和医术，讲解药材的特性、炼丹的火候以及医术的精妙之处。晚上，他则会诠释穆天云一些江湖历练的经验。穆天云学习得非常认真，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会主动提问。师徒2人的感情也愈发亲密，仿佛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深厚的羁绊。可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穆天云对轩辕轻柔愈发好奇。他发现轩辕轻柔教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极其的高深莫测，其中有炼丹术、医术、符文术，甚至还有布阵之术。时光匆匆，转眼过去了1个月。经过这段时间的苦修，穆天云的修为一举达到了聚元境第2层。此刻，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更加充沛，运转起来也更加顺畅。而他的医术已能够准确无误地诊断出各种病症，并对症下药。炼丹术也有了质的飞跃，能够炼制出品质更高的丹药。符文术和布阵之术也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对其中的奥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云儿，为师教导你的这些技能都只是为了辅助你修炼而已，但你永远要记得，实力才是一个人的根本。轩辕轻柔神色严肃地说道，目光中充满了对穆天云的殷切期望。弟子明白。穆天云点了点头，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信念。他深知实力对于一个修炼者的重要性。修炼方面的武技和功法，为师就传你这些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为师希望你能走出一条创新的路，而不是走为师这条老路。轩辕轻柔语重心长地开口说道。他希望穆天云能在修炼的道路上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弟子会努力走出一条不同的道来，绝不让师尊失望。穆天云坚定地说道。他心里清楚，要想成为一名绝世强者，就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门功法武技。现在他还很弱小，无法创造属于自己的武技，所以只能修炼别人创造的武技功法。但他相信，未来当自己实力提升上去后，终究还是要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功法武技，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修炼之路。云儿，为师也该走了，这颗混沌珠就当为师送你的礼物了。轩辕轻柔深深地看了穆天云一眼，眼神中透着一丝复杂的情绪，然后他缓缓从怀里掏出了一颗散发着神秘气息的珠子。珠子表面流转着奇异的光芒，仿佛蕴含着宇宙的奥秘，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师尊，这么珍贵的东西，弟子受之有愧。穆天云声音哽咽，眼眸微微有些湿润。穿越以来，轩辕轻柔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如同他在这个陌生世界的一盏明灯。如今这个女人就要离开，要说他不难过，这是不可能的。这颗混沌珠乃是为师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能参悟其中的秘密，或许将得到一场天大的机遇。轩辕轻柔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期待。师尊，这么重要的东西，您为什么给我？穆天云开口问道，心中既感动又疑惑。为师已经参悟无数年了，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不然你以为为师舍得给你？轩辕轻柔无奈地笑了笑，那笑容中带着一丝自嘲，赶紧拿着吧。多谢师尊。
穆天云连忙恭敬地将混沌神珠接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捧挂在了脖子上。为师已经对外发出消息，接下来会闭关2年，这段时间你尽量不要惹事，争取早点将修为提升上去。轩辕轻柔眼神中透露出对穆天云的关心。弟子明白。穆天云点了点头，将轩辕轻柔的话牢记在心。突然间，轩辕轻柔将目光看向了宇宙深处。片刻后，他柳眉微微皱了起来，脸色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仿佛感受到了某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正在靠近。云儿，为师走了，有缘再见。轩辕轻柔说完，身体化作一道残影，瞬间冲向虚空之中，速度之快，宛如流星划过天际，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光影。师尊，穆天云声音低吼着，眼神充满了不舍，那声音仿佛从灵魂深处迸发而出。他目光紧紧地望着虚空，直到轩辕轻柔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虚空之中，似乎要将这一幕永远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穆天云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发着呆，目光一直盯着虚空，思绪万千。良久过后，穆天云才缓缓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开始专心修炼了起来。他知道接下来自己再也没有靠山，未来只能依靠自己了。好在轩辕轻柔已经提前放出消息，说要闭关2年时间，所以他暂时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与此同时，柳嫣然悄然离开了流云宗。如今的他丹田被废，失去了修炼的根基，再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还会成为无数人嘲讽的对象。穆天云、花月容，我若不死，必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柳嫣然咬牙切齿，眼神中满是怨恨和愤怒。说完这句，他转身决然地消失在了流云山脉之中，只留下一个孤独而又充满仇恨的背影。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这段时间里，穆天云除了给人看病炼丹，其他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上。他沉浸在修炼的世界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修为也一举达到了巨元境第3层，灵力在他体内流转得更加顺畅，体内元力也愈发强大。这天，穆天云带着花月容悄然离开了流云宗，他准备去流云山脉历练一段时间，以此来磨练自己的实战能力。流云后山山脉连绵，森林茂密，隐藏着无数的危险和机遇。穆天云带着花月容踏入了流云山脉的深处，开始不断寻找妖兽战斗。遇到实力较弱的妖兽时，穆天云就会交给花月容来对付。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花月容能够得到锻炼，提升自己的实力。若是遇到一些稍强一些的妖兽，他便会亲自出手对付，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无畏的勇气。穆天云并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只是一个花瓶，而是希望对方能和自己一样快速提升实力，共同成长。白天的时候，他们一起历练，在与妖兽的战斗中不断成长。晚上，他们会找个静谧而神秘的山洞，享受2人世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不远处的暗处，一名黑衣蒙面人正悄然跟随着他们。此人身形隐匿在黑暗之中，宛如幽灵一般，眼神中闪烁着阴冷的光芒。随着深入流云山脉，妖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复杂的地形以及各种神秘的陷阱都在考验着他们的实力和智慧。穆天云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智慧，一次次化解了危机，同时也不断磨练着自己的实战能力。每一次战斗都让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的战斗技巧更加娴熟。花月容也随着不断的战斗，渐渐适应了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勇敢坚定，实力也在不断提升。从最初面对妖兽时的紧张和害怕，到如今能够沉着冷静的应对。穆天云，跟本座走一趟吧。一道阴森森的声音骤然在静谧的山林间响起，佛从九幽地狱深处传来，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紧接着，一个身材佝偻的黑衣蒙面人如鬼魅般突然出现在了穆天云的面前。他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只露出一双闪烁着阴冷光芒的眼睛。你是谁？穆天云心神猛地一颤，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将花月容护在了身后，眼神警惕地盯着眼前这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少废话，跟本座走吧。黑衣蒙面人冷哼一声，话音未落，他身影骤然一闪，一道凌厉的爪印带着呼呼风声，瞬间朝着穆天云狠狠抓了过去。去死吧！穆天云右手猛地一挥，一张黑色符咒如离弦之箭般凌空飞起，在半空中迅速化作一道巨大的拳罡，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狠狠朝着黑衣人轰去。拳罡所过之处，周围的空气仿佛被煮沸了一般，剧烈翻滚。不知所谓。黑衣人冷哼一声，眼中透着一丝不屑。只见他那巨大的爪印再次加大了几分力道，原本就凌厉的爪印此刻更是威势大增。轰！两股强大的力量悍然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山林都为之震颤。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击波朝着周围扩散开来，所过之处树木纷纷折断，尘土飞扬。穆天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那强大的余波撞得倒飞了出去。噗！慕天云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气息变得无比虚弱。在本座面前还想反抗？黑衣人声音冰冷刺骨，如同寒冬的冰雪，让人不寒而栗。说着，他再次挥动手臂，一道更为凌厉的爪印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再次朝着慕天云抓去。天云，你快走！在这关键时刻，花月荣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挡在了慕天云面前。找死！黑衣蒙面人声音透着一丝不屑，那巨大的爪印直接将花月荣抓在了空中。花月荣不断挣扎，但却无济于事，身体在爪印中显得如此渺小，仿佛随时都会被捏碎。放开他！慕天云心急如焚，连忙大声喊道，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紧张和急切。天云，快走，不要管我！花月荣声音充满绝望，身体微微颤抖着，但眼神中依然流露出一丝决然。他深知自己与敌人实力悬殊，只希望慕天云能够趁机逃脱。你的目标是我，求求你放了他，我跟你走。慕天云声音充满了无尽的愤怒，同时又夹杂着一丝哀求。放了他，你觉得可能吗？黑衣男子声音透着无尽的嘲讽。话音一落，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如同汹涌的潮水一般。花月荣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身体瞬间被这股力量抓成了血雾，消散在空气中。不！慕天云发出一声愤怒的悲鸣，那声音充满了痛苦与绝望，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震碎。去死吧！慕天云不顾一切，双眼通红，挥剑便朝着黑衣蒙面人疯狂地杀了过去。此刻的他已经彻底疯狂，心中只有无尽的杀意，恨不得将眼前的敌人碎尸万段。不知死活的东西，在本座面前，你有反抗的余地吗？黑衣蒙面人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屑，他看着如风兽般冲过来的慕天云，就像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只见他挥手就是一道凌厉的掌风，带着排山倒海之势，直接朝着慕天云的剑气拍去。砰！一声巨响传开，慕天云再次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直接被那强大的掌风轰飞了出去，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狗杂碎，我要杀了你！慕天云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再次挥剑杀向了黑衣人。尽管身体已经伤痕累累，每动一下都伴随着钻心的疼痛，但他心中的仇恨支撑着他，让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对方。蝼蚁一般的东西，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还想来抗衡本座？黑衣人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说着，他再次挥手，又是一掌，带着轻蔑与杀意，再次朝着慕天云拍了过去。砰！慕天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防御，身体再次被对方那强大的掌风轰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此刻的他身上的骨头不知断了几根，整个人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甚至连爬都爬不起来，只能无力地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你到底是谁？慕天云眼神充满恨意，咬牙切齿地吼道。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愤怒，不明白为何这个神秘人会对自己和花月容下此毒手。既然你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黑衣蒙面人缓缓扯下了头上的黑布，露出了他那原本的模样。老杂毛，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慕天云咬牙切齿，脸上顿时露出了愤怒的表情。他实在没想到，眼前这个黑衣蒙面人居然是流云宗的八长老公孙墨。少废话，跟本座走吧。公孙墨脸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眼神中透露出贪婪与得意，随即缓缓朝着慕天云走去，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慕天云的心上。面对迎面走来的公孙墨，慕天云眼神充满了绝望和无助。此刻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甚至连动弹一下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墨靠近。蝼蚁一般的东西，竟敢动本尊的男人！一道令人心颤的声音骤然响起，紧接着，一名倾城绝世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了慕天云的面前。在她出现的一瞬间，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如泰山压顶般从她身上弥漫开来，周围的空间仿佛都被这股威压扭曲。刹那间，原本一脸得意的公孙墨瞬间被这股强大的威压压得跪在了地上，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可置信。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没死？公孙墨眼神充满恐惧，身体微微颤抖，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眼前这个女人明明已经被自己抓成了血雾，怎么会突然活了过来？柔儿，慕天云揉了揉眼睛，眼神充满了不可置信。他看着眼前的少女，虽然模样与花月容极为相似，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却与之前的花月容截然不同。感动我的男人，你已有取死之道。花月容眼中射出一道凌厉的光芒，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从他身上汹涌而出，瞬间朝着公孙墨席卷而去。啊！公孙墨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身体仿佛被风化了一般，一点点化为了灰烬消失在空气中。躺在地上的慕天云
脸上露出了一脸懵逼的表情。他能感觉得到，眼前这个女人确实是花月容，但对方身上的气质与之前的花月容明显不一样，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天云，你没事吧？解决了公孙墨之后，花月容连忙走到了穆天云身边，轻轻将他扶了起来。蓉儿，这到底怎么回事？穆天云一脸疑惑，眼神充满了震惊。天云，你别担心，我并没有真正的死，刚才化为血雾的仅仅只是一缕道身而已。花月容连忙说道。难道你只是一具道身？穆天云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不错，刚才死的确实只是一具道身，我的本体在青云仙界，等会我这具灵魂分身就会彻底消失。你如果真想见我，那就努力修炼，早日飞升到青云仙界。花月容眼神中满是不舍。那我要是去了青云仙界，怎么找你？穆天云连忙开口问道。我目前只是一具灵魂体而已，关于本体的记忆，我知道的也不多。花月容无奈地说道。柔儿，你放心，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穆天云紧紧抓着花月容的手，语气无比坚定地说道。我相信你。花月容微微点了点头，轻轻靠在了穆天云怀里。对不起，都怪我没保护好你。穆天云紧紧将花月容抱在了怀里，眼神充满了无尽的自责。哼，废物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花月容声音突然变得冷漠至极，一股令人人心颤的杀气从她身上弥漫开来。你是谁？穆天云心头不由一紧，脸上露出了一丝警惕的表情。臭小子，就你这蝼蚁般的修为，谁给你的狗胆，竟敢招惹本座的道身？花月容声音冰冷的令人心颤，锐利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他原本想利用转世道身重修一世，未来与本体合二为一，打破现有的修为桎梏。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具道身居然为了一个下界男人白白葬送了性命。正因为如此，他多年的布局则彻底毁于一旦。要知道，他的这具道身可是花费了无数年月才凝聚而成的。未来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便会觉醒前世记忆和血脉，到时候修炼将会一日千里。如今这一切都因为眼前这个男人而毁于一旦，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愤怒。你是蓉儿的本体？穆天云脸上充满震惊，目光紧紧地盯着花月容，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安。小子，本座给你10年时间，如果10年后你无法飞升到青云仙界，本座会亲自回来灭了你。花月容冷冷地说道，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冰冷。蓉儿，不是在开玩笑吧？10年飞升仙界，这怎么可能？穆天云脸上露出了郁闷的表情。在这段日子里，他对苍兰大陆的历史也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据史籍记载，苍兰大陆确实曾有人成功飞升上界，然而这些飞升的绝世强者当中，最快的也消耗了数百年光阴，甚至有的人消耗了上千年才完成这一壮举。如果不是为了你，本座的转世道身也不会白白陨落。给你10年时间，已经算是对你莫大的恩赐了。花月容声音冰冷至极，眼神中依然充满了愤怒与不满。蓉儿，我会努力修炼，争取早日飞升到仙界去。穆天云郑重地点了点头。这可是你说的，希望你别让我失望。花月容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期待。那你在青云仙界的什么地方？我该怎么去找你？穆天云开口问道。知道我在哪里，对你并没有好处。你要做的就是努力修炼，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到时候我自然会来找你。花月容开口说道。好吧。穆天云无奈地点了点头。好了，你也不用难过，他虽然是我的转世道身，但他和我本就是一体。如果你真能得到我的认可，我不但会给你一场莫大的造化，甚至未来会以他的性格和你相处。花月容深深看了穆天云一眼，眼神中似乎还隐藏着一丝复杂的情感。这是你说的，可不许反悔。穆天云开口说道。本座自然不会反悔，好好修炼吧，可别让我失望。花月容说完，身形渐渐消散，如同青烟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花月容消散的身影，穆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不舍与愤怒。虽然花月容并没有真正死去，但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他陌生的女人。感叹一番后，穆天云拿出疗伤丹服下，然后运转功法，快速修复体内的伤势。约半个时辰后，穆天云终于将体内的伤势稳住。随后他艰难地爬了起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到了公孙墨化为灰烬的地方。经过一番仔细查找，他在地上终于发现了一个储物戒。在将储物戒收好之后，穆天云快速离开了现场。然而就在他离开不到1刻钟，一道神秘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他刚才所在的地方。难道是轩辕轻柔干的？神秘男子喃喃自语，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阴冷的杀气。随后神秘男子便在山脉中悄然搜寻起来。穆天云走了一段距离后，便找了一个神秘的山洞藏了起来。此时的他浑身伤痕累累，如果不及时疗伤的话，根本不可能走得出这片区域。进入山洞后，
他拿出了疗伤丹服下，然后运转功法，专心致志地修复着体内的伤势。这次他伤的实在太严重，如果不是花月荣的灵魂突然出现，恐怕他早就被公孙墨抓走了。一想起公孙墨，穆天云眼神中就流露出了一丝冰冷的杀气。时光匆匆，转眼过去了2天。经过2天的疗伤后，穆天云身上的伤势终于恢复了过来。伤势恢复之后，他一路朝着流云宗方向赶去。他心中已经有了打算，那就是回去将资源带上，然后彻底离开这个地方。如今轩辕轻柔和花月荣都已经不在这里了，再待在这个无情的宗门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总感觉公孙墨背后有人，继续待在这里将会非常的危险。然而就在穆天云刚离开山洞不久，一道神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位前辈，不知您拦住在下所为何事？穆天云脸色阴沉的无比难看，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跟本座走吧。神秘男子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了穆天云面前，速度之快让人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见神秘男子抬手一挥，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穆天云打晕了过去。不知过去了多久，当穆天云悠悠转醒之时，发现自己竟置身于一座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四周弥漫着潮湿腐朽的气息，墙壁上散发着阴森的寒意，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此刻的穆天云修为被一股神秘力量封印，整个人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被绳索五花大绑在铁柱之上。那绳索深深勒进他的肌肤，每一次轻微的挣扎都带来钻心的疼痛，让他一丝力气都使不出来。嘎吱！就在这万籁俱寂，唯有自己沉重呼吸声的时刻，地牢那扇厚重的铁门被缓缓推开，生锈的门轴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在这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一名眼神锐利如鹰隼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且略带威严的步伐，轻轻推开了地牢的铁门。当看清中年男子模样的那一刹那，穆天云的双眼瞪大，脸上顿时露出了震惊表情。他实在没想到，将自己绑到这里的人居然是流云宗主。宗主，你把弟子抓到这里来干嘛？穆天云强忍着心中的震惊，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穆天云，你的天赋确实不错，若不是本座急需阳属性血肉炼制丹药，还真不忍对你动此杀念。百里凌霄脸上闪过一抹贪婪笑意，眼神中透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狠厉。宗主，您要什么丹药，我可以帮你炼制，没必要对我下手吧？穆天云心头猛地一颤，连忙开口说道。他没想不到对方如此残忍，竟然妄图用他的血肉来炼制丹药。一个刚刚学会炼丹的小子也敢口出狂言帮本座炼丹？百里凌霄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轻蔑的弧度。他的修为早已达到了瓶颈，这些年来他尝试了各种奇珍异宝、修炼法门，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可就在前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意外得到了一个神秘的炼丹偏方，这让他那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光芒。然而这个偏方却无比的残酷，且需要特殊体质男子的血肉作为药引，这无疑让他刚刚燃起的希望又瞬间跌入了绝望的深渊。正当百里凌霄满心无奈准备放弃的时候，穆天云恰到好进入了他的视线。正因为如此，他才将主意打到了穆天云身上。宗主，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吗？穆天云连忙开口大喊，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与不甘。死到临头还想忽悠本座？百里凌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宗主，您有病，而且是大病。穆天云突然开口说道。找死！百里凌霄一听，眼中瞬间射出一道冰冷的杀气。宗主，你真的有病，而且你这个病只有我能治。穆天云连忙开口说道，额头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眼神中透着一丝紧张与恐惧。小子，那你倒是说说本座有什么病？百里凌霄声音冰冷至极，目光冷冷地看着穆天云。如果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本座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宗主，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有20多年没碰女人了吧？穆天云声音微微颤抖，却又带着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然。胡说八道！百里凌霄一听，脸色瞬间阴沉的无比难看。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情，除了他夫人韩欣雅之外，没有任何人知晓。可眼前这小子只是看了一眼，竟然就一语道破他的病症，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惊讶。宗主，你别装了，这个病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只要你给我个机会，我肯定能将你治好。穆天云脸上露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眼神中满是恳切。其实他也只是凭借一些细微的观察，隐隐猜测出百里凌霄不能人道，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如今身处绝境，情况危急万分，穆天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唯有先保住性命，才有一线生机。小子，那你倒是说说你怎么个治法？如果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本座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百里凌霄眼中射出一道阴冷的杀气，随即他将裤子脱了下来，动作带着一丝决绝与愤怒。
卧槽，这怎么治？穆天云见状，脑海中瞬间飘过1万头草泥马，脸上露出了无语至极的表情。他实在没想到，堂堂流云宗宗主，平日里威风凛凛，竟然是一个阉人，这就算神仙下凡，恐怕也难以施救啊！小子，能治吗？百里凌霄声音犹如地狱使者，透着一丝令人心颤的杀气。20多年前，他因为一次意外得罪了一名心狠手辣的女魔头，最终被对方残忍地给阉割掉了。这件事犹如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痛。穆天云脑海灵光一闪，顿时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连忙开口说道：当然能治，不过需要进行一个手术。手术？百里凌霄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说什么是手术？手术就是移植，意思就是将别人的东西移植到你的身上。穆天云开口说道：你确定不是耍本座？百里凌霄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杀气。宗主，我怎么敢耍您啊？穆天云展现出了极强的求生欲，连忙说道：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师尊的真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小子，既然你这么说，那把你自己的移植到我身上来吧。百里凌霄脸上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笑意，眼神如同毒蛇吐信，让人不寒而栗。穆天云一听，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连忙开口说道：宗主，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就算把我的移植在你身上也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产生抗体排斥。你的意思是需要有血缘关系才能实现移植？百里凌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不错，最好是跟你有直系关系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做出牺牲，我就能让你恢复男人的雄风。穆天云语气郑重说道。这种移植手术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难事，毕竟他已经完全得到了轩辕轻柔的真传。不过他自然不会好心帮对方治好，因为一旦将对方治好了，那他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必然会死得无比凄惨。小子，你可知道忽悠本座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百里凌霄神如同利剑，冷冷地直视着穆天云，目光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看穿。宗主，就算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忽悠你啊！穆天云连忙开口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听到穆天云的话，百里凌霄陷入了沉思，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他总共就只有2个儿子，大儿子百里剑尘目前乃是宗门的圣子，也是未来的少宗主候选人。平日里，百里剑尘天赋出众，在宗门中威望极高。二儿子百里剑云天赋同样惊人，目前是宗门核心弟子第1人，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对于这2个儿子，百里凌霄还是非常喜爱的，手心手背都是肉，让他将自己儿子的东西移植到自己身上，他心中多少还是有点不舍的。毕竟这种痛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那是从身体到心灵的双重折磨。他并不想将自己的痛苦无情地转移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可如果不移植儿子的东西，那他就只能永远做一个无法人道的男人。如今的他才40多岁而已，应该还有很长的岁月，如果一直承受着这种痛苦，哪怕成仙又有何意义？尤其最近这20多年来，他更是受够了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每当看到自己那娇艳欲滴、美丽令人窒息的妻子，百里凌霄的心中就涌起一股深深的自卑和不甘，如同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他的心。经过一番痛苦的思量之后，百里凌霄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将二儿子百里剑云的东西移植到自己的身上。他的心中虽然满是挣扎与不忍，但对恢复男人雄风的渴望，最终还是战胜了那一丝舐犊之情。岳长老，百里凌霄轻轻喊了一句，声音在这寂静的地牢中显得格外清晰。宗主。一名身材丰腴、气质妩媚、身穿黑袍的女子恭敬地走了进来，她的步伐轻盈而优雅，每一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然而那妩媚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冷厉。把她放下来，好好给我看着，千万别让她跑了。百里凌霄说完，转身走出了地牢。此刻他心中已经做好了打算，一旦自己的毛病治好，那就立刻将眼前这个小子炼制成丹药，到那时候他就能突破到梦寐以求的地玄境。不过目前他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儿子绑过来，而且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妻子知道。百里凌霄离开后，岳无双将穆天云从石柱上放了下来。这位姐姐，好美啊！穆天云脸上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试图用自己的笑容来缓解这紧张的气氛。拍马屁也没用，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若是胆敢逃跑，别怪我不客气。岳无双声音冰冷至极，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的光芒。这位姐姐，我有办法让你提升修为，而且立刻提升的那种，如果我要骗你，你可以立刻杀了我。穆天云连忙开口说道，他知道此刻自己必须抓住每一丝可能的机会，才能摆脱这绝境。到这一步，他也只能使出美男计了。之前他就曾听花月容说过，自己这种体质在某些特殊方面会对女人的修炼起到一定的辅助效果。如果眼前这个女人真的被他忽悠住了，说不定真有机会逃出去。
小子，你可知道戏耍本座的后果？岳无双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的光芒。我真没骗你，我是传说中的九阳神体，不然宗主也不会把我抓到这里来。慕天云开口说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岳无双冷冷地说。我的体质比较特殊，如果你跟我行周公之礼，可以立刻让你的修为得到提升。慕天云一脸认真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自信，试图让岳无双相信他所说的话。好大的狗胆，竟敢忽悠到了本长老的头上，你当本长老不敢杀你吗？岳无双声音如同冰刃，眼神中透着一身冰冷的杀气，直直地刺向慕天云。我真没忽悠你，不信你试试，如果你修为无法得到提升，你立刻宰了我就是。慕天云连忙开口说道，心中暗暗祈祷着岳无双能够心动，这样他才有活下去的机会。本座对宗主忠心耿耿，岂是你几句话能忽悠得了的？老老实实给我待着，若敢轻举妄动，别怪我不客气。岳无双冷冷地瞪了慕天云一眼，然后转身走出了地牢。对于慕天云的提议，要说他不动心，这是不可能的。毕竟他的修为早已达到了瓶颈，最近这几年里，无论他如何努力修炼，却始终无法突破那道瓶颈。然而他也深知此事风险极大，若是被宗主知道了，他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立刻答应慕天云，因为他也需要好好查一下资料。只有确定了慕天云体质确实对女人修炼有用后，他才会冒险救人。看到岳无双就这么离开，慕天云脸上也是露出了无奈的表情。此刻他修为被封印，浑身无力，要想从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逃出去，无异于天方夜谭。狗日的玩意，别让老子逃出去，不然我毙灭你全族！慕天云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斥着愤怒的火焰。此刻他已经确定，之前抓他的公孙默肯定是百里凌霄派过去的，要是师尊在就好。慕天云眼神充满了无奈和绝望。这一刻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师尊轩辕柔，他知道如果自己的师尊还在这里，以他那通天的本领，一定能发现他被关在这里。一想到轩辕轻柔，慕天云突然又想起了那颗混沌神珠，下意识地往脖子上摸了一下。还好珠子还在。慕天云手中紧紧攥着混沌神珠，脸上终于松了一口气，仿佛抓住了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时，他手上不小心划出的鲜血意外触碰到了混沌神珠，刹那间一道耀眼的金光一闪而过，如同划破黑夜的闪电，混沌神珠瞬间没入了他的体内。奇怪，这珠子怎么跑我体内去了？慕天云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双眼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满是不可思议。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得到，这个混沌神珠正稳稳地盘踞在他的丹田之中，如同一个贪婪的巨兽，时刻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灵气。慕天云虽然很想用神识去探测一下，但他如今修为被封印，神识根本无法动用。咦，这颗珠子竟然在发力冲击我体内的封印！突然间，慕天云感觉自己体内那坚固的封印正在被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一点点地冲击、侵蚀。而且更为奇妙的是，这颗神秘的珠子在疯狂吸收灵气的同时，竟有一部分灵气温和地反馈到了他的体内，缓缓地滋润着他的经脉和丹田，让他原本略显萎靡的身体逐渐有了些许生气。看到这般情况，慕天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可这抹欣喜仅仅如昙花一现，很快他便又恢复了一脸的平静。慕天云心中清楚，以这颗珠子对封印的冲击速度来看，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他的修为封印就会被彻底冲破。一旦修为得以解封，那么他从这个的牢逃出去的几率将会直线上升。不过眼下最为紧要的事情便是收敛体内的气息波动，绝对不能让对方看出任何蛛丝马迹，否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时光在紧张与期待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天。在混沌神珠不知疲倦的冲击之下，慕天云体内那顽固的封印终于彻底被冲开。当修为封印解开的那一刻，慕天云身体就如同久旱逢甘霖的大地，瞬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他丝毫不敢懈怠，连忙运转轩辕轻柔传授给他的敛息术，两身上的气息彻底收敛了起来。嘎吱！就在这时，地牢那扇沉重的铁门再次被人缓缓推开，只见百里凌霄带着百里剑云迈步走了进来。慕天云，想不到也会有今天这般狼狈的下场。百里剑云双手抱胸，下巴微微扬起，嘴角勾勒出一抹得意而又嘲讽的笑容。得意什么？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慕天云脸上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轻笑，不知死活的东西都落到这般田地了，还敢嚣张？百里剑云眼中寒光一闪，如同利刃般冰冷，挥手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朝着慕天云抽了过去。住手！一道如同洪钟般威严的呵斥声骤然响起，只见百里凌霄大手如鹰爪般迅猛一挥，瞬间精准地抓住了百里剑云的手腕。爹，你拦着我干嘛？百里剑云一脸疑惑地看向百里凌霄，眼中满是不解之色。剑云，爹今天找你来，
其实是有件极为重要的事，想和你商量一下。百里凌霄目光瞬间变得凌厉如鹰隼，语气也随之变得格外严肃。看着自己父亲那如同寒冰般凌厉的眼神，百里剑云心底不由自主的微微有些发毛。他连忙收起脸上的不满，恭敬地说道：“爹，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儿子定当万死不辞。”果然是为父的好孩子。百里凌霄微微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说话间，他大手猛地一挥，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汹涌而出，瞬间将百里剑云的修为封印了起来。爹，您封住我修为干嘛？百里剑云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剑云，爹在20多年前遭遇了一些意外变故，以至于这些年来始终无法像正常男人一样。百里凌霄的声音略微有些低沉，如今终于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爹恢复男人的雄风，不知你愿不愿意帮助爹？百里凌霄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期待，看向百里剑云。爹，只要儿子还能帮得上忙，您尽管开口便是。百里剑云想都没想，直接开口说道。此时他还未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可怕事情。爹就知道你孝顺。百里凌霄满意的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缓缓将目光移向慕天云。小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只要你能让本座恢复雄风，本座便可以饶你一命。宗主放心，弟子定会竭尽全力助您恢复雄风。慕天云连忙满脸恭敬地说道：“本座先解除你的修为封印，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百里凌霄说罢，大步走到慕天云面前，伸出手掌在他身上连拍了数下，动作干脆利落。然而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慕天云的修为封印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被混沌神珠成功冲破。宗主，你先把他的割下来吧，这样方便我给你做手术。慕天云一脸镇定地开口说道。割什么？百里剑云脸色瞬间一变，心中不由一阵发毛，一股极度恐惧的感觉涌上心头。剑云，你别害怕，为父的刀法娴熟得很，而且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割完后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的。百里凌霄安慰了一句，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说话间，他手持匕首，一步步走到了百里剑云面前。爹，你别听这小子胡扯，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来啊！百里剑云吓得双腿发软，脸色苍白如纸，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此刻他哪里还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显然是要把自己阉割，以满足他那恢复男人雄风的私欲。混账！好好躺着，别乱动，不然别怪为父心狠手辣。百里凌霄冷声呵斥，眼神中透着一丝凌厉到近乎残忍的光芒，同时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开来，压得百里剑云几乎喘不过气。爹，求求你饶了我吧，不要啊！百里剑云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身体下意识地拼命往后退去，试图躲避那即将降临的厄运。剑云，你放心，完事以后爹会补偿你的。百里凌霄大手一挥，一股强大的力量如同绳索般直接将百里剑云牢牢控制了起来，让他无法挣脱分毫。再次附上后面的修为境界：巨元、巨灵、地玄、天玄、问虚、武王、武皇、武帝、武尊、武圣、武神，还真够心狠的。一旁的慕天云暗自摇头，心中满是鄙夷之色。他着实没有料到，平日里道貌岸然的百里凌霄竟会如此凶残，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忍心下手。然而慕天云心中并无半分怜悯之情，毕竟这父子俩本就绝非善类。此前百里剑云就仗着自己的身份没少找慕天云的麻烦，而百里凌霄更是心狠手辣，妄图以慕天云的血肉作为药引，炼制那残忍的丹药。啊！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地牢，百里剑云双眼瞪得几乎要突出眼眶，其中充斥着无尽的绝望和愤怒。他实在没想到自己一直尊重的父亲居然会亲手阉割了他。在这剧烈的疼痛以及愤怒的情绪冲击之下，百里剑云直直地倒在了地上，当场昏死了过去。慕天云，赶紧给本座移植吧。百里凌霄面目狰狞，手中赫然捧着一团鲜血淋漓之物，让人从心底涌起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这眼前的一幕，慕天云感觉一股恶心之感涌上喉咙，差点忍不住呕吐了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心中的恶心，然后运转功法，使自己尽量冷静下来。片刻后，慕天云开始施展续接术。只见他双手如幻影般舞动，配合着散发着奇异药香的上好生机膏，开始为百里凌霄进行那残忍的移植手术。当然了，慕天云自然不可能真心帮对方接好，因为这关系到自己的性命。在看似专注认真的续接过程中，他趁着百里凌霄未留意的间隙，悄然弄断了其中一根至关重要的经脉。如此一来，即便表面上移植成功接上去了，往后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尿尿的工具。此刻的慕天云神情无比专注，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溢出。经过一番紧张的操作，这场充满阴谋与算计的移植手术最终宣告完成。
宗主，手术暂时已经完成，不过接下来的1个月乃是关键的恢复期，在此期间，您切不可进行剧烈运动，否则稍有不慎，便可能会损伤到经脉，导致前功尽弃。穆天云语气中满是恭敬。听到穆天云说需要1个月的恢复期，百里凌霄的眉头不由微微皱起，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你确定不是在忽悠我？宗主，弟子怎么敢欺骗您呢？1个月后，如果您没有如愿恢复男人雄风，届时尽管取了弟子的性命便是。穆天云一脸认真且诚恳地说道。很好，只要本座身体恢复过来，到时候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百里凌霄嘴角勾起了一丝阴冷的笑意。话音刚落，他大手一挥，一股磅礴而霸道的力量涌出，再次将穆天云的修为封印了起来。随即他带着昏迷不醒的百里剑云大步离开了地牢。20多年漫长的煎熬都已经等了，他不在乎再多等这1个月。狗杂碎，你给我等着！穆天云咬牙切齿，从牙缝中挤出这几个字，眼神中透着阴狠的光芒。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他只能一直被困在这阴暗潮湿的地牢内。不过相比之前，倒是稍微自由了一些，至少不用再被绑在那冰冷的柱子上，而且他的待遇也还算不错，每天岳无双都会亲自过来给他送吃的。在此期间，穆天云为了摆脱困境，也多次施展浑身解数勾引他，可始终没有成功，这让他感到非常无奈。时光悄然流转，转眼又过去了3天。在这段时间里，穆天云的修为封印再次被那神奇的混沌神珠的力量冲开。这天夜里，万籁俱寂，唯有地牢角落里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嘎吱，穆天云正准备闭目养神，稍作休息之际，地牢那扇沉重的铁门被缓缓推开，发出一声悠长而又略显诡异的声响。只见岳无双缓缓走了进来，地牢内的灯光有些微弱，照映在他的身上，透露出了一层暧昧的光晕。他身姿婀娜，迈着轻盈且带着几分撩人的步伐，如同暗夜中的精灵般轻盈地走了进来。他身姿婀娜曼妙，每一步都迈得轻盈且带着几分撩人的韵味，玲珑有致的身材曲线在薄如蝉翼的纱质黑袍下若隐若现，引人无限遐想。黑袍领口开得极低，大片如雪的肌肤暴露在外，胸前的沟壑深邃诱人，似要将人的目光深深吸引进去。他的脸庞妩媚精致，脸上饰着淡淡的妆容，眸中流转着勾魂摄魄的光芒。他那高挺的鼻梁下是一张娇艳欲滴的红唇，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透着无尽的魅惑。一头如墨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几缕发丝调皮地垂落在胸前，更添几分风情。看到这般场景，穆天云嘴角不由微微上扬，勾勒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知道这个女人终究还是上钩了，只要能将这个女人成功拿下，那他要逃出去就简单的多了。岳无双迈着妖娆性感，缓缓走到了穆天云身旁，轻轻在他旁边坐下。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淡雅而又勾人的香气，如同无形的丝线，瞬间萦绕在穆天云鼻尖，让他的心不由自主地微微一荡。穆天云，你确定能让我修为提升？岳无双伸出了如羊脂玉般白皙的玉手，动作轻柔却又带着一丝不容抗拒的意味，轻轻勾住了穆天云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来与自己对视。美女姐姐，我怎么会骗你呢？穆天云顺势伸手，一把拦住了岳无双那柔软纤细的柳腰。坏小子，今天就便宜你了，但你要是敢骗我，后果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岳无双声音温柔至极，虽然他嘴角依旧透着迷人的诱惑，但眼神中却闪过一丝阴冷的杀气，让人不寒而栗。放心吧，都这份上了，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啊。穆天云开口说道。哼，只要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便带你离开这鬼地方。岳无双嘴角勾起了一丝妩媚的笑容，说着，他伸手轻轻揽住了穆天云的脖子，整个人如无骨般柔软地靠在了他的怀里，那姿态透着一种别样的妩媚与亲昵。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充满魅惑的成熟女人，穆天云只感觉身上瞬间燥热了起来。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紧紧抱住了岳无双，而后对着他那娇艳欲滴、如同熟透的樱桃般的红唇凑了过去。一时间，两人的唇激烈地纠缠在一起，现场的气氛也渐渐变得愈发暧昧。两人急促的呼吸声在这昏暗而又寂静的地牢内悄然传开，为这原本就充满情欲的场景更增添了几分旖旎。他们身上的衣物在这炽热的氛围中一件件缓缓减少，如同秋风扫落叶般散落在地牢的角落里。不得不说，岳无双确实长得很美，加之他常年身居高位，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独有的气质，那是一种自信与魅惑交织的独特魅力。虽然他年龄已经不小了，但身上的皮肤却依旧无比丝滑，如同最上等的绸缎，泛着诱人的光泽。而岳无双此刻也彻底沉沦在了穆天云的怀里，迷失在这情欲的漩涡之中。对于眼前这个小子的颜值，他还是非常满意的，这也是他愿意冒险一试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这么帅气的一个年轻男子，即便真的被对方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不至于太亏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岳无双几乎翻遍了整个宗门古书典籍，终于找到了一丝关于九阳神体的记载。正因如此，他才趁着这夜深人静之际，怀着忐忑而又期待的心情，悄然进入了地牢之中。岳无双心中已经做好了打算，如果慕天云真能如他所言，让他修为得到提升，那他就立刻带着对方离开。到时候，只要将这个男人牢牢控制在身边，那未来在修炼一途上就不愁修为无法提升上去。2个时辰悠悠流逝，岳无双面色绯红，眼神中却清晰地流露出一丝惊喜。在与慕天云的这一番深入交流过程中，虽然他的修为未能得到突破，但至少让他的实力得到了一定提升，这让他感到无比欣喜。赶紧把衣服穿好，我现在带你离开。岳无双迅速收敛情绪，面色严肃地说道。行。慕天云微微点头，动作迅速地将衣服穿好。小子，我现在解除你的修为封印，你千万别乱跑，不然后果自负。岳无双冷冷地注视着慕天云，眼神中带着警告。放心吧，我不会乱跑的。慕天云忙不迭点头，眼神中满是诚恳与急切。跟我来吧，小心点。岳无双说完，一把拉住慕天云的手，便朝着地牢外快步走去。此刻他的心跳如鼓，心情多少还是有些紧张。这些年来，他始终对百里凌霄忠心耿耿，而如今要带着慕天云叛变，这无疑是个艰难决定。不过一想到慕天云那特殊的体质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他心中就不由升起了一丝期待。不多时，两人便悄然走出了地牢。岳无双好大的胆子，竟敢背叛宗主！突然，2名气息浑厚、周身散发着强大元力波动的中年男子如鬼魅般突然挡在了2人面前。他们眼神冰冷，透着毫不掩饰的杀意。岳无双，现在若束手就擒，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本座还可以给你留条活路。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声音冷漠，如同寒冬的冷风，不带一丝温度。让我束手就擒，痴心妄想！岳无双心中一紧，拉着慕天云迅速朝着远处飞驰而去。找死！然而他刚一起身，另外一名中年男子手中长剑寒光一闪，直接一剑朝着他凶狠地劈了过来。凌厉的剑气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面对中年男子这凌厉至极的一剑，岳无双别无选择，只能迅速转身防御，同时下意识地将慕天云紧紧护在了身后。同一时间，另外一名中年男子也大喝一声，挥剑如疾风般杀了过来。一时间，剑气纵横交错，不断肆虐，恐怖的元力如同汹涌的浪涛，朝着周围疯狂溢散开来。岳无双以1敌2，瞬间陷入了被动的苦战。对方2人实力强劲，配合默契，攻势连绵不绝。不过片刻，岳无双身上便渐渐出现了几道伤口，嫣红的鲜血渗透衣衫，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刺眼。小子，你快逃吧，我管不了你了。岳无双心急如焚，趁着交手的间隙，朝着慕天云发出了一道传音。此刻他已身陷绝境，连自保都困难重重，根本无力在乎慕天云周全。那你小心点。慕天云回了一道传音，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而后他身形一闪，迅速朝着一旁冲去。不好，那小子跑了！其中一名长老大吼一声，连忙撇下岳无双，快速追了上去。岳无双咬了咬牙，挥剑便朝着那名追击慕天云的长老狠狠劈了过去，企图为慕天云争取宝贵的逃跑时间。果然，他这寒怒一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名长老感受到背后凌厉的剑气，连忙回身抵挡了一下。慕天云趁着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将速度施展到了极致，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快速朝着远处疾驰而去。岳无双见状，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复杂之色，有对慕天云的担忧，也有对自己未来的迷茫。他深知自己已经背叛了百里凌霄，若再不逃跑，必死无疑。当下，他施展身法，朝着相反的方向逃窜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那2名长老并没有选择去追岳无双，而是毫不犹豫朝着慕天云消失的方向追去。在他们心中，慕天云乃是百里凌霄提升修为的关键，而岳无双不过是一个叛徒而已。孰轻孰重，他们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慕天云一路疾驰，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然而身后2人却如复古之驹般紧追不舍，双方的距离还在不断的拉近。眼看情况岌岌可危，慕天云突然冲进了旁边的一片竹林。这片竹林在夜色中隐隐绰绰，竹子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慕天云速度推动到了极致，继续朝着竹林的另一头飞驰而去。他的心跳声在寂静的竹林中格外响亮，每一步都踏得急促而又沉重。大约片刻后，慕天云终于冲出了这片小竹林，来到了一座神秘的宫殿外。这座宫殿气势恢宏，飞檐斗拱，在月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慕天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腾空一跃，跳进了宫殿之中。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本座的住处！
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仿佛来自九幽地狱，带着无尽的寒意。紧接着，一股奇异的香气扑鼻而来，香气似有若无，却又让人莫名心悸。慕天云只觉眼前一花，还未反应过来，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掐住了脖子，整个人直直的被提了起来。一股强烈的窒息感袭来，慕天云感觉呼吸困难，双手下意识的想要掰开那只如同铁钳般的手。突然，他看清了眼前女子的容貌，眼神中顿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新雅姐，是我。慕天云艰难开口，声音因为窒息而变得沙哑。混蛋，你疯了，大半夜跑到我这来干嘛？韩新雅心头一惊，这才看清是慕天云，连忙将他放了下来。没想到慕天云居然如此色胆包天，竟然大半夜的跑到他的宫殿来。这要是让百里凌霄知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他不知道，慕天云之所以来到他的宫殿，完全是因为慌不择路，意外逃过来的。属下鲁大有求见副宗主。就在这时，宫殿外响起了一阵浑厚而又恭敬的声音：混蛋，赶紧去里面躲起来！韩新雅连忙传音给慕天云，然后朝着他使了个眼色。慕天云见状不敢迟疑，连忙躲进了宫殿之中。此刻他已无计可施，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韩新雅身上。宫殿外已经被团团围住，若是贸然走出去，无异于自投罗网。另一边，韩新雅深吸一口气，缓缓推开了宫殿大门。她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威严的气势，如同女王般高贵冷艳，身上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气息，让人不敢直视。卢大有、陈天胜，大半夜的跑到本座这来干嘛？韩新雅声音冰冷，如同冰刀般划破夜空。副宗主，刚刚有人擅闯宗门，我一直追踪他，才来到了您的宫殿。鲁大有连忙恭敬地问道：你们什么意思？这是怀疑本座藏人了吗？韩新雅冷声呵斥，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副宗主误会了，我们只是怀疑他可能躲在你的宫殿，要不让我们进去找找。陈天胜语气恭敬地说道：混账，本座的宫殿岂是一般人能闯得进来的？你这是怀疑本座的实力？韩新雅声音冰冷得令人心颤，目光冷冷地扫了二人一眼。鲁大有和陈天胜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们追踪着慕天云的气息一路而来，直到这里才彻底失去了慕天云的踪迹。可韩新雅不仅仅是副宗主，而且还是宗主夫人，就算他们吃了豹子胆，也绝不敢强行搜查。如果要是抓不到人的话，那等待他们的下场绝对会无比凄惨。怎么回事？一道威严且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骤然在静谧的夜空中响起。只见百里凌霄身形如电，速度快的几乎只能捕捉到一道残影，瞬间便出现在了韩新雅的宫殿前。他神色凝重，目光如炬，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要将所有的异常都尽收眼底。宗主，事情是这样的，岳无双带着那小子走出了地牢，我们上前阻拦，那小子便瞅准机会独自逃跑，我们一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这里，然后就突然失去了他的踪迹。鲁大有和陈天胜赶忙将事情的经过以最快的语速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们微微躬身，神色中带着一丝紧张与不安，显然对任务的失败心有愧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韩新雅的声音冷冷传来，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你们俩立刻封锁整个宗门，绝不能让那小子逃出去，这边的事情交给本座处理就好。百里凌霄神色严肃，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手一挥，下达了命令。是，宗主。鲁大有和陈天胜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即转身迅速退下，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到底怎么回事？韩新雅柳眉微蹙，语气冷冷地问道。这些年来，因为百里凌霄自身的隐疾，两人之间早已没有了夫妻生活，曾经的浓情蜜意渐渐消散，夫妻关系也早已名存实亡，仅剩下一层名分维系着。新雅，事情是这样的，慕天云那小子是传说中的九阳神体，他的血肉制作一种特殊丹药的药引，一旦炼制成功，那我们的修为就能突破到巨灵境。百里凌霄深吸一口气，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详细说了出来。当然，在讲述过程中，他刻意隐瞒了将自己移植儿子器官的事情。他心里清楚，这种丑事要是说出去，韩新雅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势必会跟他大闹一场。你怀疑那小子藏在我这里？韩新雅微微眯起双眸，目光如针般射向百里凌霄，冷冷地说道：那小子非常狡猾，你的宫殿如此之大，房间众多，他若存心躲在这里，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还是赶紧搜一搜吧。百里凌霄一脸严肃，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然。以我的实力，这小子若是来到我这边，我还能发现不了吗？韩新雅没好气地说道，此刻她的心已然高高悬到了嗓子眼上，紧张的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毕竟慕天云就躲在他的房间里，这要是让百里凌霄搜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你也帮我一起搜搜吧，可千万别让这小子跑了，不然要是让轩辕轻柔知道，那可就麻烦大了。百里凌霄眉头紧皱，
一脸严肃地说道：“那你赶紧搜吧。”韩欣雅无奈地点了点头。此刻他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如果穆天云真被抓住，他再想办法救人。百里凌霄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宫殿，开始仔仔细细地搜查了起来。他目光锐利，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每一个房间都翻找得极为细致。很快，除了韩欣雅的房间外，其他地方全部被他搜了个遍。凌霄，那小子说不定已经逃远了，要不今晚就在这陪陪我。韩欣雅面容娇艳动人，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妩媚的笑意。说话间，她莲步轻移，拉着百里凌霄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欣雅，还是下次吧，这件事事关重大，我还得去其他地方搜搜。百里凌霄心中一慌，连忙开口拒绝。他心里清楚，自己那玩意儿才刚接上，这段时间绝对不能受到任何刺激，否则一旦出现任何状况，那可就麻烦大了。算了，既然你有事，那你去忙吧，我也该休息了。韩欣雅冷哼一声，佯装生气地松开了百里凌霄的手，脸上写满了不满。行，欣雅，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百里凌霄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转身匆匆离开了韩欣雅的宫殿。看到百里凌霄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夜色中，韩欣雅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随后她轻手轻脚地将宫殿的门关了起来，脚步急促地快速回到了房间。穆天云，你胆子还真是够大的，难道就不怕我把你交出去？韩欣雅目光凝视着穆天云，半是嗔怪半是好奇地开口说道：“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穆天云面带微笑，眼神里更是流露出一股自信。就这么相信我？韩欣雅柳眉微微一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显然对穆天云如此自信的回答感到意外。当然，因为你是我的女人。穆天云眼神坚定，语气不容置疑。说着，他便伸手轻轻抱住了韩欣雅，动作自然而又带着一丝温柔。放肆！韩欣雅冷哼一声，脸上瞬间浮现出一抹寒霜，抬手便掐住了穆天云的喉咙。好了，别装得凶巴巴的，你要是真舍得杀我，刚才就把我交出去了。穆天云依旧紧紧地抱着韩欣雅，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反而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你真不怕死？”韩欣雅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既有对穆天云大胆举动的惊讶，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当然怕死，但我不相信你会杀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人。穆天云缓缓开口，声音中充满了深情：“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韩欣雅冷哼一声，最终还是缓缓松开了穆天云的喉咙。“欣雅姐，做我的女人吧，我会让你幸福的。”穆天云目光深情地注视着韩欣雅，眼中满是爱意与承诺。“臭小子，以我的年纪，当你娘都绰绰有余了，你确定不会嫌弃我？”韩欣雅目光直视着穆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自嘲与试探。“欣雅姐，你如此倾国倾城，气质高雅，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呢？”穆天云一脸认真，眼神中满是真诚。对于韩欣雅，他心中确实有着别样的感觉。这个女人成熟丰腴，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高贵，浑身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是百里凌霄的夫人，还是百里剑尘和百里剑云两兄弟的母亲。将这样一个绝世尤物纳入后宫，对穆天云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具成就感的事情。而且从长远来看，未来他若想要报复百里凌霄，韩欣雅说不定还能助他一臂之力。哼，你无非是想利用我来报复百里凌霄罢了。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韩欣雅冷冷地说道，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我承认，我确实想要报复他，但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穆天云开口说道。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韩欣雅冷冷地说道。欣雅姐，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和百里凌霄应该有20多年没同房了吧？穆天云淡然一笑。你怎么知道？韩欣雅眼中满是疑惑，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我当然知道，百里凌霄早在20年前就被人阉割掉了，所以这些年来他才一直拒绝跟你同房。穆天云缓缓开口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韩欣雅眉头一皱，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惊讶之色。前几天他把我关在地牢里，想将我炼制成丹药，关键时刻我看出了他的身体毛病，于是提出帮他治疗。穆天云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缘由，难怪这些年他一直对我保持距离。韩欣雅恍然大悟，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但你一定要冷静点。穆天云神情严肃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说吧。韩欣雅开口说道。事情是这样的，百里凌霄知道我会医术，于是便问我能不能别人的东西移到自己身上。我为了保命，自然说可以，只有血脉相同的人才捐献，才能完成移植。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百里凌霄居然将百里剑云的东西给割了下去，强迫我帮他移植到了自己的身上。穆天云将自己被迫帮百里凌霄移植的事情说了出来，该死的畜生，竟然如此卑鄙。韩欣雅一听，脸上瞬间泛起了一层冰冷的寒霜，气得浑身微微颤抖，
转身便朝着外面走去。新雅姐，你冷静点。穆天云见状，连忙一把紧紧抱住了韩新雅，试图安抚她那激动的情绪。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他！韩新雅气得咬牙切齿，身体在穆天云的怀中剧烈颤抖。新雅姐，以你现在的实力，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若是贸然去找他，反而可能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穆天云焦急地开口劝说道：“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他！”韩新雅依旧咬牙切齿地嘶吼着，心中的愤怒如同汹涌的潮水，难以平息。她实在无法接受百里凌霄竟然如此残忍，亲手阉割了自己的儿子。新雅姐，你想报仇，以后有的是机会，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最终害了自己。穆天云声音温柔而又坚定，轻轻将韩新雅抱在怀里。韩新雅挣扎着想要推开穆天云，但穆天云却始终紧紧地抱着雅。良久过后，韩新雅渐渐冷静了下来。她心中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百里凌霄的对手。如果贸然找上去，不但报不了仇，说不定还会吃大亏。而且百里凌霄阴险残忍，连自己的儿子都能下得去手。他若将这件事捅破，那对方必然会对他下重手，甚至还可能暴露他和穆天云的关系。新雅姐，报仇不急在一时，你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提升修为。穆天云温柔地在韩新雅耳边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关切与鼓励。穆天云，你真的不嫌弃我？韩新雅微微抬头，美眸直视着穆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不安。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人，我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穆天云语气郑重地说道。混蛋，你要是敢骗我，就算死我也不会放过你。韩新雅语气坚定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决绝。穆天云立刻将手举过头顶，语气坚定地说道，我发誓，只要你不背叛我，那我这辈子都不会抛弃你，有违此事就让我天打。别发誓，我相信你。韩新雅连忙伸手捂住了穆天云的嘴，眼中闪过一丝感动与羞涩。新雅姐，你真美。穆天云目光火热地看着韩新雅，那眼神中充满了爱意与欣赏。坏小子！韩新雅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娇媚，她自然看得出穆天云眼神中的欲望。在一番犹豫之后，她终究还是缓缓扯下了身上的腰带，那白皙完美的胴体瞬间展露在了穆天云面前，散发着成熟女人独有的魅力。穆天云见状，情不自禁地一把紧紧抱住了韩新雅，对着她那娇艳的红唇便热情地狂啃了起来。韩新雅被穆天云这狂野的举动弄得心跳瞬间加速，整个人仿佛失去了力气，软软地倒在了穆天云的怀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除了穆天云之外，她从未触碰过任何男人。正因为如此，她整个人变得无比敏感，仅仅只是被穆天云抱在怀里，她都有种心跳加速、面红耳赤的感觉。这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和穆天云那一日缠绵的画面。毕竟这么多年来，穆天云是唯一一个能让她感受到愉悦的男人。更何况这个男人体质特殊，对她的修炼还有着莫大的好处。这一刻，她将自己最柔情、最温柔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穆天云的面前，甚至为了讨好眼前这个小男人，她不惜为爱低头，放下自己一贯高傲的姿态。接下来的时间里，穆天云一直待在韩新雅的住处，两人的感情也随着时间与日俱增，愈发深厚。天云，你该不会真把他接好了吧？韩新雅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自从和穆天云在一起后，她的心里便再也容不下任何男人，更何况百里凌霄的那东西还是从他儿子身上移植过去的，这让他感到无比膈应。放心吧，我做了手脚的，这辈子他注定只能当一个死太监。穆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安慰的笑容，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那就好。韩新雅松了一口气，心中的担忧这才稍稍减轻了一些。流云宗宗主大殿，此刻的百里凌霄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仿佛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在他的心头。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将整个流云宗翻了个底朝天，却始终没有发现穆天云的半点踪迹，让他感到无比的愤怒。同时他的心中也升起了一丝深深的担忧。对于轩辕轻柔，百里凌霄心中还是颇为忌惮的。毕竟轩辕轻柔可是宗门第一炼丹师，在整个天玄帝国都拥有着极高的地位，人脉广泛，实力不容小觑。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弟子被人暗害，以他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宗主，轩辕轻柔好像并不在宗门闭关，这几天我用神识探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鲁大有恭敬的躬身说道，他出去闭关了，离开的时候说了，这次闭关可能需要2年时间，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找到穆天云。百里凌霄开口说道，眉头紧紧皱在一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这小子隐藏得太深了，我们要想找到他谈何容易。陈天胜脸上满是无奈之色，都怪岳无双那个贱人，如果不是他，穆天云不可能逃得掉。
鲁大有一脸郁闷的抱怨，语气中充满了对岳无双的怨恨。好了，你们暗中调查吧，务必要将这小子找出来。百里凌霄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是宗主。两人恭敬地应了一声，然后转身退了下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大殿之中。此刻的百里凌霄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要害部位，如果不能恢复男人雄风，那他绝对会彻底崩溃。毕竟为了恢复自己的能力，他可是亲手阉割了自己的儿子，做出了如此残忍的事情。这段时间百里凌霄没少花心思安慰百里剑云，可百里剑云却始终对他心怀怨恨，没有原谅他的意思。为了不让韩新雅知道这件丑事，百里凌霄只能将百里剑云关在自己的住处，生怕事情败露。接下来的时间里，慕天云一直待在韩新雅的住处潜心修炼，两人也过上了如胶似漆、甜蜜恩爱的生活。这天，慕天云静静地坐在韩新雅的房间里，全神贯注地研究着混沌神珠。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研究，他愈发觉得这颗珠子神秘莫测。混沌神珠时刻都在吸收天地灵气，然后将这些灵气转化为一种温和的力量，温润着他的身体，让他的修炼根基愈发稳固。此刻，他将神识小心翼翼地侵入混沌神珠之中，仔细探寻着其中的奥秘。突然，一股神秘而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紧接着他的身体瞬间消失在了房间之中，原地只留下了一颗黑乎乎的珠子，散发着微弱而神秘的光芒。这该不会是混沌神珠内部空间吧？慕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震撼的表情，他惊讶地发现这里面的灵气浓郁的超乎想象，相比外面的世界足足浓郁了数十倍之多。如此浓郁的灵气，若是在这里面修炼，那他的修为提升速度相比之前恐怕将会提升无数倍。显然这里是一个绝佳的修炼圣地。随后，慕天云怀着好奇与兴奋的心情在混沌神珠内四处走动起来。这个混沌神珠的空间并不大，仅仅只有4-5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已，但其中蕴含的灵气却极为充沛。在转了一圈之后，慕天云在混沌神珠最中心的位置发现了一道神秘的台阶，台阶之上有一扇巨大的古门，这扇巨大的古门古朴而又厚重，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仿佛隐藏着无尽的秘密。慕天云踏着台阶缓缓往上走去，很快他就来到了第2层的古门前。慕天云深吸一口气，用力猛地推了一下，却发现古门纹丝不动，仿佛与整个空间融为一体。奇怪，这混沌神珠的第2层怎么会推不开呢？难道是我修为不够？慕天云脸上满是疑惑的表情，心中暗自思索着各种可能的原因。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最终无奈地放弃了前往第2层的想法。毕竟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打开这道神秘的巨门。咦，这里怎么会有块石碑？这时慕天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半掩在土里，上面刻满了古老而神秘的符文。他心中一动，连忙走过去仔细观看了起来。混沌神诀。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惊的神色，他看得出来这是一套顶级的修炼功法，而且从石碑上的气息来看，这套神秘的功法甚至远比他目前修炼的九阳式神诀高明得多。不管了，先修炼试试看。慕天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随后他盘膝而坐，按照石碑上记载的方法开始修炼起这套神秘的功法。随着这套功法缓缓运转开来，混沌神珠内的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强大力量的牵引，如同汹涌的潮水般涌入他的体内。浓郁的灵气在他的经脉中奔腾流淌，不断冲刷着他的身体，让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强大。不知不觉过去了2个时辰，在这段时间里，慕天云沉浸在修炼之中，而他的修为得到了飞速提升，一举从巨元境第3层突破到了巨元境第4层。这突如其来的突破让慕天云惊喜不已，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当这套功法修炼成功的一刹那，慕天云感觉混沌神珠与自己彻底融为一体，仿佛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甚至只要他意念一动，就能随意进出这个神秘的空间。这种奇妙的感觉让慕天云无比的兴奋，这意味着以后他的安全也更有保障一些。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他可以悄然进入混沌神珠。当然了，进入混沌神珠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毕竟一旦进入其中，混沌神珠便会暴露在外界。倘若被实力高强的强者发现并得到，那无疑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慕天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之中。然而对于混沌神珠的秘密，他始终守口如瓶，并未向韩新雅透露分毫。毕竟他们2人相处的时间尚短，彼此间的信任还未完全建立。况且混沌神珠实在太过珍贵，堪称绝世珍宝，其蕴含的强大力量和神秘机遇足以让无数人为之疯狂。慕天云心中实在无法确定，
韩新雅在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时，是否会心生贪念，做出抢夺的举动？慕天云向来有着极高的警惕性，他知道，在这个弱肉强食、残酷无情的修炼界，哪怕是关系最为亲密的道侣，在面对逆天的机遇时，都有可能自相残杀。有了慕天云的陪伴与滋润，韩新雅整个人仿佛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神采奕奕的迷人气质，那模样美得令人心颤。原本就出众的她，此刻皮肤变得愈发光泽白皙，细腻如羊脂玉一般，仿佛时光倒流，一下子回到了青春洋溢的少女时代。如今的韩新雅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纪，对于男女之事的需求自然无比旺盛。也正因如此，两人几乎每日都会沉浸在暧昧亲密之中。不过慕天云并未因儿女情长而放松对自身修炼的要求，他明白，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人生轨迹。因此两人几乎每天都会待在宫殿内进行对练。所幸韩新雅的宫殿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广阔，其中还有一个极为庞大的后花园。这里环境清幽，灵气氤氲，他们在此处修炼，既能够尽情施展自身的功法，又不会引起外界之人的注意，可谓是绝佳的修炼之地。韩新雅对于慕天云还是非常好的，甚至有时候他还会让自己的贴身侍女给慕天云侍寝。毕竟慕天云的体质简直就是非人类，他有时候确实有些顶不住，可他又害怕慕天云不尽兴，所以才让自己的侍女给慕天云侍寝。一开始慕天云还有点不适应，以为韩新雅在试探自己。后来两人交心的谈了一番，慕天云知道他不是试探自己，而是真的对自己好。至此慕天云也过上了帝王般的生活。时光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2个月半的时间一晃而过。经过这2个半月的疯狂修炼，慕天云的修为实现了惊人的突破，一举达到了巨元境第6层。如此显著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混沌神珠的辅助加持。这颗神秘的珠子时刻吸收着周围的灵气，并将灵气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滋润着他的身体和经脉。当然，韩新雅也为慕天云的修炼提供了诸多珍贵的资源，助力他在修炼之路上稳步前行。正常情况下，一般的修炼者在巨元境要想提升一个小境界，至少需要耗费1年的时间，即便是天赋出众之人，也往往需要4-5个月之久。然而慕天云却仅仅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便成功突破了2个小境界。如此夸张的提升速度，若是传扬出去，必定会让整个修炼界为之震惊，令人惊掉下巴。与此同时，经过慕天云2个月的操劳，韩新雅的修为同样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与慕天云相识之前，他的修为仅仅处于灵元境第9层初期，而如今他已然达到了地玄境第1层中期。此刻的韩新雅心中满是庆幸，庆幸自己能够与慕天云相遇。他深知以自己原本的天赋，要想突破到地玄境，恐怕至少还需要10来年的漫长时光。可如今短短2个月就实现了质的提升。流云宗一座灵气充裕、静谧幽深的洞府之中，哐当，百里凌霄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茶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精美的茶杯瞬间4分5裂，碎片飞溅。他的脸色因愤怒而变得狰狞可怖，犹如来自地狱的恶鬼。小杂种，本座定要将你挫骨扬灰！百里凌霄愤怒地咆哮着，声音在洞府内回荡，充满了无尽的恨意与杀气。这2个月来，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却发现自己那玩意始终毫无反应。如今那东西除了能当作撒尿的工具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用处。此刻的百里凌霄几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原本满心期待能够恢复男人雄风，重拾往日的尊严与自信，可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不但自己的希望彻底破灭，还害得自己的儿子也沦为了太监。尽管他为儿子做了不少补偿，试图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但百里剑云对他的恨意始终没有消除。这种父子间的隔阂与仇恨，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宗主，我们的人一直坚守在绝云城附近，密切监视着穆家的一举一动，至今并未发现那小子的任何踪迹。鲁大有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与无奈。继续守着，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百里凌霄咬牙切齿地说道。是，宗主。鲁大有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后便退下。就在这时，陈天胜脚步匆匆，神色焦急地走进洞府，语气急促地说道，宗主，独孤神医来了。百里凌霄听闻，眼神中瞬间燃起激动的火花，连忙开口说道，快快，有请。很快，在陈天胜的引领下，一名身着黑袍的老者踏入洞府。此老者头发花白，气息浑厚，然而身上却隐隐散发着一股阴邪的气息，那深邃的眼眸黑，让人不敢轻易直视他的眼睛。这名黑袍老者正是在天玄帝国享誉盛名的风流神医独孤敬。独孤神医远道而来，在下有失远迎，实在罪过。
百里凌霄满脸堆笑，热情洋溢，将自身姿态放得极低，尽显谦卑之态。百里宗主客气了。独孤敬微微点头，神色间带着几分倨傲。天圣，你先下去。百里凌霄吩咐道。是，宗主。陈天圣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悄然走出了山洞，留下百里凌霄与独孤敬二人。独孤神医，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接下来就有劳您帮我看看了。百里凌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神情，犹豫片刻后，他缓缓将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独孤敬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走上前去，目光专注地仔细查看起来。大约过了片刻，他的脸上写满了震撼，眼中更是露出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喃喃自语道：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神奇的嫁接之术。独孤神医，我这玩意现在除了撒尿，其他一点作用都没有，您觉得还有救吗？百里凌霄一脸期待，眼中满是渴望的光芒，焦急地问道。这情况着实比较麻烦，里面少了一根主经脉，故而才会毫无反应。独孤敬微微皱眉，脸色变得有些凝重，脑海开始思索着解决的办法。那该怎么办？百里凌霄一听，心头猛地一紧，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你这个情况，老夫无能为力，除非能找到那个为你嫁接之人，不然这世间无人能治得了你。独孤敬缓缓摇了摇头，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百里凌霄闻言，脸色瞬间变得如同死灰，眼神中更是流露出深深的绝望。好了，你也不用太过难过，虽然不能彻底治好你，但老夫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重振雄风。独孤敬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仿佛在抛出一个诱人的诱饵。什么办法？百里凌霄眼前陡然一亮，连忙急切地开口问道。本座有一种独门的丹方，只要服用了这种丹药，必然可以让你恢复男人雄风。独孤敬神秘一笑，不紧不慢地开口说道。什么丹药？百里凌霄仿佛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迫不及待地追问道。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话还没说完呢。独孤敬摆了摆手，卖起了关子。独孤神医请说。百里凌霄语气愈发恭敬，身子微微前倾，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本座要炼制的是一柱擎天丹，这种丹药极其特殊，所需要的药材也异常珍贵。独孤敬神色认真，语气郑重地说道。而且这种丹药蕴含一定的毒素，虽然能让你恢复男人雄风，但每个月却只能服用一次，否则会伤及体内经脉。一个月只能一次。百里凌霄眉头微微一皱，略作思索后随即说道。一次也行，劳烦独孤神医为在下炼丹，需要什么药材您尽管提出来。对于他来说，只要能恢复男人雄风，别说一个月一次，哪怕半年一次，那也如同久旱逢甘霖，是天大的喜事。百里宗主，炼丹先不着急，老夫的规矩你应该懂吧？独孤敬那苍老的嘴唇微微扬起，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独孤神医放心，您的规矩在下自然懂。百里凌霄心领神会，拍了拍手，朝着外面大声喊了一声，把人带上来。大约片刻后，陈天圣带着一群女子走进了洞府之中。这些女子个个身姿婀娜，宛如春日杨柳随风摇曳。她们清纯貌美的面容，如同清晨绽放的花朵，且衣着暴露，轻纱薄履间，一眼便能轻易勾起男人心中的无限欲望。独孤敬的眼神在这些女子身上一一扫过，嘴角勾起一丝阴森森的笑意，仿佛在审视着自己的猎物。百里凌霄，就这些货色，还想让我帮你炼丹，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点？独孤敬声音冰冷至极，语气中满是不屑。独孤神医，这些都是我们宗门最优秀的女弟子，您要是不满意的话，我再给您找一批过来。百里凌霄连忙陪笑，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对于独孤敬的为人，他再清楚不过。此人虽是一代邪医，可却是一个无女不欢之人，且对人妻有着极为偏执的特殊嗜好。既然你对本座不了解，那这个丹药不炼也罢。独孤敬冷哼一声，袖袍一挥，转身便朝着外面走去。独孤前辈，您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尽管提出来，在下定当满足于您。百里凌霄心中大急，连忙开口挽留。百里宗主，听说令夫人韩馨雅风华绝代，拥有着倾国倾城之言，你若能让她陪老夫3天，老夫立刻给你炼制500枚丹药。独孤敬脸上露出一抹邪恶至极的笑意，目光中闪烁着贪婪与欲望的光芒。百里凌霄一听，脸色瞬间阴沉得无比难看，但终究还是强压下了心中的怒火。独孤前辈，此话当真？虽然心中愤怒如火山即将喷发，但百里凌霄却丝毫不敢表露出来。独孤敬的修为与他相当，真要是动起手来，他也不见得能占到什么便宜。而且万一惹恼了独孤敬，那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会给流云宗带来巨大的麻烦。毕竟独孤敬在拥有着庞大的关系网，天玄帝国的各大势力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放心吧，老夫向来一言九鼎，只要你将韩馨雅送过来，以后你需要任何丹药，老夫都可以帮你炼制。独孤敬眼神中透着一丝邪恶的光芒。百里凌霄闻言，瞬间陷入了沉思，片刻后咬了咬牙说道：独
独孤前辈，新雅的性格有些刚烈，这我恐怕说服不了他。能不能说服他，那就是你的事。独孤静冷冷地说道。百里凌霄眉头微微一皱，说道：独孤前辈，不如这样，您跟我一起过去，如果能够说服他，那就再好不过了。若是说服不了，以我们二人之力，也足以将他制服。此刻，百里凌霄心中已经暗自打定了主意，那就是先好好和韩新雅谈一谈。只要韩新雅愿意，大不了付出一些代价，给他一些珍贵的修炼资源作为回报。但如果实在说不通，那就只能采取强制手段了。毕竟这关系到他未来的幸福生活，无论如何他也不会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有点意思，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吧。独孤静眼神中透着一丝邪恶的气息，迫不及待地催促道。他并不担心百里凌霄设下什么陷阱，以他的实力和手段，一般人还真不是他的对手。毕竟他不仅仅是神医，还是技艺高超的炼丹师，身上携带的毒药更是五花八门。随后两人一前一后，身形如电，一路朝着韩新雅的住处飞驰而去。与此同时，在韩新雅宫殿后面的花园里，慕天云正与他沉浸在一场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之中。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已然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二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处于一种如痴如醉、水深火热的状态。主人，宗主来了。就在这时，侍女小云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打破了这旖旎的氛围。该死，你让他等着，就说我在闭关，等会儿才能出去。韩新雅柳眉微微皱起，连忙开口说道。是，主人。小云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退了下去。小坏蛋，你还要多久？韩新雅脸上露出一丝娇嗔，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与宠溺。这恐怕还得半个时辰。慕天云一脸尴尬，苦笑着说道。你还真是头牛啊。韩新雅忍不住露出一个无语的表情，轻轻摇了摇头。此刻百里凌霄和独孤静正在宫殿的客厅内喝着茶。百里凌霄眉头紧紧锁着，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如果不是为了恢复男人雄风，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给别人玩弄。这种屈辱感如同一把利刃，刺痛着他的心。相比之下，独孤静脸上则带着一丝期待的笑容，眼神中更是流露出炽热的欲望。转眼过去了一个时辰。小云，你家主人怎么还没出来？百里凌霄阴沉着脸，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烦地问道。宗主，我刚才已经通知了主人，您再稍等片刻。小云语气恭敬，小心翼翼地回答。百里凌霄，你怎么来了？一道冰冷悦耳的声音在客厅中响起。只见韩新雅迈着妖娆而优雅的步伐，缓缓走进了会客厅。当他看到一旁坐着的独孤静时，脸上瞬间闪过一丝冰冷的寒霜，眼神中透露出警惕与厌恶。新雅，你总算来了，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百里凌霄语气急切，目光不自觉地瞥了旁边的小云一眼。小云见状，心领神会，微微躬身退了下去。客厅中只剩下百里凌霄、韩新雅和独孤静三人。什么事？说吧。韩新雅声音中透着彻骨的冷意，仿佛寒冬腊月的冰雪，让人不寒而栗。新雅，独孤神医这次过来是帮我炼丹的。百里凌霄说到这里便停顿了下来，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独孤静乃是一代邪医，虽然医术高超，但却有着令人不齿的癖好，喜好人妻且无女不欢。正因如此，他的名头在整个天玄帝国都极为响亮，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百里凌霄相信，即便自己不明说，韩新雅也能猜到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你想让我去陪他？韩新雅声音凛冽刺骨，眼神中瞬间射出一道冰冷的寒光，直直地刺向百里凌霄。新雅，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只要陪独孤前辈3天，你有任何条件都可以提出来。百里凌霄连忙开口解释，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一旁的独孤静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韩新雅，脸上透着一丝邪恶的笑意。百里凌霄，你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呀，居然让自己的夫人去陪别人，你简直猪狗不如。韩新雅咬牙切齿，眼中怒火燃烧，脸上满是鄙夷之色。新雅，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只要你愿意帮我这一次，往后你让我做任何事，我都绝无二话。百里凌霄阴沉着脸，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与哀求。他让我去陪别人，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韩新雅的声音透着凌厉的杀气，让人不寒而栗。百里夫人，何必如此动怒呢？独孤静缓缓站了出来，说道。只要你愿意陪老夫3天，这1万灵石就归你所有。日后你但凡有任何用得着老夫的地方，老夫必定绝不推辞。独孤静拿出了一个储蓄戒，眼神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对于一般的人妻，他还真不一定看得上眼，但韩新雅却让他无比心动。毕竟韩新雅不仅散发着高贵优雅的气质，颜值与身材更是美得令人惊心动魄。她这一生纵情声色，玉女无数，却从未见过像韩新雅这般绝世的人妻。卑鄙龌龊的老东西，
就凭你也敢对我动歪心思？韩新雅冷冷地扫了独孤敬一眼，语气中满是轻蔑与鄙夷。韩新雅，你可别不识好歹。独孤敬听闻此言，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如墨。说话间，他缓缓将目光投向百里凌霄，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便心领神会，达成了某种默契。新雅，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百里凌霄话音未落，身影如鬼魅般骤然一闪，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韩新雅猛扑过去。几乎在同一时间，独孤敬右手在空中一挥，一道散发着刺骨寒意的寒冰铁链如灵蛇一般，瞬间朝着韩新雅的腰间缠了过去。速度之快，让人来不及做出太多反应。找死！韩新雅见两人毫无征兆的突然发难，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如万年玄冰，身上的气势陡然爆发，一股强大的元力波动从他身上扩散开来。刹那间，他身形如电，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迎着百里凌霄扑来的身影迅猛冲去。只见他玉手如刀，带着凌厉的元力，如同闪电般直切百里凌霄的咽喉。这一击饱含着他满腔的愤怒与决绝。百里凌霄心中猛地一惊，连忙侧身躲避，同时运转全身元力，在身前凝聚成一道坚实的元力护盾。轰！一声巨响如惊雷般传开，韩新雅这凌厉的一击重重轰在元力护盾上，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百里凌霄轰得倒飞了出去。砰！百里凌霄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后，重重地摔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与此同时，独孤敬那道寒冰铁链也已缠至。韩新雅看也不看，左手快速结印，动作娴熟而流畅。刹那间，一道炽热的火焰从他掌心如蛟龙般喷射而出，瞬间将寒冰铁链紧紧包裹。滋滋，随着一阵清脆的声响，寒冰铁链上的冰块迅速融化，仿佛冰雪遇到了烈日，眨眼间便化作一滩铁水。你竟然突破到了地玄境！独孤敬脸上写满了震惊，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老东西，去死吧！韩新雅冷哼一声，身形一跃，瞬间朝着独孤敬冲了过去。想杀我没那么容易。独孤敬双手如幻影般快速舞动，一道道散发着森寒之气的寒冰剑气从他手中射出。刹那间，一道道剑气都如同一把锋利的利刃，闪烁着冰冷的寒光，朝着韩新雅迅猛飞去。你们这两个畜生，今天都得死！韩新雅怒斥一声，双脚猛地一跺地面，整个人高高跃起，在空中一个利落的翻身，动作轻盈而矫健，巧妙地避开了如黄般飞来的寒冰剑气。紧接着，他身形如鹰扑兔，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独孤敬猛扑过去，眼神中透露出的狠厉。贱人，去死吧！百里凌霄眼神中透着一丝决然与疯狂。趁着韩新雅攻击独孤敬的间隙，他双掌带着澎湃如潮的元力，狠狠地朝着韩新雅的后背狠狠拍去。此刻的百里凌霄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他心里清楚，今天如果不能拿下韩新雅，等待他的将是悲惨的结局。卑鄙无耻的混蛋！韩新雅怒吼一声，背后仿佛真的长了眼睛一般，在即将被击中的千钧一发之际，身体以一种诡异而不可思议的角度瞬间一转，巧妙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同时，他身形骤然一闪，顺势一脚如疾风般踢向百里凌霄。不好！百里凌霄见状，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恐惧之色，如同看到了死神的降临。此刻他想要躲避，却已然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新雅的脚踢向自己。咔嚓！一声清脆的骨折声响起，百里凌霄直接被踢得倒飞了出去，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噗！落地后，他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当场便失去了战斗力。同一时间，独孤敬施展出浑身解数，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他先是撒出毒药，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紧接着又释放出毒烟，整片区域变得一片朦胧。除此之外，他还不断施展各种神通术法，一道道光芒闪烁，让人防不胜防。在他疯狂的攻击之下，原本华丽无比的宫殿瞬间坍塌，梁柱断裂，砖石纷飞，现场一片狼藉，宛如一片废墟。随着战斗的不断持续，独孤敬的心头愈发紧张起来，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滚落。此刻，他渐渐落入了下风，被韩新雅打得连连败退，毫无还手之力。突然间，韩新雅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瞬间来到独孤敬身前。只见他玉掌高高举起，带着千钧之力，狠狠朝着独孤敬的胸口拍去。这一掌蕴含着他无尽的愤怒与力量，独孤敬大惊失色，想要躲避却为时已晚。无奈之下，他只能匆忙运转元力，在胸口勉强凝聚出一层元力防护，试图抵挡这致命的一击。咔嚓！几声清脆的骨折声接连响起，独孤敬感觉自己的肋骨像是被重锤击中，瞬间断了几根。他忍不住一口鲜血再次喷出，身体如筛糠般剧烈颤抖着，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去死吧，老畜生！
韩新雅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的光芒，身影再次一闪，一脚如闪电般狠狠踢在了独孤静的裆部。这一脚蕴含着他满腔的怒火。啊！独孤静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像虾米一样弓起身体，脸上的痛苦之色愈发浓烈。贱人，你们给我等着！独孤静忍着钻心的剧痛，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狠话。他深知自己今日已无力再战，连忙慌乱地拿出一张神行符，迅速贴在身上。紧接着，他身体化作一道流光，如流星般瞬间消失在了远处，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百里凌霄见状，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恐惧。他强忍着身上的剧痛，不顾伤势，转身就朝着远处拼命逃去，样子是看起来无比狼狈。狗杂碎，你跑不了了！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仿佛来自九幽地狱，透着无尽的寒意。紧接着，一道耀眼的白光如闪电般瞬间朝着他冲了过来，速度之快让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百里凌霄此刻早已失去了战斗力，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一道凌厉的剑气如同一把利刃，瞬间贯穿了他的胸口。噗！百里凌霄只觉胸口处传来一股钻心的剧痛，一口鲜血如喷泉般喷出，身体直接瘫倒在了地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慕天云，是你？百里凌霄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绝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慕天云居然隐藏在这里。狗杂碎，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慕天云声音阴冷至极，身上透着一股强大的气势。说话间，他直接朝着百里凌霄冲了过去，对着对方的四肢就是一顿狂踩。咔嚓！一阵阵清脆的骨折声接连响起。仅仅不到片刻时间，百里凌霄就被慕天云踩断了四肢，场面惨不忍睹。连他好不容易接上的第三条腿，也被慕天云毫不留情地踢得粉碎，如同破碎的玩偶。啊！小杂种，我要杀了你！百里凌霄眼神中充满阴毒，嘴里发出一阵阵凄惨的惨叫，脸上满是不甘的情绪。死到临头还想杀我，简直不知所谓！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如同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他抬腿就是一脚，直接踢在了百里凌霄的丹田上，这一脚凝聚着他的愤怒与力量。啊！百里凌霄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声音中充满了痛苦与无助。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堂堂一宗之主，竟然会被慕天云废掉丹田，从此沦为一个废人。狗杂碎，接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慕天云拖着百里凌霄，如同拖着一只死狗，直接走进了旁边破烂的一间房间里。然后他用铁链将百里凌霄死死地锁了起来。接下来他要让百里凌霄付出惨痛的代价，让其在痛苦中慢慢煎熬。副宗主，出什么事了？就在这时，几名长老匆匆赶到了现场。他们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担忧。没什么事情，都下去吧。韩新雅声音冰冷至极，浑身散发着一股恐怖至极的杀气，让人不敢靠近。我等告退。那几名长老见状，连忙恭敬地应了一声，然后转身匆匆退了下去。虽然他们心中很是疑惑，但谁也不敢主动发问。毕竟此刻的韩新雅身上的气息实在恐怖的让人心颤。见到所有人离开后，韩新雅也走进了旁边的那间房间里。贱人，你竟然背着我葬男人！百里凌霄咬牙切齿，眼中的愤怒如同燃烧的火焰。百里凌霄，你这该死的畜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竟然狠心的将自己的儿子给阉了，而且还想把我送给那个老畜生糟蹋，今天我非将你千刀万剐不可！韩新雅声音冰冷刺骨，眼神中透着一股凌厉的杀气，如同两把利刃直直地刺向百里凌霄。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感受到韩新雅身上那凌厉杀气，百里凌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恐惧，连忙开口求饶了起来，声音中充满了绝望。新雅姐别急着杀他，就这么杀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慕天云轻轻揽住了韩新雅，嘴角勾起一丝邪恶的笑容。那你想怎么做？韩新雅语气温柔地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好奇。当然是请他看场戏，我要让他活活气死。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邪恶的笑容，如同恶魔般狡黠。说着，他的大手在韩新雅身上肆意游走了起来，仿佛在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坏蛋，你还有这种嗜好啊！韩新雅忍不住瞪了慕天云一眼。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并没有推开慕天云，反而非常配合。很快，两人就如胶似漆地缠绕在了一起，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贱人，你们不得好死！一旁的百里凌霄见状，气得暴跳如雷，一口鲜血再次喷出。他原本儒雅的面庞，此刻因为愤怒而变得狰狞可怖，如同地狱的恶鬼。对于百里凌霄那愤怒的咆哮，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甚至时不时还会说两句刺激他的话。一开始，韩新雅内心还是有些抵触的，但很快他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沉浸在与慕天云的亲密互动之中。转眼过去了2个时辰，你们不得好死扑！百里凌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口鲜血喷出，彻底失去了生机。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随即将百里凌霄的储物戒收了起来。坏小子，百里凌霄已死，我必须尽快掌控宗门，你跟我一起过去吧。韩新雅声音中透着一股果断与坚毅。你想当众宣布我们的关系？慕天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当然，你是我的男人，我可不想跟你一直偷偷摸摸的在一起。韩新雅坚定地说道。别急，如今百里凌霄刚死，你若此刻宣布跟我在一起，这无疑会有损你的名声。慕天云语气中充满了关切与理智。我不在乎。韩新雅声音虽然不大，但却透着一股倔强。我当然知道你不在乎，但我在乎啊，你是我的女人，我不想让你背上骂名。慕天云轻轻抚摸着韩新雅的脸庞，眼神中充满了爱意与怜惜。那好吧。韩新雅微微点了点头，眼神中满是感动。新雅姐，你也别着急，咱们还年轻，未来的岁月还漫长着呢，等过几个月咱们再宣布也不迟。慕天云轻声安慰道。我听你的。韩新雅眼神满是感动，紧紧依偎在慕天云的怀里。你先去忙吧，尽快将宗门控制起来，尤其是那个鲁大有和陈天胜，绝不能让他们威胁到我，还有我的家族。慕天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与担忧。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韩新雅说完，身形飘然而起，迅速朝着宗主大殿方向赶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韩新雅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势接管了整个流云宗。起初，不少曾受百里凌霄后代、对其忠心耿耿的长老，听闻韩新雅欲执掌宗门，纷纷站出来公然反对。他们认为韩新雅此举有违宗门规矩，且对她的能力心存疑虑。然而，韩新雅毫不畏惧，凭借自身的玄境的超强实力，以铁血手腕将所有反对之人全部镇压。磅礴的元力从他体内汹涌而出，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令那些试图反抗的长老们毫无招架之力。如今的流云宗，除了一直必死关的老祖之外，韩新雅的实力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些心怀不满的长老和封主自然不敢轻易出言反对。至于百里凌霄的死因，韩新雅并未遮遮掩掩，而是坦诚相告，直言是自己亲手所为。他给出的理由简洁明了，声称百里凌霄勾结独孤敬，妄图对他行不轨之事。当众人听闻这个消息时，脸上无不露出震惊之色。谁也未曾料到，平日里被众人视作光明磊落的宗主，竟会做出如此卑鄙龌龊的行径。对于韩新雅所言，这些封主和长老们并未产生怀疑。毕竟独孤敬的到来，不少长老都有所耳闻，甚至当时大家还私下猜测，不知哪位同门的夫人会因此遭殃。可谁能想到，独孤敬竟将邪恶的念头打到了宗主夫人的头上。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宗主最终性命丧于宗主夫人之手。在将宗门局势彻底掌控之后，韩新雅把鲁大有和陈天胜唤至跟前。宗主，您找我们所为何事？鲁大有满脸恭敬，微微躬身问道。你们皆是聪明人，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慕天云是我的男人，倘若你们胆敢对他不利，休怪我心狠手辣。韩新雅目光如炬，眼中射出一道凌厉的杀气。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威压从他身上弥漫开来，令周围的空气都为之一滞。宗主放心，就算借我们100个胆子，我们也绝不敢对他有丝毫冒犯。陈天胜连忙恭敬的回应，语气中满是惶恐。宗主，您尽管放心，像慕天云这般绝世天才，我们保护他还唯恐不及呢。鲁大有也赶忙附和，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他们本来就对慕天云没有什么意见，如今百里凌霄都死了，自然不可能再对慕天云不利。好了，你们都下去吧。韩新雅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退下。是，宗主。二人恭敬地应了一声，然后转身退了下去。处理完宗门事务后，韩新雅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与慕天云继续过着甜蜜生活。与此同时，一直在外东躲西藏的岳无双也重新回到了流云宗。此前他虽遭百里凌霄追杀，但流云宗的高层对此并不知晓，而且他的长老身份始终保留着。在随后的日子里，慕天云除了陪伴韩新雅，偶尔也会在宗内四处转转。当再次来到轩辕青柔所在的山峰时，他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惆怅。自穿越以来，轩辕青柔无疑是对他最为重要的女人。他所习得的医术、炼丹术、符文术以及布阵之术，皆传承于轩辕青柔。甚至他手中最珍贵的混沌神珠，也是轩辕青柔赠予的。可以说，若没有轩辕青柔，慕天云绝不可能取得如今这般成就，实力更不可能提升得如此迅速。而花月容是一个极致温柔的女子。起初，慕天云与她相处或许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但在危险降临之时，花月容却毅然决然地挡在了他身前。这份生死与共的情谊让慕天云永生难忘。
穆天云在心中暗暗发誓，未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一定要将这2个女人找回来。当然，他也深知此事难度犹如登天。花月容尚好，至少知道他身处青云仙界，可轩辕轻柔却宛如一个谜团，根本无人知晓他究竟去了何方。不过，穆天云始终记得轩辕轻柔曾对他说过，只要他不断提升自身实力，终有一天他们还会再度重逢。因此，哪怕为了再见轩辕轻柔一面，穆天云也会不断的提升自己。穆天云。就在这时，一声饱含愤怒的呼喊传入他耳中。穆天云转头望去，只见百里剑云正迎面走来，他的眼神充满阴毒，死死地盯着穆天云，仿佛要将其生吞活剥一般。哟，好久不见，恢复的还挺快嘛。穆天云脸上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以他如今的实力，寻常长老都难以与他抗衡，自然不会再将百里剑云放在眼里。混蛋，我要杀了你！百里剑云双眼通红，眼神中充满愤怒与阴毒，二话不说，他拔剑便朝着穆天云狠狠劈去。在他心中，若不是穆天云的忽悠，自己的父亲也不会狠下心来阉割他。因此，在百里剑云心中，除了百里凌霄之外，最痛恨的人便是穆天云。就凭你还想杀我？穆天云见状，眼神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只见他身形骤然一闪，如鬼魅般瞬间扣住百里剑云的手腕，紧接着右腿如闪电般猛踢而出。砰！百里剑云毫无还手之力，直接被这一脚踢得倒飞出去，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怎么可能？你的实力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强？百里剑云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他实在难以相信，仅仅过去短短几个月时间，穆天云居然达到巨元境第6层，且能在举手投足间击败他。百里剑云，看在你母亲的份上，这次我饶你一命，但倘若你再敢对我动手，老子定让你跪着喊爹！穆天云冷冷地扫了百里剑云一眼，眼神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言罢，他转身便离开了现场。小杂种，我跟你没完！百里剑云气得咬牙切齿，眼神中仿佛要喷出火来。这穆天云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敢说出这种话，简直是对宗主的大不敬。此刻，一些路过的弟子脸上纷纷露出震惊之色，谁也没想到穆天云竟能如此轻易地击败百里剑云。要知道，百里剑云可是宗门核心弟子中的第一人，如今实力已经达到巨灵境第1层。然而，这样一位绝世天才，在穆天云面前却毫无招架之力，被打得狼狈不堪。不知不觉间，穆天云踱步来到了枫叶林。当他再次踏入这片区域，往昔的画面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这一刻，他不由想起了花月容，当初他们曾在这里有过一场亲密的野外接触，那温馨旖旎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穆天云，突然间，一道清脆且熟悉的声音，宛如林间的莺啼，突然传入穆天云的耳中。他赶忙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名紫衣女子。这女子身材婀娜多姿，浑身散发着成熟风韵的魅力，举手投足间尽显风情万种。岳长老，好久不见。穆天云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亲切。对于岳无双，他内心还是无比感激的。若不是这个女人出手相助，恐怕他早已命丧百里凌霄之手。穆天云，当初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岳无双眼神中带着一抹幽怨，静静地凝视着穆天云。岳长老对我有救命之恩，答应你的事情，我自是不会反悔。穆天云语气诚挚，眼神中透着一丝坚定的光芒。这种事情对他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更何况，岳无双无论在气质上还是颜值方面，都颇为出众，对他来说并无坏处。坏小子，你是故意把我引到这里来的吧？岳无双迈着妖娆的步伐，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缓缓走到了穆天云面前。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嗔怪，又似乎藏着些许期待。那是当然，不然我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干嘛？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顺手搂住了岳无双，脸上露出一丝坏坏的笑意，眼神中透露出狡黠与亲昵。这地方本来就是男女弟子约会的地方，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他感应到了岳无双的气息。如今穆天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巨元境第6层，加之他修炼了更为强大的混沌神诀，使得他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以他此刻的战斗力，足以与寻常的巨元境第3层修者相媲美。这样的战斗力，即便是流云宗一些普通长老，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虽然岳无双的实力依旧要比他强不少，但如果他想要逃跑的话，岳无双恐怕不见得能抓得住他。而且对于岳无双，穆天云还是心存感激的，毕竟对方之前成就过他，因为如此，他才敢贸然来到枫叶林。混蛋，为了你我可是背叛了百里凌霄，你可得好好补偿我才行。岳无双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妩媚的笑容。补偿你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你得把我伺候好才行。
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丝坏坏的笑容。想要我怎么伺候？岳无双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娇媚。你说呢？慕天云轻轻抓住岳无双的头发，动作看似轻柔，却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量，然后用力将他往下按去。混蛋，你！岳无双忍不住娇嗔一声，声音中带着些许惊讶与羞涩。我现在没什么情绪，你不应该帮帮我吗？慕天云嘴角勾起一丝坏坏的笑意，眼神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芒。臭混蛋！岳无双忍不住娇骂一句，虽然有些不乐意，但他最终还是放下了高傲的姿态。他心里明白，若想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必须满足眼前这个小男人的虚荣心，否则一旦慕天云撂挑子不干，他将得不到任何好处。看着岳无双那稍显生涩的举动，慕天云脸上最终还是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随即缓缓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慕天云暴打百里剑云的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流云宗。这个消息犹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众多弟子的热议。当百里剑尘得知这个消息时，脸上顿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这小子实力怎么会提升得如此之快？百里剑尘喃喃自语，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他实在难以想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慕天云竟能取得这般惊人的进步。百里师兄，这小子简直就是个怪胎，不但修为提升极快，战斗力也是强得离谱。剑云师兄在他面前简直毫无还手之力。高敬林语气中带着一丝惊叹与担忧。走吧，随本少去会会这小子，我倒要看看他的实力究竟如何。百里剑尘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凌厉的光芒。在流云宗，实力就是一切的准则，唯有最为优秀的天才才有资格成为未来的少宗主。虽然百里剑尘如今贵为圣子，但如果慕天云继续以这样的速度提升下去，他的圣子之位迟早会受到威胁，甚至可能被取而代之。正因如此，百里剑尘才下定决心前去会会慕天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以便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当然，他想要打压慕天云还有另外2个重要原因。其一，慕天云和苏西瑶关系非同一般，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毕竟在他心中，苏西瑶早已是他内定的女人，他绝不允许任何男人对他心存觊觎。其二，慕天云曾经公然辱骂过他，还当着他的面带走了9转灵芝和烈焰师内丹，这导致他多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才突破到巨灵境。百里师兄，我听说这小子最近挺受宗主青睐，您若是贸然找他的麻烦，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高敬林脸上露出一丝担忧，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哼，就算我母亲青睐他又如何？难道他还能比得上我这个做儿子的？百里剑尘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与自信。这段时间，由于慕天云经常出入韩心雅的住处，他的行踪渐渐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不过众人并未往其他方面多想，在大家看来，慕天云应该是凭借自身的天赋与潜力受到了宗主的青睐，所以宗主才会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教导。说的也是，那咱们赶紧去吧。刚刚得到消息，那小子好像去了枫叶林，应该是和哪个女弟子约会去了，咱们直接去外面等着就好。高敬林连忙开口说道。随后2人离开了住处，脚步匆匆，一路朝着枫叶林的方向走去。2个时辰悄然流逝，慕天云和岳无双互换了传音玉，并约定了下次约会的时间。你先走吧，我等会儿再出去。岳无双语气中带着一丝谨慎，他身为宗门的长老，身份地位特殊，若是和一个男弟子一同从这里出去，难免会引起他人的猜疑。行，那我先出去了，想我了，给我传音。慕天云脸上露出一抹坏坏的笑容，眼神中带着几分调侃与亲昵。不要脸的坏蛋！看着慕天云渐渐远去的背影，岳无双忍不住轻声娇嗔了一句。随后他从储物戒里取出一块干净的毛巾和一些清水，动作优雅而细致，开始仔细清理着自己略显凌乱的妆容。接着他漱了一下口，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恢复了平常端庄稳重的长老形象。当慕天云悠然走出枫叶林的时候，恰好迎面与百里剑尘和高敬林碰了个正着。慕天云，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你居然能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百里剑尘目光直直地凝视着慕天云，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凌厉的光芒。别那么惊讶，还有更让你想不到的事情呢，说不定未来咱们能成为一家人。慕天云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眼神中隐藏着某种深意。他原本是想说老子还是你的后爹呢，不过最终他还是忍住了。少在这里套近乎，今天本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实力嚣张。百里剑尘冷哼一声，话语中充满了不屑与挑衅。说罢，他挥手便是一掌，带着呼呼风声，直接朝着慕天云狠狠拍了过去。百里剑尘，看在你母亲的面子上，刚才这一击我可以不跟你计较。慕天云眼神一凛，身形如鬼魅般一闪，瞬间巧妙地避开了对方这凌厉的一击，动作轻盈而敏捷。不知死活，在本少面前还敢嚣张！
百里剑尘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只见他脚下微微一蹬地面，整个人如同一把离弦的利剑，带着破风之势，朝着慕天云迅猛冲了过去。住手！就在慕天云准备出手反击的时候，一道曼妙的身影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来人正是月无双。在他出现的那一刹那，一股强大而柔和的力量从他身上散发开来，瞬间化解了百里剑尘的攻击。百里剑尘，你好歹也是圣子，在这里欺负同门师弟，有点不合适吧？月无双神色冷峻，目光如冰刀般冷冷地看向百里剑尘，声音中透着一股威严。岳长老，作为宗门大师兄，我教导教导这位师弟，难道有错吗？百里剑尘语气不冷不热。教导我？你还不够格，咱们走着瞧吧，看看以后到底谁教导谁。慕天云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说完这句，他转身便离开了现场。岳无双见状，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朝着与慕天云相反的方向缓缓走去。臭小子，这次算你走运。百里剑尘眼神中闪烁着凌厉的光芒。百里师兄，这小子实力如何？一旁的高敬灵满脸好奇，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这小子速度极快，而且并没有和我正面交手，我也不确定他的具体实力究竟如何。百里剑尘微微顿了顿，面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说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实力确实要比我二弟强得多。说到最后，百里剑尘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他心里清楚，如果任由慕天云这样继续成长下去，迟早会对他的圣子之位构成严重威胁。百里师兄，这小子最近经常出入宗主的宫殿，说不定是得到了宗主的悉心教导。高敬灵开口说道，看来我也得去看看我母亲才行，是她能传我2招，那慕天云就不足为惧了。百里剑尘眼神中透着一丝狠辣的光芒。慕天云回到自己的住处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修炼之中，无论是炼丹术、医术、符文术，还是布阵之术，都成为了他潜心钻研的对象。时光匆匆，转眼又过去了7天。天云，马上就是天玄大比了，这一次我们流云宗能否在大比中取得一个好名次，恐怕得看你的表现了。韩心雅静静地依偎在慕天云的怀里，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担忧。放心吧，有我在，流云宗肯定能拿个好名次。慕天云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天云，你可别大意，我们流云宗虽然是天玄帝国4大势力之一，但整体实力却远远比不上其他宗门。韩心雅微微皱起眉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明显的担心，语气中充满了关切与提醒。他们有那么强吗？慕天云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在以往的大比中，我们流云宗一直处于垫底的尴尬状态，而这一届的大比，据我所知，其他宗门的天才们实力更是突飞猛进，变得更加强大了。韩心雅耐心地解释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那其他势力的天才目前实力如何？慕天云神色认真，开口问道。其他3大势力的天才普遍修为都达到了聚灵境第2层，个别天赋异禀的天才甚至已经达到了聚灵境第4层。韩心雅详细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忧虑。那天玄帝国的天才实力又如何呢？慕天云再次追问道。历届大比的前10名基本都被天玄帝国的天才所垄断，他们的整体实力远远超过我们4大势力。韩心雅微微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据说天玄帝国的天才实力基本也达到了聚灵境第5层，其中个别极为优秀的天才甚至已经达到了聚灵境第6层。这么强？慕天云闻言不禁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心中暗暗思索着应对之策。距离大比仅剩10天时间，以他目前的修炼速度，再突破一个小境界，问题倒是不大。只要能突破到聚元境第7层，再加上他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想要击败聚灵境第4层的修者，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可天玄帝国的天才已经达到了聚灵境第6层，以他如今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夺得了冠军。天云，你也别有太大压力，你比他们都年轻，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我们只要不拿最后1名就行。韩心雅温柔地说道。心雅姐放心，只要有我在，流云宗就不可能拿最后1名。慕天云语气坚定，目光中透着一股自信的光芒。那咱们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就出发前往天玄帝国。韩心雅温柔地说道。要不再来一次？慕天云一把抱住了韩心雅那柔软纤细的腰肢。坏小子，我有点累了，让小云和小兰陪陪你吧。韩心雅无奈地摇了摇头。刚刚已经来了一场，此刻他实在有些顶不住了，算了，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慕天云抱着韩心雅随即进入了梦乡之中。翌日清晨，晨曦宛如一层轻柔的薄纱，缓缓洒落，将温暖的阳光均匀地铺洒在流云宗的土地上。慕天云静静地跟随着韩心雅，脚步轻盈地朝着流云宗的宗主大殿走去。流云峰的景色美不胜收，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令人陶醉其中。目光所及之处，一座座充满古典韵味的建筑拔地而起，飞檐斗拱间尽显岁月沉淀的雅致。此刻
宗主大殿之前的广场上已然聚集了不少长老和年轻才俊，这些天才们个个气宇轩昂，身姿挺拔，神情中透着与生俱来的高傲。他们的修为至少都达到了聚灵境第1层，周身隐隐散发着强大的元力波动，彰显着他们不凡的实力。当众人看到慕天云竟跟随韩欣雅一同前来时，这些天才弟子和长老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羡慕的神色。这小子运气可真好，竟然能得到宗主的青睐。一名弟子小声嘀咕道，语气中满是羡慕与嫉妒。是啊，若不是宗主亲自教导，就凭他的实力，根本没资格和我们一同去参加大比。另一名弟子附和着，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可别小瞧他，这小子越级挑战的能力强得离谱，据说连百里剑云都不是他的对手呢。有弟子为慕天云辩解道，这种鬼话你们也信？百里剑云的实力连我们都不是对手，那小子才聚元境第6层，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又一名弟子嗤笑一声，满脸的不以为然。说的没错，估计这小子是靠偷袭才侥幸击败了百里剑云。周围的年轻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众人看向慕天云的眼神中大多带着一丝不屑与怀疑。慕天云。就在这时，一道熟悉且悦耳的声音宛如山间清泉般传入了慕天云的耳中。慕天云听闻，缓缓转过身来，脸上瞬间绽放出一丝惊讶与欣喜的笑容。苏师姐，好久不见。慕天云，真没想到你的实力居然提升得如此之快。苏西瑶的眼神中满是惊叹之色。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慕天云的时候，对方还仅仅只是一个炼气境的修者，在宗门中毫不起眼。可如今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慕天云竟然已经达到了聚元境第6层，而且还击败了聚元境第9层的百里剑云。如此惊人的提升速度，着实让苏西瑶感到难以置信。还得多谢苏师姐当初为我掩护，不然我也无法得到9转灵芝和烈焰室内丹。慕天云面带感激地说道，这是在下炼制的一些聚灵丹，就当是感谢苏师姐的一点心意。慕天云脸上挂着温文尔雅的笑容，随即从容地从储物间里拿出了一些极品聚灵丹，双手递到了苏西瑶的面前。你确定这些丹药是你自己炼制的？苏西瑶微微张大嘴巴，眼中流露出深深的震惊。极品聚灵丹的炼制难度极高，即便是一些资深的炼丹师也未必能够轻易炼制成功，更何况慕天云如此年轻。别瞧不起人，我师尊可是天玄帝国顶级炼丹师，我已经得到了他的真传，炼制一些极品丹药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慕天云无奈地笑了笑，眼神中却透着自信。你这家伙还真是个怪胎，年纪轻轻修为提升速度极快，居然还是极品炼丹师。苏西瑶眼中满是震撼之色。他见过不少天赋绝伦的天才，但却从未有人像慕天云这般夸张。毕竟仅仅只用了短短半年时间，就从炼气境第9层一路突破到聚元境第6层，这种天赋放眼整个东域都堪称顶尖的存在。更何况慕天云还是一位极品炼丹师，这怎能不让人感到震撼呢？苏师姐，你的天赋也照样让人震惊，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想不到你居然突破到了聚灵境第3层。慕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惊讶。他记得前几个月苏西瑶才聚元境第9层，如今仅仅过去了3-4个月，苏西瑶就突破到了聚灵境第3层。如此迅猛的提升速度，足见其天赋非凡。咦，这丫头居然是纯阴之体。慕天云心中暗道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纯阴之体乃是一种先天道体，这种体质修炼速度极快，如果中途不夭折的话，未来必将成为绝世大能。本小姐可是绝世天骄，突破几个小境界而已，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苏西瑶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喂，这丹药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可就收起来了。慕天云笑着说道。要，当然要，上次本小姐帮过你那么大的忙，这些丹药就当是你给的利息了。苏西瑶连忙将慕天云递过来的丹药接了过去，动作轻快而敏捷。这么多丹药，还只是利息啊？慕天云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废话，当然只是利息而已。当初你可是占了本小姐的大便宜，别以为几颗丹药就能轻易打发了本小姐。苏西瑶没好气地瞪了慕天云一眼，眼神中却带着一丝俏皮。苏师姐，那次我真不是故意的，当时我身上实在太脏了，所以想跳下去洗个澡，没想到你居然从水里面突然窜了出来。慕天云一脸尴尬，连忙开口解释。那你为什么捏了我一下？苏西瑶咬牙切齿地说道，眼神中射出一道凌厉的光芒。一想起被慕天云夺去了初吻，而且还被对方捏了一下，他就感到怒火中烧。可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慕天云一脸茫然，试图装傻充愣。哼，别以为你不承认就可以了事，这件事本小姐跟你没完。苏西瑶狠狠瞪着慕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嗔怒。苏师姐，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师弟吧。慕天云态度诚恳，连忙开口赔礼道歉。想要我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苏西瑶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什么事您尽管说。慕天云连忙应道。暂时我还没想到，但如果有一天我有用得着你的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帮我。苏西瑶认真地说道。那你要是让我去死，我可做不到。慕天云笑着说道，试图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本小姐怎么可能让你去死？苏西瑶没好气地白了慕天云一眼。那你该不会让我以身相许吧？慕天云脸上露出一丝调侃的笑容，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你想得美。苏西瑶忍不住娇嗔一句，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那行，以后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便是，师弟我绝不推辞。慕天云眼神中透着真诚。这个是你说的哦。苏西瑶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两人一边兴致勃勃地聊着天，气氛轻松而愉快。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百里剑尘和百里剑云脸色阴沉的几乎能凝出水来。哥，那小子实力深不可测，而且深得母亲的重视，你可得千万小心，别到时候连圣子之位都保不住。百里剑云满脸担忧，眉头紧紧皱在一起，开口提醒道。这小子天赋确实出类拔萃，母亲如此重视他，想必是希望他能代表我们流云宗在天玄大比中取得优异成绩。百里剑尘目光深邃，若有所思地开口说道。你说的倒也在理，不过你还是得尽快提升修为，不然你的圣子之位迟早会落入慕天云和苏西瑶手中。百里剑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我这几天耗费了大量珍贵资源，好不容易才突破到聚灵境第3层，没想到苏西瑶这贱人居然也突破到了聚灵境第3层。百里剑尘面色愈发阴沉，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与不甘。你还真是妇人之仁，之前他修为上低的时候，你明明有绝佳机会直接将他拿下，却偏要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百里剑云没好气地数落道，眼神中满是埋怨。你还好意思说我？那张圆圆你拿下了吗？百里剑尘冷冷的回怼，眼神如冰刀般射向百里剑云。你！百里剑云听闻，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好了，我没兴致跟你争吵，如今父亲已逝，母亲尚且年轻，倘若我们再不齐心，未来的宗主之位还不知会花落谁手里。百里剑尘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怒火，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说的有道理，我总感觉母亲看那小子的眼神有些异样。百里剑云突然压低声音，神色神秘地开口说道，你可别信口胡诌，要是让母亲听到，有你好受的。百里剑尘神色紧张，连忙出声警告。我可没有乱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暗中留意那小子，发现他频繁进出母亲的宫殿，真希望不是我猜测的那样。百里剑云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与担忧，轻轻叹了口气。百里剑尘一听，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仿佛被人重重地捶了一下。大约半个时辰后，流云宗所有核心弟子纷纷抵达现场。此次天玄大比，流云宗仅有20个参赛名额，想要参与这场盛会，就必须凭借自身实力去争取。就在这时，一名身着紫衣长衫的老者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走到了大殿的高台之上。此人正是流云宗大长老孙无涯。他面容威严，目光深邃如渊，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股令人敬畏的磅礴气势，让人不禁心生敬畏之情。本次天玄大比，我们流云宗拥有20个参赛名额，任何人若想参与大比，皆可通过挑战来获取名额。孙无涯声音洪亮，如同洪钟般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现在本座先指定20个名额，倘若你们当中有人不服，完全可以站出来发起挑战，只要你们挑战成功，便可取而代之。言罢，孙无涯便开始宣读指定的20个参赛名额。随着名字一个个被念出，一些被点到名的弟子脸上瞬间绽放出欣喜若狂的表情。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慕天云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原本他以为自己需要历经一番激烈挑战，才有机会获得参赛资格，没想到竟会得到一个指定名额。不过慕天云心里明白，这个名额想必是韩星雅为他争取来的。现在所有参加大比的名额已全部宣布完毕，其他人若有不服，尽可上台挑战。孙无涯目光如炬，环视四周，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气势。随着他话音落下，一些心有不甘的弟子纷纷跃跃欲试，陆续上台发起挑战。然而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最终竟无一人挑战成功。在此期间，甚至有好几人将挑战目标对准了慕天云，但无一例外都被他一招击败，狼狈不堪地败下阵来。约1个时辰后，现场的核心弟子们心中虽仍有不甘，但已无人再敢上台挑战。此刻在不远处有3名女子正静静地注视着慕天云，她们的眼神中交织着复杂的光芒，有惊讶，有懊悔，还有一丝无奈。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胎。张圆圆忍不住开口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惊叹与感慨。是啊，当初与他为敌，简直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决定。
姬无心满脸懊悔，语气中带着深深的自责。听说这家伙还救过你，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居然恩将仇报。张圆圆忍不住调侃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戏谑。我当时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不过那时候他的修为实在太低，我以为能轻而易举地拿捏他，没想到姬无心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微微低下头，心中满是后悔。毕竟慕天云曾对他有救命之恩，倘若当初他没有恩将仇报，而是与慕天云交好，说不定还有机会成为他的女人。无心，你的性格确实该改改了。姬无情无奈地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道。知道了，姐。姬无心轻声应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羞愧。以我们的实力，想要报仇，这辈子怕是没希望了，只盼着这家伙以后别来找我们麻烦。张圆圆无奈地叹了口气，开口说道，放心吧，这家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坏，只要我们不主动招惹他，他才懒得搭理我们。姬无情安慰道，最惨的要数那个柳嫣然了，这女人真是蠢到家了，放着这么优秀的未婚夫不要，最后居然便宜了自己的闺蜜。姬无心忍不住吐槽道，这女人确实够蠢的。张圆圆深表赞同，附和着说道。很快挑战环节彻底结束，最终参加大比的20名选手全部汇聚在一起。这20名选手中，除了慕天云之外，其他人的修为至少都达到了聚灵境第1层。这些人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主要得益于宗门在这段时间为大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修炼资源。毕竟天玄大比关乎整个宗门的荣耀，宗门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帮助弟子提升修为。在这些人当中，修为最高的当属圣女苏西瑶，她凭借自身卓越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修为已经达到了聚灵境第3层后期。其次便是百里剑尘，他的修为达到了聚灵境第3层初期。而修为最低的则是慕天云，他的实力仅仅处于聚元境第6层而已，在一众选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好的，此次选拔就此结束，现在所有人随本座一同前往天玄帝国。韩新雅神色威严，大手有力的一挥，一只体型巨大的飞行妖兽突然出现在了主峰广场之上。这只名为天罗一鹰的巨大飞行妖兽，乃是各大势力在长途赶路时的专用座驾。它体型硕大无比，展开双翅犹如遮天蔽日的乌云，能够轻松承载20-30人踏上旅途。而且此妖兽性格温顺平和，如同温和的绵羊，相对比较容易被人类驯服。随后韩新雅身姿飘逸，率先坐到了天罗一鹰的最前端，20名参赛的弟子则有序地坐在了中间位置，剩下的几名长老坐在最后面，时刻警惕着防止有人不慎掉落。虽说聚灵境的修者已经具备了短距离低空飞跃能力，但天罗一鹰的飞行高度却能达到上千米，倘若不慎从上面坠落，那威胁性着实不容小觑。尤其是这些参赛的弟子，他们中的大部分才刚刚突破到聚灵境，对于飞行能力还未完全掌控。慕天云和苏西瑶并肩坐在了韩新雅的身后，百里剑尘两兄弟则坐在他们的旁边。此刻气氛稍显微妙，慕天云能感觉到这两兄弟那充满敌意的眼神，于是忍不住调侃道：两位师兄，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吃了我呢。百里剑云一听，顿时气得咬牙切齿，眼神中更是充斥着愤怒的火焰。一旁的百里剑尘脸色同样阴沉的无比难看，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和慕天云有说有笑，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坐在最前面的韩新雅心中暗自无奈，他自然清楚自己的两个儿子与慕天云之间存在过节，可这种微妙的关系他着实有些难以调节。不过他心中已然有了明确的打算，待大比结束之后便彻底公开与慕天云的关系。很快天罗一鹰发出一声嘹亮的嘶鸣，双翅有力的挥动，如同一架巨型飞行器腾空而起，朝着高空迅猛飞去。在它飞动的刹那，一股强大的失重感袭来，慕天云心中一惊，连忙用力抓住天罗一鹰那坚韧的羽毛，以防不慎掉落。大约片刻之后，天罗一鹰已飞到了1000多米的高空之上，渐渐的它的飞行速度趋于平缓，如同在天空中悠然漫步。慕天云俯瞰着下方辽阔无垠的大地，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豪迈之情。他坚信终有一日自己也能像天罗一鹰一般，在广袤的天空中自由驰骋，成为主宰这片大陆的绝世强者。一路上，流云宗的长老给所有人都分发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不仅记载着各大宗门天才的实力状况，同时也涵盖了天玄帝国的大致情况。通过资料的记载，慕天云了解到天玄帝国境内存在4大宗门，分别是天罗教、剑心阁、寒天门以及自己所在的流云宗。在这4大宗门之中，流云宗的实力相对较为薄弱，而其他3大宗门实力则在伯仲之间。当然，尽管4大宗门各自都颇具实力，但即便将他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也远远无法与天玄帝国相抗衡。正因如此，每年备受瞩目的天玄大比都会在天玄帝国的皇城盛大举行。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转眼过去了10天。这天上午，一座气势恢宏的巨大城池，宛如沉睡的巨兽，映入众人的眼帘。远远望去，这座城池恰似一条蜿蜒盘踞的巨龙，横卧在大地之上，散发着令人震撼的威严气息。城池广袤无垠，一眼望不到边际。那高耸入云的城墙，犹如巍峨的山峰，高高耸立，看上去气势磅礴，霸气威武。这里便是天玄帝国的帝都天玄城。天玄皇城位于天玄帝国的中心区域，宛如帝国的心脏，周围被4大宗门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平日里，各大宗门以及家族若是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都会将地址选定在天玄皇城，足见其在整个帝国的重要地位。作为天玄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城池，这里的仙道昌盛至极，繁荣程度远非其他城市所能比拟。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天罗一鹰在距离皇城还有数公里的时候，便自觉地远远停了下来。皇城上空有着严格的禁令，严禁任何未经许可的飞行行为。若是贸然闯入，将会被视作对天玄帝国的公然挑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各大宗门在前来皇城的时候，基本都会选择远远停靠，然后步行进城，以示对帝国的尊重。进入城内，眼前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一座座充满古典韵味的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仿佛在讲述着古老的故事。一条条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群川流不息，热情吆喝的商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无不彰显着这座城池的独特魅力与与众不同。同时，在街道上还能看到不少实力强大的修者，为这座城池增添了一抹神秘而强大的色彩。在韩新雅的带领下，刘云宗一行人来到了城东的一座豪华府邸之中。这座府邸奢华大气，宛如一座宫殿，占地面积极其辽阔，里面仅有几位仆人在有条不紊地打理着。这里便是刘云宗在天玄城的据点，以往刘云宗弟子前来参加大比的时候，基本都会在此下榻。距离大比还有3天，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在城中四处转转，尽量要低调一点，以免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倘若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及时给本座或者长老传音。韩新雅面色严肃，语气郑重地嘱咐着众人，眼神中透露出关切与担忧。接着，他将自己的传音玉如同传递珍贵的宝物一般，依次递给了20名参赛的弟子。是，宗主。众人都怀着敬畏之心，恭敬地将传音玉接了过来。接下来，本座要着重讲的是本次大比的规则，你们都给我听仔细了。韩新雅神色凝重，语气愈发严肃起来。接着，他便将本次大比的规则详细且耐心地讲解给了众人听。本次天玄大比共有5大势力参与角逐，分别是天玄帝国、天罗教、剑心阁、寒天门以及流云宗。这几大势力，每个势力均选派20名选手参赛，最终将通过激烈的比拼决出大比的前10名。在以往的大比中，天玄帝国几乎毫无悬念地垄断了大比的前10名，甚至有时候连前20名都被其囊括。由此可见，在整体实力方面，天玄帝国显然要比4大宗门强大得多。尽管4大宗门难以对自身构成威胁，但天玄帝国依旧坚持每年举办大比，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以此来彰显天玄帝国的国威，同时顺便对4大宗门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当然，天玄帝国虽然有能力直接灭掉4大宗门，但他们并不会这么做，毕竟若是真的将4大宗门铲除，那么天玄帝国境内的修炼界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其国内修行者的整体实力也将会远远落后于其他帝国势力。很快，每个参赛的弟子都分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房间。慕天云踏入房间，只觉奔波之后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便打算先沐浴一番，舒缓一下身心。嘎吱，当他正准备褪去衣物时，房门的窗户突然被人推开，紧接着一道人影如鬼魅般一闪而入。岳长老，你怎么不敲门呀？慕天云裤子刚脱到一半，脸上瞬间涌起一阵尴尬。你这没良心的家伙，都多久没来找我了？岳无双眼神中满是幽怨，目光好似能将人融化。说话间，他缓缓走到慕天云面前，雪白的玉手如藤蔓般一把搂住了慕天云的脖子。隔壁房间还有人呢。慕天云一脸窘迫，眼神中透露出几分慌乱。怕什么？我们小声点便是。岳无双眼神中透着一丝急切与炽热，说着他便微微仰头，对着慕天云的嘴唇凑了过去。与此同时，他那纤细雪白的玉手也开始不安分了起来。我靠！慕天云感觉一股燥热从心底涌起，仿佛有一团火在身体里燃烧，下意识的反手将岳无双紧紧抱在了怀里。大约片刻后，岳无双缓缓转过身去，他身姿宛如翩翩起舞的蝴蝶，玉手伸手轻轻撑住了茶几，留给慕天云一个美妙至极的背影。慕天云一把抱住了那纤细完美的柳腰，一时间房间里的气氛渐渐变得旖旎起来，仿佛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薄纱。嘎吱！就在这气氛愈发浓烈之时，
一道曼妙的身影突然从窗外窜了进来。我去！穆天云一脸懵逼，整个人呆立当场。宗主，岳无双脸上也露出了尴尬到极点的表情。哟，这是在干嘛呢？韩新雅嘴角勾起一丝戏谑的笑意，眼神如冰霜般冷冷地扫过穆天云和岳无双。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赶路，他心中多少有点想穆天云了，所以他趁着大家都在休息，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想念，悄悄来到了穆天云的房间。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撞见穆天云和岳无双如此亲密的场景。新雅姐，对不起。穆天云脸上满是尴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眼神中充满了愧疚。说吧，你们俩怎么回事？韩新雅缓缓走到桌前，动作优雅地倒了一杯茶。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我被百里凌霄抓住，就是岳长老救了我。从那以后，穆天云赶忙将自己和岳无双的关系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一旁的岳无双脸上满是惶恐不安，大气也不敢出。此刻他敏锐地察觉到宗主显然是在吃醋。岳无双，既然天云答应过你，那本座就不为难你了，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绝对不能做任何伤害天云的事情，不然别怪本座不客气。韩新雅语气冰冷，声音仿佛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人不寒而栗。宗主放心，就算伤害我自己，我也不可能伤害他。岳无双声音微微颤抖，眼神中满是诚恳。既然如此，今天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韩新雅说着便准备转身离开。新雅姐，来都来了，就别走了。穆天云脸上露出一丝坏坏的笑容，眼神中透着一丝狡黠与期待。是啊，宗主。岳无双也赶忙附和道。咚咚。正当韩新雅想要答应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敲门声。谁啊？穆天云吓得身体一颤，连忙手忙脚乱的将衣服穿了起来。一旁的岳无双见状，也是一脸郁闷的迅速将衣服穿好。穆师弟，是我。门外传来苏西瑶那悦耳动听的声音。等会儿。穆天云连忙转头看向韩新雅和岳无双，一脸焦急地说道：新雅姐，无双姐，你们能不能去后面的衣柜躲一下？听到穆天云的话，二女脸上瞬间浮现出一层冰冷的寒霜，眼神中满是愤怒，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他们二人，一个是一宗之主，身份尊贵无比，一个是宗门长老，位高权重。穆天云居然让他们躲到衣柜里，这怎能不让他们感到愤怒？不过犹豫片刻后，他们最终还是缓缓走向了屏风后面的衣柜。毕竟他们是从窗户外跳进来的，若是让人知道他们在穆天云房间里，很可能会引起他人无端的猜忌。在二女进入衣柜后，穆天云轻轻将衣柜门关上，然后仔细整理了一下衣服，抚平每一个褶皱，确定没有任何破绽后，穆天云才深吸一口气，缓缓将房间的门打开。他并不担心韩新雅和岳无双暴露，毕竟二女的修为远比苏西瑶高深得多，如果他们收敛气息，以苏西瑶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感应得到他们的存在。你在干嘛呀？怎么半天都不开门？该不会在里面藏女人了吧？苏西瑶忍不住调侃一句，眼神中带着一丝俏皮与好奇。瞎说什么呢？刚才正在沐浴呢，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穆天云开口解释道，脸上努力保持着镇定。你刚才在沐浴？苏西瑶疑惑地开口问道。对啊，穆天云故作镇定地回答道。奇怪，你既然沐浴了，为什么身上还有股奇怪的味道？苏西瑶微微皱起秀眉，嗅了嗅鼻子，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表情。这不是没洗干净吗？穆天云脸上再次露出尴尬的神情，连忙转移话题。对了，你找我什么事？难得来一趟天玄帝国，我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你能不能陪我出去转转？苏西瑶眼神中满是期待，语气中带着一丝娇俏。这穆天云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衣柜里还有2个女人等着他，现在又跑来一个女人让他陪逛街，这确实让他有些左右为难。穆天云，这才几天你就忘了自己说的话了？之前还说只要我有需要的地方，你绝不推辞。苏西瑶忍不住娇嗔一句，声音带着一丝不悦。怎么会呢？只是我刚才澡没泡干净，要不你等我2个时辰？穆天云尴尬地问道，眼神中满是无奈。泡个澡用得着2个时辰吗？苏西瑶没好气地说道。我有个习惯，泡完澡之后要在房间里练一套枪法，之后才有空陪你出去。穆天云赶忙找了个借口说道。行吧，反正现在才上午，咱们下午再去逛也行，你慢慢泡吧。苏西瑶说完，转身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了房间。穆天云见状，连忙小跑过去，将房间门拴得死死的，就连窗户也拴得严严实实。新雅姐，无双姐，现在没人了，咱们一起泡个澡吧。穆天云火急火燎地跑到屏风后面，将二女从衣柜里拉了出来。鬼才跟你泡！韩新雅好气地瞪了穆天云一眼。新雅姐，大家都是自己，一起泡泡吗？穆天云连忙开口说道。听到穆天云的话，
二女脸上都泛起了一丝羞涩的红晕。最终，在慕天云的强烈纠缠之下，他们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泡完澡后，他们进行了一场深入而又旖旎的交流。转眼过去了2个时辰。天云，这2000灵石你先拿着花，看上什么尽管买。韩欣雅从储物戒里取出2000颗灵石，轻轻递给了慕天云。谢谢欣雅姐。慕天云并没有客气，直接将灵石收了起来，随后在韩欣雅的脸上轻触了一下，动作充满了亲昵。如今的他迫切的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在大比中取得一个好名次。而这2000颗灵石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若是能买到一些珍贵的药材，他的实力就能快速提升。天云，我这里就只有800颗，你先拿着用吧。岳无双从储物袋里拿出800颗灵石递给慕天云，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温柔。无双姐，你自己也没什么资源，就别给我了。慕天云连忙将灵石推了回去，眼神中透着感激。你就拿着吧，这些资源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作用，还不如你多陪陪我。岳无双脸上露出一丝羞涩的红晕。好吧，那我以后多陪陪你们。慕天云脸上露出一丝感动，随后将灵石收了起来。此刻他心中着实有些感动，别看仅仅只是2000多灵石，但一般的长老还真拿不出这么多资源来。那我们就先走了，这几天你别关窗户。韩欣雅脸上露出一丝娇媚，笑容带着无尽的诱惑。行，没问题。慕天云笑了笑说道，眼神中透着自信，他可是传说中的9阳神体，别说对付2个，就算同时对付10几个，他也有信心应付得过来。随后，二女如2只轻盈的燕子般通过窗户悄然离开了慕天云的房间。慕天云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将头发高高竖起，用一根玉簪固定，整个人看上去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宛如一位从画中走出的贵公子。随后，慕天云拿出笔墨，在宣纸上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堆药材的名称。写完后，他便迈着沉稳的步伐来到了府邸的别院之中。等会反正要四处逛逛，所以他准备买一些药材回来炼丹，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修为。不多时，苏西瑶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了府邸的别院之中。今天的她看上去清纯貌美，宛如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而且又换上了一套华丽的粉色长裙，那裙子如同一朵绽放的桃花，随风轻轻飘动。她整个人看上去高贵而又典雅，仿佛一位下凡的仙子。在和宗门的长老打了一声招呼后，慕天云和苏西瑶便离开了府邸。二人走在繁华的天玄城中，立刻如磁石般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慕天云长得俊朗不凡，风度翩翩，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宛如一个绝世玉公子，每一个举动都彰显着独特的气质。而苏西瑶清纯貌美，气质高贵典雅，容颜精致的如同精雕细琢的美玉，肌肤雪白胜雪，如同仙女降临一般，美得令人心颤。两人就像一对金童玉女，走在街上，引得无数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一路上，他们悠闲地四处闲逛着，看到喜欢的东西，偶尔也会驻足购买。苏西瑶就像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鸟，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这里瞧瞧，那里看看，眼神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慕天云则一直静静地跟在他的身旁，如一个忠诚的护花使者一般。大约2个时辰后，二人来到了一座奢华大气的楼阁前。这座楼阁气势恢宏，雕梁画栋间尽显尊贵与奢华，飞檐斗拱，仿佛展翅欲飞的凤凰，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就是天玄商会，慕师弟，要不我们进去看看？苏西瑶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开口提议道：来都来了，进去看看也好，刚好我也需要买些药材。慕天云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期待。对于天玄商会，慕天云还是略有了解的。天玄商会可是天玄帝国首屈一指的商会，其背后站着的乃是天玄帝国的皇族，势力庞大，底蕴深厚，就连地处偏僻的绝云城都有天玄商会的分支，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慕天云如今的修为处于巨元境第6层，凭借自身的独特手段，战斗力能媲美寻常的巨灵境第3层修者，但以他目前的实力，想要在大比中夺冠，几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若是能买到一些珍贵的灵药，或许能让他的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大比中脱颖而出。这位公子小姐，不知你们需要些什么？慕天云二人刚踏入天玄商会的大厅，一名身穿绿色长裙的女侍者迈着轻盈的步伐，面带微笑地迎了上来。这些是我需要的药材，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慕天云说着，将提前准备好的药材清单递了过去。这位公子，您要的这些药材我们这里都有，不过价格恐怕有些贵。绿衣女子依旧面带微笑，耐心地回答道：尽管报价便是。慕天云目光坚定，带着一股自信。出来之时，韩欣雅和岳无双总共给了他2000多颗灵石，所以他并不担心自己买不起药材。当然，即便对方开出的价格过高，他手中还有不少珍贵的丹药可以售卖，也能换取一些灵石。我这就给您报价。绿衣女子连忙拿出算盘，
开始清算起价格来。公子，您要的这些药材都极为珍贵，总共需要1500克灵石。绿衣女子再次开口说道。这么贵？一旁的苏西瑶微微张大嘴巴，眼中满是惊讶。这位公子所需要的药材皆是极其稀有的珍贵品种，所以价格自然会高一些。绿衣女子笑着耐心解释道。东西我要了，去准备吧。慕天云开口说道。公子稍等，我这就让人给您准备。绿衣女子微微行了一礼，姿态优雅，转身快步退了下去。慕天云，这可是1500克灵石，你确定买得起？苏西瑶眼神中依旧流露出一丝惊讶，忍不住再次问道。我可是炼丹师，这点灵石我还是拿得出来的。慕天云笑着说道。说的也对，你们炼丹师还有神医，那可是暴利行业。苏西瑶恍然大悟，点了点头表示认同。随后慕天云陪着苏西瑶在商会内又逛了一圈。商会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各种奇珍异宝让人目不暇接。苏西瑶在众多商品中挑选了一柄玄阶高阶的长鞭，那长鞭犹如灵动的蛟龙，鞭身闪烁着神秘的光泽。慕天云则看中了一根玄阶高阶的狼牙棒，狼牙棒上的尖刺锋利无比，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气息。大约片刻后，那名绿衣女子带着所有的药材再次来到了慕天云的面前。这位公子，您要的药材全部在这里，您可以清点一下。绿衣女子恭敬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丝期待。慕天云仔细地清点了一番，确认无误后，便将1500克灵石递给了绿衣女子。你们这里有玄灵果吗？一道清脆悦耳却又带着几分冷傲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一男一女正迎面走来，男子长相英俊，剑眉星目，但脸上却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女子身穿一袭红色长裙，容颜娇美，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神情中带着一丝冷傲，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一男一女分别是天罗教的三公子罗文佑以及剑心阁的二小姐李蛋儿。这位小姐，最后一颗玄灵果已经卖给了这位公子，如果您真的需要的话，只需交下定金，我们会立刻让人从其他地方给您派送过来。绿衣少女依旧态度恭敬，耐心地回答道。从其他地方调过来需要多久？李蛋儿柳眉微微一蹙，语气冷冷地问道。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绿衣女子再次开口回答。李蛋儿闻言，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随即他将目光投向慕天云，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与傲慢。小子，你的东西我要了，开个价吧。不好意思，东西不卖。慕天云神情淡然，转身便带着苏西瑶走出了商会。玄灵果乃是他炼制丹药的关键材料之一，这关乎到他的修为提升，哪怕对方开出再高的价格，他也不可能将东西让给对方。小子，站住！慕天云刚刚走出商会不久，一道冰冷刺骨的呵斥声骤然响起。只见罗文佑和李蛋儿身影如电，一闪之间便瞬间挡在了慕天云二人的面前。两位所为何事？慕天云冷冷地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小子，玄灵果我们要了，你开个价吧。罗文佑神情倨傲，下巴微微抬起，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表情。1万灵石，如果你们能出得起这个价钱，我可以考虑转让给你们。慕天云神情淡然，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眼神中似乎带着一丝戏谑。好大的胆子，竟敢戏耍本少！罗文佑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一股凌厉的杀气从他身上如潮水般弥漫开来。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修为只有聚元境第6层的小子，居然敢当众戏耍他，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如果这里不是天玄帝国，他早就一巴掌将眼前这个小子拍死了。没有财力就别出来装逼，还开口闭口让我开价，你买得起吗？慕天云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不屑，拉着苏西瑶便朝着远处走去。臭不要脸！苏西瑶心中暗自娇嗔一句，脸上不由泛起了一丝红晕，如同天边的晚霞般娇艳。从小到大，她还从没被一个男生如此亲密地拉过手。不过她并没有推开慕天云，毕竟在外人面前，多少还是要给对方留点面子。小子，本少乃是天罗教的罗文佑，只要你把手里的玄灵果交出来，本少可以出双倍的价格。罗文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身形骤然一晃，再次挡在了慕天云的面前。老子没兴趣知道你是谁，再敢挡在老子面前，别怪老子下手不留情，抽死你！慕天云双眼圆睁，眼神中透着一抹凶狠的光芒，泥人尚有3分火气。这罗文佑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不休，这也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小子，你彻底成功激怒我了，今天本少定要打断你的狗腿，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罗文佑气得面目狰狞，眼神中透着一股浓郁的杀气。见过不少狂妄的人，却从未见过像慕天云这么嚣张之人。区区一个聚元境第6层修为，竟敢对他说出如此挑衅至极的话，这对心高气傲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挑衅。罗公子冷静点！李蛋儿赶忙站了出来，伸出如玉般的手臂，直接拦住了即将抱起出手的罗文佑。
小子，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流云宗弟子吧？李大儿目光如冰，冷冷地盯着穆天云说道：“我们是不是流云宗弟子，跟你有什么关系？”穆天云毫不示弱，冷冷地回应道：“小子，你别不识好歹，只要你乖乖交出玄灵果，本小姐可以给你3倍的价格，如此丰厚的报酬，你意下如何？”李大儿微微扬起下巴，神情高傲的如同一只骄傲的孔雀。哼，也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想让我交出玄灵果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陪老子玩一个晚上，我就免费送给你。穆天云嘴角勾起一丝坏坏的笑意，眼神中透着戏谑。找死！罗文佑瞬间气得怒火中烧，挥手就是一掌，带着呼呼风声，朝着穆天云狠狠拍了过去。李大儿乃是他心仪已久的女神，如今居然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如此调戏，这无异于在打他的脸。操，去死吧你！穆天云眼中寒光一闪，手中的狼牙棍瞬间出现在手中，直接朝着对方狠狠砸了过去。这一棍大力势沉，速度快如闪电，空气中都被搅得形成一股凌厉的棍影。面对穆天云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罗文佑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不知为何，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涌上他心头。可一想到穆天云仅仅只是一个巨元境第6层的小子，他那刚刚升起的警惕之心瞬间如青烟般烟消云散。咔嚓，两股强大的力量碰撞在一起，爆发出一声清脆的骨折声。啊！罗文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原本俊朗的脸颊瞬间因剧痛而扭曲狰狞。狗杂碎，去死吧你！穆天云怒吼一声，乘胜追击，挥动着手中的狼牙棒，如旋风般直接朝着罗文佑冲了过去。小杂种，你找死！罗文佑强忍着右手传来的钻心疼痛，左手连忙拔剑抵挡。然而由于他的胳膊已被打断，左手并不擅长剑法，动作显得十分笨拙，而且破绽百出。很快他就被穆天云逼得连连败退。当当当，一阵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不到片刻时间，罗文佑手中的长剑就被穆天云一棍子狠狠抽飞了出去。我打！穆天云学着李小龙的经典声音大吼一声，手中的狼牙棒带着千钧之力重重地砸在了罗文佑的左手上。咔嚓，又是一声令人心悸的骨折声响起，罗文佑疼得面目更加狰狞，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让你装杯！穆天云身形一闪，如鬼魅般迅速冲上去，对着罗文佑就是一顿狂砸。小子，你找死！李大儿瞬间反应了过来，手中长鞭猛地一挥，狠狠地朝着穆天云的后背抽了过去，鞭梢划破空气，发出嘶嘶的声响。臭婊子，你找死！穆天云察觉到背后的攻击，身形如电般一闪，瞬间将毫无防备的罗文佑挡在了身前，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砰！李大儿的长鞭狠狠地抽在了罗文佑裆部，带起了一身令人毛骨悚然的弹碎声。啊！刹那间，罗文佑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音尖锐而凄惨。此刻他的裆部瞬间鲜血淋漓，场面极其惨烈，让人不忍直视。罗公子，我真不是故意的。李大儿脸色瞬间变得如白纸般苍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一鞭子居然抽到了罗文佑的裆部。他们两大势力原本准备促成他们联姻，这一鞭子下去，联姻之事恐怕要化为泡影，这让他心中又惊又怕。卧槽，你还真够心狠手辣的。穆天云脸上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直接将罗文佑像丢垃圾一样丢在了地上。臭小子，我杀了你！李大儿面露寒霜，眼神中充满了杀意，挥动手中长鞭，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接朝着穆天云的喉咙抽了过去。不识好歹的贱人，真当老子不打女人是吧？穆天云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又是猛地往前一探，动作快如闪电，瞬间抓住了李大儿手中的长鞭。你给我放手！李大儿咬牙切齿，使出浑身力气猛地用力一扯，可那长鞭却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仿佛被铁钳夹住。今天老子非抽死你不可！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冰冷的杀气，只见他右手猛地用力一扯，直接将李大儿手中的长鞭扯了过来。紧接着他挥动手中长鞭，如狂风骤雨一般连绵不绝地朝着李大儿的身上抽去。啪啪啪，一阵阵响亮的鞭子声此起彼伏。啊啊！李大儿被抽得嗷嗷直叫，原本绝美的脸庞瞬间被抽出一条长长的血痕，如一条扭曲的蜈蚣，身体也被抽得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以后低调点，别以为是女人就没人敢打你，你应该庆幸这里是天玄皇城，不然老子必定玩死你。穆天云眼神中透着一丝凶狠，强行将李大儿的储物戒拽了下来，接着他又大步走到了罗文佑的身边。小子，你想干嘛？罗文佑脸色苍白如纸，身体虚弱地躺在地上，眼神中满是绝望，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以后出门少装逼，不然迟早被人打死。穆天云冷哼一声，直接一脚踩在了罗文佑的脸上，将他的脸深深踩进土里，
并强行将对方的储物借取了下来。这家伙也太残暴了吧！一旁的苏西瑶眼中满是震惊之色。原本他还准备出手帮忙，可他万万没想到穆天云的战斗力竟然如此强悍，如同战神下凡，以一敌二还能占据上风。愣着干嘛？还不走！穆天云一把拉着苏西瑶，快速离开了现场，只留下罗文佑和李蛋儿在原地痛苦的呻吟。穆师弟，你把他们打成那副模样，就不怕惹出大麻烦来？苏西瑶柳眉微蹙，忍不住开口问道。这也不能怪我呀，是他们先动的手，总不能站在那里给他们打吧？穆天云摊开双手，一脸无奈地说道。你说的倒也在理，只是今日你彻底得罪了这两大势力，他们必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想法设法报复你的。苏西瑶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忧虑之色，眼神中满是关切。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倘若他们真敢继续来找我麻烦，我可不是那种任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穆天云目光坚定，眼神中透着一股凶狠的劲儿。你这家伙还真是够嚣张的，不过这性格嘛，倒是挺对我的胃口。苏西瑶轻轻一笑，眼中闪过一丝欣赏。那你觉得我的长相如何呢？穆天云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调侃的笑意问道。还行吧，长得倒是挺帅气的。苏西瑶大方地开口评价道。既然我性格和你心意，长相也还过得去，要不咱们生个孩子吧？穆天云脸上露出一抹坏笑，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鬼才会跟你生孩子呢！苏西瑶脸颊绯红，没好气地瞪了穆天云一眼，那绝美的脸庞上泛起了一抹羞涩的红晕。我可是认真的，以我们的颜值和天赋，要是能生下孩子，那肯定能传承我们最优秀的基因，说不定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天才。穆天云依旧坏笑着，不依不饶地说道。臭混蛋，去死吧你！苏西瑶又羞又恼，抬腿就是一脚，直接朝着穆天云的屁股踢了过去。穆天云猝不及防，被这一脚踢得飞扑出去，在空中快速的一个翻腾后，稳稳地落在了地上。西瑶姐，你来真的啊？穆天云揉了揉被踢的屁股，一脸无奈地说道。臭小子，本小姐把你当朋友，你居然想跟我生孩子！苏西瑶气鼓鼓地说道。好了，别生气了，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穆天云见势不妙，连忙开口赔礼道歉。哼，那我踢你一脚，也算是跟你开个玩笑了。苏西瑶浅浅一笑，脸上的阴霾瞬间消散。对了，西瑶姐，这次天旋大比，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名次呀？穆天云好奇地问道。对于苏西瑶的实力，他一直颇为好奇。虽说两人从未正面交过手，但穆天云凭借敏锐的感知，能察觉到苏西瑶的实力远在他之上。毕竟，在这个广袤的世界里，并不仅仅只有他一人拥有越级挑战的能力，一些天赋绝伦的天才同样具备这种超乎常人的实力。我倒是没给自己定什么具体目标，反正尽力而为吧。苏西瑶微笑着说道。两人一边轻松地聊着天，一边缓缓朝着流云宗所在的府邸走去。回到住处后，穆天云将门窗全部关好，随后进入了混沌神珠之中。接着他将此次在天玄商会买来的所有药材一股脑地拿了出来。这次他打算炼制的是极为特殊的玄灵圣丹，这种丹药堪称神奇，一旦炼制成功，具元境的修者服下后便能快速提升修为，甚至有可能一举突破，达到巨灵境。穆天云全神贯注地将药材逐一分解好，动作娴熟而专注。随后他拿出了那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炼丹炉，正式开始专心致志地炼起丹来。时间在紧张的氛围中缓缓推移，穆天云额头渐渐渗出了丝丝汗珠，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紧张的神情。这种丹药虽然他脑海里牢记着丹方，也清楚炼制的步骤，但毕竟从未真正实践过，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万一要是炼丹失败，那可就损失惨重了，不仅之前花费的大量灵石付诸东流，还会耽误他提升实力的计划。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了，此刻一股浓郁醇厚的丹香扑鼻而来，萦绕在整个空间，显然已经到了凝丹的关键时刻。凝！穆天云神色凝重，再次加大火候，全神贯注的努力维持着丹炉内精准的温度。大约数个呼吸后，穆天云终于缓缓停止了炼丹的动作，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炼丹炉。终于炼制成了。穆天云的眼神中瞬间充斥着欣喜若狂的光芒，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与此同时，在天罗教的府邸内，一间装饰精美的房间中，罗文佑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眼神空洞无神。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神色专注地检查着他的伤势。周神医，我儿子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一名面容威严、身着灰色长袍的中年男子焦急地在一旁踱步，忍不住急切地问道。此人正是天罗教教主罗洪成。罗教主，令郎的胳膊伤势倒不算太重，只需安心休息2-3天便可慢慢痊愈。只是他的命根子却被鞭子抽得粉碎，这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啊。白发老者无奈地摇了摇头，
脸上满是惋惜之色。爹，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小杂种。罗文佑一听，原本空洞的眼神流露出无尽的绝望和愤怒。不久前，他还满心幻想着能与李蛋儿双宿双飞，共度美好时光，如今自己却沦为了一个太监，所有的美梦都彻底化为了泡影，这让他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大长老、二长老，你们随本座前往流云宗府邸，那小子竟敢把我儿子打成这样，必须让他们给个交代。罗红成眼中寒光闪烁，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凌厉杀气。教主，我建议将剑心阁的人也一并叫上，此事本就是因他们的二小姐而起，自然不能让他们置身事外。大长老沉思片刻后开口建议道。大长老所言极是，这件事不但不能让他们置身事外，而且还得让他们做出赔偿。不过在要求赔偿之前，必须让他们和流云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二长老也跟着附和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你们说的有道理，我儿本就是因他们而废，这件事绝不能轻易放过他们，必须让他们做出足够的赔偿。罗红成眼神中透着一丝阴狠，随后他伸手拿出了传音玉，迅速给剑心阁主发去了传音，言辞强硬的让对方随他一起前往流云宗府邸。咚咚咚，穆天云刚将丹药炼制完毕，正打算闭关修炼之时，门外猝然传来一阵清脆而急促的敲门声。他心中一紧，来不及多想，连忙迅速离开了神秘的混沌空间，快步走向房门，一把将其打开。苏师姐，这才没过多久，难道就又想我了？穆天云脸上瞬间浮现出一丝调侃的笑容，眼神中透着几分戏谑。臭不要脸的，你大祸临头了！天龙教和剑心阁的人杀过来了，他们此刻正逼着宗主把你交出去呢。苏西瑶没好气地说道，脸上满是焦急之色。走吧，咱们一起去会会他们。穆天云神色淡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说罢便径直迈出了房间。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宗主真把你交出去？苏西瑶瞪大了眼睛，满脸惊讶地问道。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像我这种要天赋有天赋，要颜值有颜值的弟子，公主怎么可能舍得把我叫出去呢？穆天云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弧度，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情。你这家伙也太自恋了。苏西瑶撇了撇嘴，嘱咐道，等会儿你说话可得注意分寸，尽量站在宗主身后，我瞧这两大势力都绝非善类，你得小心他们突然发难动手。放心吧。穆天云轻轻点了点头，随后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其实对于自身的安全，穆天云心中早有底气。四大宗门的掌舵人修为大致也就和百里凌霄不相上下，就算他们实力稍强一些，顶天了也不过是在地玄境第一层。这段时间里，在穆天云的操劳之下，韩欣雅如今已达到了地玄境第一层巅峰，距离地玄境第二层仅有一步之遥。只要有韩欣雅在，他的安全根本无需担忧。与此同时，在流云宗府邸的庭院之中，天罗教和剑心阁的众人带着受伤的罗文佑和李蛋儿，正与流云宗的高层们对峙着。现场气氛极为压抑紧张，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火药味。罗教主、李阁主，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我流云宗府，所谓何事啊？韩欣雅神色从容，脸上却故意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韩欣雅，本座的儿子被你流云宗的人打断了双手，就连命根子都被残忍的废掉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罗红成满脸怒容，愤怒地吼道，本座的女儿也被打成了这副模样，今天你们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本座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剑心阁主李世贤面色阴沉，语气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罗教主、李阁主，这件事会不会存在什么误会？韩欣雅柳眉微微一蹙，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思索。还能有什么误会？人都已经被打成这样了，你还想狡辩不成？李世贤目光如炬，冷冷地盯着韩欣雅，言语中充满了指责。两位先别着急，如果真的是我流云宗弟子的过错，本座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交代。韩欣雅安抚着说道。随后他美眸冷冷地扫向身后的流云宗弟子，严肃地问道，到底是谁干的？宗主，跟我们可没关系啊，我们一直在房间里，压根都还没出去呢。众弟子听闻，一个个都连忙低下头，纷纷摆手，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宗主，是弟子干的。这时穆天云迈着沉稳的步伐，从远处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看到穆天云主动站了出来，韩欣雅的脸色瞬间缓和了些许，语气温和地问道，天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宗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天云师弟在天玄商会买到了一颗玄灵果，结果这两人却非要强买强卖，天云师弟迫于无奈，所以才出手反击的。苏西瑶也站了出来，将事情的详细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罗红成、李世贤，这事已经很明了，你们的弟子嚣张跋扈在先，就算被废了，也怪他们学艺不精，咎由自取。韩欣雅神色冷峻，冷冷地说道。韩欣雅，不跟我讲这些废话，今天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别怪我们不客气。罗红成脸色阴沉，
语气中透着一丝威胁。堂堂天罗教主，居然是个欺软怕硬的懦夫！明明是剑心阁主的女儿，废了你儿子，你却不敢去找正主理论，反倒跑来欺负我这个后辈。如此行径，也不怕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慕天云毫不畏惧地站了出来，语气中带着浓烈的冷嘲热讽：臭小子，若不是你把罗文佑挡在身前，我女儿又怎么可能会误伤他？李世贤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目光如利刃般直直地盯着慕天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女儿像恶狗一样乱咬人，难道我还不能反击喽？慕天云毫不退缩，冷冷地回应道：牙尖嘴利的小子，今天你说什么都没用，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李世贤眼神中透着凶狠与决绝，你还真是够嚣张的，你女儿光天化日之下强买强卖，你居然还有脸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就你们这种嚣张跋扈、蛮不讲理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灭门。慕天云言辞犀利，冷冷地回击道：小杂种，你简直找死！李世贤被慕天云的话彻底激怒，挥手便是一掌，带着呼呼风声，瞬间朝着慕天云狠狠拍了过去。李世贤，真是给你脸了是吧？韩新雅娇斥一声，身形化作一道残影，迅速挡在了慕天云面前，紧接着右手猛地发力，瞬间轰出一掌。这一掌速度奇快无比，掌间带着一股耀眼的寒光，狠狠地轰向了李世贤。砰！两股强大的力量激烈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惊天巨响，一股无形的能量冲击波如涟漪般朝着四周扩散开来，周围的空气都被这股力量搅动的扭曲变形。李世贤只感觉一股强大力量袭来，身体足足倒退了4-5丈，才勉强稳住身形。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地玄境？李世贤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之色，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这段时间他好不容易才突破到了地玄境，原本还以为足以碾压流云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韩新雅居然也突破到了地玄境，而且已然达到了地玄境后期。李世贤，这件事明摆着是你们有错在先，若你们还敢继续纠缠不休，就休怪我心狠手辣。韩新雅面色如霜，眼神中透着凛冽的杀气，宛如寒冬的冰刃，令人胆寒。韩新雅，你能护住这小子一时，却护不了他一世，咱们走着瞧。李世贤冷哼一声，眼中闪烁着阴狠的光芒。说罢，转身便拂袖离开了现场。通过刚才与韩新雅的那一击交锋，他知道自己远不是韩新雅的对手，若继续留在此处僵持，不仅占不到任何便宜，反而可能自取其辱。更何况他的女儿所受的不过是一些皮外伤，并非伤筋动骨的重伤，为了这点小事就与流云宗彻底撕破脸皮，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再说了，他此次前来流云宗找茬，主要目的便是想转移矛盾焦点，免得天罗教的人向他们剑心阁讨要说法。可他怎么也没料到韩新雅的实力竟如此强劲，这大大超出了他事先的预估。一旁的罗洪成眉头紧紧拧在一起，犹如打结的绳索，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他看得出来韩新雅实力非凡，若继续纠缠下去，自己恐怕很难占到上风。然而如果就这么灰溜溜的离开，那无疑是在众人面前丢尽了颜面，实在心有不甘。罗洪成，冤有头债有主，是谁废了你儿子，你就该去找谁理论。我流云宗可不是任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韩新雅目光如炬，冷冷地盯着罗洪成，言辞犀利地说道：韩新雅，那你弟子打伤了我儿子2条胳膊，此事你总得给个交代吧。罗洪成咬着牙，脸色愈发阴沉。此刻他也只能自己找台阶了，再纠缠下去也占不到便宜。你儿子主动寻衅滋事在先，被打完全是因为他自身实力不济，怨不得旁人。韩新雅神色冷峻，毫不退让。再说了，你儿子的2条胳膊不过是轻伤而已，休息2天便能痊愈。倘若你连这点医药费都承担不起，我流云中完全可以找人帮你治疗。韩新雅语气冰冷地说道。哼，我们走。罗洪成怒哼一声，甩了甩衣袖，带着天罗教的众人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流云宗府邸。虽然他的实力相较李世贤要强出半筹，但真要与韩新雅大打出手，他也并无十足的把握能够战胜对方。权衡之下，他只能暂且咽下这口气。母亲，慕天云此人嚣张跋扈，到处招惹是非，依我看必须严惩他，以正宗门规矩。百里剑云满脸气愤，义愤填膺地说道。二弟所言极是，慕师弟虽说天赋出众，但他这爱惹祸的性子长此以往，迟早会给宗门带来大祸患。百里剑尘也在一旁附和着，脸上满是忧虑之色。闭嘴！韩新雅目光如剑，冷冷地扫了百里剑云2兄弟一眼，目光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在母亲那锐利如剑的目光注视下，百里剑云和百里剑尘顿时心中一凛，连忙低下头去，不敢再多说一个字。此刻他们心中郁闷到了极点。以往母亲对他们宠爱有加，事事顺着他们，可
可最近这段时间，母亲的态度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要他们提及慕天云的不是，必定会遭到母亲严厉的警告，这让他们实在有些想不通，母亲为何会如此偏袒慕天云。好了，都下去吧。距离大比仅剩3天时间，这段时间大家好好修炼，如果非要出门的话，最好结伴而行。韩星雅语气严肃地说道。是，宗主。所有人都恭敬地齐声应道。天云，你的修为还有提升的空间，本座隔壁恰好还有一间空房，你便搬到那里去住吧，如此一来也方便本座随时教导你。韩星雅语气瞬间变得温和起来。是，宗主。慕天云语气恭敬，点头应道。众人闻言，脸上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随后大家纷纷散开，各自忙碌起来，有的在府邸内的草坪上专心练剑，一招一式虎虎生风，有的则在一旁悠然喝茶，享受片刻的宁静。慕天云则沿着小径一路朝着韩星雅隔壁的房间走去。如今丹药已经炼制成功，接下来最为关键的便是提升自身修为，只有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大比之时他才更有把握取得优异的成绩。回到房间后，慕天云当即通过传音之法将自己打算闭关修炼的事情告知了韩星雅和岳无双。收到传音后，二女纷纷表示让他安心闭关，这2天不会前去打扰他。随后慕天云再次进入了神秘的混沌空间，他小心翼翼地拿出炼制好的丹药，盘膝而坐，准备开始闭关修炼。随着丹药缓缓服下，一缕缕精纯且浓郁的灵气如同奔腾的溪流在他体内汹涌地充斥开来。在这股强大力量的冲击之下，慕天云的脸上瞬间露出痛苦的神情，仿佛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煎熬。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不断溢出，顺着脸颊缓缓滑落。然而慕天云紧紧咬着牙关，强忍着体内的痛楚，将混沌神诀运转到了极致，疯狂地炼化着体内那股狂暴的灵气。随着灵气一点点被成功炼化，慕天云的修为开始一路飙升。时间悄然流逝，当第2天清晨的阳光洒下之时，慕天云的修为已顺利突破到了聚元境第7层。他没有丝毫懈怠，毫不犹豫地又拿出剩余的丹药再次服下，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炼化之中。不知不觉又过去了1天。此刻慕天云的修为已经攀升至聚元境第9层巅峰，距离聚灵境仅有1步之遥。然而他手中的丹药已然全部炼化殆尽，想要在短时间内突破到聚灵境恐怕并非易事。修为达到这一境界后，慕天云的眼神中透着一股锐利如鹰的凌厉光芒，浑身散发着一股自信满满的气息。随后慕天云手持轩辕剑，在混沌空间内开始刻苦修炼起来。如今修为刚刚突破，他必须尽快熟练掌握这刚提升上来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在实战中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只见他脚踏凤舞步，身姿轻盈如燕，同时施展着轩辕剑法，剑花闪烁，如同一朵朵盛开的寒梅。他在空间里来回穿梭，身影飘忽不定。随着剑法与身法的不断施展，慕天云对力量的掌控愈发娴熟，仿佛人与剑与力量已然融为一体。在逐渐适应了刚提升上来的力量后，慕天云终于缓缓离开了混沌空间，然后精神抖擞地走出了房间。慕师弟，才短短2天时间，你竟一举突破到了聚元境巅峰。苏西瑶美眸之中满是震惊之色，眼神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奇景。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不过是我利用玄灵果炼制出了一种特殊的丹药，所以实力才得以如此快速的提升。慕天云笑着解释道。该不会是玄灵圣丹吧？苏西瑶脸上瞬间浮现出一抹惊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的光芒。看来你知晓的事情还真不少，居然一下子就猜到是玄灵圣丹。慕天云眼中同样露出一丝惊讶之色。要知道，玄灵圣丹可是一种极为神秘的丹药，放眼整个苍兰大陆，恐怕都没几个人了解这种丹药的奥秘。毕竟这些丹方都是他师尊轩辕轻柔传给他的，而且当初轩辕轻柔还说过，这些丹方绝对不能轻易传出去，不然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因为这些丹方有很多是苍兰大陆没有的。可苏西瑶竟能如此迅速地猜到，可见他的身份绝非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本小姐知道的东西多了去了。苏西瑶唇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宛如一只偷腥成功的小猫。西瑶姐，我总觉得你身份神秘，难不成你是哪个顶级势力的大小姐？慕天云半开玩笑地说道，眼中带着一丝探寻。别瞎猜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苏西瑶连忙否认道。别再狡辩了，你身上那独特的气质，还有你越级挑战的能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慕天云继续说道。西瑶姐，你要是真有什么强大背景，以后可得多照顾照顾我呀。我要是真有那么厉害的背景，干嘛还待在这小小的流云宗？苏西瑶没好气地白了慕天云一眼。你这么说，倒也在理。慕天云笑着点了点头。尽管苏西瑶不承认，但慕天云心里明白，
苏西瑶的身份绝非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对了，刚刚公主府邸派人送来了邀请函，邀请咱们流云宗弟子参加今晚的公主宴会，你去不去啊？苏西瑶好奇地问道。其他宗门的人也会去吗？穆天云同样好奇地反问道。应该都会去吧。苏西瑶回答道。行，那去看看也好。穆天云点头应道。毕竟如今大比即将来临，提前去了解一下各大势力的人，对他而言是很有必要的事情。那你要不要稍微收拾收拾？我看其他人都在精心打扮呢，万一被公主看中了，说不定你可以少奋斗几十年。苏西瑶忍不住调侃起来。这有什么好打扮的？就凭我这出众的颜值，哪怕往那儿随意一站，其他人都得自惭形秽，黯然失色。穆天云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自信满满的说道。你还真是自恋的可以啊。苏西瑶没好气的嗔怪道。西瑶师姐，我觉得你也别折腾打扮了。穆天云突然说道。为什么啊？苏西瑶一脸疑惑的看着穆天云，精致的脸上写满了不解。你本身已经很美了，要是再精心打扮一番，肯定会吸引一堆人过来搭讪，到时候你可别找我当挡箭牌，我可不想无端引起众怒。穆天云笑着解释道。行，那我就不换衣服了，要是真有人来骚扰我，你可一定要帮我。苏西瑶脸上露出一丝甜甜的笑容，宛如春日绽放的花朵。让我帮忙也不是不可以，但总得给我点甜头吧。穆天云坏笑着说道。你想要什么甜头？苏西瑶微微嘟起嘴，可爱的问道。亲我一下，这个要求不过分吧？穆天云脸上露出一丝坏坏的笑容，眼神中透着一丝狡黠。臭小子，本小姐的初吻都已经给你了，你居然还想让我再亲你，想得倒挺美。苏西瑶忍不住瞪了穆天云一眼，精致绝美的脸庞瞬间泛起了一抹红晕，宛如天边的晚霞般娇艳。别以为只有你是初吻，穆天云连忙说道。苏西瑶脸颊微微一红，眼中突然惊讶，好奇地问道。难道你也是初吻？当然。穆天云努力做出一副认真的模样。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那种感觉呢，就被你一掌轰飞了出去，当时胸骨都断了好几根。我当时已经手下留情了，不然你早就被我一掌拍成肉饼了。苏西瑶没好气地说道。两人就这么一边轻松愉快地聊着天，一边悠然自得地喝着茶，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傍晚时分。这时3架豪华的兽车缓缓来到了流云宗的府邸外。这3架兽车奢华大气，乃是三公主府邸特意派过来接送流云宗弟子的。此刻流云宗的弟子们早已全部准备妥当，只见他们个个衣着华丽，身姿挺拔，气宇轩昂，显然都是经过精心打扮的。随后众人井然有序地坐上兽车，一路朝着三公主府邸的方向驶去。在路上的时候，穆天云将宗门长老之前发放的资料拿了出来，开始仔细地研读起来。这份资料详细记载了皇族的诸多事宜，其中包括一些出类拔萃的皇子公主，以及本次参加大比的帝国天才们的信息。从资料上可知，目前天玄帝国的皇帝名为司马龙，乃是一名的玄境巅峰的超级强者。正是凭借着他那强大的实力震慑四方，天玄帝国才能在这片区域称霸一方，成为众多势力仰望的存在。然而在最近的10年里，司马龙一心沉浸在追求突破的修炼之中，逐渐将朝政大权交由了皇后独孤凤打理。正因为如此，天玄帝国的皇子们也渐渐变得不安分起来。为了争夺那至高无上的皇位，这些皇子公主们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各种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从未停止过。在这些皇子公主当中，最为优秀的当属太皇子司马乔、二皇子司马志、九皇子司马威以及三公主司马幽兰。在这4人里，大皇子司马乔的支持者无疑是最多的，毕竟他身为嫡长子，从出生起便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皇位继承上占据着天然的正统地位。二皇子司马志则擅长权谋之术，城府极深，宛如深不可测的幽潭。他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和手段，笼络了一大批实力深厚的强者，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九皇子司马威天赋异禀，年纪轻轻修为便已经达到了地玄境，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修炼天赋，成为众人眼中皇位的有力竞争者。而在这些皇子公主当中，最让人忌惮的无疑是三公主司马幽兰。她不但拥有着倾城绝世的容颜，而且拥有极深的心机，还具备着恐怖至极的天赋。她身边的追求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而今天这场宴会的举办者，正是这位备受瞩目的三公主司马幽兰。大约1刻钟后，兽车缓缓稳稳地停靠在了一座气势恢宏、优雅奢华的府邸之前。这座府邸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散发着夺目的光芒。流云宗一行人依次走下兽车，手持请柬，朝着府邸正门走去。府邸看门的侍卫神情严肃，仔细检查了众人的请柬后，便恭敬地引领大家进入府邸。踏入府邸，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不已。只见府邸内金碧辉煌，内部装饰奢华典雅至极，
有形状各异的假山，也有景色宜人的花园。由于占地面积辽阔的缘故，府邸内还有一座巨大的湖泊，给人一种如入仙宫般的感觉。然而，表面的祥和之下，慕天云却察觉到府邸内隐藏着不少暗卫强者。就在他刚进入府邸的一刹那，便有数道强大而隐晦的神识在他身上一扫而过，这让慕天云心中暗暗震惊。与天玄帝国相比，流云宗的实力确实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因为单单公主府暗处隐藏的这些强者，实力恐怕就已然达到了巨灵境巅峰。这种实力几乎可以与4大宗门的掌门人相媲美。在侍卫的引领下，流云宗一行人很快来到了一处景色格外宜人的花园内。花园旁边紧挨着一座巨大的湖泊，为整个花园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秀丽。花园的草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灵果，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各大宗门的天才们3、5成群的聚在一起，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着修炼心得与奇闻异事，气氛显得格外融洽。流云宗一行人刚一现身，瞬间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天罗教和剑心阁的人在看到慕天云的那一刻，眼神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浓浓的敌意。其中李大儿和罗文佑看向慕天云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无限的阴毒，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对于这些充满敌意的目光，慕天云神色坦然，直接选择了无视他，神情淡定从容，带着苏西瑶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悠然地坐了下来。以慕天云如今的实力，足以媲美寻常的巨灵境第6层修者，自然不会再将3大宗门的所谓天才放在眼里。当然，若是遇到天玄帝国的天才，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取胜。毕竟天玄帝国的天才大多已经达到了巨灵境第5层，甚至个别佼佼者已经突破到了巨灵境第6层。而且天玄帝国的天才皆是从万里挑一的顶级妖孽中选拔而出，他们在同境界中的战斗力堪称顶尖存在。慕天云坐下后，一边悠然自得地品尝着美食，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各大宗门的天才。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观察，慕天云发现各大宗门的天才整体实力明显要比流云宗高出一个档次。其他3大宗门的弟子大部分修为都已达到巨灵境第2层，个别实力出众者更是达到了巨灵境第4层。而流云宗这边，弟子们的修为普遍停留在巨灵境第1层，修为最高的苏西瑶和百里剑尘也才巨灵境第3层。虽然表面看上去只差一个小境界，但修为到了这一境界后，每相隔一个小境界，战斗力都会产生巨大的差距。就在这时，几名衣着华丽、气质不凡的年轻人迈着自信的步伐，径直朝着流云宗弟子这边走来。百里剑尘，几年不见，想不到咱们之间的差距竟是越来越大了。天罗教圣子罗永恒率先开口，脸上挂着一丝戏谑的笑容，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傲慢。少在这里惺惺作态，真到了擂台上，究竟谁胜谁负还犹未可知呢。百里剑尘眉头微微一蹙，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眼前这几人正是另外3大宗门的圣子，曾经他们的修为不相上下，可如今百里剑尘却比他们低了一个小境界，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百里剑尘，你的战斗力如何？我们再清楚不过了，要不是看在往日相识一场的情分上，我们才懒得过来跟你寒暄。寒天门圣子萧英杰不屑地开口说道，如果你们是专程来嘲讽我的，那就请便吧。百里剑尘冷冷地回应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与不甘。嘲讽你倒也不至于，只是听闻你们流云宗新进了一位天才圣女，所以我们几个特意过来结识一下。剑心阁圣子李剑锋手持折扇，风度翩翩地站了出来，脸上挂着看似温和的笑容，实则暗藏心机。百里剑尘闻言，眼神中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我们流云宗确实出了一位天才圣女，不知哪位是你们流云宗的圣女呢？李剑锋眼中流露出一丝好奇，他和其他几位圣子此番前来，无非就是想趁机打探一下流云宗弟子的实力，顺便羞辱一下曾经的老对手百里剑尘。那位便是我们流云宗圣女苏西瑶。百里剑尘伸手一指，指向旁边座位上的苏西瑶。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当看到苏西瑶的容貌时，所有人脸上都不禁露出了惊艳之色。他们见过的美女不在少数，但像苏西瑶这般清秀脱俗、美得不可方物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位想必就是苏仙子吧？在下见新阁李剑锋，以后若有机会，还望能与苏仙子多多切磋交流。李剑锋手持折扇，风度翩翩地走到苏西瑶面前，微微躬身，尽显绅士风度。苏仙子，在下寒天门萧英杰，今日能在这场宴会上与苏仙子相遇，实乃荣幸之至。寒天门圣子萧英杰也赶忙站出来，面带微笑，优雅地走到苏西瑶面前。李剑锋、萧英杰，你们如此唐突的打招呼，就不怕惊扰了苏仙子？天罗教圣子罗永恒开口说道，看似在提醒，实则也想在苏西瑶面前刷一波存在感。不好意思，我没兴趣认识你们，几位请回吧。苏西瑶声音清冷，
脸上带着一丝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三大宗门的圣子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作为各大势力的天之骄子，无论走到何处，他们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备受尊崇。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苏西瑶居然如此不给他们面子，让他们在众人面前丢了颜面。苏仙子，大家同属宗门之人，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李剑锋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不好意思，本小姐不想跟陌生人说话。苏西瑶说着，一把亲昵地搂住了慕天云的胳膊。西瑶师姐，我正吃东西呢，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慕天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通过传音说道。这几个家伙实在太讨厌了，我只能拉你做一下挡箭牌了。苏西瑶语气有些不耐烦，同样传音回应道。别理他们就好，现在暴露实力可不是明智之举。慕天云继续传音提醒道。好吧，那就暂且不搭理他们。苏西瑶传音应道。小子，就是你打伤了我三弟。罗永恒眼神中陡然闪过一丝凛冽的杀气，目光直直地射向慕天云。西瑶师姐，尝尝这个灵果，味道着实不错。慕天云仿若未闻，从桌上拿起一颗灵果递给苏西瑶。味道确实不错，只是周围聒噪的声音太多，倒有些败人胃口。苏西瑶心领神会，配合着慕天云说道。这些苍蝇嗡嗡乱飞，实在令人恶心至极，等大比的时候，我帮你拍死他们。慕天云笑着回应。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对罗永恒三人彻底无视。李剑锋等人听闻，脸色瞬间阴沉的难看至极。若不是身处三公主府邸，恐怕他们早已按捺不住动手了。臭小子，大比之时，本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罗永恒眼中杀意大盛，恶狠狠地说道。你们要是真想取我性命，大比时大可以向我发起生死战，谁要是不敢接，谁就是孬种。慕天云眼神中充满不屑，毫不畏惧地回怼道。好嚣张的小子，记住你今日所言，但愿你上了擂台别做缩头乌龟。李剑锋声音冰冷刺骨，眼神中透着凌厉的杀气。言罢，他冷哼一声，转身返回了剑心阁弟子所在之处。罗永恒和萧英杰见状，也只能狠狠地瞪了慕天云一眼，不甘地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一旁的百里剑尘和百里剑云见此情形，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公主殿下驾到！就在这时，一道尖锐的太监声音划破长空，在花园中回荡开来。众人纷纷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着月紫色广袖流仙裙的女子，迈着妖娆诱人的步伐款步而来。她裙摆随风飘动，宛如流动的云霞，头戴9凤衔珠金钗，钗上的凤凰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振翅高飞。她发髻间点缀着璀璨的七彩明珠，每一颗都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与她的肌肤相互映衬。额间一抹朱红的花钿，更是衬得她肌肤胜雪，宛如画中走出的仙子。在她身后，2名侍女手持羽扇，轻摇慢摆，所过之处飘起阵阵清幽的玉兰香气。来人正是天玄帝国三公主司马幽兰。见过公主殿下。在她出现的瞬间，在场众人纷纷起身，恭敬地弯腰行了一礼。慕天云和苏西瑶也站了起来，然而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躬身行礼。不过现场足有上百人，他们2人的举动倒也没有立刻引起他人的注意。你们好大的胆子，见到公主竟敢不行礼！李剑锋突然站起身来，手指直指慕天云和苏西瑶，大声怒斥道，声音尖锐刺耳，瞬间打破了现场平静的氛围。一时间，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慕天云和苏西瑶，眼神中充满了惊讶、好奇与审视。卧槽，你脑子有病吧？老子行不行礼关你屁事！慕天云怒斥一声，看向李剑锋的眼神透着一股浓郁的杀气。若不是此地为公主府，有着诸多限制，他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臭小子，见到公主竟敢如此张狂，有种跟我正面一战！李剑锋眼神中透着阴狠。他的妹妹李黛儿被慕天云打伤，他这个做哥哥的自然要替妹妹出口气。如今公主已经到场，他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表现一下，若是能赢得公主的青睐，那绝对是一举双得的好事。傻逼，既然你一心求死，老子成全你便是。慕天云声音透着一股凌厉的杀气。原本他打算低调行事，可李剑锋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这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杀意。好了，大家皆是修炼者，一些凡俗礼节大可不必过于拘泥。再者，明日便是大比之日，倘若你们真想一决生死，到时候有的是机会。司马幽兰适时地站了出来，声音婉转悠扬，带着一丝天然的诱惑。哼，看在公主殿下的面子上，今日便暂且饶你一命，但大比之时，本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李剑锋冷冷地瞪了慕天云一眼，我懒得搭理你这个将死之人。慕天云脸上露出一丝不屑，这位想必就是流云宗的穆公子吧？司马幽兰美目流转，一双灵动的眼睛在慕天云身上打量了一番，眼神中透着一丝好奇与探究。在下慕天云，见过公主殿下。慕天云双手抱拳，
微微躬身行了一礼，举止得体，不失礼数。听闻穆公子年少有为，且拥有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司马幽兰声音优雅动听，脸上带着一丝极具诱惑力的微笑，一双美眸中透着勾人心弦的光芒。公主殿下过奖了。穆天云瞬间感觉心魂一颤，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拉扯着他的意识。他心中暗叫不好，连忙暗自运转清心诀，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穆天云敏锐地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极为危险，必定修炼了强大的媚功，稍有不慎便可能着了她的道。穆公子太过谦虚了，以你的越级挑战能力，此次大比必然能斩获一个不错的名次。司马幽兰脸上流露出一丝妩媚的笑容，此刻他内心多少还是有些惊讶。这些年来，凭借着自身修炼的魅惑之术，但凡见过他的男子，几乎无一能不为之失神。可刚刚在他的魅惑之下，穆天云仅仅只是短暂的恍惚了一下，便迅速反应过来，这让他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好奇。以在下这点微薄实力，想要在大比中拿个好名次，恐怕没那么容易。穆天云语气谦逊温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他着实没想到，眼前这位尊贵的公主竟对自己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这让他在惊讶之余，心中也不禁暗暗警惕起来。穆公子，大家都是年轻人，日后可要常来本宫府邸坐坐呀。司马幽兰脸上绽放出一抹妩媚动人的笑意，笑容如同春日绽放的花朵，娇艳而迷人。身为天玄帝国最具权势的公主，她所掌控的情报网极为庞大，消息灵通无比。对于本次参加大比的各宗天才，但凡天赋出色之人，她几乎都了如指掌。在穆天云击败罗文佑和李旦的那一刻，她便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随后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她惊奇地发现，穆天云不仅天赋卓越超凡，修为提升的速度更是惊人，而且还具备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正因为如此，司马幽兰心中已然有了盘算，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将这个天赋异禀的天才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公主殿下客气了，若日后有机会，在下必定会前来叨扰。穆天云礼貌地回应着，言语间不失分寸。尽管司马幽兰此刻表现得热情温柔，但穆天云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绝非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在她那迷人的外表下，或许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心思。在这样的女人面前，若是太过疏忽大意，恐怕真的会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况且穆天云一心向往追求仙道，并不想卷入皇族的权力纷争之中。在接下来的宴会中，司马幽兰无疑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各大势力的天才如同飞蛾扑火般纷纷围聚在他身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妄图凭借自己的所谓优秀，能博得这位倾国倾城的公主的青睐。司马幽兰面带微笑，眼神中闪烁着勾人心魄的光芒，将在场的一众天才玩弄于股掌之间，尽显其掌控全局的能力。穆师弟，我看三公主对你似乎颇有好感，你怎么不上前好好表现一番呢？苏西瑶一脸好奇地凑近穆天云，轻声问道。这种女人不简单，我可不想惹麻烦。穆天云微微皱眉，认真地说道。想不到你居然有如此定力。苏西瑶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她看得出来司马幽兰极为擅长掌控男人心思，却未曾料到穆天云竟能不为所动。并非我定力有多强，而是我不想死罢了。穆天云苦笑着解释道。为何如此说呢？苏西瑶饶有兴致地追问。根据长老给的资料以及我自己的观察，这个女人野心极大，跟她走得太近，很容易被卷入无尽的麻烦之中。穆天云耐心地解释着，眼神中透露出警惕。想不到你警惕心如此之强。苏西瑶轻轻点头，对穆天云的谨慎表示认可。随后两人一边悠然地品尝着美食，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各大势力的天才，为即将到来的大比做着充分的准备。这场盛大的宴会足足持续了3个时辰。宴会结束后，刘云宗一行人有序地离开了三公主府邸。通过这场宴会，穆天云对各大势力的天才有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了解。以他目前的实力，各大宗门的弟子几乎很难对他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唯一值得他高度重视的，恐怕便是皇族的天才。穆天云知道，此次参加天玄大比的皇族天才中，有些人已经达到了巨灵境第6层。虽然穆天云有信心对付寻常的巨灵境第6层修者，但皇族的天才非同一般，他们很可能也拥有越级挑战能力。如此一来，要想在大比中击败他们，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刻在三公主府邸之中，兰姨，依你之见，4大宗门的这些天才当中，究竟谁最值得我们拉拢呢？司马幽兰慵懒地靠在柔软的座椅上，轻声问道。此次4大宗门的天才，相较于之前，实力确实有了质的飞跃。然而，他们大多是近期依靠大量资源堆砌起来的，从长远来看，未来恐怕不会有太高的成就。一名身材婀娜、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缓缓开口。
难道这批天才中就没有值得我们拉拢的吗？司马幽兰微微蹙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那倒也并非如此。兰姨淡然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精明，接着说道：那个名叫穆天云的小子，着实让人有些捉摸不透。虽说他如今的修为相对来说还不算高，但面对各大势力的圣子却毫无惧色，可见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您的意思是，这小子值得我们去拉拢？司马幽兰眼中一亮，追问道：这小子确实让人难以看透。兰姨严肃地说道：据我了解，不久前他才处于巨元境第6层，可今晚却已然达到了巨元境第9层，再结合他那超强的越级挑战能力，极有可能成为本次大比中最大的黑马。兰姨神色认真地分析着。那依兰姨之见，本宫该如何做呢？司马幽兰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迫不及待。古往今来，但凡能拥有如此超强越级挑战能力的天才，一旦成长起来，必将成为威震一方的绝世强者。依我之见，殿下应当全力以赴地招揽他。倘若实在无法招揽成功，那么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否则，一旦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很可能会改变整个天玄帝国的格局，甚至会对天玄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兰姨语气严肃而慎重地说道：先看看这小子能在大比中走多远吧。倘若他真能进入大比前10名，那摆在他面前的便只有2条路，要么臣服于本宫，要么死。司马幽兰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冰冷的寒意，眼神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宛如一把出鞘的利刃。这一刻，他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期待，迫切地想要看看穆天云究竟能在大比中走到何种地步。回到流云宗的府邸，穆天云挑选出一些泡药浴的专用药材，放入早已准备好的浴桶之中。随后，他褪去身上的衣物，惬意地躺在浴桶里，尽情享受着药浴带来的舒适感。温热的药液包裹着他的身躯，仿佛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抚摸，让他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这套药浴配方乃是轩辕轻柔留给他的。当初穆天云刚刚拜入师门之时，轩辕轻柔每天要求他泡药浴，也正因如此，他的体质在日复一日的药浴滋养下，远比同境界的修者强悍得多。每当回想起轩辕轻柔，穆天云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思念之情。穿越到这个世界后，轩辕轻柔无疑是对他最好女人。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烙印在穆天云的心中。他在心底暗暗发誓，无论历经多少艰难险阻，都一定要将自己的师尊找回来。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便来到了第2天。这天，备受瞩目的天玄大比终于盛大开启。清晨的阳光洒在流云宗府邸，穆天云早早起身，换上了一套华丽的紫色锦衣。这件锦衣剪裁得体，上面绣着精美的暗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他将一头浓密的长发高高竖起，用一根玉簪固定，整个人看上去气宇轩昂，身上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此刻，流云宗所有参加大比的弟子都已整齐地汇聚在府邸内的院子里，众人神色严肃而庄重，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期待与紧张的光芒。今天是天玄大比的重要日子，大家只需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即可，一切务必以自身的安全为重。韩欣雅站在众人面前，神色凝重，语气严肃地说道：弟子明白。众人齐声回应，声音整齐而洪亮，彰显出流云宗弟子的团结与决心。好了，现在随我出发。韩欣雅一声令下，转身优雅地走出了府邸。在他的带领下，流云宗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皇城中心的演武场进发。作为天玄帝国年轻一辈最为巅峰的盛世，今天的这场大比无疑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此刻，城中心的演武广场周围早已人山人海，聚集了来自天玄帝国各地的人。他们或是为了一睹天才们的风采，或是为了见证年轻一辈最强者的诞生。演武场搭建的一个巨大的擂台，现场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嘈杂的人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天玄帝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皇城，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场属于年轻一辈的荣耀之战。此刻，4大势力的人分别占据着擂台的4个角落，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峙之势。而天玄帝国的天才则高高站在最上方的高台之上，他们一个个神色倨傲，目空一切，丝毫没有将各大宗门的天才放在眼里。这场大比对于4大宗门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是年轻一辈展现实力的舞台，更是各大宗门之间分配利益的关键契机。每次大比的排名都直接决定着各大宗门的城池分配，排名靠前的宗门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地盘，势力范围也会随之不断扩大。而排名靠后的宗门，其势力范围则会逐渐缩小，资源也会相应减少。这些年来，流云宗在大比中的表现一直差强人意，始终处于垫底的位置，这导致其势力范围越来越小，资源也愈发匮乏。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
刘云宗就将彻底退出4大宗门的行列。要知道，一个强大的宗门不仅需要丰富的资源作为支撑，更需要源源不断的天才加入，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繁荣与昌盛。若是某个宗门在大比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那么在来年的收徒大典上，自然会吸引众多天才慕名而来。反之，如果一直处于垫底状态，所招收到的弟子资质必然越来越差。如此一来，便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使得实力较弱的宗门愈发衰落，而强大的宗门则会越发强大。如今的流云宗已然来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这次大比依旧垫底，那很可能会被无情地挤出4大宗门的行列，未来想要再重新崛起，恐怕比登天还难。当流云宗一行人抵达现场时，立刻引起了各大宗门的注意。这些人的目光纷纷投向流云宗，眼神中无一例外的带着一丝深深的敌意。很明显，3大宗门都迫切希望将流云宗挤出4大宗门的行列，这样一来，他们便能瓜分流云宗的地盘和资源，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实力。韩星雅，就凭你流云宗如今的实力，我看这场大比你们不参加也罢，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一道充满嘲讽的声音骤然响起，打破了现场的喧闹。众人循声望去，只见3大宗门的高层正迎面走来，他们的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情，仿佛流云宗在他们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大比还未开始，谁能笑到最后还犹未可知。韩星雅冷哼一声，毫不畏惧地回怼道：韩星雅，既然你如此自信满满，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如何？剑心阁主李世贤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语气看似温和，实则暗藏挑衅。你们想赌什么？韩星雅目光如炬，冷冷地盯着李世贤，警惕地问道：就赌你们流云宗弟子进入宗门前20的不超过2个人，我说的宗门前20不包括天玄帝国。李世贤嘴角微微上扬，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赌注是什么？韩星雅冷笑一声，冷静地询问道：如果你们流云宗有2人能进入宗门前20，我们3大宗门每家给你1万灵石；如果你们没有2人进入宗门前20，那你只需给我们每家8000灵石即可。怎么样？你敢不敢赌？李世贤脸上露出一丝挑衅的意味，眼神中满是对韩星雅的轻视。听到李世贤的话，韩星雅柳眉微微一蹙。此刻他并不清楚本次大比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敢轻易答应这个赌注。毕竟流云宗如今的资源本就所剩无几，若是一不小心输了这2万多灵石，那对宗门来说无疑是伤筋动骨的打击，甚至可能会让流云宗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对于慕天云的实力，韩星雅还是颇为相信的，但流云宗除了慕天云之外，其他弟子的实力与另外3大宗门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运气不佳，苏西瑶和百里剑尘在比赛中碰到了3大宗门的圣子，那流云宗很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宗主，答应他们。就在韩星雅犹豫不决之时，慕天云在一旁悄然传音说道。听到慕天云的话，韩星雅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随即暗自权衡利弊。最终他目光冷冷地看向李世贤，毅然决然地说道：这个赌注本座接了，希望你们到时候可别输不起。放心，我们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么点灵石我们还不至于输不起。罗红成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那咱们走着瞧吧。韩星雅冷哼一声，带着流云宗弟子在专属于流云宗的区域坐了下来。3大宗门的人见状，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随即转身离去。此刻韩星雅的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若不是慕天云传音鼓励，他还真不敢轻易答应这场赌注。天云，这场赌注你当真有把握吗？韩星雅眼中满是担忧之色，紧紧盯着慕天云，似乎想要从他的眼神中找到答案。放心吧，这场赌注我们必定能赢。慕天云的声音沉稳而坚定，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慕天云，你这口气未免也太大了些。百里剑尘冷哼一声，满脸的不屑，没好气地说道：3大宗门的圣子和圣女修为皆已达到巨灵境第4层，若是他们向我们发起挑战，就凭咱们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赢得了他们。韩星雅闻言，柳眉不由微微一蹙。天云，剑尘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虽说你的实力出众，但其他人想要进入前20恐怕并非易事。韩星雅柳眉微蹙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虑。他深知此次大比的艰难，流云宗面临的压力巨大。放心吧，西瑶师姐肯定也能顺利进入前20。慕天云目光坚定，自信满满的说道。西瑶，你可有信心？韩星雅将目光转向苏西瑶，眼中带着一丝期许。宗主大可放心，这场赌注您绝对输不了。苏西瑶脸上带着一抹自信的微笑。既然如此，那此次大比便看你们2人了。韩星雅轻轻舒了一口气，神色略微放松了些。放心吧，我们定会全力以赴，为宗门争取一个优异的名次。
慕天云语气斩钉截铁，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名次固然重要，但你们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倘若真遇到实力悬殊、难以抗衡的对手，可以提前认输，切不可冲动行事，以免受到重伤。韩新雅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听到母亲这番话，百里剑尘眉头不禁微微皱起，心中涌起一丝疑惑。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如今都已达到巨灵境第3层，为何母亲却不看好自己，反而对慕天云和苏西瑶寄予厚望。同时，百里剑尘心中也难免生出一丝怨言。在他看来，慕天云修为提升如此之快，必定是母亲悉心教导的结果。可他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何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导自己身上，反而对慕天云这个外人格外关照？难道真如二弟所言，母亲对这小子动了别样的心思？这一刻，百里剑尘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怀疑。毕竟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保持着端庄高雅的形象，从不与任何男子有过多接触。然而自从慕天云出现后，母亲仿佛变了一个人，看向慕天云的眼神中竟隐隐带着一丝耐人寻味的温柔。想到这里，百里剑尘只感觉脑袋一阵嗡嗡作响，心中的愤怒也愈发浓烈。如果自己一直记恨的慕天云最后成为自己的后爹，这无论如何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事情。随着时间缓缓流逝，现场的气氛愈发高涨，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神情，眼神紧紧盯着擂台。就在这时，一个身着莽纹华服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了高台。此人长相英气不凡，剑眉星目，眼神锐利如剑，仿佛能看穿人心。他浑身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举手投足间尽显自信与威严。此人正是天玄帝国位高权重的北玄王司马定。在他踏上高台的瞬间，原本嘈杂喧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自觉地闭上嘴巴，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司马定，眼神中充满了敬畏。今日乃是5年一度的天玄大比，此次大比由本王亲自主持。司马定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亮，清晰地传入擂台的每一个角落。本次大比的规则与以往有所不同。首先，4大宗门之间先展开挑战，最终决出宗门前10名。而后4大宗门前10的天才将获得挑战天玄帝国天才的机会。一旦挑战成功，便能进入大比前20名。紧接着，司马定将大比的规则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他的声音沉稳有力，每一个字都仿佛重锤一般敲在众人的心上。通过司马定的讲述，慕天云了解到，此次天玄大比将采用挑战模式，最终角逐出前10名天才。同时，4大宗门之间的挑战结果将直接决定4大宗门的排名顺序。此外，慕天云还得知，若能击败天玄帝国的天才，并成功进入大比的前10名，便有机会进入帝国仙池修炼。若是有幸获得最终的冠军，不但能得到一颗极为稀有的天外陨晶，还能获赠一本地阶高级灵魂武技以及5000灵石奖励。当这些奖励被一一念出的刹那，现场所有人的脸上都瞬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眼神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然而这份兴奋并未持续太久，很快4大宗门的人脸上又浮现出一丝遗憾与羡慕交织的神情，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想要进入前10名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只是进入大比前20名也是难如登天。从以往的大比结果来看，前10名基本都被天玄帝国的天才所垄断，大宗门的天才想要跻身前10，简直如同痴人说梦，与其他人失落的情绪截然不同。慕天云的眼神中反而流露出一丝欣喜与激动。要知道，天外陨晶可是一种极其稀有的修炼资源，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它不仅能够温润修炼者的灵魂，使其灵魂更加坚韧强大，而且长期佩戴在身上，还能让修炼者百毒不侵，免受毒物侵害。最重要的是，若能将其成功炼化，足以让修炼者的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实现质的飞跃。至于帝国仙池，慕天云也略有耳闻，传闻这是一个神秘至极的地方，同时也是天玄帝国的禁地。据说帝国仙池每5年才开启一次，里面蕴含着浓郁至极的灵气，凡是进入其中修炼的人，出来后修为都会得到质的提升，实力大增。不过进入仙池修炼也有着诸多限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每个人一生之中只能进去修炼一次。以慕天云如今的实力，想要拿下前10名并没有什么难度，但若是想要夺冠，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然而慕天云并不会因此而轻易放弃，毕竟冠军的奖励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丰厚了，也是他迈向更高境界的绝佳机会。现在请4大宗门的弟子上台抽签。一名声音尖锐刺耳、身穿太监衣袍的男子快步走上擂台，大声宣布道。随着他话音落下，4大宗门的天才们纷纷迫不及待地走上台去抽签。现场气氛再度紧张起来，每个人都怀揣着紧张与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命运的揭晓。最终
穆天云抽到了48号签，苏西瑶则抽到了56号签。随着抽签结束，这场备受瞩目的天旋大比挑战环节正式拉开了激动人心的序幕。现在，请1号胡三桂上台挑战。主持太监那洪亮的声音再次在擂台上空响起。胡三桂乃是寒天门弟子，他上台后目光如鹰般直接投向了刘云宗弟子。百里剑云，上来一战吧！胡三桂眼神中毫不掩饰的透着一丝挑衅，目光仿佛一把锐利的剑，直直的刺向百里剑云。你以为我会怕你不成？百里剑云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与决然。他双脚轻点地面，身姿如矫健的飞燕腾空跃起，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后，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之上。经过这段时间的拼命修炼，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和宗门提供的资源，修为成功突破到了聚灵境第2层。此刻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挑战。哼，今天你们刘云宗没有一个人能过得了第1轮。胡三桂手中的黑色重刀猛地一挥，带起一阵呼啸的风声，仿佛有一头猛兽在咆哮。刀身闪烁着冰冷的寒芒，恰似一道黑色的闪电，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百里剑云狠狠劈去。这一刀蕴含着惊人的力量，空气仿佛都被这股力量撕裂，发出嘶嘶的声响。百里剑云面色瞬间凝重起来，手中的灵风枪快速舞动，枪尖闪烁着锐利的光芒，瞬间在身前形成一道防御屏障。当，重刀狠狠劈在枪身之上，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股强大的原力波动，以2人为中心，如涟漪般向四周扩散开来，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荡。再吃我一刀！胡三桂一击未中，并未气馁，反而顺势一个转身，手中的重刀再次高高举起。刹那间，刀身上的寒芒愈发强盛，带着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朝着百里剑云的头顶狠狠斩下。百里剑云不敢有丝毫大意，脚下步伐快速移动，如同鬼魅一般施展身法，躲开了这凌厉的一击。与此同时，他手中的灵风枪如灵蛇出动，动作迅猛而灵活，直刺胡三桂的咽喉。这一枪蕴含着他全身的元力，速度极快，让人防不胜防。胡三桂反应极快，连忙收回重刀，瞬间横刀抵挡。当，枪尖刺在刀身上，溅起一片耀眼的火花，仿佛夜空中绽放的绚丽烟花。2人你来我往，招式凌厉，每一次碰撞都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元力光芒闪烁不停，擂台周围的空气被搅动得如同漩涡。胡三桂仗着重刀的强大力量，每一刀都是大力沉，试图以绝对的力量压制百里剑云。而百里剑云则凭借着灵风枪的灵活多变，不断寻找胡三桂的破绽，以巧劲化解对方的攻击，试图在对方的攻势中寻找反击的机会。百里剑云，受死吧！胡三桂怒吼一声，如同愤怒的雄狮，将全身元力毫无保留地灌注到黑色重刀之中。刹那间，重刀之上爆发出一道黑色的元力光柱，如同一根擎天之柱，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着百里剑云狠狠砸去。百里剑云感受到这一击的强大威力，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将自身元力运转到极致，手中的灵风枪如同一道流光，朝着黑色元力光柱刺去。轰！两者碰撞在一起，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光芒之强，让在场的众人都不禁眯起了眼睛。整个擂台都剧烈颤抖起来，擂台边缘甚至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缝。待到光芒消散后，只见百里剑云脸色苍白如纸，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退了几步，每倒退一步都在擂台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可见他所承受的力量之大。而胡三桂也好不到哪里去，双臂微微颤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显然刚才那一击也让他消耗巨大，元气大伤。给我滚下去吧！胡三桂虽然自身也受伤不轻，但斗志丝毫不减，眼中的凶光更甚。他再次举起黑色重刀，再次朝着百里剑云冲了过去。百里剑云咬了咬牙，强忍着体内的伤痛，双手紧紧握紧灵风枪，眼神中透露出不屈的意志，准备迎接胡三桂的又一轮攻击。这一次胡三桂的攻击更加猛烈，每一刀都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百里剑云逐渐落入下风，身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伤口，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转眼之间，两人已经大战了数百回合。此时胡三桂瞅准了一个机会，手中刀猛地一挥，重重地砸在了百里剑云的长枪之上。当，百里剑云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顺着长枪传至全身，身体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被轰下了擂台。掉下擂台后，百里剑云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作为刘云宗曾经备受瞩目的天才，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在第一场就惨遭淘汰，这对他的自尊心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大比恐怕刘云宗要彻底调出4大宗门了。是啊，刘云宗弟子和另外3大宗门弟子比起来，修为差距实在太大了，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这次他们估计又得垫底。台下众人见状，纷纷发出一阵惊叹声，大家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起来，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如同嘈杂的集市，其中不乏对刘云宗的惋惜与嘲讽。百里剑云灰头土脸地返回刘云宗所在的位置，宗门长老连忙上前为他治疗伤势。擂台上的挑战仍在如火如荼地持续着。接下来三大宗门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凡是另外他们的弟子上台挑战，都会将目标对准刘云宗弟子，这无疑让刘云宗的处境愈发艰难。随着挑战不断进行，刘云宗很快就有7、8个弟子被淘汰，其中1名弟子更是在与天罗教弟子的战斗中不幸丧生。按照大比的规矩，在比试过程中是可以直接杀人的，当然了，前提是对方没有提前认输。若在对方认输的情况下还执意杀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刘云宗弟子变得更加警惕，一旦发现自己难以抵挡，便会立刻选择认输。然而即便如此，依旧有好几人被打成了重伤。转眼之间2个时辰过去了，此刻刘云宗前来参加大比的20名弟子当中，只剩下了穆天云、苏西瑶以及百里剑尘3人。面对这种局面，3大宗门的人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而韩新雅和刘云宗的高层们一个个脸色阴沉的如同锅底，难堪至极。宗主，他们这显然是在针对我们。大长老孙无涯眉头紧锁，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愤怒与无奈。是啊，照这个情况下去，我们恐怕很难进入宗门前20名。又有一名长老忧心忡忡地开口说道：各位长老放心，这场赌注我们绝对不会输。穆天云声音坚定有力，眼神中透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穆天云，你说的倒是轻巧，3大宗门的圣子和圣女修为都达到了聚灵境第4层，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抗衡？百里剑尘眉头紧紧锁在一起，一脸凝重地说道：如果是对上3大宗门的其他普通弟子，他还是有信心胜出的，但若是3大宗门的圣子和圣女向他挑战，那他实在没有把握能够取胜。我既然敢说出这种话，那自然有足够的信心。穆天云目光坚定地看着百里剑尘，斩钉截铁地开口说道。听到穆天云的话，百里剑尘沉默了下来。虽然他对穆天云一直有些意见，但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并不希望刘云宗输掉这场赌注，毕竟这关乎刘云宗的荣耀与未来。如果刘云宗输了，不但会跌出4大宗门的行列，甚至可能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从此在这片大陆上销声匿迹。这刘云宗的弟子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是啊，原本我还琢磨着把自家孩子送去刘云宗修炼呢，可如今看来还是送去天罗教更为靠谱些。没错，刘云宗确实是日渐落寞了，而且在资源方面根本没法跟其他宗门相提并论。此刻擂台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中，议论声此起彼伏，众人看向刘云宗弟子的眼神里无疑不带着丝丝鄙视与嘲讽。擂台上的挑战仍在紧锣密鼓地持续着。就在这时，只见剑心阁圣子李剑锋身姿矫健，如同一道黑色的流星，凌空一跃，身形飘逸而优雅地落在了擂台之上。他目光锐利如鹰隼，眼神中毫不掩饰地透着轻蔑与挑衅，冰冷的目光如同一把利刃，冷冷地扫向穆天云。穆天云，滚上来受死吧！李剑锋声音冰冷刺骨，宛如寒冬腊月里的冰冷，每一个字都带着凌厉的杀气。天云，李剑锋实力强劲非凡，在同境界之中绝对称得上是顶尖的存在，你千万不可大意轻敌。韩新雅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担忧。放心，这一战我必能取胜。穆天云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话音刚落，他身形如同一头矫健的苍鹰，凌空一跃，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之上，身姿轻盈而矫健。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区区聚元境第9层的修为，居然也敢登擂台，看来刘云宗真的是无人可用了。周围看热闹的人纷纷无奈地摇头，脸上满是惊讶之色。他们实在难以相信，刘云宗竟会带一个修为如此低微的弟子前来参加大比。穆天云，当日在公主府，你不是张狂得很吗？今日本少便向你发起生死战，不知你可有胆量接下？李剑锋手中长剑瞬间出鞘，眼神中透着凛冽的杀气。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成全你呢？穆天云冷笑一声，直接拿出了狼牙棒。虽知使用轩辕剑能发挥出更强的战力，但对付李剑锋这样的对手，他压根就没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穆天云才特意选择使用狼牙棒。他要用这狼牙棒将对方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敲碎，直至把它砸成肉泥，让对方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代价。果然够狂妄，今天本少非要将你的骨头一根根剁下来不可。李剑锋怒斥一声，眼神中透着阴冷的杀气。话音未落，他身形如电，瞬间腾空跃起，如同一只猛扑猎物的猎豹，朝着穆天云迅猛地冲了过去。等等！穆天云连忙大声喊道：怎么？难道你还有遗言要说？李剑锋脸上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眼神充满了嘲讽与不屑。随即他缓缓凌空落在地面。在李剑锋看来，
就这么直接弄死穆天云，实在是太过无趣。相比之下，他更渴望看到穆天云在临死前跪地求饶的狼狈模样，那样才能让他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正因为如此，在听到穆天云的喊话后，他果断停止了进攻。求饶？你想多了吧？陈公公都还没喊开始，你就这样贸然出手，是不是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穆天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陈公公，在下绝对没有冒犯您的意思。李剑锋脸色一变，连忙转身，恭敬地朝着陈公公抱拳行礼，态度谦卑至极。无妨，区区小事，不必放在心上，开始吧。陈公公开口说道，语气波澜不惊。其实，按照大比的规则，两人一旦上了擂台，便可以直接动手，并不非得等他宣布开始。嗖！陈公公话音刚落，穆天云身形如鬼魅般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朝着李剑锋冲了过去。他的身形如同闪电，速度之快，让人几乎难以捕捉。同一时间，穆天云手中的狼牙棒以势不可挡之势，狠狠地砸在了李剑锋的手臂上。哐当！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李剑锋的手臂当场骨折，手中的长剑瞬间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阿小杂种，我宰了你！李剑锋发出一声愤怒至极的惨叫，声音如同受伤的野兽，充满了痛苦与愤怒。他那原本俊朗的脸颊，此刻变得狰狞可怖。去你娘的！李剑锋话音刚落，穆天云手中的狼牙棒再次用力一挥，如同狂风扫落叶般，直接砸在了他的面门上。砰！噗！李剑锋一口鲜血狂喷而出，一嘴门牙也在这猛烈的一击之下，直接被砸得掉落满地。砰砰砰！穆天云乘胜追击，如同狂风骤雨般，抡着狼牙棒对着李剑锋就是一顿狂砸。李剑锋虽身为巨灵境第4层的修者，但由于被穆天云偷袭得手，此刻他的脑袋早已被砸得嗡嗡作响，一片混乱。虽然他下意识地运转元力进行防御，但在穆天云那排山倒海般的强大力量攻击之下，仅仅不到片刻时间，四肢便被无情地打断。一时间，凄惨的叫声响彻整个擂台，鲜血汩汩流出，迅速染红了地面，场面血腥而残暴，令人不忍直视。我认输。李剑锋声音模糊不清，嘴里满是鲜血，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愤怒。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穆天云居然如此卑鄙，趁着他转身的瞬间对他发动了偷袭。在他看来，如果不是穆天云使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自己绝不可能输得如此之惨。下地狱去忏悔吧！穆天云眼神中透着凶狠，如同嗜血的恶魔，拎着狼牙棒再次狠狠地抽了过去。砰！一声沉闷的脆响传开，李剑锋的脑袋瞬间炸裂，整个人如同高尔夫球般被抽飞了出去，鲜血和脑浆溅落一地，场面极其恐怖。这小子也太卑鄙了吧！这小子确实手段有些卑鄙，不过说到底，还是李剑锋自己太大意了。是啊，都上了生死台了，居然还敢背对敌人，简直是自寻死路。此刻，周围观战的人脸上都露出了震惊到极点的表情，众人再次议论纷纷，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谁也没有料到，堂堂剑心阁圣子竟会如此轻易地死在一个巨元境第9层的小子手中。此刻，脸色最为难看的当属3大宗门的高层，尤其是剑心阁阁主李世贤，脸色阴沉的难看至极。小杂种，本座定要将你挫骨扬灰！李世贤咬牙切齿，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阴毒，仿佛要将穆天云千刀万剐。李剑锋是他最为得意和优秀的儿子，如今却惨死在这擂台之上，要说他不愤怒，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心中杀意沸腾，很想立刻冲上去击杀穆天云，但他却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这里可是天玄帝国的大比现场，若他贸然动手，必将被视为对天玄帝国的公然挑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与此同时，高台上观战的天玄帝国天才们，此刻眼中也都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讶。显然他们也被穆天云这残暴而又果断的手段给震惊到了。在擂台不远处的一座塔楼内，2名女子正静静地凝视着擂台上的穆天云。这座塔楼内静谧无声，唯有窗外传来的阵阵喧闹声更衬出此处的安宁与神秘。这小子下手还真够狠辣的，有点意思。司马幽兰喃喃自语，眼神中透着一丝期待。这小子确实够狠，而且性格极其狡诈。虽说他刚才的行为有偷袭的嫌疑，但不可否认，其战斗力确实很强悍。蓝衣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冷静，眼神中透着深邃的洞察力。不错，以他展现出的战斗力，恐怕足以媲美我皇族天才。司马幽兰轻轻点了点头，眼神中不禁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在他眼中，穆天云就像一颗突然崛起的新星，打破了他对4大宗门弟子实力的固有认知。殿下，此子天赋卓越，实乃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还是尽快设法把他招揽过来为妙，否则一旦被其他皇子公主抢先招揽过去，极有可能成为明灯记录上的最大障碍。蓝姨微微俯身，小声地提醒道。
大比结束，本宫要见他。司马幽兰说完，眼神变得坚定而决然，随后优雅的转身，迈着轻盈的步伐离开了塔楼。是，殿下。兰姨恭敬地应了一声，微微欠身，目送司马幽兰离去。慕天云走下擂台的那一刻，流云宗弟子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此次大比，流云宗弟子的自尊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如今慕天云以如此强势的手段镇杀对手，就像给他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大家感到无比解气，心中积压的郁闷瞬间消散。哥，这家伙也太卑鄙了，居然用这种方式赢！百里剑云瞪大了眼睛，眼神中充满了震惊。过程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赢了，这对我们流云宗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百里剑尘缓缓开口说道，虽然他与慕天云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在这关乎流云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并不希望慕天云死在擂台上。毕竟这次大比决定着流云宗命运，若是慕天云败了，那流云宗很可能就此坠入万劫不复之地，再无翻身之日。擂台上的战斗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紧张的氛围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紧紧笼罩着现场的每一个人。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战火的硝烟，让人不禁为之屏息。很快便轮到了苏西瑶上场，只见她轻轻脚踏地面，身形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凌空跃起，而后优雅地落在了擂台之上。在她登台的刹那间，那与生俱来的独特魅力仿佛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她宛如一朵盛开在狂风中的娇艳花朵，在这充满争斗的擂台上绽放出令人瞩目的光彩。苏西瑶的对手是一名来自寒天门的圣女萧萱儿。此刻萧萱儿站在擂台的另一端，神色冷漠，犹如一座冰冷的冰山，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息。苏西瑶，你的修为比我低，如果不想吃苦头，我劝你还是乖乖认输。萧萱儿声音冷漠，脸上带着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想让我认输，就凭你还没那个资格。苏西瑶毫不示弱，声音同样冰冷，眼神中透着深深的不屑。既然你如此不识趣，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萧萱儿眼中寒光一闪，手中的剑瞬间出鞘，化作一道银色的闪电，朝着苏西瑶狠狠劈了过去。哼！苏西瑶冷哼一声，身体如同一道黑色的幻影，手中突然出现一根长鞭，如同一条灵动的灵蛇，瞬间朝着萧萱儿迅猛地抽了过去。这一鞭子的速度快如闪电，快到几乎让人来不及做出反应，只感觉眼前黑影一闪，长鞭便已呼啸而至。啪！一记清脆的鞭声如同鞭炮般炸响，在寂静的擂台上回荡。啊！萧萱儿发出一声惨叫，原本娇美的脸庞瞬间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血痕。贱人，我杀了你！萧萱儿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此刻的她仿佛一头被激怒的野兽，顾不得脸上的伤痛，挥剑再次疯狂地劈向了苏西瑶。不知所谓。苏西瑶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只见她曼妙的身形再次腾空而起，如同一只轻盈的飞燕，轻松避开了萧萱儿这凌厉的一道剑气。紧接着，她手中的长鞭如同灵动的蛟龙，再次有力地挥出，鞭梢如同灵蛇一般，瞬间抽在了萧萱儿的另一边脸上。啪！又是一声清脆的鞭声响起。啊！萧萱儿再次发出一声惨叫，鲜血如同红色的溪流，瞬间染红了她的整个脸庞，原本娇美的面容变得鲜血淋漓。来，继续！苏西瑶眼神中透着一丝戏谑的笑意，目光轻蔑地看着萧萱儿。连挨了2鞭子之后，萧萱儿终于渐渐冷静了下来。她目光冷冷地看着苏西瑶，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无奈。她心中清楚，自己的实力与苏西瑶相比，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继续打下去，无疑是在自取其辱。我认输。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萧萱儿最终还是选择了认输。当苏西瑶走下擂台的时候，流云宗弟子的脸上再次露出了欣喜若狂的表情。相比之下，3大宗门的高层脸色则变得阴沉至极。谁也没料到，苏西瑶竟然能以巨灵境第3层的修为击败巨灵境第4层的萧萱儿。与此同时，高台之上，一名身姿挺拔、俊朗不凡的青年正紧紧地盯着苏西瑶。此人正是天玄帝国大皇子司马乔。此女年纪轻轻，不但长得倾城绝世，战斗力竟然也如此强悍，可有她的资料？司马乔眼神中透着一丝惊讶。殿下，此女名为苏西瑶，加入流云宗仅仅不到2年，便成为了流云宗当之无愧的圣女。一名灰袍男子小声说道。此女天赋确实不错。司马乔点了点头，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惊芒。殿下准备招揽她？灰袍男子好奇地问道。这种优秀的女子单单招来是不够的。司马乔淡然一笑。那殿下的意思是？灰袍男子开口问道。如此倾城绝世的女子，本皇子若不收下，岂不是太可惜了一点？司马乔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殿下说的有道理，此女不但天赋出众，颜值也远超其他宗门，只有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殿下。灰袍男子连忙开口说道。那个小子天赋也不错，今晚你把他邀请过来。
司徒乔开口说道。他看得出来，穆天云和苏西瑶走得比较近，所以他打算先从穆天云身上着手。一旦将穆天云招揽过来，那就有机会接触到苏西瑶，这显然是一箭双雕的美事。是，殿下。灰袍老者恭敬地应了一声。与此同时，抱有相同想法的皇子还有不少，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穆天云和苏西瑶。在以往的大比中，天玄帝国的皇子和公主都会招揽宗门的优秀弟子，以此巩固自己在皇族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每次天玄大比的时候，会有不少皇子公主前来观战。此刻，一名身材高大、体型肥胖的女子，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穆天云。此女正是天玄帝国的13公主司马春燕。作为天玄帝国是生活最混乱的公主，这些年被她玩残的男子更是数不胜数了。传闻上一届流云宗圣子因为被她玩了1个月，最终选择了自杀。陈婆婆，那小子天赋还不错，长得也挺俊，今晚你过去一趟，把他给我邀请过来。司马春燕嘴角勾起了一丝妖艳的笑容。是，殿下。陈婆婆恭敬地应了一声。擂台上的挑战仍在有条不紊地持续着，很快就轮到了百里剑尘登台挑战。百里剑尘站在台下，心中不禁有些犹豫。他深知以自己目前的修为，若是对上3大势力的圣子，胜率几乎为0。经过一番艰难的思考，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挑战3大势力圣子的念头。为了帮流云宗弟子报仇雪恨，百里剑云在对战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他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顽强的毅力，成功击杀了与之对战的天罗教弟子。这一举动彻底激发了流云宗和3大势力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大约半个时辰，第一轮挑战彻底结束。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前40名选手。流云宗这边仅仅只有3人晋级，而3大宗门那边却足足占据了37个名额，双方的差距一目了然。接下来这场极为重要，我们只要有2人进入前20名，这赌注我们就赢定了。大长老孙无涯微微皱眉，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的表情。是啊，接下来这一战极为关键。岳无双也跟着附和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天云、剑尘、西瑶，这一战虽然至关重要，但你们的安全才是我最重视的。如果真遇到不利的情况，一定要及时认输，千万不要逞强。韩星雅面色严肃，眼神中满是关切地叮嘱道。放心吧，这场赌注我们绝对不会输。穆天云脸上露出了自信满满的笑容。母亲，我会尽力而为，如果真的不敌，我会及时认输的。百里剑尘认真地说道。随后众人又将目光看向了苏西瑶。放心吧，我肯定能赢。苏西瑶俏皮地眨了眨眼睛，脸上露出了一丝娇俏的表情。听到苏西瑶的话，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一开始大家并不看好苏西瑶，甚至还有些担心她在比赛中的安危，但刚才苏西瑶轻松击败萧轩儿的精彩表现，让大家对她的实力产生了一丝好奇与惊讶，也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比赛多了一份期待。很快第2轮抽签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这一轮的规则和第1轮别无二致，依旧是签位靠前者拥有优先挑战权。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所有人都怀揣着期待与忐忑，注视着抽签的进行。随着抽签结束，结果揭晓。穆天云抽到了18号签，苏西瑶抽到了22号签，而百里剑尘的运气稍显不佳，抽到了33号签。看着手中的签位，百里剑尘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郁闷之色。抽到如此靠后的签位，对他而言着实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他只能等待被挑战。如今流云宗与3大宗门已然撕破脸皮，在这种情况下，以百里剑尘目前的实力，若是对上3大宗门的圣子和圣女，胜出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晨儿，你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真遇到3大宗门的圣子，大不了认输便是，切不可意气用事。韩星雅看着儿子，语重心长地开口说道，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担忧。母亲放心，我心中有数，知道该怎么做。百里剑尘微微点头。很快第2轮挑战正式拉开了激动人心的序幕。此刻现场的气氛愈发紧张，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擂台之上，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由于流云宗目前仅剩下3人，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3大宗门的人并不敢贸然挑战他们。